京城虽过3月，但寒气未消。廊檐下的小丫鬟紧了紧袄子，双手合十放在嘴边，哈了口气，抖着嗓子问道：“苏嬷嬷，姑娘什么时候醒？这都已经病了3天了，要不我去国公府请三爷给姑娘寻个大夫。咱们姑娘虽是外室，但毕竟是三爷屋里头一人，现在姑娘高烧不退，三爷肯定不能见死不救。”被叫苏嬷嬷的妇人年纪并不大，约莫40出头，白胖的脸上布满了担忧。她往屋里瞧了一眼，似是下定了决心，咬牙道：“好，那你快去快回，切莫在外面耽搁。若是见不到三爷，就求国公府能不能舍些银钱，咱们自个儿给姑娘找大夫。”小丫鬟忍冬连连点头：“嬷嬷我晓得的，我这就去。”她提起裙角，转身正要小跑，一道娇滴滴带着虚弱的声音突然唤住她：“等等，别去！是姑娘，姑娘醒了。”门帘打开又落下，寒风吹进来，床上的女人下意识蹙了蹙眉头。只见她病歪歪靠在床头，乌压压如绸缎般的墨发堆在脑后，越发衬得那张姿容屹立的脸如巴掌大小。虽在病中，可她不显憔悴，那几分病态柔和了妖媚，更加惹人心怜。小丫鬟侧过身开了开眼角，心里替自家姑娘鸣不平。别人都说他家姑娘好命，攀上了裴家三郎，可只有他们这些当下人的清楚，三爷将人安置在外院，就再也没来过。他们姑娘这样的美人独自守在外院，连生病了都不敢去叫三爷，这算哪门子好命？西宁不清楚小丫鬟的心思，她勉强支起身子靠在床头，原身久病未愈，一命呜呼，醒来就换了性子。她接收完原主的记忆，连忙将要出门的小丫鬟叫住：“我身子已无大碍，莫要麻烦裴三爷。”姑娘！小丫鬟急得跺脚，觉得自家姑娘太过卑微。西宁却不甚在意，弯起唇角对她安抚笑了笑，然后转头朝苏嬷嬷笑道：“劳烦嬷嬷给我熬些清淡的白粥，我肚子饿了。”她笑着歪了歪头，芙蓉面上添了几分俏皮。苏嬷嬷看得心间泛酸，脸上挤出一丝笑：“哎，姑娘等着，我这就去。”说完便拉着还要嚷嚷的小丫鬟出去。“嬷嬷，你怎么也听姑娘的？她病得这样重，何该让三爷来看看？”“闭嘴！咱们做下人的难道不该听主子的？再者，三爷当初说的话你忘了？咱们姑娘看着风光，可那里的苦谁知道？”苏嬷嬷一番话让忍冬消停下来，她吸了吸鼻子，努努嘴：“那是三爷不知道咱们姑娘的好，要是知道了，肯定不忍心咱们姑娘受苦。他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美人，怎么他们三爷就不知道怜惜呢？哎，要是三爷来了就好了。”“是啊，要是三爷来了就好了。”苏嬷嬷侧头往卧房看了一眼，门帘厚重遮住了她的视线。她摇了摇头，将脑中的思绪挥散，转头吩咐小丫鬟：“我去给姑娘熬粥，你在这守着，好好看着姑娘，切莫让她再睡过去。”“嬷嬷，我知道的。”廊檐下再度安静了下来。西宁看着头顶的床帐，叹了口气。饶氏已经缓了大半天，西宁还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堂堂农业博士，竟穿成了一个男人的外室。裴昭裴三郎，京城最出类拔萃的郎君，父亲是晋国公，母亲是安阳郡主，上面虽有2个哥哥，但丝毫不掩他的光芒。年纪轻轻就中了探花郎，清风霁月，郎艳独绝，是京城贵女家婿首选。只是这位洁身自好的裴三郎在南下时买了个妖媚女子，大张旗鼓带回家安置在府外，让一众贵女心碎成2半。众人都道他被这妖媚女子迷了心，可只有西宁知道，裴昭根本没碰过他，甚至见都没见过几次。他买下原主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隐疾，然而原主却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儿，日日盼着能进国公府，手里的银子散了个干净，依然没见到裴昭的面，最后郁郁寡欢，一病不起，让西宁捡了个漏。唉，西宁忍不住又叹了口气，接受了前世的教育，让他给男人当外室比杀了他还难受。外室是什么？不就是以色示人的玩意儿？主子高兴了就宠幸一下，不高兴了就冷落在一旁，而且说难听点，这不就是小三？西宁敛了敛眸，他绝不允许自己成为男人的所有物。原主的卖身契在裴昭手上，他要想办法拿回来。姑娘，吃饭了。正在西宁恍神间，苏嬷嬷端着粥进来，她还不能下床，忍冬就在床上给她支了个小桌。苏嬷嬷将饭菜放在上面，熬得软烂的白粥配一碟酱黄瓜，虽然简单，但正适合她这个病人吃。只是白粥入口，西宁不着痕迹地蹙了蹙眉。水放多了，米香味寡淡，再尝那酱黄瓜，咸味过重。黄瓜腌制时许是放久了，吃起来绵软不脆，少了黄瓜的鲜味。西宁腹中饥饿，忍着将粥喝完，在苏嬷嬷问他要不要再来一碗时，摇了摇头：“给我来杯糖水吧。”他这具身子太弱，浑身没有力气，需要补充点糖分。唉，苏嬷嬷将糖水放凉，喂着西宁喝完，见他面色稍稍红润，这才放下心来。姑娘身子尚未大好，还得多休息。您晚上想吃什么，尽管吩咐老奴，老奴去准备。好。西宁点点头，没有驳了苏嬷嬷的好意。其实他想吃的很多，可从刚才的白粥小菜已经摸清苏嬷嬷的厨艺，
自己这张刁嘴，苏嬷嬷恐怕满足不了。等两人出去，西宁在被子下摸了摸右手腕的凸起，还好，他的智能手环也跟来了。这里面有他前世的研究成果，各种粮食、菜蔬、花卉的种子，经过他的改良，不仅产量高，品质也好。这些种子在前世都是无价之宝，更别说是物资贫瘠的古代。西宁微微闭上眼，这是他在古代安身立命的本钱。有了这些种子，自己不靠裴昭也能活下来。等时机成熟，他就问裴昭拿回自己的卖身契，做回自由身。西宁的病将养了大半个月才好，他能下床时，京城已经暖和了起来。苏嬷嬷和忍冬在院子里忙活，一堆衣服晾满了整个院子。见他出来，苏嬷嬷两人赶紧起身：“姑娘，您怎么出来了？外面有风，快进去。”西宁没听他的，看着满院的衣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第2章，葱油饼。他们主仆3人每季都会置办衣服，原主里里外外至少10套，苏嬷嬷和忍冬少点，但也有2套。可即便这样，他们3人也就10几套衣服罢了。可如今这院子里晾着的就至少有几10件了，更别说除了女子的，男子老人的衣服都有。西宁看着神情闪烁的苏嬷嬷两人，扶着门框走出来：“说吧，怎么回事？”忍冬不如苏嬷嬷老练，见主子一冷脸，他就跟倒豆子似的，把什么都说了。“姑娘您别怪苏嬷嬷，这洗衣服的活计是我们2人接的，而且都是凑空闲时间做活，绝没怠慢姑娘的事。”西宁怎么会怪罪他们？看着2人的神情，还有满院子的衣服，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将跪在地上的小丫鬟拉起来，问苏嬷嬷：“家里还有多少银钱？”苏嬷嬷手在衣服上搓了搓，神情拘谨：“还有不到1贯，1贯钱就是1两银子。京城的物价不低，吃穿用度都需要花钱，再加上西宁生病要抓药，这1贯钱都是苏嬷嬷2人省吃俭用给人洗衣赚来的。西宁哪有责怪他们的道理？我这还有些首饰，苏嬷嬷拿去当铺卖了，以后洗衣的活别干了。古代不比前世，洗衣服都有洗衣机，这里能雇得起人洗衣服的都是大户人家，穿的衣服料子都是上好的绫罗绸缎，既要洗得干净，又不能将衣服洗坏，很是要小心。再者，长时间弓着身子，腰也受不了。”西宁这话一出，苏嬷嬷感动的眼圈都红了。“老奴知道姑娘是心疼我们，可咱们做奴婢的本就该为主子分忧。您的首饰都是三爷买的，若是三爷知道您将他们卖了，怕是要迁怒姑娘，这话您可千万别再说了。”“就是啊，姑娘，等三爷来时，您还得靠他们好好打扮呢。我和苏嬷嬷都是干惯粗活的人，现在天又暖和了，洗衣服一点也不累。”忍冬跟着帮腔，他可是这院子里最盼着三爷来的人，等三爷来了，姑娘打扮的美美的，肯定能俘获三爷的心。西宁对梳妆打扮勾引裴昭没半点心思，他们主仆3人都吃不上饭了，还留着那些首饰做什么？其实裴昭离开之前给原主留了1000两银子，京城普通人家1年花用不到30两，就算原主爱买些衣服、胭脂、水粉，1年也就花个100两银子，这些钱足够他们用个几10年。只是原主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儿，花钱没有节制，再加上后面想要打听裴昭的消息，散了不少银子出去，到最后连生病请大夫的钱都没了。西宁扶额，虽然重活一世很幸运，但接手的这烂摊子也太糟心了。苏嬷嬷见他不再说话，以为将他劝住，遂从腰包里数了几10个铜板交给忍冬：“姑娘能下床，这身子算是大好了，你去街上割块肉，再买点时令的青菜，咱们给姑娘庆祝庆祝。”“哎，我这就去。”忍冬抓着钱一溜烟就跑了出去。西宁知道他这是怕自己在骂他，望着院门口笑着摇了摇头：“这丫头。”他笑完又跟苏嬷嬷说：“这些首饰我可以留着，但你们洗衣的活计绝不能再接了，赚钱的活计由我来想办法。”“姑娘。”苏嬷嬷不知道西宁想什么法子赚钱，但不管哪家都没有让主子做活的道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莫要多说。”他冷下脸来，颇有几分气场。苏嬷嬷恍惚间在他身上看到了三爷的影子，下意识就闭上了嘴。西宁满意了。中午吃什么？这些天他躺在床上，每天都是些白粥小菜。苏嬷嬷的手艺还不如他前世的学校食堂。要知道他们食堂每年都因为难吃劝退不少考生，由此可知西宁这个吃货这些天有多难熬了。现在他终于能下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觅食。苏嬷嬷白胖的脸上挂着笑，跟在他身后边护着他边说道：“早上我在对门许娘子那买了半只母鸡，本要给姑娘炖汤，等忍冬回来再给姑娘加2道肉菜。之前西宁病着，饮食比较清淡，而且他们手里也没多少银子，主仆3人已经许久没沾过荤腥了。想到中午有肉吃，西宁吞了吞口水。前世大鱼大肉吃腻了，突然传到古代，竟然素了半个月。西宁觉得自己小脸都变成菜色了。只是这难得的肉绝不能交给苏嬷嬷糟蹋。他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中午的饭我来做。”“姑娘会做饭？”苏嬷嬷第一反应不是把人拦住，而是惊讶。原主是个伤春悲秋的，平日里就窝在屋里，对吃食并不在意。他鲜少出门，厨房更是从未进过。
西宁知道苏嬷嬷的震惊，她学不来原主，她平生所爱除了研究就是美食，现在研究没办法做，只剩美食可以满足了。而且她要赚钱，这些本领都要让苏嬷嬷他们知道。西宁无视苏嬷嬷的惊讶，从架子上取了把小葱。这会儿万物刚复苏，市场上菜蔬很少，苏嬷嬷跟对门的许娘子处得好，两人一起接洗衣的活，一来二去混的就熟了。这小葱就是许娘子送的。西宁将葱择好洗净，切成小段放在一边，又切了几片姜，锅中倒油，等油热后就将葱段和姜片放下去，炸至焦黄后捞出扔掉。葱的味道极霸道，炸完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那股清香。炸好的葱油倒入小碗中，加入2勺面粉搅拌均匀，清亮粘稠的葱油酥就做好了。做完他就开始和面，面粉中加入半匙盐，让面粉更劲道。他和面的手法老练，看得苏嬷嬷挪不开眼，他家姑娘竟然还有这门手艺。苏嬷嬷并未怀疑自家姑娘换了个人，毕竟他们跟着原主的时间并不长，两人都是原主进京后陪招买回来的。再加上原主整日郁郁寡欢，很少出门，苏嬷嬷以为她的厨艺都是在江南学的。和好的面分成大小均等的剂子，擀成椭圆形的薄片，将已经放凉的葱油酥均匀地抹在上面，再撒上一层葱花和芝麻。想要葱油饼好吃，椒盐很重要，可如今花椒还是珍贵的香料，他们主仆是买不起的。西宁的手环里有种子，但此时也没由头拿出来。还好西宁手艺好，即使少了椒盐，这葱油饼做的也是外酥里嫩，咬一口里面的葱香味能掀掉舌头。忍冬提着肉回来，就闻到这股诱人的香味，他加快了脚步。苏嬷嬷，你这是做的什么好吃的？第3章云吞面。苏嬷嬷的手艺忍冬是知道的，不过是将食物做熟而已。只是他从小被卖作奴婢，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烹煮煎炸的手艺还未成熟，就连炒菜都是刚刚兴起，大户人家都10顿菜蒸菜，一些调料更是不会使用。所以西宁虽然做的只是简单的葱油饼，但在忍冬眼中那也是无上的美味。我哪有这样好的手艺？这是姑娘做的，又香又酥，老奴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吃过这样香甜的饼子。苏嬷嬷嘴里咬着西宁分给她的半块饼子，不舍得咽下，边吃边跟忍冬说道。见他这副享受的模样，忍冬忍不住吞了吞口水。小丫鬟心思单纯，什么都写在脸上，西宁笑着也分给她一块。这叫葱油饼，用春天最鲜嫩的小葱做的，你也尝尝。哎，忍冬将手在后腰上擦了擦，连忙接过，也不管烫不烫，直接放进口中。饼的外皮被煎至金黄，咬起来满口酥香，可饼子里面又极软，葱油的香味和小葱的清甜揉在面饼里，一同在口中化开。忍冬眯着眼睛，满足的像只猫，好好吃，姑娘手艺真好。他们姑娘人长得美，做饭也这样好吃，三爷将她冷落在外院，简直是瞎了眼。忍冬狠狠咬了一大口，只把饼子当成了陪招。西宁自是不知道小丫鬟的心思，但两人喜欢她的手艺，西宁发自内心的高兴。忍冬出去一趟，买了2斤五花肉，肥瘦相间，品质极好。西宁不舍得一顿都吃完。如今虽然天暖和了，但肉菜也能放得住。他让苏嬷嬷找个钩子挂起来，木要让贪嘴的野猫给吃了。除了肉菜，还有春笋和荠菜。西宁留了春笋，准备做个滋补的鸡汤。尝了西宁的手艺，两人也不拦着他做菜了，只是被菜烧火的活的是两人干，西宁就负责将处理好的食材做熟即可。春笋清甜爽脆，母鸡味鲜肉美，只是放了点酱油和盐，就已经鲜美的不像话。主仆3人一口饼子一口鸡汤，吃的肚儿圆，直叹这样的日子才有过头。要是每天都有肉吃就好了。忍冬瘫坐在椅子上，手摸着圆滚滚的肚子，一副向往的模样。苏嬷嬷虽没说话，可脸上的表情却是在应和。吃过姑娘做的饭，他才知道自己以前做的有多难吃，怪不得姑娘胃口这样小，都是被他耽误的。苏嬷嬷越想越愧疚，觉得自己愧对了三爷，没有照顾好主子。西宁也难得吃撑了，原主胃口很小，不仅是苏嬷嬷手艺一般，主要她出身江南，那边女子以瘦为美，弱柳扶风，纤腰如素，原主更是瘦成了纸片人，走2步都怕她腰折了。见两人认同了他的手艺，西宁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咱们已经没有多少银钱，坐吃山空肯定是不行的，帮人洗衣虽是个活计，但太累赚的也不多。你们两人平日要照顾我，若再多干一份活，长久以来怕是要亏损了身子。我病了这么多日，你们也知道请大夫吃药需要多少钱，切不能因小失大。西宁的话有理有据，让还想要挣扎的两人闭上了嘴巴。他又说，我旁的不会，饭食做得尚可，咱们这边虽在城北，可街道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卖吃食应当也有生意。我想着在街上支个摊子，做点小买卖。姑娘，这怎么能行？您是裴家3郎的外甥，若让三爷知道您在外面抛头露面，他定会不高兴的。苏嬷嬷没想到西宁说的赚钱的法子是这个，如今世道对女子并不苛刻，街坊有不少女子做生意，可西宁不一样，他们家姑娘是裴3郎的女人，
虽是外室，也没有抛头露面的道理。而且苏嬷嬷没说过的是，她心里还盼着有朝一日三爷会将姑娘接到府中，若她在外面做生意，这名声就坏了。是啊，姑娘，您缺钱，我和苏嬷嬷去挣，再不济咱们还能去国公府找三爷。您是他的女人，他还能不给钱养着您？忍冬从不觉得自家姑娘花钱手松，这样美的女人和该穿漂亮衣服、戴漂亮首饰。以前他伺候的姨娘撒撒娇，就哄得老爷花钱，哪像三爷，自己的外事竟像忘了一般。西宁就是不想和裴昭有牵扯，才想着自己做生意。他巴不得裴昭想不起他。你忘了三爷临走时说过的话，让我没事不要去找他。你们也知道三爷的性子，我把银子挥霍干净，上门去要，他定以为我是个贪慕虚荣、挥霍无度的女人，心里怕是要厌恶于我。西宁知道自己无法打消两人的顾虑，遂从裴昭入手。两人都盼着他能得到裴昭的宠爱，定不会看着他被裴昭厌恶。果然听到西宁的话，两人态度松动了。那主子只管做饭，叫卖的事由我和忍冬去做。好。云吞面讲究鲜香味美，云吞、鲜汤、须面放在同一碗中，让各自的鲜味完美融合。西宁让苏嬷嬷买了一篓子河虾，猪肉剁碎成馅，里面加入嫩的能掐出水的荠菜，再将虾球也包进去。云吞皮薄如蝉翼，可又有劲道，包入馅料后，将皮捏成褶，竟精巧的像朵花一样。苏嬷嬷两人看得啧啧称奇，直到自家姑娘有巧思。须面细长带韧劲，和面时全程不加水，只加蛋，做出的面极其劲道。鲜汤西宁用的鸡汤，正宗的云吞面都是用鱼虾并猪筒骨小火熬制，但如今他们手头紧，一切都按简单的来。只是这熬了一天一夜的老鸡汤，并不比骨汤差，汤底清亮，味道鲜美。云吞在里面滚一滚，外皮渐渐透明，里面粉色的肉、红色的虾、绿色的菜全都露出来，不闻味道，只看卖相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大嫂，给我来一碗，多放点葱花。我也要。苏嬷嬷的摊子置在巷子口，这边过往人不少，但小摊子也多，她和忍冬都是头回摆摊。虽然相信自家姑娘的手艺，可心里到底忐忑。云吞面腐一下锅，香味就飘出老远，本来还在犹豫要吃什么的路人，立马被吸引过来了。摊子前面围了不少人，苏嬷嬷和忍冬两人一起忙活，准备好的云吞面不到1个时辰，竟就全部卖光了。第4章，嘴刁的三爷。大嫂，你这准备的也太少了，我们都排了半天，连口汤都没喝到。就是啊，闻了半天香味，我都要饿死了，要是吃不到嘴里，我能难受一整天。没排上的客人围在摊子前抱怨，苏嬷嬷又惊又喜，这是她第一次做生意，哪想到会这样受欢迎。装铜板的木匣子装得满满当当，拿着都压手。我们第一天做，也不知道分量，明日多做点，大家早点来。听到苏嬷嬷的话，摊子前的众人才慢慢散开。苏嬷嬷和忍冬收拾好东西往家赶。梧桐街，西宁搬了个矮凳坐在院子门口，耳朵朝门外听着外面的动静。他虽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可也难免忐忑。云吞面用料实惠，味道又鲜美，一碗里面有10个云吞，他要价10文。这价钱虽比其他包子饼啊什么的要贵，但一碗里面既能吃肉又能吃面，还能喝汤，只要尝过就知道它有多实惠。姑娘，我们回来了。都卖完了。忍冬一进门就扯开大嗓门，见西宁就在门口，连忙将手里的木匣子递给他。姑娘，你不知道咱们的云吞面有多好卖，整条街的人都要来排队呢。小丫鬟第一次做生意，没想到这么成功，这会儿激动的不行，拉着西宁有一肚子话要说。行了，外面风大，先让姑娘进去，咱们今日卖的银钱也得让姑娘数数。苏嬷嬷虽也激动，但她还能忍得住，而且她更想知道赚了多少钱。云吞面10文一碗，总共卖了530碗，去除成本赚了350文钱，竟然这么多！饶是苏嬷嬷再淡定，也没忍住惊叹出声。要知道他们给人洗衣，一天也就20文钱，还忙得腰酸背疼，这卖云吞面都够他们半个月的工钱了。然而苏嬷嬷他们觉得多，西宁却觉得远远不够。卖吃食成本都不高，主要是费人工，原主身子娇弱，和面调馅都是他指使苏嬷嬷和忍冬干的，他只是包个云吞就已经累得不行。不过赚钱都是积少成多，急不来，现在有个好的开头，主仆3人就很满足了。阳春3月，西家的云吞面在城北打开了名声。苏嬷嬷还没出摊，一大早就不少人在这排队。京郊的路上，一辆马车正缓缓驶进城。长林赶了2天1夜的马车，眼皮子都要打盹了。这一路风餐露宿，他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他做下人的习惯了，可主子却经不住这样的折腾。三爷，咱们已经进城了，要不在城北歇歇脚，吃口热乎的？您这样回去，老夫人肯定担心。马车的帘子垂着，看不见里面的光景。许久，从帘子后面传来一道轻摁，男人的声音如上好的瓷器，清雅不失稳重。裴昭靠着车壁，微微合着眼，他皮肤如玉，眼下有2抹青黑，清俊俊朗的五官染了丝疲惫。听到仆人的话，他手指揉了揉眉心，随便买点即可，尽快赶路。
是。长林应声，他家三爷嘴刁，平时府中的饭菜都不满意，外面的更是看不上眼。长林也没想买多好吃的，只要热乎能暖暖胃就行。城北这边他也没来过几次，下了车才想起这边是什么地方。若他没记错，三爷那位妖娆的外室就安顿在这边的梧桐街里。啧，可惜了。长林边想边摇头，之前三爷将人买下时，他还以为三爷开窍喜欢女人了，哪想到这妖精似的女人买回家，三爷近一次也没宠幸过，现在更是将人丢在城北，问都不问。难道外界传闻都是真的？他们三爷根本不行，买外室只是为了掩盖他的隐疾。长林打了个哆嗦，觉得自己猜到了真相，怪不得他们三爷身边从未有过女人呢。不过没有女人，男人也行，就是不知道他们三爷会喜欢什么样的。长林脑子乱得很，脚步不由自主就走到了梧桐街这边，一抬头正好看到排的长队的摊子，那不是苏嬷嬷跟忍冬他们怎么摆摊了？当初两人还是他买回来的，长林自然不会认错。他没想到两人竟买起吃食，生意还不错，那西姑娘怎么办？长林此时也没买饭的念头了，只想快点回去跟裴昭回禀，西宁再不受宠，那也是三爷的女人，若这两个恶仆欺负他，三爷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只是他刚要走时，正好一人端着云吞面过来，那股子香味直窜鼻子，饿了大半天的长林馋了。他花了10两银子，好不容易从客人手中买回来，端着碗就回了马车上。裴昭还在闭目养神，他对长林要买的吃食并不感兴趣，食物于他不过饱腹而已，反正都不好吃。只是这次裴三郎打脸了。云吞是猪肉荠菜馅儿，里面加了颗虾球，咬下去鲜香弹牙，荠菜是一早刚摘的，嫩的还挂着水珠，剁碎了跟猪肉混合在一起，那股子鲜嫩正好中和了猪肉的油腻。须面尽到，云吞吃完，面条也已经吸足了汤汁，底汤西宁改进过，原本的鸡汤变成了鱼虾和猪骨熬制的高汤，美味又营养。裴昭吃完额头都冒出了汗，他还是第一次从食物中感受到满足，原来天底下竟有这样的美味。这是哪家的吃食，日后可以多光顾。如果不是怕惹民愤，他都想将厨子挖回家了。长林全程看着他吃，自家主子那么刁的嘴都吃得这样香，这云吞面得多好吃啊，早知道他就再多买一碗了。不过10两银子一碗的吃食他也吃不起。长林把心头的杂绪压下，回自家主子的话，主子，这厨子您认识，正是西姑娘身边的2个仆人。西姑娘？裴昭一时间没想起这位西姑娘是谁，长林哪里不知他们主子的性子，赶紧提醒道，就您从江南带回来的外院那位。哦。裴昭敛了敛眸，他对西宁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当初将人买下实属迫不得已。八王欲将爱女嫁他，可八王与太子乃是对立，裴家辅佐太子，但也惹不起八王。裴昭知道八王是想拉拢自己，他不愿匆匆成亲，就从江南带回来个女人。当初买下西宁就是看她美貌，正好坐实他贪恋美色的名声。而且这女人性子懦弱，虽想攀高枝儿，但也做不了太出格的事。裴昭原打算等过2年，八王心思散了，他就给西宁些银子，再给他寻个好去处。只是没想到才不到半年，事情就不受掌控了。去外院。第5章卖身契。裴昭到时，苏嬷嬷2人还没回来。对门的许娘子早上送过来1篮子香椿，西宁正坐在院子里摘菜。小院不大，院中间是口井，靠井栽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梧桐，此时已经结了不少花苞。门口本是花圃，上个主人种的月季和芍药，如今都被西宁拔掉，撒上了他手环里的种子。他低头想着香椿怎么吃，没注意到门口的声响，等察觉时，裴昭已经走到他面前。裴三爷。西宁这是第一次见裴昭，男人比原主记忆中还要清俊冷厉，一身黑色锦袍束身，浑身散发着清冽的气场。在他打量裴昭的时候，裴昭也在观察他。对于西宁，裴昭的印象只有娇弱胆小，可眼前的女人见了他丝毫不怯，眼中只有他突然出现的惊讶。而且今日的西宁也没将首饰都戴在头上，只在发髻中插了一只金步摇。她容貌盛艳，玉质衬不出，倒是金子跟她的毅力相得益彰。裴昭收回目光，眼皮微敛，遮住眸底的墨色。你的仆人呢？男人的声音低沉，明明语气没有起伏，可西宁却在其中听出了质问。长林手中拿着希冀的碗，西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苏嬷嬷2人做生意被他撞见了。他起身将择好的香椿放在井边，神情并没有被拆穿的慌张。长林站在裴昭身后，第一次正眼瞧这位西姑娘。不过半年没见，胆子怎么还变大了？苏嬷嬷和忍冬出去卖吃食，也快回来了，三爷要见他们。他站在梧桐树下，墨发红衣，妩媚似妖，说话时嘴边噙着笑，娇媚的让人挪不开眼。可裴昭不是寻常人，只一眼他就移开了眸子。吃食是谁做的？是我。你？看到西宁点头，裴昭眼底这才有了波动。也短了你的银子。如果他没记错，自己临走时可是留给他1000两。
他冷脸时，周身气势如寒冰。若是原主这会儿早就吓晕过去，可西宁心里没有尊卑，而且这事是原主不对在先，1000两银子半年不到就挥霍干净，也不怪裴昭动怒。他脸上笑意不减，无视裴昭的怒火，说道：“三爷也知道我出身低微，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银子，京城繁华迷人眼，我看什么都新鲜，一时无度把银子花光了，这才不得不卖吃食赚钱补贴家用。”这语气将挥霍说得光明正大，惹得长林再次抬眼瞧他。这位西姑娘是真不一样了。裴昭蹙起眉心，既然缺钱，为何不去国公府找我？这女人花的确实有点多，但区1000两银子，他还不放在眼里。西宁在外人眼中就是他的女人，他裴昭还不至于让自己的女人为了生计奔波。三爷当初说过，若是无事不能去找您，挥霍本就是我不对。再者，我有手艺可以养活主仆3人，没必要麻烦三爷。你是在怪我？裴昭欺身上前，黑眸紧紧盯着他。西宁笑了，怎么会？西宁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并没有要跟三爷置气的意思。而且我知三爷买下我并不是贪图美色，不然你也不会将我冷落在外院中。他说着，悄悄观察了眼男人的脸色。裴昭眸底墨色汹涌，绷直的唇角让他确定自己的猜测是真的。不管三爷是出自何种原因将我买下，西宁都愿意配合三爷。只是西宁有个请求，等三爷事成之后，能将卖身契归还于我。他说这话其实是在赌，若裴昭是个心思狭隘的，定会迁怒自己，探究他的心思，甚至会要了他的命。只是刚才西宁已经试探过他，原主挥霍裴昭并没有动怒，甚至还愿意继续给他银子，说明他此人大度宽容。与其像原主一样唯唯诺诺，还不如将事情说开。他可以配合裴昭掩盖自己的隐疾，在他面前落个好，等离开时也更轻松体面。长林在后面吓得腿都软了，这位西姑娘那是变了样子，简直就是被鬼上身了，不然怎么敢这样跟主子说话？裴昭眼底闪过一抹凌厉，隐隐藏着杀意。这话是谁告诉你的？他将人带回京就没再管过，难道是八王的眼线探查到这边了？裴昭的嘴角愈发紧绷。西宁知道他想错了，男人周身的冷意快要将他冻僵。若是问题回答的不好，自己这条小命怕是都要没了。没有谁，都是西宁自己想到的。三爷是清风霁月的正人君子，怎么会看上我这蒲柳之姿？裴昭眼神落在他的纤腰上，眉峰微挑。若他还算蒲柳之姿，那世间就没几个角色了。只不过他对男女之事并不看重，女人都是麻烦娇弱的，有哄女人的功夫，不如去忙朝中公务。但若西宁没有骗他，自己将人冷落的行为，恐怕会引起八王的疑心。看来只是买个外室还不行，必须得逢场作戏。他盯着西宁清澈的眸子，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好，我答应你，事成之后不仅会还你卖身契，还会补偿你1万两白银。多谢三爷。西宁没想到事情谈成这样容易，不过自己在裴昭眼中就是个弱女子，若是聪明些，就乖乖听他的话，到时候不仅能拿到卖身契，还有银子拿。1万两啊，他得卖多少碗云吞面才能赚回来？霎时间，西宁看裴昭都顺眼了，这就是他的财神爷，可得供好了。马上要晌午了，三爷要不留下吃个午饭？正好我刚得了把鲜嫩的香椿，用来炒蛋最适合了。说到吃，西宁整个人都变了。明明裴昭刚吃完云吞面，还是忍不住被他感染，鬼使神差答应下来。好，那三爷等着，我去做饭。西宁说完就端着菜筐进了厨房。等人走远，长林才面露惊疑地问裴昭：三爷，西姑娘性子变了这么多，用不用小的去查一查？他家主子身边没有其他女人，万一仇家利用西宁害主子，长林不敢想。裴昭撩起眼皮往厨房看了眼，女人正挽起衣袖取食材，细白的手腕如上好的白玉，让人忍不住晃神。她的动作麻利熟练，一看就是做惯了。裴昭收回目光，开口掷地有声：不用。第6章香椿煎蛋青团。取春天最嫩的香椿芽，焯水后切碎，取一个青瓷碗，里面打入几颗鸡蛋，将切碎的香椿放进去，再加入少许盐搅拌均匀。锅热烧油，倒入香椿鸡蛋液，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鸡蛋包裹着淡淡的叶香，一下子就窜入鼻尖，真香。裴昭两人虽站在院子里，可外院就这么大地方，香味早就弥漫开来。长林还没吃饭，闻到厨房的香味，狠狠吸了下鼻子，也不知道西姑娘是怎么做的，这味道可真香。裴昭虽没说话，可喉结却情不自禁地滚动。明明刚刚吃了碗云吞面，他竟又饿了。三爷，你们尝尝，看合不合口味。西宁将摊好的香椿蛋饼切成均等的小块，装在盘子里端给裴昭。白色的圆盘映衬着金黄翠绿的香椿蛋饼，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这香椿喜欢的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一口也吃不了。西宁不知裴昭主仆是哪一种。多谢。裴昭接过来，他确实嘴刁，这世间鲜少有食物能得他的喜欢。不过吃过西宁的云吞面，裴昭对这香椿煎蛋有些期待。蛋饼外面被煎得金黄，咬一口尽是酥香，
香椿那股特殊的气味被鸡蛋很好的中和，只留下嫩、鲜、香，好吃。长林得了主子的允许，分走半盘，只一口他就被香椿煎蛋的味道征服。西姑娘，没想到您手艺这么好，裴家的厨子都比不上您。他嘴里吃得鼓鼓囊囊，大拇指朝西宁比了个赞。西宁朝他笑了笑，转眸看向裴昭，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裴昭自然是喜欢的，只不过他习惯了喜形不于色，即使心里再喜欢，表面也维持着淡定。见西宁望向他，裴昭将口中的食物咽下，然后轻启薄唇，说了2个字：尚可。噗，嗨嗨。若长林没见过自家主子吃云吞面的模样，他说尚可自己就信了。可裴昭嘴那么刁的人，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可见他有多喜欢西宁的手艺。现在见到人，他倒是拿巧起来了。长林咳个不停，裴昭和西宁都朝他看过来，尤其裴昭的眼神带着威压，差点让长林喘不过气来。嗨嗨，小的不小心呛住了，不是故意打断主子的话。我去给你倒水。见他咳得这么厉害，西宁也没心思关注裴昭了，转身进了厨房。等人离开，裴昭瞪了眼鹌鹑状的长林，回去领罚。三爷，长林哭了。姑娘今儿又做什么好吃的了？真香。就在此时，外面传来小丫鬟的声音，苏嬷嬷和忍冬卖完云吞面回来了。咦，怎么有辆马车堵在这？难道是三爷来了？他们家姑娘没有亲人朋友，能坐得起马车的也就三爷。忍冬日日盼着三爷来，现在终于盼到，包子脸都笑开了花。可比起他的兴奋，苏嬷嬷脸色直接白了。嬷嬷，忍冬见状，脸上的笑都压了下来。嬷嬷，三爷来了，您不高兴吗？若是往常，苏嬷嬷肯定高兴，只是他们现在瞒着裴昭做生意，万一裴昭动怒嫌弃主子，苏嬷嬷想想腿就要软了。快进去！苏嬷嬷两人慌乱推门进来，一眼就看到院中的男人，那不是裴昭是谁？三爷！院子里只有裴昭主仆，不见西宁。苏嬷嬷心里火烧火燎的，就怕自家姑娘惹怒了她被罚。苏嬷嬷又不敢问，只能干着急。幸好此时西宁从厨房里出来，嬷嬷和忍冬回来了，快把摊子放下歇歇，灶台上有热水，你们两人自己去拿。他笑意盈盈，看不出受罚的迹象。苏嬷嬷知道他没事，这才松了口气。哎，老奴这就去。三人的交流都看在裴昭眼中。半年前他离开时，西宁还对这2个仆人爱答不理，不过半年时间他们就相处这么愉快，是西宁变了，还是他从未看清过这个女人？裴昭敛了敛眸，将疑虑压在眼底。只要这个女人安分守己，做好她分内的事，她是什么样的人对她来说并不影响。这是500两银子，你且拿起花，之后若是有事都可以去国公府找长林。裴昭掏出几张银票递给他，他还是介意西宁不去求助他，宁愿自己摆摊。她是自己的女人，若他裴三郎连个女人都养不起，才要被京城的人笑掉大牙。西宁这次没有推拒，他和裴昭如今是各取所需合作共赢的关系，自己帮他办事，拿点报酬也是应该的。多谢三爷。看他接下银票，裴昭的脸色缓和下来。时辰不早了，我们还要赶路，你若有事就让人给国公府送信。他又叮嘱了一遍。西宁笑着点头，我知道的，三爷放心吧。真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他肯定不会硬抗，而且自己做吃食生意，少不了哪天遇到闹事的，国公府确实是个好的靠山。裴昭颔首，没再说什么，带着长林转身离开。西宁想到了什么，突然将人叫住，跑进厨房提了个竹筐回来。这是我做的青团，三爷带在路上吃吧。裴昭给了他500两银子，自己也不好让他空手走，正好早上做了一锅青团，分给他几个尝鲜。好，修长的指骨接过，这竹筐不大，他伸手时，西宁的指尖从他掌心划过。女人的手和他的人一样软，指腹温热落在他掌心，像是着了火。裴昭指骨倏地攥紧，正好将那抹温热握在手心。女人还是那副娇媚模样，眼神清澈，显然没将刚才的插曲放在心上。裴昭眼底暗了暗，心里无端涌起一抹恼意，连道别的话都没说，转身就出门上了马车。长林摸不着头脑，明明刚才主子还很开心，怎么突然间就动怒了呢？难道是这青团他不喜欢？那可是好事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要过来。想到香椿煎蛋的滋味，长林又开始馋着青团了，连自家主子略显急促的脚步都没注意。赶车。第7章外室勾魂。车子又行了大半个时辰，在国公府门口停下。三爷到了。裴昭从车上下来，手上正提着西宁给的竹篮。长林还惦记着里面的青团，殷勤地走上去。三爷，我帮您拿吧。不用。裴昭侧身躲过他的手，提着竹篮往府中走。长林什么心思，他这个做主子的一清二楚。若别的就算了，这青团自己可还没吃过呢。裴昭回来，先要去跟安阳郡主请安，
他也没让人把竹篮送回去，直接提着去了主院。安阳郡主已年逾半百，裴昭上面2个哥哥1个姐姐，大哥裴寻比他大了1轮。作为家中老幺，他也是安阳郡主膝下最受宠的。老三回来了，快过来让娘看看瘦了没有。安阳郡主坐在榻上，见人进来，她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娘。裴昭上前，在他旁边坐下，手上的竹篮也顺势放在了身侧。安阳郡主瞥了眼，眸底划过一抹幽光，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他拉着裴昭的手，嘴里关切道：“瘦了也黑了，这一趟恐怕没少受罪。待会儿我让刘嬷嬷给你送点汤水过去，你好好补补。”好。安阳郡主已经习惯了自家幺儿的寡言，拉着他又说了这一路的见闻。等他口说干才不舍得让裴昭离开。等人出了2院门，安阳郡主脸上的笑才消失不见。他喝了口茶，重重将杯子拍在桌上。这个孽障！回京不先回府，竟跑去梧桐街见那外室。我原以为他只是图一时新鲜，没想到心里还惦记着了。裴昭出行国公府，自然是有人盯着的，倒不是窥探他的行踪，主要是担心他的安危。当知道裴昭去见了西宁，安阳郡主可是发了不小的火。3个儿子，他最骄傲的就是这个妖儿，年纪轻轻中了探花入东宫当值不说，生的更是潘安之姿，京中哪个贵女娶不得？可他偏偏自甘堕落，从江南带回来一个外室。刘嬷嬷站在他身后，替他揉着心口：“郡主，要不老奴找人将那外室打发了？一个玩意而已，三爷还能怪罪郡主不成？”然而缓过气来的安阳郡主却摇了摇头：“不必，他还不配让我们母子2人产生嫌隙。我知道老三的性子，他生性淡薄，鲜少有能上心的人。这女人不过是个外室，早晚有腻的时候。等到那天，老三亲自会将人打发掉，我自等着即可。”“是，还是您英明，是老奴多嘴了。”刘嬷嬷低眉顺眼，语气中尽是恭维。安阳郡主抬头睨了他一眼，笑骂：“你这老货最会装模作样。罢了，去给老三送完鸡汤，他那么挑，怕是在梧桐街没吃什么东西，让厨房做清淡点，给他养养胃。”唉，竹篮不大，西宁将它装满也不过装了10个青团。不过他做的种类多，有鲜肉馅的、豆沙馅的，还有肉松馅的。他也不知道裴昭的口味，就一样装了几个。裴昭拿了一个肉松馅的，他还是第一次吃肉松，咸鲜松软，入口即化，表皮的艾草汁又很好中和了肉松的腻，口感让他眼前一亮。青团不过婴儿拳头大小，裴昭2口就吃完了。他一连吃了3个，每种口味都尝了一遍，鲜肉多汁，肉松咸鲜，豆沙软糯，每一个都好吃的让他扬起眉毛。这外事别的不谈，就这手艺还真想让人收入囊中。裴昭又吃了2个才停下，看着竹篮中仅剩的5个青团，他微微蹙眉，心中有些怨念。自己都大方给了500两银子，那女人就给他装10个青团，真是小气。小气鬼西宁此时正在接受苏嬷嬷的审问，忍冬被苏嬷嬷点醒，这会儿也一脸担忧地看着他：“姑娘，三爷可怪您做生意了。既然他给了500两，要不咱们就把生意停了吧？这生意虽好，但您每天忙活也太累了。”苏嬷嬷还是觉得做生意不是长久之计，自家姑娘以后是要进国公府的，即使做妾，那些贵人也不想家里的小妾沾染一身铜锈气。是啊，姑娘，您还是要好好笼络三爷，日后才能被接进府中。苏嬷嬷2人来回劝他，西宁坐在自己的软榻上，一手捏着青团，一手喝着茶水，左耳进右耳出，全不当一回事。肉松有点硬了，下次捶的时间要久一点。豆沙倒是很绵密甜软，可以配茉莉花茶解腻。不过这里还没有卖花茶的，要不他种点花拿去卖，正好他的手环中有不少的花种子。见西宁兀自出神，苏嬷嬷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姑娘，您怎么就不为以后想想？现在三爷还未娶妻，您就是他房里唯一的女人，此时不把人笼络了，等他娶了正室，国公府哪还会有您的地方？以前姑娘天天伤春悲秋，想见三爷时她担忧，现在姑娘不想三爷了，苏嬷嬷更担忧了。这女人若不受男人宠爱，后半生的日子得多苦啊！就算不为别的，生个一儿半女傍身也好，但她家姑娘像是没有半点心思，怎么生了场病就变了这么多？苏嬷嬷愁的头发都要白了。西宁吃完最后一口，用帕子擦干净手，见苏嬷嬷2条眉毛皱成毛毛虫，他上前捏了捏她的肩膀，口中宽慰道：“放心吧，嬷嬷，我可以养活自己，而且男人哪有银子靠谱，与其养他鼻息，还不如我们自己立起来，等有了钱，什么样的日子过不得，何必去府中府小做低受苦？姑娘，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啊？去府里怎么会是受苦？您进府是当主子的，三爷也会给您名分，总比在外面名不正言不顺的好。什么名分？姨娘？小三？西宁根本看不上，他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是让他的能力得到最大的施展。他手环里的种子可以改变这个朝代，为何要去府中给男人当小妾，跟一群女人争风吃醋？西宁跟苏嬷嬷无法说通，遂冷了脸。这话以后不必再说，三爷已经允了，将卖身契还我，早晚我会是自由身，生意我也会接着做。
你们若是不愿，可以自行离去，三爷那里我去说。姑娘，第8章想挖墙脚。西宁态度坚定，苏嬷嬷两人生怕他真的将他们送走，连忙求饶。姑娘，老奴知错了，以后定不再多嘴，您莫要将我们送走。是啊，姑娘，我要再乱说，您就罚我1天不3天不许吃饭。忍冬平时最爱吃了，这处罚于他比18大酷刑还严重，他能说出3天不吃饭，显然是真的害怕了。只许这一次，你们两个都是我的人，我希望以后也只听我的话。他不是裴昭的附庸，不想自己的仆人心心念念，只想着让他讨好裴昭，他要的是带着两人在这朝代立足。西宁依然沉着脸，苏嬷嬷两人连连点头。姑娘您放心，这次我们肯定记得了。好，去吃饭吧。晚饭裴昭没舍得将青团吃掉，长林还以为自家主子嫌弃青团冷了要扔掉，眼巴巴守在旁边等待捡漏，哪想到裴昭十分珍惜的交给厨娘。明早热一下，我带去东宫。他在东宫当值，那边管一顿午膳，早膳裴昭还是习惯在家吃。厨娘第一次见青团，这圆滚滚糯叽叽的点心看上去就十分美味。他想问是用什么做的，然而看到裴昭冷冽的脸色，他还是闭上了嘴。算了，三爷走遍大江南北，肯定见多识广，这点心估计是哪个大厨做的，不然他们三爷也不会这样珍惜。等着尝尝味道的长林希望落空，以前三爷哪里会这样，山珍海味都不看在眼里的人，现在几块点心都当成宝贝了。哎，看来那位西姑娘是真的厉害，都说抓住男人的心就要抓住他的胃，现在他们爷的胃被抓住了，那心还会远了，说不定这位西姑娘日后会成为他的主子呢。裴昭和西宁的约定长林也听到了，只是他总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他们也喜欢的东西可不会轻易放手，而那位西姑娘俨然就是特别的存在。次日天刚蒙蒙亮，国公府3房就已经亮了灯。裴昭洗漱完换上衣服，长林就将热好的青团递了过来。这青团虽然热过一次，可味道依然鲜美，在尚且清冷的春日早晨，带来一股香甜的暖意。裴昭提着竹篮撩袍上马，春日夕光渐亮，京城街道上已经有不少商贩开始摆摊，叫卖声不绝入耳，这大抵就是人间烟火气。马蹄声哒哒落在青石板砖上，裴昭身侧的竹篮轻轻摇晃着，青团上还温热，透过竹篮传进他的皮肤，裴昭的心情都变好了。东宫已经到了不少人，见到裴昭进来，一个面容精致、举止跳脱的小郎君冲他招手：“三哥，这里。”裴昭拧眉，一副不想看到他的嫌弃模样，惹得小郎君捂着胸口心碎。“三哥，我可是特地让家里的厨子给你做了早膳，是我家厨子最擅长的肉饼，你竟然还嫌弃我！”这小郎君生得极好，蹙起眉头直惹人心怜。然而裴三郎是个冷酷无情的，再说他都习惯了这人的耍宝，根本不会信他的话。他指尖抵着小郎君的肩膀，将人推开，小心翼翼把竹篮放在桌上：“不用，我自己带了。”“你竟然也带了早膳？”小郎君也就是审计歪头看过来。他虽小裴昭2岁，但性子跳脱，别人都怕裴三郎的冷脸，就他锲而不舍贴上来，终于靠厚脸皮在裴昭身边占了一席之地。他嘴馋，当值手边也少不了零嘴，早膳点心都是从家里带，可裴昭还是第一次带吃食。审计好奇他带了什么，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竹篮。裴昭早上还未吃东西，这会儿腹中空空早就饿了。他打开竹篮的盖子，将里面的青团拿出来。白玉盘里装着5个圆鼓鼓的青团，看着就很有食欲。青团早上热过，这会儿上有余温，入口正好。审计还是第一次见这样新鲜的吃食，那股甜滋滋的味道让他口水都忍不住流出来。“三哥，这是什么味道？你给我尝尝，我拿肉饼给你换。”说着就要把自己的肉饼塞给裴昭。裴昭侧身躲过，不露痕迹地护住眼前的盘子：“不必，你自己吃。那你给我尝尝这个青色的团子。”审计也是家中老幺，跟裴昭不一样，他最会撒泼打滚，一般人根本缠不过他，饶是裴昭也被他磨得头疼。只许吃1个。行，那我要最大的。见裴昭终于忍痛割爱，审计脸一下子就转晴了，怕裴昭反悔他，飞快从盘子里拿了1个，匆匆放进嘴里。好甜好糯。他吃到的正好是豆沙馅的，艾草汁混合糯米做的面皮，包裹着香甜软糯的豆沙，尤其刚刚热过的豆沙，甜软的仿佛要化掉，吃在口中都要流汁。审计最喜欢甜食，这豆沙馅的青团一点不腻，正好合了他的胃口。他2口吃完，舌尖还是那股子甜蜜，根本没有吃够。审计舔舔嘴唇，搓着手，一副谄媚的模样，看向裴昭：“三哥，再给我1个呗，一半也行，刚才我都没尝出味道。”裴昭黑着脸，将盘子护在胸前，任审计再纠缠他都不松口。“小气，我的肉饼都给你了，你有5个都只分我1个。”审计心里委屈，他和裴昭关系那么好，竟然连个点心都不愿意分给他，他心都要碎了。然而裴昭对他的耍宝不管不顾，兀自享受着美食。鲜肉味美，
肉松咸鲜开胃。沈记不争气的吞了吞口水，那些指责的话都说不出口了。三哥，那你跟我说这点心是哪买的？我让家里的小厮去买总强了吧？不是买的，别人可做不出来这样好吃的食物。不是买的？难道是裴家的厨子？裴昭没搭话，沈记觉得自己猜对了。他手托着腮，指尖在下巴处摩挲，圆润清澈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裴家厨子什么时候这样厉害了？不行，他得找个机会将人挖过来，日后不就能天天吃到这样好吃的点心了？还不知道自己要被挖墙脚的裴昭咽下最后一口，他心里也在遗憾，这样好的美食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吃到。第9章，买地。自那日之后，裴昭就再也没有来过。西宁乐得自在，每天跟苏嬷嬷二人调线做云吞。西家的云吞面在城北渐渐打出了名声，不仅是梧桐街的客人来吃，城西城南的人都慕名而来。然而西宁他们主仆3人精力有限，客人多了，但每日的供应量上不去，不少人排许久的队，最后都吃不到。苏嬷嬷听多了客人的抱怨，也担心这样下去会让客人流失，然而西宁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放心吧嬷嬷，越是吃不到，他们心里越是惦记，毕竟咱们家云吞面的味道可是独一份，日后你写个牌子，每日供应多少份，先到先得。前世商家用烂的限购套路，西宁搬上了古代的舞台。苏嬷嬷原本还担心这个法子行不行，但看着越来越多的客人，苏嬷嬷心中一阵惊叹，自家姑娘可真是蕙质兰心，就连他们3爷恐怕都没有这份巧思。这样一看，他们2人还真是相配。4月过后，京城是彻底暖和了起来，西宁之前撒的种子也有不少成熟。外院的2块花圃都被他种上蔬菜，种子是忍冬去杂货铺买的，西宁悄悄换上了自己手环里的。反正苏嬷嬷跟忍冬2人并不认识这些种子长什么样，尤其那杂货铺老板听到忍冬要买蔬菜种子，囫囵给他包了一包，里面什么都有，正好方便了西宁更换。2块花圃，一块种了生菜和菠菜，一块种了胡萝卜、土豆和辣椒。他手环里的种子都经过改良，味道好又高产，虽然只种了这一小块地，等收获时也足够他们3人吃了。不过西宁并不满足，这些种子与百姓是活命的粮食，只有他们主仆3人享用，未免太浪费了。想到裴昭留下来的500两银子，西宁心里有了主意。许娘子婆婆正好在衙行干活，她带着一筐自己做的薄饼就上门拜访。许娘子圆盘脸，头发都拢在脑后，用支木簪固定住，她皮肤白，见人就笑，很是面善。开门见是西宁，她忙在围裙上擦擦手，笑着招呼人进来。我说怎么一早就听到了喜鹊声，原是西姑娘上门了。西宁的身份在京城贵人眼中不是秘密，可这些平民百姓却不知晓。但许娘子是个人精，再加上自家婆婆是牙婆，她看人的眼光也学了10成10。这西姑娘容貌倾城，说话娇滴滴的，身边还有2个仆人，而且他们住对门。之前裴昭来的那几次，许娘子可都看在眼里。她早就猜到了西宁估计是哪个贵人的外室，即使是外室，那也是他们得罪不起的人。许娘子态度殷切，西宁笑着和她寒暄2句，就说明了来意。王婶在家吗？我有事请她帮忙。许娘子一听竟是找她婆婆的，那估计是想买几个仆人，西家的吃食生意有多火，她可是看在眼里。苏嬷嬷跟忍冬2人忙不过来，西宁想再买仆人很正常。生意上门，许娘子脸上的笑更真切了。在呢在呢，西姑娘先进屋喝茶，我去叫我婆婆。王婶是个容长脸的妇人，身子干瘦，眼神精明，但做惯了牙婆，她为人处事很圆滑。王婶和许娘子一样，都以为西宁是想买下人。当听到她要买地时，王婶脸上的笑都顿了一瞬，不过震惊归震惊，牙婆的素养还在，很快就镇定下来。西姑娘想买地，可有看中的地方？预算多少？西宁自然是不清楚的，原主眼中只有风花雪月，从他这里也得不到有效的信息。他只说了自己有500两的预算，让王婶帮他留意。王婶点点头，思考了片刻，开口：要说500两银子并不少，上好的良田也能买上20-30亩，但我乔姑娘手下应该无人帮忙打理，所以最好是买个带庄子的，正巧我手里就有一个现成的。王婶心思细腻，见自己说完，西宁点头，他才继续说道：这个庄子的主人是个心善的，他举家南迁，想给庄子里的下人们找个良主，所以这庄子跟人一起卖。之前许多买家看过，对庄子很满意，但不想接手这些下人，所以庄子一直没能卖出去。大家都是习惯用自己人，1-2个下人就算了，一庄子下人可是烫手山芋，就怕出现奴大欺主的局面，所以这庄子再好也没人敢买。西宁点点头，这确实是个麻烦，不过于他而言，这也是个好处。若庄子里的下人得用，又少了他去买人。卖家要价多少？王婶一听，知道他心动了，嘴角的笑都咧到后脑勺。那位刘老爷本来要530两，但这庄子一直卖不出去，压个20-30两不成问题。姑娘的银子肯定是够的，500两买个庄子加20亩地，连庄头长工都齐全了。这样一步到位，西宁是满意的。
不过庄子具体如何，还得他亲自去看一眼。西宁跟王婶约了明日去城外查看，留下宝饼就回家了。王婶婆媳将她送出门，回了家就忍不住议论，也不知这位西姑娘是哪个贵人的外室，就这样冒进宫做娘娘都省的。许娘子活了这么大，还从未见过比西宁更美的女人，哪个贵人都不是我们能得罪起的。这西姑娘性子和善，跟她交好，说不定还能攀上贵人。王婶在衙行待久了，最是知道人脉的重要，若能交好西宁，自家在城北也有了依仗。许娘子心头一震，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跟西姑娘相处的。去做饭吧，这宝饼收起来，等晚上元儿他们回来再吃。唉，西宁回到家，苏嬷嬷跟忍冬还没收摊，她从地里摘了把菠菜，凑着井水择好洗净，又煲了半碗花生米，准备中午做个果仁菠菜。果仁菠菜是凉菜，好吃的秘诀在于它的料汁，而料汁里最重要的当属辣椒。不过此时这个朝代还没有辣椒出现，西宁种的那些也得再等2-3个月才能成熟。没有辣椒，他就用茱萸代替。白瓷小碗里放入1勺蒜末、1勺酱油、2勺香醋、3勺茱萸油，再加少许盐和半勺糖，搅拌均匀。菠菜焯水后过凉切断，将料汁淋上去，撒上花生，点缀些香油拌匀即可。别看这菜做法简单，可味道却不比大鱼大肉逊色。西宁自己能就着吃2碗米饭。第10章偶遇裴昭。果仁菠菜获得了苏嬷嬷和忍冬的一致好评，两人这还是第一次吃辣，茱萸油那点辣味都辣得两人额头冒汗，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西宁看着两人的模样，心中暗笑，等辣椒成熟了，他用辣椒做菜，这两人得辣成什么样子。吃完饭，西宁跟两人说了自己要买地的事，苏嬷嬷和忍冬没有意见，庄子田地属于资产，是可以傍身的东西。他们虽然都盼着西宁能进国公府，可也知道色衰爱弛，男人的宠爱是最不牢靠的。那明日我们不出摊了，陪姑娘一起去看庄子，因为明天要出门，在外要耽搁大半天。西宁做了一锅菜团子当午食，焯水的菠菜切断，胡萝卜切丝，蘑菇切成小丁，炒好的鸡蛋碎一起放在白瓷盆中，加入盐和一点点香油，放入1大勺面粉，搅拌均匀，增加粘性。本来调料放胡椒粉和五香粉会更很好吃，但西宁现在买不起，他打算买了庄子后把需要的调料都种上，到时候光是卖调料都够他发家致富了。搅拌均匀的菜在手中捏成菜团，表面再裹2层面粉上锅蒸。蒸熟的菜团表皮透明劲道，里面的蔬菜清晰可见，绿色的菠菜，红色的胡萝卜丝，白色的蘑菇，黄色的鸡蛋，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欲大开。西宁趁热吃了一个，虽然调料不全，但蔬菜的鲜味就已经很味美，而且菜团好吃又不胖，很适合减肥时候吃。不过原主这身材单薄，也没有减肥的必要。第二天一早，西宁主仆3人就上了衙行的牛车，庄子在城外，过去就得1个时辰，还好王婶是知根知底的人，不然西宁绝对不敢跟他出来。牛车颠簸了一路，终于在庄子前停下。此时地里有不少人在忙活，见牛车停下，众人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观望。这是第几个了？没有10个也有8个了，我都数不清。你们说这个会愿意留着我们吗？怎么可能？这些贵人有几个像刘老爷那样心善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自行离开吧。刘老爷为我们做的够多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庄子迟迟卖不出去，长工们心里也着急。到了，咱们进去吧。王婶已经来过几次，见到这么多长工，他也不怯，护着西宁往里走。长工们走近前才发现牛车上下来的是位娇滴滴的姑娘，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等回过神来，西宁已经进了庄子里。走，咱们也跟过去看看。庄头姓刘，是刘府的家生子，一家老小都在庄子里干活。他约莫40左右出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看上去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见西宁几人到来，刘老汉眼中没有任何波动，显然是已经麻木了。王婶，刘老头，我这次带的贵人可是真心想买，你带着我们在庄子里转转，要是合适咱们就定下来。好不容易遇到个合适的，王婶可不想要这庄子砸自己手里。刘老汉虽老实，但不愚钝，听到王婶的话，他明白西宁是愿意留下他们这些下人，麻木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哎，我这就带着你们去。庄子不大，总共有15户人家，每家也就能分1亩多点地，交完租子后勉强够吃。按理说这20亩地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刘老汉知道两人的疑问，说出了原因。原来这庄子里的人都是从刘府出来的，刘老爷年轻时当过2年兵，以前那些战友无家可归，他都接济到自己家里，特地买了这个庄子收留他们。西姑娘您放心，我们这些人都是勤劳肯干的，绝没有弃主的心思。不瞒姑娘说，若再没有人买，我们这些人都打算离开了。刘老爷对他们有大恩，他们不能恩将仇报。西宁自诩有几分识人的眼力，刘老汉说的是实话，而且这一路走来遇到的长工也都很老实面善，他心里已经有了决定。好，我会仔细考虑的。他话没说死，
在庄子里转了一圈后，就跟着王婶离开。刘老汉本来还想留他在庄子里吃饭，西宁是这么多贵人里唯一考虑要买下他们的人，刘老汉想在他面前多表现表现，讨个好。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自己带了饭食，你们回去忙吧。刘老汉听到他这话，心里有数了，布满皱纹的脸笑开了花。好好，贵人慢走。回去时日头已经过了晌午，4月初的天有些热。西宁喝了几口竹筒里的水，又将准备好的菜团分给几人。王婶见自己也有，很是受宠若惊。多谢姑娘。昨日他尝了薄饼的味道，终于明白为何西家的云吞面那么火。这菜团圆润可爱，咬一口满是菜香，虽是凉的，却并不难吃。当盘缠可比那硬的硌牙的饼子好多了。几人就着水吃完了饭食，西宁带的不少，但几人全部吃饱，也还有小半篮。吃饱喝足，西宁已在牛车上眯神。路两边都是绿油油的庄稼，京城种的多是冬小麦，此时已经有膝盖高，地里都是人在除草。这幅场景他以前只在画里见过。不管哪个时代，百姓们追求的都是吃饱穿暖。西宁没有太大的追求，可他也不想自己前世的研究成果埋没，庄子就是他改善民生的第一步。他盯着田地出神，没注意后面跟上来一辆马车。西宁今日出门打扮的普通，可他那副娇媚的容貌就注定了无法名与众人。长林赶着车一眼就看到了，爷，是西姑娘。西宁。车里的男人听到小厮的话，掀开一角车帘，前面牛车上的女人白衣墨发，明明还是那副娇媚的模样，但眉眼间多了洒脱，似要与这天地间融为一体。裴昭心间跳了跳，帘子落下来遮住满眼春意。长林背对着他，没发现主子的异常，他还惦记着西宁做的饭，驾着马车就赶了上去。西姑娘，这要巧，你也出城了。按理说女子一般很少出门，尤其她还是裴昭的外室，但西宁并没有这个觉悟。见到长林，西宁下意识往马车看了一眼，长林以为他是想见裴昭，连忙献殷勤。三爷就在车上呢，姑娘上车吧，我们送您回去。虽然上次西宁说以后要拿回卖身契，但长林并不相信，当初西姑娘爱他们家三爷爱得死去活来，哪能轻易就变的，说不定都是西姑娘以退为进的计谋。西宁摇头想要拒绝，车帘后却突然响起一道声音，上来。第11章。他呼吸灼热，男人的声音不容置疑，西宁想装听不见都不行。早在马车赶上来那刻，王婶就将牛车停下了。他踩着脚登上了马车，拉开车帘就对上裴昭那双深沉的眼睛。三爷。西宁诺诺唤了他一声，裴昭轻抬下颌，让他坐在对面。裴家的马车并不大，尽管西宁已经极力贴着车壁，衣角还是擦过他的脚尖。车里燃着香，松墨香袅袅，两人还是第一次靠得这样近，西宁心中无端有些紧张。三爷办事刚回来吗？西宁受不了车里安静的氛围，主动开口。裴昭抬眸看了他一眼，车帘将光遮住，男人五官忽明忽暗，辨不清情绪。裴昭说完，又是无尽的沉默。西宁心头那口气憋得不上不下，他也不知道裴昭为何叫他上来，上来之后又不说话，难道是为了惩罚他随便出门，故意折磨他？西宁觉得自己猜对了，上次他还觉得这裴三郎宽容大度，没想到那里这么小气。西宁低垂着头暗暗吐槽，完全没注意到对面男人的目光一直落在他身上。裴昭拧着眉，自从上次从外院离开，他就时不时想起他。裴家的早膳清淡，10几年没有变过，裴昭早就吃腻了。每次用膳时，他就想到西宁做的青团，还有那碗鲜香味美的云吞面。到了东宫，沈记那话痨更是缠着他要见裴家的厨子，裴昭都快被他烦死了。明明他可以说出西宁堵住沈记的嘴，可心里就是不愿。裴昭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他将西宁叫上来就是想从他身上找到答案，然而见到这女人，他心中仍是毫无思绪。男人的目光幽深，在这逼仄的空间中无处隐藏。西宁抬头就撞进他的眼中，他手指拳了拳，口中发紧。我早上出门带了些吃食，三爷要来点吗？再这样下去，他觉得自己都要窒息死了。前世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可面对裴昭，他竟然无法淡定自如。裴昭的眼神从他脸上移开，落在他葱白的指尖上，竹篮不大。刚才裴昭突然叫他，西宁忘了将他放下，直接提上了马车。不过幸好他拿过来了，现在还有话题打破沉默。他用素帕包着手，从竹篮里拿出一个青色的菜团，落在素帕上，很是诱人。一天没进食的裴三郎饿了，可他金贵开口，黑暗中西宁没看到他微微滚动的喉结，微微探起身子递了过去。然而就在此时，马车突然抖动了一下，西宁站立不稳，直接朝前扑了过去。他一手压在男人的大腿，一手压在他的胸膛，菜团子从手中滑落，在马车里滚了几圈。女人身子娇小柔弱，因着刚才支起身子，两人平齐，她扑过来，石唇正好印在男人的颈边，香软入怀。男人的呼吸蓦地粗重，西宁也呆住了，
他想要站起来，手忙脚乱之下又不知按到了哪里。男人闷哼一声，很是痛苦。西宁这下真的要哭出来了。对不起，三爷，我不是故意的。裴昭不会以为自己是在勾引他吧？西宁欲哭无泪，自己确实是占了他的便宜，但这也怪不了他。谁知道马车突然抖了呢？三爷，西姑娘你们没事吧？刚才路上有个石头，小的没注意。长林的话从外面传进来，西宁抬头悄悄看了眼男人的脸色，真黑呀！除了黑以外，还有些压抑的痛苦。西宁攥紧手指，掌心烫得惊人。她不是单纯少女，知道自己刚才碰到了哪里。不是说裴三郎不行，刚才他感受到那么硬那么烫，可不像是不行的样子。西宁低着头，耳根都红透了，幸好马车里光线昏暗，男人看不到他。裴昭双手握拳，眼底泛起猩红，他鼻息间还是女人身上的软香味，像羽毛一般撩在他的心间，痒又颤。回去领罚。他动不了西宁，长林又成了那个出气筒。是。长林赶着马车，脸皱成了苦瓜，自己这个月都被罚了2次了，也不会有其他小厮不想要他了吧？长林心中泛起危机感，不行，他可不能让那些小妖精上位，自己才是主子身边最得用的人。因着刚才的意外，马车里的气氛更令人窒息了。西宁也不敢再说给他菜团的事，窝在自己的角落闭嘴装哑巴。可他这副鹌鹑模样，将裴昭气的胸口都要炸了。上次这个女人刮他手心，这次亲他的脖子，手还碰了他那里，现在还装死不认账。他裴昭还从未见过这样胆大的女人，占了他的便宜还想拍拍屁股走人。若是别人，他早就让长林拖出去打死了。可面对西宁，裴昭生气归生气，却无法对他动手。难道是因为他做的食物好吃，自己不忍心？裴昭眉头都快拧成结，眼睛落在车座下那颗灰扑扑的菜团上，眼底划过一抹可惜。他还没尝到味道呢。这个女人虽然无耻了一点，可做饭的手艺无人能比。看到食物的份上，他也不是不能原谅。向来睚眦必报的裴三郎，在面对西宁时，底线不断降低。若让外人知道，肯定得惊掉下巴。马车速度比牛车快多了，不到1个时辰，车子就驶进了梧桐街。天色不早了，三爷要留下吃饭吗？从车上下来，西宁例行寒暄了2句。发生了之前的意外，西宁猜他肯定不会想留下，但裴昭就故意唱反调。可以啊！西宁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裴昭看着他惊讶的模样，胸口的气突然顺了。我说我要留下。他一字一句说得清楚，西宁再傻也听出这男人是故意的了。不过1顿饭而已，他还管得起。而且裴昭现在可是捏着他卖身契的老板，不能将人得罪死了。想通后，西宁扬唇，娇媚的小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好啊，那三爷先进屋坐坐，我去准备。说完，他就提着竹篮进了厨房。裴昭看着他匆匆的背影，眸底闪过一抹幽光。第12章凉皮。虽已过了晌午，但天气还有些热。西宁在外面奔波了半天，只想吃点爽口的。他挽起袖子揉了个面团，放在温暖的地方醒上2刻钟。期间他泡了一壶茶给裴昭送去。小院收拾得很干净，西宁让苏嬷嬷在院里放了张石桌，他在周围种了葡萄，现在已经发出芽来，等明年就能搭起葡萄架了。三爷，您先喝点菊花茶，饭时要晚一会儿。这菊花是他从药铺买的，10文钱1两，清热去火，加点冰糖甜滋滋的，西宁很喜欢。麻烦了。裴昭坐在石凳上，心中有些烦闷。他刚才真是鬼迷心窍才答应西宁的话，这个女人本就扰乱他的心思，自己不但不远着，还偏偏凑上来，简直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西宁点点头，转身回了厨房。面团已经醒发好，西宁将醒好的面放入一盆冷水中，像洗衣服一样揉洗，中间换了3遍水，搓到面团的大小几乎不变，出来的面筋呈黄色才算完成。面筋发酵2刻钟后，再上锅蒸1刻钟，将蒸好的面筋切成小块，放到一旁晾凉。接下来就是做凉皮。洗出来的面筋沉淀后倒去清水，取一个大盘子刷油，倒入适量面浆摇匀，再放入热水上蒸片刻，凉水冷却后就变成透明的凉皮。西宁重复这样的步骤做了10几张，等他忙好，苏嬷嬷跟忍冬也回来了。三爷，姑娘。2人没想到裴昭也在，以前三爷几个月不来一次，这些日子倒是来得勤快。难道三爷终于知道他们姑娘的好了？2人激动的不行，仿佛已经看到他们姑娘进国公府了。西宁配菜料汁也已经准备好，他不知道裴昭吃不吃辣，调料之时就放了2勺猪鱼油，不过只2勺就已经香得不行了。吃饭吧。苏嬷嬷和忍冬帮他把饭食端进屋里，这会儿天还亮着，屋里也不用点灯。凉皮晶莹透亮，薄如蝉翼，加入胡萝卜丝、炸好的花生米，再浇上调好的料汁，香得让人流口水。主食是剩下的菜团，西宁也没因为裴昭的身份特地给他做饭，菜团子热一热就端上桌。
不过裴昭没吃过，就算剩菜也比京城的大厨做得好。菜团清脆解腻，凉皮爽滑开胃，两者搭配起来让人食欲大开。裴昭也是第一次吃辣，新奇的味道让他眼前一亮，但吃完又觉得这辣味少了点什么，若是更辣一点，恐怕会更好吃。不过现在也已经很好吃了，他该满足才是。裴昭胃口不小，光凉皮他就吃了3碗，更别说那半锅菜团子，他们主仆2人吃了西宁3人2天的饭量。等用完饭，饶是裴昭也有些脸热，自己确实吃的有点多了，很美味，三爷喜欢就好。西宁压着抽搐的嘴角，若这次裴昭还说尚可，那下次自己绝对不留他吃饭了。还好他识物，喝了点消食的茶水，裴昭就带着长林离开。等人走了收拾东西时，西宁才在桌上发现他留下的50两银票。原来长林已经从苏嬷嬷那里打听到西宁出城的原因，知道他要买庄子，裴昭并没有阻拦。西宁无依无靠，又是女子，何该有些资产傍身？只是他心中有些烦闷。这个女人知不知道她一个弱女子贸然出城有多危险？若那庄子上都是恶人，她就是羊入虎口。裴昭念在凉皮美味的份上没有说他，但离开后就吩咐长林派2个人暗中保护他。他这样上心，自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他，而是西宁听话有用，做饭还好吃，作为他名义上的男人，他自然有义务保护他。裴昭心中暗暗念道，仿佛是在说服自己。西宁看到那50两银票倒没乱想，裴昭人虽然冷淡了点，但出手大方，一顿凉皮就换回来50两银子，若是其他的菜，自己还不赚发了。西宁已经盼着裴昭下次来了。4月一过，京城是彻底热了起来，西家的云吞面食热食多多少少也受了影响。这2个月，苏嬷嬷2人总共赚了有小5两银子，若没有裴昭给的那550两，西宁还会觉得挺多，但现在一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小吃摊生意再好，赚的也有限，想要赚大钱，还是得开店。庄子他已经买下，王婶帮他压了价，总共花了496两银子，又抽了4两给王婶当辛苦费，正好把那500两花完。西宁现在手里还剩下55两。城北的房价不高，但地段好的也得上百两，西宁这点钱远远不够。不过他也没非得买，有合适的租着也行。这事还是交给王婶去办，除了租铺子外，西宁也想再招几个人。苏嬷嬷和忍冬2人负责小吃摊还行，但开店他们是忙不过来的。天气一热，他想卖的吃食也多，靠他自己做恐怕要累死。西宁虽不介意自己的食谱被学走，但他现在无权无势，在发迹前还是要将发家致富的方子握在手里。帮工的人可以按月给工钱，但跟他学做饭的人必须签死契。为了保险，西宁还是让王婶给他去挑人。进了5月，王婶那边已经有消息了，铺子有3间，西宁亲自查看后定了城北中间那家。2进的铺子，里面桌子条凳都是现成的。这铺子本来就是做吃食生意，只是老板手艺一般，开了2年都是亏损，这才想着让出去。西宁对位置布局很满意，稍稍装修就能用，而且价格也公道，1个月2两租金，对他现在来说很宽裕，等赚了钱再将铺子盘下来也可。付清银子签好合同后，西宁就开始挑人。做饭的要2个，上菜洗刷也得2个，前台收银交给苏嬷嬷，忍冬以后就跟着他跑腿，所以他得再招4个人。上菜洗刷的2人是梧桐街的熟人，一个是街头的陈娘子，30多岁的年纪，性子沉默寡言，她男人腿有点跛，不能干重活，一家全靠她出力。王婶介绍她也是出于私心，这陈娘子在梧桐街是出了名的勤劳肯干，而且她男人也是个好的，不能干重活就在家做点木工，2口子为人和善，很得邻居们喜欢。第13章开业。上菜的人是梧桐街的一个孤儿，叫狗子，不过才12、13岁的年纪，从小就没有了父母，带着8岁的妹妹靠给街坊邻居跑腿赚些干粮。只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本来让他跑腿也是街坊们看在他们兄妹2人可怜的份上，梧桐街的百姓都不富裕，各家也就勉强能吃饱饭。2个孩子小的时候还能分给他们半块馒头，但现在2人年纪大了，吃的也多，街坊们就管不过来了。王婶是个心善的，这2个孩子都是他亲眼看着长大，现在有活计，第一个就想到了狗子。他怕西宁认为自己没好好给他干活，特地将狗子带到他面前。西姑娘，您别看他年纪小，但手脚勤快着呢，比成年劳力也不遑多让。我知道您为难，只要管他们2顿饭就行，工钱是没脸拿的。狗子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应该是王婶孙子的，上面虽然打着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他长相黑瘦，一双眼睛带着倔意，怕西宁不收他，直接跪在地上给西宁磕头。西姑娘，我的饭也可以不要，只要您给我妹妹饭吃，我一定会好好给您干活的。他额头磕在青石砖上，砰砰出声。西宁听得心酸，连忙把人拉起来。这在前世就是雇佣童工，可在这里没有这份活计，狗子2兄妹恐怕要去乞讨了。你快起来，我收下你。真的。狗子眼神亮得惊人，额头上一个红印，他丝毫不觉得疼。
西宁点点头，真的，咱们店里的伙计1日3餐都是包的，而且每月100文工钱，只要你们好好干活，以后还会有奖金。狗子被西宁的话惊得晕乎乎的，竟有这样的好事，不仅管饭还给钱，钱啊，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有钱了，是不是就能给妹妹买衣服、买好吃的了？狗子心口砰砰直跳，出门时还差点磕到门槛上，根本不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落在他头上。王婶心酸又好笑，捏了他一把。西姑娘是好人，日后你可要好好干活，千万不能偷奸耍滑，不然不止西姑娘不放过你，婆婆也不。您放心吧，婆婆，我一定会好好干的。除了这两人，西宁还挑了2个死气。这个朝代叫做周朝，当然不是历史上那个周朝，接近于前世的南宋，重文轻武，女子的地位不高，但也能在外面做活。只是10年间经常发生天灾人祸，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不少人会自卖自身换口饭吃。王婶给他挑的这2人都是从外面逃荒来的，一男一女，2人都不过25、26岁的年纪，但脸上已经布满皱纹，很是沧桑。听到西宁买下他们是教给他们厨艺，2人二话没说就交了主子。宋云和柳叶都不是愚钝的人，而且西宁要做的吃食简单，2人学了小半个月就能独当一面了。5月中旬，西宁的铺子开业了。因着云吞面，西记在城北积攒了一波名声，知道西宁要开铺子，这些老顾客早就等着了。你们说这西记要卖什么吃食，还是云吞面吗？不能吧，若还是云吞面，也没必要盘个铺子，恐怕会有新菜。新菜？西姑娘手艺那么好，这新菜恐怕跟云吞面一样都是我们没吃过的。不行，咱们得早点去占位置，这些天西记没出摊，我总觉得吃东西没味。就这样，一群人边说边相约来了西记。西宁带着忍冬站在铺子不远处，看着门口的客人越来越多，他心里也不由得激动起来。西记是他在周朝立足的第一步，也让他心里有了归属感。自己不再是蘑菇魂，他有家了。忍冬不知道自家姑娘的心思，他一心想着去铺子里看看，这可是他亲自盯着布置的铺子，那些售卖的吃食他也尝过，不知道客人会不会喜欢。忍冬又激动又紧张，探头探脑的，让西宁想忽视都难。走吧，过去看看。2人过来时，铺子里都坐满了。这铺子不大，摆了有小10桌，容得下30、40人。今日来的多是西记的老顾客。西宁按照现代的法子写了菜单，菜单是找陈娘子的丈夫用薄木板做的，每个木板都同等厚度、同等大小，上面写了店里的吃食，方便客人们点餐。这凉皮是什么？凉的面皮。现在天热，吃点凉的确实爽口，给我来一份。那我要一份炸酱面，再加一杯酸梅汁。菜单上有数十种吃食，凉皮、炸酱面、打卤面、云吞面、黄焖鸡、过桥米线等等，前世常见的小吃西宁都做了出来。因着客人们都没吃过辣，点餐时狗子还特意问了客人们吃不吃，新鲜的东西当然要尝尝。吃，我要微辣。食材都是现成的，宋云和柳叶2人动作很快，半刻钟的功夫就能出餐，各式各样的吃食端上来，铺子里弥漫着一股微辣鲜香的味道。死，这就是辣味，可真霸道。说话的这人显然不怎么能吃辣，咬了一口凉皮，舌尖都是麻的。可辣味就是越吃越上瘾，到最后铺子里都没人说话，只剩呼啦啦吃饭的声音。忍冬已经尝过味道，此时还是馋得流口水。姑娘的手艺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第一天人就这样多，日后咱们铺子里的生意不用愁了。西宁笑着点头，哪里是他手艺好，不过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些小吃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是百姓的食物。不过他提前将这些小吃做出来，也能改善周朝百姓的饮食。见客人们吃得这样开心，西宁心中忍不住涌出一股满足感。铺子外，裴昭带着长林正站在不远处。爷，我们要过去吗？自从裴昭安排了2个人暗中保护西宁，他的消息就时不时出现在他桌案上。裴昭不想承认自己关注这个女人，可是每次消息他都没有错过。知道他买了铺子开店，裴昭10天前就惦记着，这不，西记一开业，他就带着长林过来了。第14章过桥米线。三爷，裴昭正想带着长林离开，突然被叫住。西宁刚才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裴昭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然而他走近发现真的是他。您怎么来城北了？可是办差？西宁可没有自恋的想到裴昭是为了看他铺子开业的，而且自己开店的事并未跟裴昭说过，除了办差他想不到其他的原因。裴昭端着高贵冷艳的态度微微点头，那我不耽误三爷的正事了，您快去吧。他这迫不及待要将人赶走的模样，让裴昭差点气笑。自己可是他的主子，不巴结讨好就算了，竟然还赶他。他本来想走呢，现在偏不走了。你开的铺子？他沉声开口，眼神落在铺子里面。西宁转头瞧了一眼，铺子里现在坐满了人，喧哗热闹，都是城北的普通老百姓，跟眼前的男人完全不是一个阶层。他笑了笑点头，是啊，
我喜欢捣鼓吃食，正好三爷上次给了我50两银子，我就拿来开店了。他拍了波马屁，但裴昭并不高兴。这女人用自己给的银子开店，都不请他进去吃饭，怎么看都有种用完他就扔的错觉。上次的凉皮味道很好，让他回去想了好多天，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分泌口水。那我再给三爷做。西宁的话脱口而出，但说完他就后悔了。裴昭什么好东西没吃过，这句夸赞肯定是随口一说。若三爷没空，好啊。裴昭答应的太快，西宁的话哽在喉咙，不上不下的。上车，送你回去。裴昭自然不会去铺子里排队，而且他只喜欢吃西宁做的。西宁知道自己推脱不掉了，跟在裴昭后面踩上脚蹬。男人的手扶住他的手臂，春衫轻薄，他掌心的温热透过衣服传到他的皮肤。西宁觉得自己浑身都酥麻了一下。三爷，裴昭竟然主动扶他，这男人不是不近女色的吗？不对，上次扑进他怀里，自己已经感受过他的炙热，他哪里是不近女色？西宁心里乱糟糟的，坐在车里紧紧贴着车壁，极力远着他。裴昭看着他这副避如蛇蝎的模样，胸口像堵了块石头，又闷又气。难道自己就这样惹他厌恶？还是说这个女人是故意的，用这种方法来吸引他？裴昭眸底墨色汹涌，似要将眼前的女人吞没。终于马车在外院门口停下，西宁不等马车停稳，提起裙摆就跳下了马车。裴昭在后面看得眉心直跳，这个女人还真是会惹他生气。回到家喝了一碗冰过的酸梅汁，西宁砰砰直跳的心才停了下来。他深呼一口气，等自己平复好才过来招待裴昭。三爷想吃什么？今日除了凉皮还有鸡丝面、抄手、过桥米线等，要不您来个过桥米线？裴昭不知这过桥米线是何意，他看着女人已经恢复的笑颜，胸口更闷了。裴昭生气与不生气都是冷脸，西宁根本没察觉到他的烦闷，自顾回了厨房准备。过桥米线讲究清淡鲜香，食材新鲜原汁原味，砂锅里一直炖着鸡汤，炖了一下午，表面已经浮起一层淡黄的油脂，将米线下进去煮熟即可。这时候再将准备好的食材摆盘放到桌上。如今还是春天，能吃的蔬菜不多，西宁准备的也都是菠菜、胡萝卜等时令的菜蔬。不过蔬菜不多，肉类倒是丰富。切得薄如蝉翼的肉片在滚烫的鸡汤里过一下就熟，表面包裹着油脂，再加了猪鱼油的调料里滚一滚，那滋味简直是赛过山珍美味。除了肉片，还有鱼片和活虾，这两个都是容易熟的，而且好入味，在鸡汤煮过，既有河鲜的鲜味，又有鸡汤的鲜，一口下肚，让人想要吞掉舌头。裴昭听了西宁介绍的吃法，吃完一锅，什么心思也没有了。春光明媚，还有这样的美食，何必为其他事情烦心？他只想日日都能吃到这样美味的东西。再来一锅。裴昭久未得到满足的胃，这次终于能吃个爽了。还好西宁准备的多，又添了2次菜，裴昭才吃饱。他看着男人颀长的身材，微微脸眸，他这么能吃，身材还这么好，真不公平。吃饱后，西宁又给他送上一杯冰过的酸梅汁，这对裴昭来说又是新鲜吃食。酸酸甜甜的果汁入口，既解渴又解腻，而且冰冰凉凉的，还能缓解燥热。他喝完，眼神不露痕迹地打量着西宁。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少本领是他不知道的，他竟生起了探究的心思。要知道，他裴三郎对女人从来不感兴趣，西宁是第一个他想了解的人。他盯着的时间有些长，正好被抬头的西宁捉到。西宁不明所以，勾起唇角对他笑了笑。女人笑靥如花，娇媚的仿佛5月的芍药。裴昭的指尖一颤，手中的杯子差点握不住。时辰不早了，我还有差事，先告辞了。他强装镇定起身，领着长林就走出了门。西宁寒暄的话都没说完呢，这人就没影了。哎，这次还没给钱呢。他费了这么多心思做的过桥米线，竟然还不如凉皮值钱。西宁拧眉，觉得亏了。难道是裴昭做了几次冤大头觉悟过来了，以后吃饭都不给钱了？那可不行，下次必须问他要回来。他还没发现自己下次说的有多自然，好像默认了裴昭会过来一样。两人的关系在默默发生着改变，有什么东西在萌发。从外院出来，裴昭的耳根都隐隐发烫。长林不知道主子的心思，他一心念着刚才的米线，那样鲜那样美味，真是让人难以忘怀。他舔舔嘴唇，忍不住说道：爷，您说西姑娘是在哪学的这手艺？难道烟雨楼还教这些？长林的话也是裴昭疑惑的，江南的饭食他不是没吃过，大江南北从未有西宁做的这些。这个女人像个谜团，揭开一层又是一层，神秘引人沉沦。裴昭垂眸，再睁眼，眸底皆是冷肃。这是他的机遇，日后不必多问。第15章，糯米凉糕。随着天热，西宁铺子的生意越来越好。这加了猪鱼油的凉皮，还有各种新奇的小吃，虏获了城北百姓的味蕾。再加上它要价不贵，不少人1天3顿都来西记吃。早上吃份开胃的肉酱面，中午来份凉皮，
晚上再吃一碗过桥米线。不同的食物，滋味却都同样的美味，变着法子吃也能吃大半个月不重样呢。西宁天一热就懒得动，苏嬷嬷在铺子里帮工，家里只有她和忍冬。西宁又想捣鼓点好吃的，糯米磨成粉和少许淀粉、白糖、一碗牛奶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在周朝牛奶可是稀罕物，这一碗还是忍冬跑遍城北才买来的。搅拌均匀后，碗中再放入半勺油，继续搅拌到无干粉颗粒的状态。上锅大火蒸2刻钟，蒸好后就是又软又弹的糯米糕。放凉后揉成表面光滑细腻的面团，再将面团揉成长条，中间铺上香甜软糯的豆沙，两边包起来，捏紧收口，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段，糯米凉糕就做好了。西宁取出几个，剩下的让忍冬吊在井水上面冰着，这里没有冰箱，井水就是最好的降温方法。糯米软糯弹牙，豆沙绵软香甜，是最适合消暑的点心。西宁就着酸梅汁吃了好几块，嘴馋的劲儿才过去。忍冬就不一样了，他胃口好，吃的又多，除了冰着的，剩下的全被他吃完。他咽下最后一口，舌尖都是豆沙的软糯香甜。姑娘，咱们即便不卖饭食，就卖这点心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姑娘的手艺无人能比，吃惯了姑娘做的饭，其他人的根本不能入口。西宁勾唇轻笑，他确实有开点心铺子的想法，不过现在手里钱不多，而且人手也不够，开铺子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主仆两人说着闲话，突然院门被敲响了。长林，怎么是你？三爷也来了吗？忍冬去开门，见外面是长林，他探着身子往外瞧，眼中满是希冀。三爷最近来的这么勤快，是不是要接他们姑娘进府了？长林表情一僵，讪讪笑了下。三爷最近公务繁忙，没时间来见姑娘，等他忙完自会过来。他这话半真半假，裴昭忙是真的，但忙完会不会过来见西宁就不好说了。但自家主子对西姑娘确实越发上心，作为下人，长林觉得自己也能猜出主子3分心思，而且这不主子让自己过来给西姑娘送吃食了。姑娘，这是庄子上送过来的枇杷和樱桃，三爷惦记着您，特地让小的送过来呢。哦，听到有水果吃，西宁眼睛亮了。至于裴昭想他的话，西宁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两人就是契约关系，与其相信裴昭惦记他，还不如相信裴昭是还上次的饭钱呢。不得不说，西宁猜对了，能送到裴昭面前的肯定都是好东西。西宁前世就喜欢吃枇杷和樱桃，篮子里装的果子个大饱满，汁水丰沛，入口清甜。西宁一连吃了好几个才住嘴。他用帕子擦干净指尖的汁水，笑着对长林说：“替我谢谢你们家主子，这果子我很喜欢。他来了这里2、3个月，还是第一次吃到水果。姑娘喜欢就好。三爷说了，您想吃尽管开口，庄子那边多的是。当然这又是假话，枇杷和樱桃树都不易活，即使裴家的庄子也就只有2棵，每年结的果子各房分1分也没多少。只是三爷不爱吃水果，今年分到的他都送过来给西宁了。不过这些话裴昭并不让长林说，说是为了防止西宁恃宠而骄。长林暗忖，西姑娘会不会恃宠而骄他不知道，自家主子傲娇是真的。好，我做了些糯米凉糕，天热了吃很开胃，三爷平日公务辛苦，也要多注意身子。得了一篮子水果，西宁也多说了几句好话。长林脸笑开花，西姑娘做的点心，三爷肯定喜欢。国公府今日裴昭休沐，他平日不爱出门，不上职时就在家中看书。长林回来时正好是下半晌，暑气未消，外面的鸟鸣无端惹得他心头烦躁。三爷，西姑娘给您回了点心，叫什么糯米凉糕的，说是清爽开胃，像是特地给您做的呢。长林说起谎话来眼都不眨，那边哄完又哄这边，为了两人他操碎了心。拿过来。听到西宁特地给他做点心，裴昭眉头舒展开来。他就说那个女人就是对他存了心思，之前勾他手心，摸他那里，现在又给他做吃的，不就是想要讨好他来国公府吗？裴昭以前对女人并不感兴趣，但现在遇到西宁，他竟琢磨出几分趣味来。若他能一直这样听话懂事，他倒是不介意将他纳进府里。凉糕装在青瓷盘中，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很有食欲。裴昭是喜甜的，只是这个嗜好他从未对外说过。不过他嘴挑，不管是国公府的厨子还是外面卖的，都太甜腻，他咬一口就吃不下去了。但西宁做的不一样，豆沙保留了原本的清甜，而糯米和牛奶又中和了一点甜味，再加上它吃起来冰冰凉凉，被鸟鸣所扰的烦躁都消退了。裴昭一手捏着凉糕，一手翻着书页，眯着眼很是享受。三叔，你在吃什么好吃的？大房的龙凤胎溜了过来。说话的这个小胖子是哥哥，平时最喜欢吃东西，看见谁吃东西都要问一句。裴奇扒着门框探出一个头来，眼神紧紧盯着裴昭手中的凉糕，嘴角都露出几滴晶莹。裴昭有一种偷吃东西被抓的心虚感，他将手中的凉糕放下，轻咳了2声。你们怎么来了？功课可做完了？
裴昭虽然冷着脸，但裴琪根本不怕这个小叔，他肉乎乎的小身子跨过门槛，还不忘回头扶了妹妹一把。两个小豆丁走到裴昭身边，踮着脚往他身上爬，那费劲的模样惹得裴昭眉心直跳，一手一个将两人抱在膝前。裴琪眼睛就没离开梁高，缩着手指说道：“琪琪和妹妹想三叔了。”第16章，他该娶妻了。裴昭性子清冷，可听到小侄子软软的声音，他的心还是忍不住软了下来。三叔爷，三叔，这个点心我们可以吃吗？还没等裴昭说完，裴琪就指着梁高问他。裴昭脸一下子就黑了，他怎么觉得小侄子说想他是哄人的，想吃点心才是真的吧？可看着小侄子呆萌的模样，还有小侄女怯生生的眼神，裴昭的拒绝只能咽在嘴边。可以，但不许多吃。梁高毕竟是良性的，小孩子的肠胃不好，吃了很容易难受。得到允许，裴琪一下子就从裴昭身上滑下来，伸手捏了2块，还知道先递给妹妹。月月你吃。裴月比裴琪晚了半个时辰出生，比起哥哥的壮实，裴月因为挑食长得瘦弱，这也就造成裴琪吃什么都要先喂妹妹，妹妹喜欢的他就少吃一点，反正他不挑食，什么都喜欢。裴月怯生生接过来，在哥哥期待的眼神中低头咬了一口。梁高糯糯的，豆沙好甜，一点也不腻。裴月眼睛一亮，又咬了一大口。哥哥，这个高高好吃。小姑娘声音比豆沙还要甜，只是她不经常开口，说话声音小小的。这还是裴月第一次评价食物好吃，连裴昭都忍不住上心。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还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裴月说是全家的团宠也不为过。为了她能多吃口饭，全家都操碎了心。见裴月喜欢这个凉糕，裴昭忍痛多分了她几块。那月月多吃一点。多谢三叔。西宁送的比较多，这凉糕耐放，即使天热也能放上2、3天。裴昭吃完一半，还有不少。裴琪、裴月毕竟是孩子，放开肚子吃也就能吃一个。再者，裴昭也怕他们把肚子吃坏，规定了数量。三叔，我还想再吃一个。见裴昭将盘子收起来，裴琪扒着他的腿撒娇卖萌。不许！裴昭很是冷酷无情，任裴琪怎么撒娇都不动摇。只是小侄女也眼巴巴看着他，裴昭扛不住了。待会儿走的时候，我给你们装几个，等明天再吃。糯米不好消化，若你们吃坏了肚子，日后三叔再也不会给你们点心吃了。虽然今天吃不了，但有裴昭这句话，2个豆丁接连连点头。放心吧，三叔，我们很听话的，明天再吃。糯米凉糕没剩几块，裴昭留下自己明日的点心，剩下的都给2个孩子装上了。裴琪小大人一样，一手拎着竹篮，一手牵着裴月，迈着小短腿往大房走去。国公府是大夫人林氏管家，她丈夫裴寻，也就是现任国公爷，在户部挂了个虚职，平时点完卯就约同僚喝茶饮酒。国公府各房人口简单，裴家男人都是不纳妾的。裴昭在外面养了个外室，简直就是裴家的异类。林氏虽没见过西宁，但心里多少也看不上他。以色是人的玩意儿，哪个正妻会喜欢？娘，我们回来了。娘。裴琪、裴月进屋后就扑进林氏怀里，2个小豆丁走了一路，热出一头的汗。林氏掏出帕子给他们擦，这是又去哪逃了？身上都要湿了。裴琪嘿嘿一笑，在他娘亲手心蹭了蹭，去找三叔了。三叔还给我们吃好吃的点心了呢。说着，他就献宝似的将竹篮递给林氏看，还拉着妹妹做见证。月月，你说那点心是不是很好吃？好吃。小姑娘乖巧的点头。林氏惊了，自家女儿有多挑食，她是知道的。能让裴月说好吃的点心得多好吃啊！而且还是老三房里的，难道裴家厨子做出什么新点心了？可她作为长家夫人，并未听说呀。林氏怀着好奇，从竹篮里捏出来一块，奶香混着豆沙的甜香扑鼻而来。林氏没忍住咬了一口，好吃。她3、2口就吃完一块。其实裴琪贪吃的性子都是随了她。林氏做姑娘时就喜欢各种吃食，只是成了亲，接管了国公府，国公夫人的身份让她不能再肆意享受。林氏吃完一块，还想再吃一个，但低头就看到自家儿子委屈巴巴的眼神，林氏指尖缩了缩，娘刚才没尝出味儿，再尝一个。年幼的豆丁还不知道世间的险恶，真以为林氏是没尝出来，忍痛让他再拿了一块。那娘这次慢点吃，吃完就没了呢。林氏讪讪，好，娘慢点吃。他也害臊，自己一把年纪跟个孩子抢食，但这点心实在美味，让他忍不住想要多吃几块。也不知道老三是从哪得来的。林氏自是不好意思去问裴昭，不过他可以让人去问裴昭身边的小厮。你说这凉糕是老三那个外室做的？林氏听到嬷嬷的话，翻账本的动作都停了下来。林嬷嬷点头，长林说的肯定不会有假。老奴还打听到，三爷最近没少往梧桐街那边跑，您说他对这外室不会真的上心了吧？裴家3郎多金贵的人，身上突然多了个污点，谁也接受不了。林氏微微合眼，老夫人不会坐视不管的。
若那外室安安分分的，老夫人还能装看不见？现在勾着主子流连几次，为了裴昭的婚事，老夫人肯定会出手。林氏叹息一声，觉得有些遗憾，自己这凉糕恐怕是吃不上了。果然，主院老夫人也得到了消息，梧桐街那个都敢往国公府送东西了，看来他心思不浅。老夫人握着佛珠，完全忽略了是裴昭先给西宁送水果，一心认为是西宁勾引他。老三年轻没经过人事，突然被个貌美的小娘子勾魂很正常，只是这女人必须早点打发了，不然日后老三上新纳进府里，早晚是个祸害。他听到裴昭这几个月往梧桐街去了好几趟，西宁送来的点心也笼络了大房的龙凤胎，老夫人心中就升起了警惕。不行，她绝不能看着裴昭越陷越深。外室只能做个玩物，哪里能真的宠爱他？就算宠爱，也不是这时候。老夫人浑浊的眸子闪过一抹金光，手指紧紧捏着佛珠开口：“老三该娶妻了。”第17章，小气的三爷。次日，裴昭带着剩下的糯米凉糕去了东宫。如今京城暗流汹涌，太子和八王的争斗已经打到明面上，而裴昭作为太子最受重用的臣子，一直是八王拉拢的对象。昭哥哥，还未进东宫，裴昭就被人叫住。他脚步微顿，转身望去，长乐郡主周瑶羞红着脸正看向他。郡主，昭哥哥，这是我自己做的点心，给你吃。京中贵女十指不沾阳春水，作为八王最为宠爱的女儿，长乐郡主更是连厨房都没进过，如今为了讨好裴昭，竟然亲自下厨了。裴昭紧抿着唇，眸底是深沉的墨色。多谢郡主好意，臣带了吃食。长乐郡主在东宫门口叫住他，若他接了吃食，就代表自己投诚八王，不管这郡主是真单纯还是心机深沉，裴昭都不想与之牵扯上关系。臣还有公务在身，就不奉陪了。说完，裴昭就俯身离开。他这副冷冰冰的模样，将长乐郡主气得直跺脚。他到底哪里不好？要身份有身份，要样貌有样貌，裴昭就是不喜欢他。长乐郡主眼圈红透，身后的小丫鬟赶紧劝道：“郡主，裴家三郎性子冷漠，是京城皆知的事。他并不是只对您这样，等他看到您的好，自然会后悔这样对您。”真的？长乐郡主吸了吸鼻子，对小丫鬟的话半信半疑。当然。小丫鬟硬着头皮答道：“可他身边已经有其他女人了，那个外室妖妖娆娆，裴昭不会喜欢上他吧？”裴昭流连梧桐街的事，不仅老夫人知道，长乐郡主也派人打听了。他本不将一个玩意儿放在心上，可裴昭这几个月频繁前去，长乐郡主留心了。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可裴昭的心必须在他这里。那个外室开了个食铺是吗？长乐郡主将食盒扔给丫鬟，绞着帕子咬牙问道：“是，就在城北。”好，我们去会会他。三哥你知道吗？咱们京城开了一家神仙铺子。裴昭刚坐下，沈寂就蹭了过来，贴着他神秘兮兮地说道：“什么神仙铺子？”裴昭对这并不感兴趣，然而他若不接沈寂的话，这话痨会在他耳边念叨一天。沈寂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还冒着热气，肉香混合着葱香扑面而来，裴昭的眼神都不由得望过去。就是这个西季14开在城北，如果不是我爱吃爱玩，都发现不了呢。沈寂一脸骄傲，将油纸包递给裴昭：“三哥你尝尝，这个肉夹馍可好吃了，肉馅肥而不腻，饼皮表面酥脆，还加了芝麻，咬一口舌尖都是饼香。我昨天一连吃了5个，想着三哥可能也会喜欢，我特地给你打包了2个呢。就是这隔夜的，不如先做出来的香。”沈寂说着，表面略微有些遗憾，若是三哥跟他一块去西季就好了。但沈寂清楚裴昭的性子，这男人讨厌人多的地方，而且城北鱼龙混杂，凭裴昭的洁癖，肯定不愿意踏足。单纯的沈寂哪里想得到，这西季的主人就是裴昭娇养的外室，西宁的手艺有多好，他比谁都清楚。裴昭微微敛眸，接过肉夹馍咬了一口。这肉夹馍虽然是隔夜的，但肉馅不柴，汁水锁住了鲜味，就是饼皮因为热过少了酥脆，但即使如此，也已经很好吃了。三哥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沈寂见他3-2口就吃完，眼中的自豪喷涌而出，仿佛这肉夹馍是他做的一样。尚可。裴昭轻轻颔首，却连饼皮的酥渣都没剩下。三哥若喜欢，咱们今日去城北吧，西季好吃的多着呢。而且我还听说，这西季的老板娘不仅做菜好吃，人长得还美。你说我去求亲，将人娶进家门，日后是不是就有数不清的美食吃了？沈寂托着腮，一脸畅想，完全没注意到身边男人脸黑了个透。你想娶妻？沈寂挠挠头，也不想。但若是西姑娘，我勉强可以同意。啊，她看不上你。听到沈寂的话，裴昭胸口堵着一口玉气，说话的语气都变了。三哥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堂堂尚书府嫡子，她一个小小厨娘，有什么资格看不上我？难道她还见识过其他金贵的男人不成？这京城除了三哥，还有谁比我厉害？沈寂不服，整个人都炸毛了，倒是裴昭一脸冷淡的样子。三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西姑娘看不上他，还是西姑娘有更好的归宿？他脑子笨，理解不了裴昭的意思。她不会嫁给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裴昭说完就嫌弃的将人推开。这个发小不仅抢他吃食，现在还想抢他的女人。即使他不喜欢西宁，也绝不允许沈寂惦记。为什么不会嫁？那是他没见过我，等见了肯定会喜欢我的。哼！沈寂轻哼一声，赌气的转过头去。既然裴昭这样看不起他，那他就把人娶回家，狠狠打他的脸。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沈寂难得一天没搭理裴昭，让他不说话可是憋死他了。但自己和西姑娘的姻缘，裴昭不看好，沈寂就觉得自己不能搭理他。娶不到西姑娘，他就吃不到好吃的食物。他可是听铺子里的老顾客说了，西姑娘会的吃食可多了，都是他平日没吃过的。等他将人娶回家，定要让西姑娘变招法的给他做。想到那些美味的吃食，沈寂吸溜了下口水。裴昭默默挪了挪位子，离他更远一点。他不想承认这个吃货是他的好友。不过忙了半天，裴昭也饿了。他将糯米凉糕拿出来，察觉到有好吃的，沈寂倏地扭过头，连不跟裴昭说话的事都忘了。这又是你家厨子做的？不是。裴昭咽下一块凉糕，甜滋滋的味道让他享受的眯起眼。沈寂馋得流口水，那是从哪里买的？有西姑娘做的好吃吗？他现在心里做饭最好吃的人就是西姑娘，哪个厨子都要跟西姑娘做对比。裴昭敛了敛眸，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一样好吃，你吃不到。第18章找茬。这副欠揍的模样直接把沈寂气饱了。直到下旨，裴昭耳边都没有往常的嗡嗡声，他难得清静。沈寂心里生气，但同时也在想，裴昭这几次带的新鲜吃食都是从哪得的？裴昭不像他，平日除了吃就是玩，京城大小铺子他都吃遍，哪里有好吃的他第一时间就知晓。裴昭带的吃食新鲜又美味，自己在外面的铺子里从未见到，不是卖的，也不是裴家的厨子，难道是他的外室？沈寂双眸一亮，突然想起一个人。他想拉着裴昭求证，但正巧太子召见，裴昭已经去了后殿。等有机会，我定要问清楚。裴昭养了外室，在沈寂眼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裴昭有多清心寡欲，他这个发小最是清楚。从小到大，身边连只母蚊子都没有，伺候的人都是小厮，京城贵女的青睐，他也都视而不见。饶是沈寂自己都忍不住收过几次小娘子的帕子荷包，可裴昭一次也没有。他还曾经怀疑过裴昭是不是好龙阳，很是为自己担心了一把。可后来裴昭知道他的心思，拉着他背了3天3夜的书，沈寂什么心思都没了。那个男人就是个冷情冷性的怪物，没有人会走进他的心里。他养外室恐怕是有秘密。不过如果这个外室有一手好厨艺，那这个事情就有趣起来。沈寂摩挲着自己的下巴，笑得一脸猥琐。裴昭已经破例2次带点心上职，这个外室在他心里恐怕是不同的，就是不知裴昭有没有察觉了。就是这里。长乐郡主扶着小丫鬟的手从马车上下来，看着不远处的14，皱眉问道：城北住的多是平民，街道狭窄不说，地上也有不少的菜叶污水。长乐郡主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烟杂的地方，她用帕子捂着鼻子，脸上都是嫌弃。小丫鬟也皱着鼻子，满脸鄙夷：郡主，就是这里，前面的西记就是3爷外室开的。哼，进去看看。长乐郡主冷哼一声，扶着丫鬟的手绕开污水走上前。苏嬷嬷见有客上门，连忙笑着迎接，但看到客人的样貌穿着，她脸上的笑顿了顿。客人想吃些什么？咱们这里有各种小吃面食，您看看喜欢什么？苏嬷嬷也是在深宅大院伺候过贵人的，长乐郡主这身气度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她不知道这样的贵人为何会愿意来城北的小店吃，苏嬷嬷心中留了个神儿。长乐郡主捏着兰花指，根本不接苏嬷嬷递过来的菜单，她抠着指甲，一脸傲慢：你们掌柜的呢？我要她亲自给我做。一个低贱的婆子还不配跟她说话。苏嬷嬷没想到这小娘子一来就要见他们姑娘，而且看这架势不像是吃饭，更像是来找茬的。他们家姑娘娇娇柔柔，哪里是这刁蛮人的对手？苏嬷嬷脸上的笑意也淡了。他们家姑娘再怎么说也是裴家3郎的外室，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不好意思姑娘，我家姑娘不下厨，店里的2个厨子都是我家姑娘亲手教出来的。您若想吃就看看菜单，若是没有想吃的，咱们这条街市4多的是，自有姑娘喜欢的。他这副不卑不亢的模样，让店里的客人拍手叫好。好，大嫂这番话说得好，这小娘子想要仗势欺人也不看看地方，难道谁都会惯着她不成？咱们平民百姓是怕贵人，但也没有让人欺负到头上的道理。就是也不知道这小娘子是哪家的，竟然一点礼数都没有。长乐郡主就带了个丫鬟，别人不知她身份，见她刁蛮众人，七嘴八舌的抨击起来。长乐郡主气得发抖：你们这些贱民，我要将你们都抓起来！小丫鬟也跟着怒火直冒：大胆！
你们可知我家姑娘的身份？得罪了贵人，怕不是想吃板子？两人怒斥完，铺子里安静下来。民不与官斗，他们并不敢真的得罪贵人。众人匆匆将饭吃完，留下银子就溜了出去，生怕长乐郡主找他们算账。看着客人跑光，苏嬷嬷眉心一跳，这两人到底想做什么？去将你们掌柜的叫来，不然这铺子就别想开下去了。一个铺子而已，他捏捏手指就能将他们碾碎。西宁在他眼中就是阻碍，不管裴昭喜不喜欢这个外室，他都不能让他活着。苏嬷嬷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长乐郡主的身份他不清楚，不敢贸然出手，万一得罪对方，给主子招惹了祸事，他万死不辞。狗子机灵，早在长乐郡主闹事时，他就悄悄从人群中溜了出去，一路朝梧桐街狂奔。姑娘，姑娘，出事了！何时这样慌张？喝点水慢慢说。西宁看着跑得满头大汗的狗子，赶紧让忍冬倒一杯温水过来。狗子咕噜咕噜2口喝完，用袖子一抹嘴。姑娘，有人来铺子里闹事，还把客人都吓走了，现在指明要见您呢。苏嬷嬷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我偷偷溜出来找您。在狗子眼里，西宁就是无所不能的仙女，不然怎么会做出这样美味的吃食？有人闹事？西宁拧眉，希冀生意这样好，他早就预料到会有人闹事，只是听狗子的意思，那人不是冲着生意来，更像是冲着他来的。西宁想了一圈，并没有头绪。走，去看看。两人走到铺子前，长乐郡主屈尊纡贵地坐在一张长凳上，下面垫着他的手帕，眼神充满了嫌弃。他打量着四周，西宁银子有限，铺子布置得很简单，而且因为来吃的都是普通百姓，西宁也没将精力放在装修上，而这一切都惹得长乐郡主鄙夷。也不知道昭哥哥看上他什么了，一个女子不安于世，竟然跑出来做生意，而且是做这样低贱的吃食生意。果然是勾栏院出来的，就是上不了台面。他声音不大，但西宁走近，正好听在了耳中。昭哥哥，这人认识裴昭。第19章，裴昭护短。西宁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来铺子里找茬的竟然是裴昭的爱慕者，这男人还真是个祸害。西宁还没走过去呢，长乐郡主身边的小丫鬟就看到了他。郡主，您看那个女人是不是就是裴三郎的外室？他伺候郡主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美丽，就连宫中最受宠的熹贵妃都没她美。长乐郡主闻声望去，一眼就看到铺子外的女人。她一身素衣，不施粉黛，发髻也只是用根筋簪松垮挽着，这副简单到极致的打扮却丝毫削减不了她的美貌，甚至让她多了风流潇洒之感。长乐郡主保养精致的指甲蓦地收紧，掌心被掐得通红，她都丝毫感觉不到疼痛。自己今日为了见裴昭，特地梳妆打扮，如今竟被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外室给比下去，长乐郡主想吐血的心都有了。你就是昭哥哥的外室？长乐郡主扶着小丫鬟的手出来，居高临下的站在台阶上，一脸鄙夷地打量着西宁。他原本以为见到自己，西宁会战战兢兢不敢抬头，然而西宁一点胆怯的样子都没有，甚至气势隐隐压他一头。长乐郡主狠狠掐着小丫鬟的皮肉，心里嫉妒到了极点。你是哪位？西宁反问道。她娇娇柔柔地站在那，明明身处脏乱的城北，却仿佛出尘不染的仙子，惹人生怜。长乐郡主手上的劲更大了，小丫鬟疼得眼泪落下来，却不敢出声，生怕坏了自家主子的名声。你想知道我是谁？好，本小姐告诉你，我是八王嫡女，皇上亲封的长乐郡主。昭哥哥与我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哪里容得下你一个不要脸的外室撒野？识相点，你赶紧离开，不然等我嫁给昭哥哥，就把你发卖出去。反正你是从那阿扎之地出来的，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呢。长乐郡主梗着脖子，尖酸刻薄地骂道，哪里有半点皇家贵女的风范？西宁脸下眸子的冷意，原主确实出身烟雨楼，只是她被当成花魁培养，裴昭买下时她还是清白之身，别说是接客，就是男人都没怎见过。奇货可居，原主这样的美貌，哪个老鸨会轻易让她卖身？但出身是原罪，即使原主是清白的，可从那地方出来，本身就带了香艳的色彩。长乐郡主的诋毁直白，但有用。他看西宁低头不语，脸上的得意更甚。你若聪明，就趁早离开，不然下场绝对不是你想看到的。一个低贱的玩意儿，根本不值得他大动肝火，长得再没有什么用，还不是千人整万人长，哪里能跟他堂堂郡主相比？长乐郡主的话引来了不少人，城北难得有贵人踏足，希冀最近又生意火爆，西宁被贵人找上门，这可是难得的热闹。什么？西姑娘是裴家三郎的外室，还是继子出身？这怪不得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做生意，原来是习惯了接客。哈哈哈哈！你们还别说，这西姑娘生意可好得很呢。这世道本就对女子不公，尤其西宁容貌美艳，出身青楼之地，
那些原本折服于他厨艺的男人也开始出口诋毁。在长乐郡主出现那一刻，西宁就已经预料到如今的场面。他冷笑，脸上不带丝毫畏惧。既然郡主这样高贵，又何必跟我这样低贱的女子抢男人？还是说你抢不过我？他眼神上下打量着长乐郡主，尤其在他平板式的胸前多停留了一瞬，那意思可想而知。西宁从来不想跟别人抢男人，能抢走的本来也不属于他，更别说他根本不喜欢裴昭。可是长乐郡主为了一个男人诋毁他，那自己也没必要再忍让。你不要脸！长乐郡主哪想到西宁会回嘴，而且他那眼神是什么意思？嘲笑他胸小吗？本朝女子以瘦为美，尤其前朝皇帝好细腰，女子更是将自己瘦成纤腰如素、不盈一握的模样。长乐郡主本就骨架大，而且她嘴馋，根本扛不住饿，但为了不变胖，她每日只吃一餐，就这样，她也只是勉强不瘦而已。但因为常年的挨饿，发育不良，胸脯一直平平的，她也曾为此苦恼过，雪蛤不知道吃了多少，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她贵为郡主，没人敢对着她的容貌指指点点，西宁还是独一个。尤其西宁也不知道怎么长的，胸大腰细腿长，无一不美，自己跟她比起来，简直就是被随手甩的泥点子。长乐郡主心中极度疯了，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留。秀头，给我掌嘴！是。小丫鬟终于有机会松开长乐郡主的手，腾腾走过来，对着西宁就打了过去。姑娘，滚！忍冬还没来得及护住西宁，一个人影突然从后面冲了出来，小丫鬟被狠狠踹飞出去，摔在地上，溅起一片污水。长乐郡主被溅了一脸，失声尖叫：啊！是谁？竟然敢打我的人！我一定要把你们都杀了！她长这么大，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污水崩进眼睛里，让长乐郡主没有立刻发现眼前的人是谁。八王爷好家教，就放任家中女眷欺负百姓，我倒要看看郡主想如何动手。裴昭牢牢将人护在怀中，如果不是他出现的及时，秀桃的巴掌就已经落在西宁脸上了。他面色阴沉，心中像是燃了团火，满腹的郁气无处发泄。昭哥哥！长乐郡主听到熟悉的声音，整个人僵住了。裴昭怎么会来？难道是这个小贱人去告密？长乐郡主也顾不得眼中的污水，狠狠瞪了西宁一眼。此时西宁就窝在裴昭怀中，娇滴滴的模样让他的怒气直窜头顶，恨不得把人拽出来自己窝进去。昭哥哥，你听我解释，都是这个贱人先挑衅我，他讥讽我，我才不得不出手的。长乐郡主快步上前，想要拽住裴昭的衣角，他好不容易才接近裴昭，哪里能因为这件事就坏了在他心中的形象。裴昭抱着西宁退后，避他如蛇蝎。长乐郡主脸色难看至极，在这么多百姓面前，裴昭直接打了他的脸，这让他如何能接受？昭哥哥，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就因为一个外室？裴昭冷漠开口。长乐郡主僭越了，西氏是我的女人，你才是外人。第20章，你要怎么谢我？你才是外人。这句话让长乐郡主脸色煞白，即使知道裴昭不喜欢他，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打脸他，长乐郡主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裴昭，你会后悔的。他跺跺脚，用帕子捂着脸匆匆出去，秀桃赶紧跟上，主仆两人很快就消失在城北。围观的人众多，刚才大家都在看热闹，不少人还对着西宁出言诋毁，现在见裴昭护短，这些人心里都害怕了。完了，谁能想到裴三郎会这样宠爱这个外室，连长乐郡主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诋毁西宁，不会被他记仇吧？众人战战兢兢，极力往人群中缩，生怕裴昭看见他们。西宁脸埋在裴昭胸前，男人的手臂如烙铁般又热又硬，他根本挣脱不开。三爷，西宁娇娇地唤他，手附在他的胸膛上，明明用了力气，可在裴昭那里就像被猫挠了一样，浑身酥麻麻的。老实点。他拍了拍女人的后腰，动作亲密，惹得西宁脸一下子就红了个透，再也不敢动了。他怎么能打那脸？而且长乐郡主已经离开，这个男人怎么还不放开他？西宁脑子里乱糟糟的，总觉得哪里都怪怪的。裴昭出现的这么及时，而且还护着他，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是他的外室？可他们已经说好，等裴昭的事情结束，两人的关系就自动解除。他现在这样张扬，是生怕两人关系能撇开吗？苏嬷嬷和忍冬看着裴昭这副护短的模样，脸上笑开了花。他就说自家姑娘这样好，三爷肯定会喜欢。这不，三爷就已经上心了。外面人多眼杂，裴昭也不乐意自己成为别人的谈资，抱着西宁就上了马车。车夫除了长林外，还有个其貌不扬的侍卫，这人就是裴昭派来暗中保护西宁的。这次也是因为他的通风报信，裴昭才能这么快赶到。如果我没来，你就任由他欺负。两人上了马车，西宁从裴昭怀中出来，坐在他对面的软凳上。女人柔软的身体蓦地离开，裴昭心里空落落的。明明他不近女色，
可面对西宁总是轻易产生冲动。他看着对面垂首的女人，沉声质问：“三爷也知道我身份卑微，长乐郡主想要捏死我，动动手指就可以了。”西宁绞着衣角，声音柔柔弱弱，可心中却不以为然。就算没有裴昭，他也不会坐等着挨打，只是打回去呢。这里不是前世，谁有理谁最大。原身只是个小小外室，比奴婢还不如，面对长乐郡主，那是轻易就会丢了命的。这本来就是因为裴昭而起，男人的态度他也看到了，这时不卖惨上眼药，更待何时？手中的帕子已经快被他搅烂，裴昭看着他这副软弱的模样，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这样好欺负，自己怎么放心让他留在外面？你是我的人，这京城谁也不能欺负你。日后再有人上门找事，你尽管打回去，后面自有我给你兜着。他裴三郎若连个女人都护不住，这京城也不必待了。西宁得了保证，心里踏实了。有裴昭这句话，日后那些人想欺负他，也要掂量掂量了。多谢三爷，如果没有三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西宁抬头勾起唇角朝他轻笑，明明是感激的笑，可落在裴昭眼中尽是委屈。他心间一揪，不自然地避开他的眼神，身侧的手指蜷缩，在开口语气都缓和了下来。我既收了你，自然会护着，谁也不能动你一根手指头。裴昭虽然性子冷淡，可有责任担当，品性也极好，若不是两人身份不对等，西宁恐怕都要动心了。可惜了，他只是个外室，注定跟眼前的男人不会有结果。只是他能护得了他一时，难道还能护得了他一世？现在是长乐郡主，日后还会有其他女人。裴昭狼艳独绝，京城贵女无不心折，自己早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像今日这样的麻烦，以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难道裴昭每次都会出现？而且西宁没说的是，裴昭已经年过23，这个年纪在周朝都能当爹了。国公府的人已经在张罗为他娶妻，自己的身份低贱卑微，等正妻入门，他的处境只会更加尴尬。西宁敛着眼皮，思绪藏在眼底。他要快点赚钱，为自己谋划好退路，在裴昭娶妻之前拿到卖身契，日后山高海阔再也不见。两人沉默了一路，马车在梧桐街停下，西宁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抬头就看裴昭正盯着他。男人的眸子深沉，其中藏着他看不懂的情绪，在这逼仄的马车中，让他整个人都变得紧张。三爷，外院到了。他颤抖着声音开口，明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裴昭突然变成这样？西宁不知道，他刚才低头思考的模样被男人误以为是在害怕。长乐郡主刁蛮成性，西宁一个娇娇弱弱的女子，哪里是他的对手？裴昭纠结了一路，心中竟起了将他带入府里的念头。要知道，他买西宁只是为了避人耳目，根本没有将她当做自己的妾室看待。然而经过这几次的相处，他对这个女人竟渐渐上了心。裴昭不想承认自己喜欢她，一个女人罢了，哪里值得他费心思？而且裴家男人也没有纳妾的传统，他若将人带进府里，西宁的处境恐怕会更艰难。想通后，裴昭眼皮微敛，低声回他：“西宁辨不清他的心思，提裙起身。下车前，他转身再次向裴昭道谢。他说完，正要掀开车帘，男人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你要怎么谢我？”三爷。西宁身子僵住了，裴昭这话是何意思？他不懂。外面的亮光隐隐绰绰，昏暗中映衬出女人金黄的脸，娇嫩如芍药，又艳丽如牡丹，勾着人想要采撷。裴昭指尖攥紧，强忍住要将人揽入怀的冲动。衣襟上的香味在不断提醒他，这个女人刚才落入他怀中，她就是他的。裴昭不是毛头小子，他清楚知晓自己的欲望，他对西宁动了心思。第21章，他只做妻不做妾。三爷。男人的眼神太过炙热，西宁如芒刺背，整个人都僵住了。狭窄的车厢中，两人的呼吸混合在一起，炙热又暧昧。裴昭微微轻身，修长的指骨落在他白皙精致的下巴上，呼吸灼热喷洒在他脸颊。西宁一下就软了身子。要怎么谢我？男人指尖微微用力，西宁就落入他怀中。男人的胸膛硬得发疼，手臂牢牢钳住他的腰，西宁动弹不了分毫。我给三爷做吃食，只要三爷想吃的，我都可以做。他滚烫的小脸娇艳欲滴，说话声音娇滴滴带着颤音，惹得男人眸底翻起墨浪。不够，他是喜欢西宁做的吃食，但与他的人比起来，口腹之欲又没那么重要了。三爷。西宁要哭了，明明他清贵不近女色，自己根本入不了他的眼，怎么突然像换了个人？西宁，我要你。裴昭指腹从下巴渐渐上移，落在他娇艳饱满的唇上，指腹摩挲着唇瓣，女人香软的舌尖不小心划过，裴昭的呼吸渐渐变得粗重。他想亲她，要她。男人在女色上都是无师自通，欲望一经点燃，就再也无法熄灭。西宁双手扶着他的胸膛，挣扎着想要逃脱他的束缚，然而他的挣扎只会让男人指腹探到深处。温热的唇舌勾着缠着，
西宁后腰处也渐渐发烫。三爷，我们说好的，等您事成就将卖身契还给我，您不能反悔。他吐出口中的手指，在男人炙热如墨的眼神中抖着嗓子说道。西宁不知他此时的模样有多惹人心动，本就松松垮垮的发髻落了一半，青丝披散在脑后，有部分落入敞开的领口，墨发雪肤勾着人想在上面印下绯色的痕迹。男人喉结滑动，手掌压着她的腰往身前贴，女人窝在他的怀中，低头就能看到她娇艳的小脸，红得似要滴血的耳珠，还有衣领下藏着的那抹血色。西宁感受着身下的滚烫，眼圈都红透了。三爷，您答应过的，答应让他离开，我后悔了。裴昭从来都是言出必行，可在西宁这里，他变了一次又一次。卖身契可以给你，但你继续跟着我，他有什么不好吗？京城的女子无不想要嫁给他，西宁孤身一人，无亲无故，又生得如此美貌，离了他在京城就是误入狼群的绵羊，早晚要被人吃干抹净。男人的声音带着蛊惑，可西宁浑身的血液都被冻得僵住。他抬头望着男人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三爷是想让我做妾吗？西宁的眼神干净的如一汪清水，照出男人的欲望与掠夺。裴昭心间揪紧，竟从他的眼中看出了自己的不堪，只是裴家三郎的傲气让他无法认错。做我的妾有什么不好吗？日后有我护着你，再没人敢欺负你。三爷，我不做妾的。西宁从他怀中挣脱出来，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坚定。西宁感念三爷将我从烟雨楼带出来，给我清白身份，这份恩情西宁愿衔环相报，只是西宁心也不愿做别人的附庸。女子虽不如男子自由，可我也想走遍这大好河山，困于后宅对我来说是痛苦。而且西宁只做妻不做妾，还请三爷遵守约定，归还卖身契。只做妻不做妾？呵，你想嫁给我？裴昭阴沉着脸，西宁想要自由在他眼中不过是不甘做妾的借口罢了。当初这个女人为了让他买下，可没少做勾引他之事。这段日子他安分守己开铺子做吃食，自己本以为他是放弃了，没想到只是以退为进，所求更多罢了。三爷说笑了，我又不喜欢你，为何想要嫁你？西宁差点被他的自信气笑，难道这世间女子存在的价值只是嫁人不成？她活了2辈子，心中也有自己的抱负。不喜欢他，不想嫁给他。女人澄澈而干净的眼神告诉裴昭，他说的都是真的。西宁不喜欢他，他刚才的话都是自取其辱。裴昭胸口堵着一团郁气，眸底浮起一抹难堪。下去。西宁知道自己说话太过直白，戳破了他的自尊心，可若自己不说清楚，恐怕裴昭还要臆想自己喜欢他。为了避免之后的麻烦，不如现在说清楚。就是裴昭恨上他，不知道他的卖身契还能不能拿到手。西宁从马车上下来，长林和陆一笑着迎上来。刚才马车中暧昧升起，长林就拉着陆一悄悄避开。主子好不容易开荤，他们可不能听墙角。只是这时间是不是短了点？虽然他也没有经验，可是1刻钟都不到，自家主子竟然这样没用。长林看着西宁惨白的脸色，虚弱无力的双腿，还有略微凌乱的衣服，眼中的同情满的都要溢出来。西姑娘，长林想要安慰2句，可又怕车里的主子生气。西姑娘就这样下来，肯定是主子恼羞成怒，迁怒于她。西姑娘真可怜。西宁还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勉强对她笑笑。他不知道，这难看的笑容更坐实了长林的猜想。赶车！长林还没反应过来呢，车中就传来裴昭带着怒火的声音。长林身子一抖，知道主子此时心情不好，不敢担着他的命令。是。马车快速驶出梧桐街，西宁进了外院，他关上门倚在门上，浑身都没了力气。在这个朝代，他不是受人尊重的西教授，而是一个人人可欺的玩物。他的命运掌握在裴昭手中，尽管他不想接受，可他在这里已经被打上了裴昭的标签。他在自欺欺人，自己是独立的，都摆脱不了裴昭的禁锢。他必须尽快给自己安排后路了。裴昭带着一身怒火回到国公府，长林从未见过他如此愤怒的模样。裴家三郎心思深沉，喜形不于色，这还是第一次情绪外露。果然，男人在这种事上都很难淡定。长林同情地摇摇头，谁能想到他们清风霁月的三爷是个不中用的蜡枪头呢？长林，如果你是女人，你会想嫁给爷吗？第22章，辣椒成熟，愿不愿意嫁给裴昭？长林懵了，三爷怎么会问他这个问题？难道是在西姑娘那里受了挫折，想要从她身上得到弥补？可若她是女子，她也会很在意夫妻之事的和谐。三爷确实身份尊贵，相貌堂堂，可若是那处不中用，好像也不太能嫁。长林一本正经地思考着，完全没发现裴昭的脸已经黑成了炭。扣半个月钱。三爷，长林欲哭无泪，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三爷凭什么扣他的月钱？他还要存钱娶媳妇呢。裴昭冷酷无情，不为所动，直接关门将人赶出去了。从来都金贵自傲的裴家三郎第一次不自信了。
难道以前那些女人想嫁给他都是假的？不然怎么西宁和长陵都看不上他？裴昭拧着眉，遇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难题。因着长乐郡主在这闹事，西季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尤其那些向着长乐郡主说话、诋毁了西宁的人，怕裴昭迁怒他们，根本不敢再来。苏嬷嬷看着空荡荡的铺子，脸上都愁得多长出了几条皱纹。姑娘，这可怎么办啊？大家都不来，咱们的生意也要做不成了。现在除了几个老顾客，根本没有人敢上门。相比苏嬷嬷的焦急，西宁倒很淡定。他翻着账本，这2个月西季就赚了30两银子，刨除成本，净盈利能有20两。怪不得都说餐饮是暴利，他手里有远超这个时代的美食方子，哪里愁赚不到钱。只要有源源不断的新奇美食，流失的客人早晚要回来。而且西宁现在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种的蔬菜作物成熟了。苏嬷嬷和忍冬已经吃过菠菜生菜，可西红柿、辣椒他们可没吃过。不，哪里是没吃过，就连见都没见过。院子开辟的菜地上，西红柿和辣椒的枝杈上都挂满了青红的果子。西宁的种子都是经过改良的，没有施肥打药，但个个长得红润饱满。忍冬看着自家姑娘摘了几个，在井水里洗过，递给他们尝尝。西宁自己先咬了一口，西红柿是沙瓤的，口感酸甜，汁水丰沛，不小心就流到手上。他眯着眼，一脸享受，仿佛吃的是人间美味。忍冬见他这样，嘴馋的不行，赶紧接过来放进口中。好好吃，比之前三爷送来的果子还好吃。他咬了一大口，瞬间就被西红柿的口感征服了。忍冬吃过最好吃的果子就是上次裴昭让长林送来的枇杷和樱桃，但这西红柿比那2种都好吃。只是他说完，忽然想到了什么，口中的西红柿咽也不是，不咽也不是。姑娘，我不是故意替三爷的。上次裴昭替西宁出头，他和苏嬷嬷还以为裴昭是喜欢上了自家姑娘，要接她进府，可谁知2人却闹僵了。西宁跟他们说了，裴昭以后不会再来，2人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但他们知道自家姑娘难过了好多天。好不容易西红柿和辣椒成熟，姑娘心情松快些了，她又嘴贱非提裴昭。忍冬苦着脸，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西宁见他这副战战兢兢的模样，心中好笑，看来自己前几天生闷气，吓到他们了。无事，他又不是洪水猛兽，说2句怎么了？西宁恨恨咬了口西红柿，显然是将他当成裴昭了。自己的卖身契没有希望，以后怕是要当一辈子奴婢。外事他已经骂了裴昭好多天，现在心里终于好受一点了。只是日子依旧要过，拿不到卖身契也得多给自己存些银钱傍身。西宁让忍冬和苏嬷嬷将成熟的西红柿、辣椒都摘下来，他要推出新菜式。除了院子里的，庄子里种的蔬菜作物也熟了。他买下庄子的时候已经是3月份，小麦是来不及种了，而且庄子里也并没有多余的空地。不过种不了小麦，他可以种玉米和蔬菜。玉米是1年2熟的作物，春天可以种，小麦收割完也可以。而且玉米高产，既能做主食，玉米杆也可以喂牲畜，在荒年是能保命的。他留了不少种子给刘老汉，让他在庄子里多种一些。除了玉米外，他还让刘老汉种了红薯和土豆，这都是周朝没有的作物。刘老汉不知道自家姑娘是从哪得来的种子，但他聪明的没有多问。这些贵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西姑娘心善买了他们这些人，他们要做的就是对西姑娘忠诚。6月底，庄子上送来了成熟的玉米和辣椒，西宁的菜式也研究出来了。东宫，太子周易将心腹召唤到大殿，裴昭和沈季站在一块，沈季挨着裴昭，用宽袖遮着脸，小声问道：三哥，太子唤我们来有何事？难道八王又作妖了？他这些天只顾着吃喝玩乐，根本没关注朝中之事。本来他就是个纨绔，要不是他爹站对了太子，他们沈家无人辅佐储君，不然也用不着他出头了。沈季不耐烦管这些，平时都靠裴昭解惑。裴昭心中有些眉目，不过大殿中人不少，他们2人声音再小，别人也都是能听见的。裴昭沉了脸，将沈季推到一旁站好，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行吧。沈季一脸无奈，理了理衣袍，回到自己的位置站好。太子很快就出来了，他比八王年纪稍大，长相儒雅，但又不失王者之气。见心腹已经到齐，他一脸温润的笑道：各位爱卿都坐吧，姑这次叫你们来也是想谈谈南方水灾的事。南方水灾？太子此话一出，大殿有小范围的骚动，有人的消息灵通，也有人像沈季一样，此时才知晓。这几年天灾人祸，周朝百姓日子本就不好过，南方又发生水灾，各位臣子不敢想，若水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那天下恐怕要乱起来了。各位爱卿可有办法？太子一心为民，虽和八王争夺皇位，但他明显是人君，心中有百姓。第23章火锅。殿下，臣记得江南水坝前年才刚加固过，为何今年就被冲塌了？这不应该啊！有人提出疑惑。
郑大人怕是忘了江南巡抚是谁？江南巡抚唐元，八王爷的小舅子，此人占用别人的科举名额，加官进爵，皇上看在八王的面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年背靠八王，唐元更是放肆，在江南大肆敛财，现在竟连赈灾的银子都敢贪了。王大人是说唐元中饱私囊，克扣了加固水坝的银子，皇上那里就能瞒得住？连他们都能查到的事，皇上肯定也早已知晓。唐元这样肆无忌惮，真以为八王能护住他？太子温和的脸上布满阴霾。皇上年事已高，近年又沉迷炼丹，八王为他寻来一位通灵道士，如今有那位通灵道士在，自是八王说什么他信什么。众人也想到了，一时间大殿中安静的沉闷。太子虽是正统，可八王虎视眈眈，恐怕这次也是轻轻放过，只是苦了那些百姓。裴昭上前，殿下，江南乃是天下粮仓，今年遭了水灾，赈灾的粮食恐怕也到不了百姓的手中。臣的手下查探到来京的路上已经有不少流民，与其将赈灾粮送到江南被唐元私吞，不如在京城开救济所，安置流民。国库存粮有限，今年收成又不好，他们能做的就是将更多的粮食救济流民。只是太子的压力要变大了，他拦截赈灾粮肯定会被八王借此发作。好，就听程渊的，救济流民的事，姑也交由你去做。太子沉思片刻，采纳了裴昭的建议，只要能救下更多百姓，他不怕八王背刺。是。7月中，西宁的新店开业了。他用手中的100两银子买下西记隔壁的铺子，经过装修，原本阴暗的铺子变得亮堂起来。这个铺子比西记大1倍，厨子有2人，配菜有2人，加上其他洗刷上菜的伙计，一共有8人。人还是从王婶那买来的，跟西宁签了死契，几人都是本分能干的老实人。这些日子忙着开店，西宁也摸清了几人的品性。忍冬姑娘，咱们大夏天的卖火锅，会不会没客人啊？负责洗刷的秋娘子一脸担忧地问道。怎么会？姑娘做的吃食哪样卖不出去？火锅这么好吃，肯定有不少人喜欢。忍冬就是西宁的迷妹，对西宁的任何决定都迷之自信。听到秋娘子的话，她第一时间反驳。秋娘子表情讪讪的，忍冬姑娘，我就是担心，不是不相信姑娘。她怕忍冬生气，自己好不容易找了个好活计，如果保不住，她婆婆肯定会打死她的。忍冬也不是小气的人，挥挥手作罢。反正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姑娘厉害着呢，就没有她做不成的事。如果西宁在这里，肯定会反驳他。谁说他没有做不成的事？自己的卖身契不就拿不回来吗？火锅店装修的这半个月，城北的客人就已经在关注了，尤其知道是西宁开的，那些老饕们就更兴奋了。西姑娘这又是要卖什么好吃的？还特地又盘了家店。但也有人看不上，一个外事不好好在家伺候男人，出来做这铜锈生意，真是目光短浅。西记靠几个星期的吃食火了，还以为自己有做生意的天赋，这又开一家。现在西记的生意都不好了，难道指望这家店能做起来？城北多的是人看热闹。西宁浑不在意，按部就班地准备着开店的事宜。新店开业，西宁自然也在场。狗子在门口放了2挂炮仗后，西宁就拉下门匾上的红绸，西记火锅4个大字高高挂在门楣，引得过路众人驻足。火锅？这是什么？这名字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众人面面相觑，想不出这火锅是什么吃食。西宁见围观众人越来越多，给了狗子一个眼神。狗子很是上道的拿出一面铜锣，哐的敲了一声。今日西记火锅开业，全场8折，还送免费饮料嘞。他边敲边喊，惹得不少人动心。西记的食物有多好吃，他们可都是清楚的。要不是担心得罪长乐郡主，他们也不会不光顾。只是这半个月，长乐郡主并没有再找茬，恐怕已经忘了这回事。顾虑解除，他们也敢再上门了。8折呢，要不进去看看？走！越来越多的客人进门。菜单还是用薄木板写着，每桌一个。小伙计拿着纸笔记菜，客人要什么味的锅底？咱们有麻辣、番茄，还有清汤锅。当然，你也可以2瓶鸳鸯锅。麻辣、番茄，这是什么锅？他们听都没听过。小伙计笑着介绍，麻辣锅是咱们店的招牌秘方，保证你们都没吃过。这番茄啊，酸酸甜甜，也是京城独一份，正适合不能吃辣的人。要不客人来个鸳鸯锅2种都尝尝。行，就听你的。点好锅底，他们又开始点菜。什么肥羊、乌鸡、鱼片、虾滑、五花肉、鸭肠、鸭血，全都来一份，还有各种土豆、萝卜、菠菜、粉丝、苕皮、豆腐等也都点上。虽然好多菜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众人心中就是觉得西宁做的什么都好吃。火锅上菜快，每桌先上来一口奇怪的锅，下面烧着炭，一边是麻辣，一边是番茄，虽然都是红彤彤的，可那味道迥然不同。锅底化开，麻辣的味道扑鼻而来。这些客人以前都吃过猪鱼油，可那点辣味跟辣椒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孩跟大人的区别。被这麻辣味道一刺激，好多人都呛得咳嗽起来。嗨嗨，三哥，
这味儿可真霸道，又辣又呛人，不过也香得让人流口水，以前从未闻到过。我挑的这地方不错吧？沈记拉着裴昭进来，两人虽特意低调打扮过，但还是跟这铺子格格不入。尤其裴昭那张熟悉的冷脸，让铺子里的客人吓得噤声。沈记还没察觉到异常，一心扑在吃食上，拉着裴昭在空位上坐下。忍冬看到两人，惊喜道：“姑娘，是三爷。”沈记闻声看到了西宁，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三哥，你看，那位就是西姑娘，我还未过门的媳妇。第24章，裴昭吃醋。裴昭的脸成功黑成炭。你说什么？热辣的火锅店冒着寒气，沈记搓搓胳膊，不明所以。我说西姑娘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啊，她做饭这样好吃，生得又如此美貌，实在是让我心折。我回家就让我娘来提亲。沈记两眼冒桃心，盯着西宁傻呵呵的笑，根本没发现自己好友眼神能杀人。噗，嗨嗨！他声音不大，可旁边坐满了人，离得近的都听在耳中。听到沈记要求娶西宁，他们憋不住了。这郎君还真是胆大，明目张胆跟裴家三郎抢女人，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朋友妻？不客气。咦，他们这是怎么了？觉得爷配不上西姑娘？哼，小爷堂堂尚书府嫡子，西姑娘还没嫌弃爷呢。沈记暗暗吐槽，裴昭脸眸睨了他一眼，他有主。怎么可能？我来了这么多次，可没见过西姑娘的相公。而且再说了，哪家男人会放任这样娇艳的小娘子出来做生意啊？三哥，你可别想骗我。他就认准了西宁，非他不娶。裴昭脸色越来越黑，很想把这个好友丢出去。三爷，您是来找我们姑娘的吗？忍冬走过来，殷切地问道。之前三爷跟姑娘闹僵，他和苏嬷嬷都担心极了，尤其姑娘伤心了那么多天，肯定是放不下三爷。趁着西宁去了后厨，忍冬就迫不及待过来问了：找你们姑娘？三哥，你跟西姑娘认识啊？沈记一脸单纯，旁边的客人都忍不住同情他了。还有比喜欢的人是兄弟女人更惨的是吗？忍冬不认识沈记，听他问便回道：我们姑娘是三爷的外甥。你说什么？沈记疼得站起来，脚步都有些不稳。店里的客人都望过来，裴昭沉着脸压着他坐下。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成何体统？西姑娘是你的外甥，你怎么从未跟我说过？他就跟个傻子一样，天天想着娶西宁。裴昭就在旁边看他的笑话。沈记气得脸通红，跟麻辣锅底都能一拼了。裴昭态度淡然地坐在那里。你也不曾问过我，那你就看我笑话。裴三郎，我算是看清你了，绝交，必须绝交。沈记龇牙咧嘴，很想跟这个好友两全，但自己根本不是裴昭的对手，他也就只能想想了。怪不得呢，金贵无双的裴三郎怎么会跟他一起来城北？原来这店是他女人开的。哼，他可真是好命，养的外室长相娇媚，还做得一手好菜，自己怎么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沈记打定主意要跟他绝交，裴昭瞥了他一眼，腿往外让开，给他腾出一条路，等着他离开。凭什么？吃完火锅再跟你分道扬镳？哦，忍冬看着两人差点打起来，很是无措。难道他说错话了？你家姑娘呢？裴昭低声问道。他刚才分明看到西宁在店里，见到他进来就突然消失。裴昭抿唇，心中堵得难受。那个女人还真是厌恶他，连见都不愿见他了。所以之前的喜欢他都是装的。忍冬有些怕裴昭的冷脸，没了刚才见到他的欣喜，诺诺回道：姑娘去了后厨，今日店里客人多，伙计们忙不过来，姑娘去帮忙了。伙计不够就招人，他一个当主子的干什么活？听到西宁不是躲他，裴昭脸色稍微缓和下来，但西宁亲自干活，他也不高兴。自己的女人凭什么去干这些累活？裴昭发怒，忍冬不敢说话，倒是沈记看不顺眼，在旁边阴阳怪气。还不是因为自家男人不行，无名无分跟着他，恐怕平日连银子都不给吧，不然也不至于自己出来做生意了。啧，这要是我的女人，我肯定将她娶回家，好好疼。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裴昭被他戳到痛处，黑着脸斥责。哼，沈记到底是怕他的，被他凶了，乖乖闭上嘴，只是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不服气。不好好对西姑娘还不让他说，等着吧，西姑娘早晚要将他踹了，等那时候他就出现把西姑娘带回家，让他后悔去吧。沈记咬牙，心里暗戳戳骂道。裴昭哪里看不出他的想法，脸上虽然淡定，可心里打翻了醋坛子。那个女人还真是会勾人。他们点的菜很快上来，两人都是不差钱的。沈记这个吃货将菜单上所有菜品都点了一遍，桌子上差点都摆不下。店里有调料，每个客人都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沈记第一次吃麻酱，煮好的羊肉在麻酱里滚一滚，直接将人香迷糊。吃完羊肉再吃鸭血，这些动物内脏以前他看都不看，只觉得烟渣，可煮完竟这样好吃。沈记头埋在碗里抬不起来，麻辣的香味，肉的香味，实在是太诱人。如果怕辣，
还可以在番茄锅里煮，雪白的豆腐，粉嫩的鸭肠，还有各种绿色的蔬菜，煮过后带着酸甜味，好吃又开胃。尤其那叫土豆片的，脆的爽口，软的入味，怎么煮都好吃。别说沈记，就连裴昭都吃得停不下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西宁，可这个女人总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惊喜，让他如何能放手？裴昭脸眸，心中已经做了决定，对西宁，他势在必得。即使这个女人再厌恶他，他也不会放手。客官，这是我们掌柜的送的玉米汁，今日新店开业，大家都有。伙计每桌放了一个水壶，麻辣虽然过瘾，但太辣也受不了。玉米汁，这又是新鲜吃食。沈记接过来，给两人杯子倒满。这一顿火锅，他可是吃了不少新鲜食物了。裴昭看着杯子中盛黄粘稠的饮料，指骨在桌上敲了敲。就算傻子，此时也该怀疑了，西宁到底是从哪得来这么多新鲜的吃食？他正凝神沉思的时候，沈记已经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好喝，这玉米汁很浓稠，而且甜滋滋的，我胃里的火辣都缓解不少。三哥，你也尝尝。因着一顿饭，沈记早就忘了他要跟裴昭绝交的事，招呼他快喝饮料。裴昭回神，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他不似沈记只关注美食，玉米汁口感浓稠，喝完有明显的饱腹感，竟比米汤还养人。想到城外的刘明，裴昭眼神亮了。第25章，裴昭受伤。火锅店的生意比西宁预想中的还要好。他钻进后厨，本来是想躲裴昭，但后来真变成帮工。等上午最后一批客人走完，他的手腕已经酸得抬不起来。秋娘子给他倒了杯玉米汁，一脸谄媚的笑道：“姑娘手艺这么好，我就知道店里生意肯定会很火爆。果然，姑娘快喝杯玉米汁歇歇，剩下的我来收拾。”西宁却食渴了，他接过来倒了生蟹，端起杯子慢悠悠喝着。秋娘子爱巴结讨好人，她一早就知道的，不过是被家中婆婆欺压惯了。西宁觉得她可怜，只要没有坏心思，这点小毛病她也不放在心上。一杯玉米汁喝完，西宁从后厨出来，就见忍冬站在门口，挤眉弄眼地看向他。西宁驻足，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正好和男人深邃的眸子撞到一起。裴昭竟还没走，男人已经看见他，西宁想躲也来不及了。他深呼一口气，提起敷衍的笑上前：“三爷吃的还好。”粗鄙吃食让三爷见笑了。裴昭看着他皮笑肉不笑的表情，眉头蹙起疙瘩。他很想将女人的嘴角抹平，他就这么招他烦。不想笑可以不笑，这火锅很好，尤其许多吃食，就连我也没见过。裴昭凝眸盯着女人的脸，西宁听到他的话，后背一僵，指尖将手中的帕子攥紧。他在拿出那么多吃食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被质疑的准备。他是裴昭的外室，其他人会认为这些吃食是裴昭给他的。上次他和裴昭闹僵，西宁就做好了跟裴昭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哪里想到火锅店开业，他也会来，自己的秘密这么快就被拆穿。不过幸好他还有准备。西宁压下砰砰直跳的心，抬头时已经恢复了淡定。西宁爱捣鼓些吃食，之前让忍冬在杂货铺买了几袋种子，正好我买了庄子，就让长工去种上了。没想到长出来的作物这样美味。他买种子是真，不怕裴昭去查。哪个杂货铺？就城北中街尽头铺面最小的那个，掌柜的是个左眼失明的老汉。西宁面对裴昭的质问丝毫不慌，笑着答话。他买种子时特意挑的积压的货，掌柜的自己都忘了里面是什么，裴昭想查也查不出来。裴昭脸眸，思绪藏在眼底，不知信了他没有。西宁不想跟这个男人待在一处，他的心思太深沉，西宁自觉不是他的对手。尤其裴昭不愿还他卖身契，自由无望，西宁心中也恨上了他。西宁还有事，就不陪三爷了。他微微俯身，正要绕过他离开，裴昭却扯过他的手臂，一把将人拉到怀中。小心！三爷！西宁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到男人一声闷哼，然后是一股甜腥味。丧尽天良的裴三郎，竟然私吞我们的救济粮，害得我们刘明饿死！我今日就要杀了你，替兄弟姐妹们报仇！火锅店门口涌上来一波流民，他们手中拿着刀，看向裴昭的眼神满是恨意。兄弟们，给我上，把裴家三郎杀了，给狗蛋他们偿命！杀！流民一窝蜂扑上来。裴昭今日来城北没带侍卫，沈记刚才也被他支走。他虽习过武，但面对这么多暴民，难免力不从心，尤其怀中还护着一个女人。西宁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冲着裴昭的命来的，自己是裴昭的外室，他们同样不会放过他。感觉到怀中女人的颤抖，裴昭手臂将她箍得更紧，低声在她耳边吩咐：“我将人引开，你找机会逃出去。”这些流民出现的蹊跷，还轻易就找到了他，恐怕背后有人谋划。裴昭眸底墨色翻涌，他接连几次坏了八王好事，恐怕八王容不下他了。
好。西宁答应的干脆，他手无缚鸡之力，在这只会拖裴昭的后腿。而且这边是闹事，有官府的人巡逻，他逃出去可以求救。裴昭一手护着他，一手挡住流民的攻击。按理说这些流民饿了一路，又是庄稼汉子，不可能会这么凶悍。裴昭看着流民中身手矫健的男人，心中有了答案。八王这次不要他的命是不罢休了。西宁困在他怀中，男人身材纤瘦，却并不羸弱，轻薄的衣衫下是强劲的肌肉。西宁手臂搂着他的腰，鼻息间的血腥味越来越浓，他心间揪着，眼前都开始发晕。自己今日不会交代在这里吧？正在西宁胡思乱想时，男人低喝一声，将他推离，跑。面前被杀出一条路，西宁脑中一片空白，双腿机械似的往外跑。他口鼻处窒息的疼，嗓子中满是甜腥味，还未走出街口，就听到两道惊惧的叫声：“三爷，爷！”长林和陆仪带着救兵赶到，正好看到流民提刀砍向裴昭的后背，鲜血滋出艳丽的花，裴昭身子不知跪倒在地上。有人来了，快撤！流民呼啦啦退开，门口只剩下裴昭一人。长林扑过去将人接住，鲜红的血染红了他的青衫，周围是嘈杂的求救声。西宁只觉得眼前眩晕，差点站不住。他和男人隔了半条街的距离，可却清晰可见男人的眼神。裴昭靠在长林怀中，朝他招手：“过来。”西宁足下有1000斤重，可还是踉跄着走过去。长林正喊着陆仪让他去找大夫，裴昭后背的伤口又深又长，鲜血止都止不住。三爷，西宁走到他面前，脚尖被他的血沾湿，他的脸比裴昭的还要惨白。西宁，我又救了你一命。男人虚弱地说道，眼底的暗光带着偏执。西宁语塞，他想说这些流民本就是冲着裴昭来的，自己才是无妄之灾。可看着男人身下的血，他还是闭上了嘴。我救了你的命，你就要还。裴昭，西宁抖着唇，没想到男人这么无耻，气急之下，他直接叫了他的名字。你别想再躲着我。裴昭伸手攥住女人的衣角，说完坚持不住晕了过去，只是那手怎么也不放开。第26章同居。西姑娘，这……长林一脸为难，显然也没想到自家主子会这么无耻，手紧紧攥着西姑娘的衣角，他掰都掰不开。西宁心里堵了一团气，裴昭的心思已经昭然若揭，非他不可。他是高高在上的裴三郎，自己一个卑微外室，怎么能拒绝的了？可是他是独立的，并不是裴昭想要他就得给。把剑给我。长林被他突如其来的气场震慑住，乖乖将自己的剑递过去。西宁接过，扯着110剑划过去，撕拉！裴昭手中只留下一片衣角。谢谢。西宁动作利落干净，划完就将剑还给长林，看都不看一眼。裴昭转身就走。长林一手扶人，一手拿剑，眼睁睁看着西宁离开。不过西宁刚走几步，突然又转身，长林眼睛一亮，以为他是反悔了。他就说嘛，西姑娘心善，肯定放不下主子的。对了，将门口收拾干净些，若是影响了火锅店的生意，我让你家主子赔。说完，这次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噗！长林傻愣愣的，裴昭一口老血喷出来。三爷，三爷，您醒了。见裴昭清醒过来，长林也顾不得想西宁的事了。裴昭推开他，目光死死盯着西宁离开的方向。这个女人可真狠，自己受了这么重的伤，装晕都留不住她。他喉头一痒，甜腥味止都止不住。裴昭攥紧拳头，眼中的偏执渐浓。他以为自己能躲得掉。西宁，你别想。去外院。西宁回到外院，苏嬷嬷和忍冬一脸担忧的迎上来。之前流民攻过来，将许多客人都冲散了。忍冬和苏嬷嬷挤不进去，只能去国公府搬救兵。现在见自家姑娘平安归来，两人的心总算是安定了下来。姑娘，快让老奴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受伤？苏嬷嬷拉着她，上下里外都检查了个遍，没发现伤口，才谢天谢地的念叨：还好，还好，那群流民可真恐怖，拿着刀就冲上去了。还好姑娘福大命大，不行，过2日老奴得去庙里拜拜，谢谢菩萨保佑姑娘。苏嬷嬷眼中噙着泪，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倒是忍冬看着西宁身上的血污，疑惑道：姑娘，您身上的血是哪来的？西宁今日穿的鹅黄色的襦裙，外面是层白色的轻纱，这会儿已经被血染透，是裴昭抱着她时染上去的。西宁指尖缩了缩，不想多说，估计是在哪蹭的，你拿去烧了吧。说着，他就将衣服脱掉，交给忍冬。哎，我这就去烧，正好也给姑娘烧水好好洗洗，去晦气。忍冬跟苏嬷嬷两人忙起来，也就不再拉着西宁问东问西了。他坐在贵妃榻上，想到裴昭的眼神，心里还有点打颤。他和裴昭也就接触过几次，可西宁却莫名的笃定，这个男人不会就此罢休。他想要的东西必须要得到手。果然这边西宁刚梳洗完，
外院的门就被敲响了。西姑娘，我家三爷伤得厉害，回府怕会惹老夫人担忧，这些天要叨扰西姑娘了。长林和陆一抬着裴昭进门，跟西宁打过招呼，就抬着人往内室走。这外院就2间寝居，苏嬷嬷和忍冬睡一间，西宁自己睡一间。裴昭要住的肯定是他的房间。你们，他刚要拒绝，长林和陆一放下人就跑，顺便将手中的伤药也扔下。辛苦西姑娘了，小的回去给三爷收拾衣物，劳烦您多照顾他。说完，2人一溜烟就没了踪影，跑得比兔子还快。西宁一口气堵在胸口，看着躺在自己床上的男人，恨不得将他拽下来。我知道你醒着，别装死。他不信没有裴昭的吩咐，长林敢贸然将人送到他这里。他实在是没想到裴昭会这样无赖，费尽心思都要赖上他。既已被拆穿，裴昭也不用装了。他睁开眼睛，看着身前气鼓鼓的女人，眼底浮过一抹笑意。这个女人既不吃软也不吃硬，自己只能死缠烂打了。嗨嗨，我受伤了，这意思是要自己让着他？凭什么？西宁气的脸都红了。你受伤就去看大夫，来我这有什么用？再说了，那些人本就是冲你来的，你不怕把人引到这边来？他可没有侍卫，他怕死。什么清风霁月的裴三郎，要他说就是黑心肠的夺命鬼。他们是冲我来，但你以为你能逃得掉？裴昭开口，西宁神情一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又没招惹流民，那些人凭什么会对付他？西宁觉得裴昭实在吓唬他，就想留下来。裴昭拍拍床边，让他坐下，西宁自然不肯，找了个脚凳坐得离他老远。裴昭心口的老血又想喷出来了，这女人不用每次提醒他自己有多招他烦。这些不是普通的流民，其中有八王爷的人就是长乐郡主的父王。裴昭将朝中局势简单跟西宁说了，尤其是自己站对太子，八王对他虎视眈眈的事。所以你当初买下我不是为了掩盖隐疾，而是为了抹黑自己的名声，让八王死心。西宁不是蠢人，皇子夺嫡稍不注意就是粉身碎骨，原主也只是这夺嫡之路中一枚小棋子罢了。可怜他一心以为裴昭是真心想要他。西宁敛着眸，人有些发了。他本以为自己拿的是种田剧本，哪里想到竟然卷入夺嫡之争中。什么隐疾？裴昭拧眉，他怎么不知道自己有隐疾？西宁下意识抬眸朝他下身瞥了一眼，裴昭立马就反应过来，脸直接黑了个透。西宁，爷会让你试试爷有没有隐疾。西宁打了个哆嗦，这又不是他说的，谁让裴三郎不近女色，买了原主也从未动过，任谁看都会觉得他不行。他避开他的黑脸，赶紧转移话题。所以现在要怎么办？八王爷眼里咱们2人已经绑在一起，要不你把卖身契给我，还我自由，没了我，你还是清风霁月的裴三郎，八王爷就会继续看重你，不要你的命，你看怎么样？他眼神满怀期待，眨巴着眼看向他。裴昭手紧紧攥住被子，眸底是翻涌的风暴。你休想，就算是死，我也要拉着你一起。第27章，他想娶她。西宁没想到裴昭对他的执念这么深，他到底是看上自己奶了，他改还不行吗？西宁坐在梧桐树下，已经叹了半天气。他的房间被裴昭霸占，自己想睡个懒觉都不能。唉，苏嬷嬷，姑娘这是怎么了？三爷住进来，她不高兴吗？厨房门口，忍冬往外探头，看着西宁唉声叹气的模样，他小声问苏嬷嬷：之前姑娘跟三爷闹僵，难过了好几天，现在三爷来了，姑娘好像也不开心。苏嬷嬷心里猜出几分，姑娘恐怕是对三爷死心了，倒是三爷不知怎的突然热乎了起来。唉，这男人啊，就是贱。你喜欢他的时候，他对你爱答不理，不喜欢了，又眼巴巴凑上来。看来金桂如裴家三郎也不例外。苏嬷嬷摇摇头，将砂锅中煮好的白粥倒进碗中，跟着西宁做了几个月的饭，他的手艺已经比之前好多了。给三爷送去。哦，忍冬被叫回神，端起托盘进了内室。西宁看着门帘落下，双手托腮，又深深叹了口气。唉，他一个大男人，不能跑不能动，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最重要的是他的床都被他霸占着，他晚上睡哪？西宁愁的脸皱成一团，恨不得将床上的男人踹出去。国公府回不去，难道没有其他地方去了？他就是故意的。内室，裴昭后背受伤，只能趴着，女人的床铺得很软，枕头上还有她的香味，不住地往他鼻子里钻，身上像被羽毛扫过一样，酥酥麻麻的。他着迷一般低下头，小心翼翼将脸埋进去，狠狠吸了一口。三爷，您的粥。嗨嗨。裴昭没想到忍冬突然进来，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把忍冬吓了一跳。三爷，三爷，您是不是伤口疼了？我去叫大夫。嗨嗨，不用。裴昭左手握拳放在嘴边掩饰尴尬，把粥放下吧。好。忍冬还是很怕他的，见裴昭真的不像硬撑，听话的将粥放在他旁边的矮桌上。你家姑娘呢？裴昭尝了一口白粥，滋味寡淡，瞬间就让他没了胃口。他想吃西宁做的。
姑娘在外面，让她进来。裴昭放下勺子，语气不容拒绝。忍冬蔫蔫的从内室出来，去找西宁。姑娘，三爷让您进去。西宁，他好不容易躲出来，那男人还真是一刻都不消停。叫我有什么事？自从知道裴昭死缠着他不放之后，西宁对他就没了好脸色。裴昭见他鼓着脸，气呼呼跟个小兔子似的，捉弄的心思就起来了。给我做饭。凭什么？西宁怒瞪。凭我是你的男人。你，西宁要被气死了。本来就是你耍赖，答应的事情做不到。要是裴昭守信，他现在都拿着卖身契远走高飞了。除了这件事，其他我都可以答应你。裴昭也不敢把他气狠了，到时候心疼的还是自己。那你搬出去。西宁，裴昭眉心跳了跳，他头疼。除了这个，他好不容易住进来，怎么会搬走？西宁就知道会这样，堂堂裴家三郎出尔反尔，说出去不怕坏了名声。裴昭一脸淡定，名声坏了不是更好，能让八王放下警惕。他这副无赖的模样将西宁气得不行。三爷，我不懂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但我已经说过我不做妾，你缠着我逼迫我，只会让我恨你。如果不做妾呢？裴昭突然认真，他从没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过，西宁是第一个。以前他对娶妻这件事看得很淡，对方大抵会是某个贵女，两人相敬如宾，但感情怕是不会有。可遇到西宁，他才发现他的心是鲜活的，里面可以装下一个女人的喜怒哀乐。之前他犹豫过找个大度宽容的妻子，不然凭西宁的小性子，进了国公府肯定有苦头吃。可是看着他此时娇俏鲜活的模样，裴昭不舍得了。妾再受宠爱也不过是个玩意儿，他要西宁做他的妻。呵，西宁愣了一瞬，然后冷笑出声：三爷不必说这样的谎话骗我，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国公府门槛高，西宁踏不进去。谎话说多了，他也不信了。而且就算裴昭说的是真的，可他的亲事他自己又怎么能做主？若是让安阳郡主知道自己最受宠的小儿子要娶一个青楼出来的继子为妻，西宁保证自己活不过明天。他惜命也心野，不想进那高门大院。他的抗拒太过明显，裴昭胸口闷疼，自己都要娶她了，他到底还在耍什么性子？说什么国公府门槛高，他把那门槛削平，把他抱进去，有他撑腰，谁敢给他脸子看？说到底还是眼前这个女人不喜欢他罢了。裴昭越想心口越疼，后背的伤口也隐隐作疼了。西宁见他不说话，以为是自己说动了他。我去给你煮粥，等吃完三爷就跟长林回去吧。他说完转身出了屋，只剩气得胸闷的男人狠狠捏了把他的枕头撒气。长林过来送衣服时，就看到自家主子脸比炭还黑。他挠挠头，不应该啊，主子都躺西姑娘床上了，怎么还不高兴？三爷，您的衣服我都拿来了，保证您能在这住上1年半载的。现在还是夏天，他连棉袍都收拾出来了，生怕西宁不知道他家主子的心思。裴昭抬眸，眼底都是冷意。拿走。啊，以为会被主子夸赞的长林傻眼了，这跟预想到的不一样啊。还没等他弄明白呢，西宁端着白粥小菜进来了。长林来了，等你家主子吃完饭就带他走吧。啊，他这次是真的惊了，什么情况？他才离开1下午，自家主子怎么就被扫地出门了？他又怎么得罪西姑娘了？长林一脸不赞同，西姑娘人美做饭又好吃，自家主子还不好好待她，现在西姑娘生气，肯定是主子的错。长林为他们2人操碎了心，自己以后还想继续蹭饭呢，主子可不能走。他站起身，突然捂住自己的胳膊，一脸痛苦的嚎道：哎呦，我这胳膊好像伤到了，不好意思啊，西姑娘，我家主子还是得麻烦您多照顾几天，等我好了，我就将主子带走。哎呦，我这胳膊疼得快断了，我得赶紧去看大夫。说着，他一溜烟就跑了个没影。床上的男人脸色缓和下来，这小子终于办了件人事，回去给他涨月钱。第28章，不会放手，吃吧。西宁垮着脸将粥递给他，长林已经跑没影，这男人恐怕一时半会是走不了了。他们主仆还真是一脉相承的无赖，自己根本不是这个男人的对手。裴昭敛着眸，眼底有些笑意，能留下来就还有机会。他以前听二哥说过怎么讨好女人，听他的话，对她好，给她买衣服首饰胭脂水粉，日子久了不怕他不动心。虽然西宁性子娇蛮了些，可只要自己脸皮厚，做好长期死缠烂打的准备，最后肯定能抱得美人归的。裴昭喝着香喷喷的白粥，心里已经有了计划。晚饭西宁煮的酸辣粉，庄子里种的红薯产量很高，除了供应火锅店的以外，西宁还教给刘老汉他们做粉条的法子，这不第一批做好就送到他这来了。葱花、蒜末、白芝麻、辣椒面、小米辣切段放在碗中备用，锅中热油淋在上面，香味就已经爆出来。厨房的门窗都打开，香味飘进院子里，连内室的裴昭都闻到了。他吸了吸鼻子，碗里的白粥突然不香了。
碗中再放入酱油和醋，加半勺糖搅匀，把煮好的粉条和青菜铺进去，撒上一把小葱和香菜，酸酸辣辣的味道让人流口水。嘶，好香！姑娘，这又是什么好吃的？忍冬趴在灶台边，眼睛紧紧盯着碗。西宁将做好的递给他，酸辣粉，尝尝。忍冬他们是吃过米线和粉丝的，都是粉状，所以对这酸辣粉并不陌生。只是跟软糯的米线不一样，这红薯粉条是透明的，煮熟之后咬起来很是劲道，酸辣入味。忍冬呼啦啦吃了一大碗。姑娘，这酸辣粉可真开胃，就是味道太重，三爷有伤在身吃不了。忍冬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他觉得裴昭来外院住就是宠爱自家姑娘，以后西宁肯定是要进国公府的，裴昭也是自己的主子。别提他，晦气。西宁低头吃着粉，嘟囔了一声。他现在就盼着裴昭伤快点好，然后麻溜走人。哦，忍冬乖乖闭上了嘴巴。好吧，姑娘还在生气，三爷也真是的，怎么哄人要这么久？他摇摇头，对这些男女之情没点头绪，还是干饭香。厨房主仆三人吃得香甜，裴昭馋得咽了好几次口水，还不能张口要。不过就算他能开口，西宁也不见得会给他。裴昭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酸辣粉吃不了，西宁煮的玉米他能吃。这玉米香甜软糯，西宁施舍了他2根。裴昭第一次见到玉米，他想到在火锅店喝的玉米汁，眼中闪过一丝暗光。这也是你庄子里种出来的？西宁手中的玉米棒已经啃了大半，他拿出来时就做好被裴昭问的准备了，与其遮掩着让他怀疑，还不如大大方方拿出来。这玉米产量如何？还有你那土豆红薯，是否可以当做主食？裴昭不是五谷不分的富贵哥，他在外游历多次，对农耕作物很是了解。今日吃火锅时，他就注意到了西宁种出了土豆、红薯这样饱腹的食物，现在还出现了玉米。想到城外的流民，裴昭心中燃起些希望。可以。西宁将手中的玉米全部啃完，拿起湿帕子擦了擦手。他的种子需要推广出去，仅靠他自己肯定是不行的，毕竟他无权无势，还是个柔弱女人，身怀宝藏，简直就是明晃晃告诉别人快来抢。裴昭在无赖，他也是国公府的郎君，而且他身后是太子，对于西宁来说，这是最佳合作对象。如果裴昭没有想要强迫他，自己跟他合作会更心甘情愿一点，不像现在总觉得把种子给他很吃亏。裴昭抬眸看他，等他接下来的话。我可以把种子给你，但有条件。你说，除了让我放开你，还有搬走，其他我都答应。裴昭怕他再说出自己不想听的话，提前堵死。西宁翻了个白眼，这男人还真不死心。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要娶妻，放我自由。他不相信裴昭会真的娶她，那就等他厌烦。西宁一直觉得裴昭对他只是一时新鲜，早晚会有腻的那天。裴昭察觉到他的顾虑，他知道西宁不信他，那他就用行动表明自己对他从来都是非他不可。好，我答应你。那你签保证书。西宁怕他又出尔反尔，将提前写好的保证书拿出来。裴昭心头一梗，自己在他这里还真是没有了信任。不过自己娶妻就放他自由，如果妻子是他，这个保证书就没用了。裴昭脸眸遮住眼底的深邃，提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西宁接过来，将墨迹晾干，很是珍惜的塞到贴身的荷包中。等裴昭娶妻那天，就是自己自由的时候，希望安阳郡主麻利一点，明天就押着这男人去成亲。西宁心底暗暗吐槽，他低着头，裴昭就能猜出他在骂他。嗨嗨，他握拳放在嘴边轻咳2声，西宁猛地回过神来。种子你要多少？玉米马上就能种，我目前也就能拿出300石，不过红薯和土豆比较多，能有1000石。他是按庄子的产出算的，手环里当然有很多，但是没办法直接给裴昭。不过只是这些也足够了。水灾波及范围在江南，目前流民尚且可控，国库的粮食加上下一茬的玉米，勉强能让流民们支撑过去。够了。裴昭抬眸看向他，女人坐在脚凳上，因为是在家里，头发只用发带绑在脑后，她穿着红衣，眉眼生动鲜活，说起粮食作物，整个人都带着惑人的吸引力。裴昭的心砰砰直跳，不受控制，他想抱她。谢谢你，西宁。他买下这个女人本是意外，可西宁带给他的却是无穷的惊喜。裴昭觉得自己彻底沦陷了，遇到这个女人他算是栽了，既然拥有了她，他说什么也不会放手。男人的眼神直白赤裸，西宁脸有些热，他猛地起身，不想在房间待着。谢什么，都是为了百姓，厨房还有事，我先出去了。第29章同床共枕。西宁在厨房躲了半天，等忍冬烧好水，他洗完澡，头发都晾干之后，他终于没有躲的理由了。呼！西宁深吸一口气，掀开门帘走了进去。外院就这2间屋子，苏嬷嬷和忍冬屋里睡不下3个人，除了回来他无处可去。裴昭早就预料到这结果，所以他从西宁出去之后就淡定得很，反正床在这，他不信西宁不回来。
裴昭完全不觉得自己做法无赖，追女人不就应该死缠烂打吗？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将媳妇娶回家？我睡里边，你要是赶过了这条线，明天我就雇人将你抬出去。西宁脱鞋上床，用被子在床中间隔开。他的床不大，睡两人明显有点挤，可现在也没有办法。裴昭躺在床上看他，女人低着头，黑色的秀发都披散在脑后，没有那些首饰脂粉装饰，女人显得格外清丽娇俏。他心间酥痒，很想捏一把她柔软娇嫩的脸颊。知道了，他忍下冲动答道，但看着西宁恶狠狠的模样，裴昭又有点嘴贱。倒是你，别越界跑我这边才好。那你可放100个心，我是绝对不会碰你一指头的。西宁气呼呼，裹在自己的被子里，紧紧贴着墙壁，完全没注意身后男人眼中的笑意。油灯被熄灭，屋里瞬间暗下来，月光透过窗棱洒进来。裴昭就着月光看着女人的背影，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发油，怎么这样香，一直往她鼻子里钻，惹得她身上燥热难耐。夏日本就闷热，如果不是裴昭在，西宁早就换上她的吊带睡裙了。现在跟这男人同床共枕，她不仅要穿得保守，被子还要裹得严严实实。西宁从未跟人一起睡过，尤其还是对他心怀不轨的男人，翻来覆去半夜，听到裴昭平稳的呼吸声后，他才闭上眼睛。只是他刚睡着，身旁的男人就睁开了眼睛。裴昭后背伤口很深，稍微动一下就钻心的疼，可饶是如此，他还是撑起身子往西宁那靠了靠。等两人头发交缠在一起，闻着他身上的暖香，裴昭才满足的睡了过去。次日清晨醒来，西宁先是转头看了下身边的男人，昨晚他睡得很熟，也不知道他老不老实。见裴昭老老实实趴在他那块，没有越界，西宁心里才放松下来。早上吃的葱油饼和小米粥，配上西宁自己腌的小咸菜，就连裴昭这么挑剔的人都吃了3碗。种子我要给谁？吃完饭，西宁说起了正事。玉米马上就能种，他怕耽误了时机，毕竟城外那群流民等不及。现在太子每日在城外施粥，流民们就靠每天1碗米汤撑着。玉米早1日种下，他们就早1日吃饱饭。我让长林带人来搬。裴昭吃完，用帕子擦干净嘴说道。他刚说完就被西宁瞪了一眼。既然你能联系到长林，待会儿你跟他一起走。裴昭，他算是明白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搬走是不可能搬走的。他默默从怀里掏出1沓银票，这是1000两银子，我在这住1个月。相处这么久，西宁的性子他也能摸清几分了。比起喜欢他，这女人显然更喜欢银子。果然看到裴昭手中的银票，西宁的表情都变了，他眼睛笑成月牙，眼神亮晶晶的。行吧，就1个月哈，等1个月后你必须离开。他才不承认自己是爱钱，只是这是1000两银票啊！即使自己火锅店跟西记2家铺子生意都很好，想要赚够1000两也得2-3年。所以不是他不想赶裴昭走，实在是他给的太多了。裴昭爱极他这副财迷的模样，爱钱是好事，反正他钱多，而且他赚钱本就是要给媳妇花的，现在就当提前交给他了。长林来得很快，裴昭只说让他多带些人，没说要做什么。他还以为是自家三爷将西姑娘彻底得罪，被扫地出门了。等看到西宁堆在库房的玉米种子和红薯土豆，长林惊了，这是捐给朝廷的。死！这位西姑娘还真是大方，这么珍贵的种子，她说捐就捐，没有丝毫犹豫。不愧是他们三爷看中的女人，有当家主母的风范。西宁点头，这些种子你们拿去种一半，剩下的当作赈灾粮给城外流民吃。作物生长周期快则3个月，慢则5个月，他也怕城外的流民等不及。江南的水灾已经渐渐平息，京城并没有波及到，所以百姓们日子虽然难过，但并不至于要饿肚子。从这些百姓口中分出来一点粮食给流民，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抱怨。只要上下一条心，天灾肯定很快就会过去。裴昭和西宁的想法一致，见长林看向他，裴昭微微点头，听西姑娘的。长林应是，招呼着手下人搬东西。裴昭受伤的事瞒着国公府，但太子等人是知晓的。现在裴昭突然送来这么多东西，太子都震惊了。你说这些粮食亩产上千石，可是真的？长林心里紧张，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西姑娘说的应该不会有假吧。长林心中打鼓，还是对着太子点了点头，是真的。好！太子击掌大笑，程渊还真是姑的福星，竟为姑找到这高产的作物，周朝的百姓有福了。有了这几样高产作物，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会逐步上升，到时候即使八王也不是他的对手。太子胸中澎湃，脸色激动的都红了。长林见他是真的高兴，特地给西宁请功。殿下，这作物能找到，多亏了西姑娘，这都是西姑娘给主子的。西姑娘？太子思索了下，是你家主子那个从江南买来的外室。裴昭买外室的事，他自然是知晓的。自己这个得力能臣突然自毁名声，别人不知裴昭的心思，太子肯定是了解的。他对这个外室并没有放在心上，谁想到竟然还种出了玉米等作物。听到长林的话，太子对西宁上心了。
等长林走后，太子就派手下去查，孤道要看看这西姑娘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竟然惹得裴家三郎那样清俊出尘的人都动了心。第30章，这个西市倒是有趣。太子手下的速度极快，傍晚时西宁的信息就已经摆在了太子的桌案上。这西市倒是有趣，不求男人宠爱，竟自己去开吃食铺子。看到西记跟火锅店生意火爆，太子眼中的兴味渐浓，怪不得连裴昭都动心。这西姑娘果然不是普通小娘子，就连他都有些好奇这火锅是何种滋味了。大暑过后，京城天气越来越热，但西宁的火锅店生意却越来越火爆。天气太热，他买了消食制冰，铺子里放了冰盆，引得不想吃饭的客人都想进来乘凉了。而且有了冰，西宁还推出了冰碗和凉粉，各种时令新鲜水果铺在冰沙上，再淋一勺浓浓的牛奶，那味道冰冰凉凉，爽到心里，跟火锅简直就是绝配。裴寻和同僚坐在角落，吃一口羊肉卷，再吃一口冰粉，既解腻又爽口。他对面的同僚也是个吃货，两人点了满满一桌子，都不够吃。姚大人将口中的鱼片咽下，八卦兮兮的往前探起身子：“裴大人，我听说这火锅铺子是你家三郎的外室开的，可有这回事？”要说起来，这还是沈记传出去的。这个吃货加话痨，自从吃过一次火锅之后，就拉着东宫的同僚3天2头的往这跑。裴昭受伤，他见不到人，只能找其他人。这吃火锅自然要聊天，说着说着就把西宁的身份说出去了。不过这在城北本来就不是秘密，只是这些达官贵人不关注普通百姓的谈资。西宁开火锅店的事，最后还是靠沈记在上流圈子传播。裴昭是谁？那可是京城最出色的小郎君，他的外室不好好在家安分所宠，跑出来开什么火锅店？不少人打着看笑话的主意来，谁知道一口就被虏获了。这火锅是真的香。西姑娘开火锅店是造福他们，男人的宠爱算什么？他们的喜爱还不够吗？在裴昭不知道的地方，西宁已经从他那见不得人的妖媚外室一跃成为京城的女厨神。一顿火锅虏获了京中大多数人的味蕾。听到同僚的问题，裴寻表情滞了滞。西宁确实是老三的外室，只是他们家还没人承认，尤其他娘这些日子正张罗给老三娶妻呢，这个外室早晚要打发出去的。裴寻咽下口中的羊肉，心中很是遗憾。他倒是觉得这外室很好，就凭这一手厨艺，做他们裴家的三夫人都够了。裴寻可不像安阳郡主那样有门第之见，娶妻与其娶个门当户对的高门贵女，还不如娶自己喜欢的。他看老三就已经喜欢上这位西姑娘了。他含糊地嗯了一声，同僚的好奇心却还没得到满足。听说那位西姑娘不仅吃食做得好，长得更是美貌，裴三郎真是好福气。这样的女子谁不喜欢？简直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以前他们还嘲笑裴昭自毁名声，养个青楼出来的，现在才发现他们才是目光短浅的。这西姑娘可是个宝贝，裴寻头都要埋进碗里了。老姚这碎嘴子，吃饭都堵不住他的嘴。他吃完饭就悄悄买单，这店里可不少同僚。裴寻还不想这么快就把身份暴露出来，不然凭他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大伯哥身份，可不好继续再来店里吃饭。裴寻回到家，身上还有火锅味道，林氏一闻就知道他去了呢。怎么又去吃了？前天不是刚去了？这火锅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林氏念叨着，吩咐小丫鬟取干净的衣服来，让裴寻换上。夫人是不知道，这火锅锅底辛辣刺激，是从未吃过的味道，自己涮肉涮菜都格外过瘾。等下次我带夫人一起去。我才不去，若是让母亲知道了，她肯定要怪罪。林氏是个嘴馋的，她虽没吃过这火锅，但每次裴寻吃完带一身味道回来，她也能闻出这火锅有多香。可是她再馋也不敢挑战婆婆的权威。安阳郡主最近都在给裴昭物色妻子的对象呢，自己跟裴寻去西宁店里吃东西，像什么样子？裴寻也怕他娘，听到林氏的话，他垮了肩膀。哎，娘也真是古板，我看这西姑娘不比那些高门贵女差，而且老三也喜欢，要是能嫁进来，你还能跟着她学学厨艺。好啊，裴寻，我看你就是想吃东西，连你亲弟弟都能卖。林氏笑骂着揪住裴寻的耳朵，这吃货还真是心眼子都长吃上了。裴寻慌忙搂住自己媳妇，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吃货不好吗？人生有美食有美酒就是极乐。呸！外里！两人笑成一团，屋里的小丫鬟悄悄出去带上门。相较于大房的欢乐，安阳郡主这里沉闷闷的。啪！老三如今连家都不回了，就住在那外室院子里。好啊，他眼中怕是没有我这个娘了。郡主，我听长林说三爷是受了伤，不舍得让人担心，才去外院住的。嬷嬷在旁边劝，然而安阳郡主根本不听。哼，他哪里有这么体贴？以前受伤比这厉害的时候多了去了，还不是带着满身血过来见我？这次只是伤了后背，就不能动不能跑的，非要去那外室床上躺着。他的心思，我这个当娘的还能不明白？这孽障，怕是对那外室上心了。安阳郡主最怕的就是这个，他们裴家的男人不动心则已，
动了心就只认准那一人。安阳郡主不想跟儿子闹僵，可西宁的身份实在低微，堂堂国公府三郎娶个从青楼出来的，这说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安阳郡主倚在床头，越想越觉得心口疼。你去让林氏找那外室说道，问他怎么才能离开老三，不管要多少银子都给他，只要不过分的要求都答应。趁着裴昭还没栽进去，他得赶紧将两人拆散。自家儿子那个犟种他管不了，只能从西宁这边下手了。林氏听到嬷嬷的话一点也不意外，只是这差事不好做，谁知道那西姑娘是什么性子，她让人走人就能走。林氏苦着脸让婆子去准备马车。裴琪和裴月见娘亲要出去，缠着他娘要一起。娘，你是要去找三叔吗？我们也要去。上次三叔给他们的糯米凉糕他们还惦记着呢，三叔好久不回家，他们都馋了。第31章炸鸡薯条。林氏上门时，西宁正带着忍冬在做炸鸡。许久没吃这高热量食物，他着实嘴馋了。尤其前2个月酿的樱桃酒已经能喝，西宁就想着做点下酒的小菜。姑娘，这要炸多久啊？忍冬帮忙烧火，西宁自己炸。鸡翅鸡腿外面裹上一层蛋液面粉，油温6成热就可以下锅。西宁看着火候，听到忍冬问，他知道小丫鬟是嘴馋，遂笑着答道：早着呢，再忍忍。好吧。忍冬吸了吸鼻子，这味道可真香，自己帮姑娘烧火，待会儿第一块姑娘会不会就赏给她吃？忍冬心里美滋滋的，烧火更卖力了。炸鸡中火炸至表皮金黄后，还要大火再炸一遍，直到表面酥脆。西宁现在有银子，也舍得买香料，他用花椒碾碎做了椒盐，番茄酱也早已熬制好。有番茄酱，那薯条也不能少。他们主仆2人忙了半晌，炸了满满一盆，整个小院都飘着炸货的香味。娘，好香，想吃。裴琪就是个小吃货，还没从马车上下来就闻到了香味。裴月性子腼腆，可也跟着哥哥点头。他小手拉着林氏的衣摆，葡萄般黑亮的眼睛中满是渴望。娘，吃。2个小祖宗这副嘴馋的模样，可是把林氏愁坏了。这味道不知道从哪飘出来的，他们想吃自己去哪找？而且这边都是居民区，肯定是哪家在做吃食，自己贸然上门讨要，实在是不成体统。林氏摸摸2个孩子的脑袋，温柔安抚：你们2个听话，等回府让厨房给你们做点心吃。家里的点心不好吃。裴琪嘟着嘴，他早就吃腻那些没有滋味的点心了。林氏心头一梗，他也觉得不好吃，只是婆婆喜欢清淡，府里的口味几10年没变，他都快看破红尘了。娘，你说这香味不会是从小婶婶家传出来的吧？之前三叔就给我们带过好吃的凉糕，肯定是小婶婶做的。别看裴琪年纪小，脑子聪明着呢，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三叔给的凉糕，除了小婶婶，他想不出谁还有这么好的手艺。什么小婶婶，别乱叫！林氏捂住他的嘴，板着脸教训道：老三这个外室身份尴尬，是绝对进不了国公府的，而且婆婆不待见他，若是让婆婆听到裴琪叫她小婶婶，恐怕要迁怒于她。进去以后别乱说话，知道吗？不然回去罚抄大字。知道了。裴琪虽然不服，但写大字对他来说就是折磨，只能乖乖听自家娘亲的话。只是他不懂，小叔叔喜欢的女人不就是他的小婶婶吗？大人真奇怪。他老成的叹了口气，拉着妹妹的手跟林氏下车。门响时，西宁刚把炸鸡和薯条都炸出来，他以为是许娘子过来串门，擦着手出来。来啦！林氏预料到西宁美貌，却没想到她这样美。小娘子穿着一身青绿的薄衫，因为做饭袖子挽到肘弯，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臂。她头发松松垮垮挽在脑后，门打开就露出一张芙蓉面。饶是林氏见惯了京城贵女的风采，还是不免惊艳到了。您是？西宁没想到门外是个雍容华贵的夫人，她下意识以为是走错门了。林氏从惊艳中回过神来，挂上温和的笑：西姑娘，我是裴昭的大嫂，能进去谈谈吗？裴昭的大嫂？西宁秀眉微蹙，不知林氏怎么找上门来了，但想想屋里躺着的男人，她心里有了眉目。西宁将门打开，让林氏进来。住处简陋，裴夫人莫见怪。林氏怎么会见怪？说到底，这院子还是裴昭买的，以前觉得只是个不重要的外室，随便找个地方打发了就行。然而现在裴昭上了心，再让西宁住这样的地方，林氏心里都看不过去了。在来之前，林氏对西宁的印象就是妖媚，以为她是个惯用手段勾引男人的，可真正见了西宁，林氏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这西姑娘容貌虽然妖艳，可谈吐处事大方磊落，而且她身穿素衣挽着袖子，显然是从厨房出来。没想到她还这么接地气，林氏心里对她的印象都变好了。裴琪、裴月兄妹跟在后面，一进院子就闻到那股炸鸡的香味，2个团子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哥哥，是小婶婶。裴月想说是小婶婶炸的，但是他不常说话，都是几个字往外蹦。不过作为同胞兄妹，
裴琪明白妹妹的意思，她跟着点头，就是小婶婶做的，上次的高高肯定也是。虽然林氏不让他们叫西宁小婶婶，但裴琪裴月兄妹心里早已经认定了，这样漂亮做饭还好吃的女人，三叔要是不能娶回家，肯定是三叔不行。院子很小，外面的动静裴昭自然也听见了。听到林氏上门，裴昭脑中警铃一响，知道他肯定是奉母亲的命令过来。怕林氏为难西宁，裴昭撑着桌子从床上起身，他后面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一动又裂开了。可裴昭根本不在意，扶着门框就走了出来。大嫂，老三，三叔叔。西宁背对着门，林氏和2个小团子先发现了他。听到动静，西宁转身，见他这副虚弱的模样，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伤口还没好，起来做什么？赶紧回去躺着。他好不容易等到他伤口结痂，现在肯定又裂开了。这男人后背的伤医日未好，就不会离开他的院子。西宁可不想让他一直赖在这。裴昭哪里不清楚他的心思，自己爬起来是为了谁？还不是怕大嫂为难他。可面对西宁时，他可不敢放狠话，语气柔和地解释道：没事，已经可以下床了，大嫂过来，我理应出来迎接。他这副温柔说话的模样，西宁已经习惯了。裴家三郎不耍无赖的时候，人还是很好的，只是林氏是真的惊了。这还是他们家老三吗？不会是被什么妖怪附身了吧？就算对安阳郡主，他也没这么温柔过。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面对喜欢的小娘子，就算冷淡如裴三郎，也会不舍得对她冷淡。林氏心里犯愁，完了，她没想到裴昭会陷得这么深。看来婆婆的任务，她是完不成了。第32章5万两离开裴昭。几人在院里坐下，西宁搭的葡萄架已经长起来，虽然还没开花结果，但绿油油的叶子看着也很是喜人。它的花圃里种着西红柿、辣椒、黄瓜、豆角、茄子等时令的蔬菜，红的绿的紫的，看上去惹眼极了。林氏在高门大院待惯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接地气的小院子，不豪华不精致，但处处透着烟火气，待在这儿没有规矩束缚，人是放松的。林氏自己都喜欢上，别说是裴昭了。她心里叹了口气，自家婆婆看中了半辈子的门第，恐怕这位西姑娘并不放在眼里。裴琪裴月坐在林氏身边，2个小团子身量小，扒着石桌边才能将头露出来。他们盯着西宁，眼睛都不错珠的看。你就是琪琪和月月的小婶婶吗？裴琪。林氏眉心一跳，这臭小子自己在车上怎么叮嘱的，现在全忘了。被娘亲呵斥，裴琪缩了缩脖子，乖乖闭嘴，不敢说话了。倒是他的这句小婶婶取悦了裴昭。裴家三郎笑得荡漾，伸出手揉了把自家侄子毛茸茸的头顶，替他求情。大嫂何必跟个孩子计较？再说琪琪说的也没错，他要娶西宁的心已经定下，是绝对不会更改的。林氏想劝，但西宁还在旁边，有些话不好让他听，愁得林氏手里的帕子都快被搅烂。西宁玲珑心肠，哪里不懂林氏的想法？他今日找上门，恐怕就是让自己离开裴昭。西宁心中求之不得呢，但说出去，任谁也不会信是裴家三郎对他死缠烂打。西宁起身，将空间让给他们2人。要是林氏能将裴昭劝走，他能去庙里给他请个长生牌位供起来。我去拿点零嘴，你们聊。他进了厨房，将门带上。林氏欣赏他的知趣，这样生着玲珑心的小娘子，若是出身高点，安阳郡主早就求着将人娶进门了。怨就怨他是楼子里出来的，裴昭再喜欢也不能娶回家，不然国公府的名声算是彻底坏了。林氏叹了一口气，小声劝裴昭：老三，嫂子知道你喜欢西姑娘，可你们2人身份太过悬殊，就算娘愿意，别人怎么看你？没有西宁在，裴昭又恢复了他的冷淡。是我娶妻，关别人什么事？只要我喜欢，管他公主还是乞丐，她只是我裴昭的妻。你，林氏心里都要给他叫好了。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为何要分高低贵贱？喜欢的本来就是人，而不是身份。可是她还背着婆婆的任务，这种倒戈的话是万万不能说的。你是要走仕途的，西姑娘的身份给不了你助力，而且还会为你招来非议。你现在喜欢她，可以包容这些问题，若不喜欢了，你可有想过那时候自己会不会怨？西姑娘无父无母，嫁给你就只有你一个依靠，若你不能从一而终，还是不要轻易许下承诺的好。同为女人，林氏最知道女人的难处，她怕裴昭只是一时新鲜，等厌了西宁，对西宁来说就是绝路。裴昭放下茶杯，眼中是罕见的严肃认真。嫂子的顾虑我都知晓，只是裴昭不是3心2意的人，我认准西宁自然会1心1意的待他，还请嫂子回去转告母亲，裴昭不孝，这次只能违背他的意思，裴昭非西宁不娶。你，裴家最固执的就是裴三郎，他决定的事谁劝都没用。林氏知道从他这里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了。正好此时西宁端着托盘出来，炸鸡还没凉，焦黄酥脆的外壳撒上一层椒盐粉，只是闻一下就让人流口水。薯条放在一个小簸箕里，旁边的白瓷小碟装着番茄酱、
色香味俱全，轻易就招惹了两个团子的目光。小婶婶，这是什么吃食？裴奇记吃不记打，林氏说了好几遍，他也记不住，一看到吃的就又叛变了。西宁还不至于跟个孩子计较，而且这次之后他们也没机会再见了。裴奇想叫什么都随他去叫吧。他拿了一个炸鸡腿递给他，温柔的笑道：“这是炸鸡，你尝尝好不好吃？”说着，他又递给了裴月一个。小姑娘双手接过来，甜甜的唤了他一声：“谢谢小婶婶。”林氏对这称呼已经麻木，他就不该心软，把这两个孩子带来，跟他们爹一样是个吃货，见了吃的跑不动道。林氏扶额，还在愁怎么完成婆婆的任务，眼前就被递了个炸鸡。西宁娇艳的脸浮现在他面前，林氏又忍不住出神了。真美，裴夫人也尝尝。哦，好。林氏本来是要拒绝的，可被西宁美貌迷惑，等反应过来时，炸鸡已经在嘴里了。香，真香。他也不是没吃过美食，可这样新鲜美味的食物还是第一次吃。林氏默默吞下拒绝的话，专心啃鸡腿。他算是理解了自家相公为何能天天往火锅店跑。西姑娘的手艺真的绝，炸鸡都这样好吃了，那火锅得是什么样的美味？林氏突然想去火锅店尝尝了。裴昭有伤在身，不能吃油腻的，西宁就将薯条递给他。不过薯条虽不比炸鸡美味，但蘸着番茄酱，酸酸甜甜的，也别有风味。裴昭一根接一根吃得舒坦，裴奇小吃货也跟着捏了一根放进嘴里。好吃，是甜的。裴奇像发现了新大陆，他还是第一次吃酸酸甜甜的食物呢。裴奇拿起一根蘸了番茄酱的薯条喂给妹妹，裴月的眼睛也唰的一下亮了起来。兄妹两人像小仓鼠一样，嘴巴鼓鼓的停不下来。林氏忘了自己是为何而来的，几人将桌上的炸鸡薯条全都吃了个干净。最后林氏还没忍住，差点打了个嗝。他可真是放纵了，这馋嘴的毛病多少年没犯了，非今日管不住这张嘴。西宁端着空托盘进了厨房，林氏咬咬牙跟上。自己刚才吃了人家西姑娘这么多东西，还要说将人赶走的话，他实在是骚得慌，说不出口。西姑娘，我……林氏支支吾吾，西宁都要看不下去了。裴夫人，您有话直说就好。林氏见她这样温柔通透，心中更是愧疚万分。可婆婆交代的事必须办成，她也只能得罪西宁了。西姑娘，给你5万两银子，离开裴昭。第33章，帮他上药。啊？多少？西宁惊了，他耳朵没听错吧？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啊？给你500万，离开我儿子。这不是他最喜欢的狗血总裁文里经常出现的吗？没想到自己穿越古代，还能感受一把。西宁心里唏嘘，脸上不免带出点情绪。林氏以为他嫌钱少，咬咬牙又加了1万，6万两。西姑娘，除了银子，你有其他要求？只要不过分，国公府都能答应。6万两银子不是小数，足够西宁这辈子荣华富贵了。裴昭是安阳郡主最得意的儿子，为了他，安阳郡主也是下血本了。好啊，西宁跟啥过不去都不会跟银子过不去。再说了，裴昭对他来说就是个麻烦，林氏花钱买走他求之不得呢。只是他话还没说完，裴昭就出现在门口。大嫂，你跟他说没用，是我缠着他。你回去告诉母亲，日后不必再来打扰西宁，只要我不放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断。听着裴昭霸道的话，西宁翻了个白眼，要不是自己卖身契在他手里，他早就远走高飞了。裴昭真以为自己能困住他，天真。林氏没想到自己干坏事正好被当事人抓到，脸色窘迫极了。她嫁到裴家这么多年，就没遇到过比这更尴尬的事。外院是绝对不能再待下去了。林氏这会儿差事没办成，回去也就是被婆婆骂一顿，若是再把小叔子得罪了，那才是两头不落好。行，你好好养伤，母亲那里等你回府之后再说吧。林氏说完，带着2个小团子离开。裴七裴月不舍得走，扒着外院的石凳问西宁：“小婶婶，我们以后还能再来吗？”小团子白白糯糯的，看上去乖巧可爱，西宁很喜欢他们。但是2个小团子毕竟是国公府的孩子，日后恐怕是没机会再见了。林氏知他为难，而且说到底是他没管教好孩子，他让嬷嬷把2人抱走，跟西宁歉意欠了欠身，带着人离开。等外院的门关上，马车声走远，裴昭沉着脸抓着西宁的手进了内室。忍冬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吓得他赶紧过去敲门，生怕裴昭对自家姑娘动手。姑娘，滚！男人一声厉喝，忍冬更担心了。房门紧紧关着，西宁被他按在门后，外面是小丫鬟担忧的呼唤，面前是男人充满怒火的脸。你就那么想离开我？区6万两银子就能说服你？裴昭心尖疼得发麻，他从不知道喜欢一个人会这样难受。西宁越是推开他，他越想步步紧逼。你不是早就知道的吗？我们2人本来就不该在一起，离开也只是回到了各自的世界。西宁有些慌，裴昭的脸色太难看了。没有不该，只要我想，你就是我的。
正值傍晚，屋外的夕阳透过窗子洒进来，男人背着光，眼中的偏执似要将他吞没。裴昭一手放在门板拦住他的去路，一手捏着他的下巴。阿宁，听话一点，别惹怒我。下巴的指腹微凉，西宁没忍住抖了抖身子。他竟不知裴昭对他的执念这么深。他想着如何离开才不会让男人恼怒，却没注意裴昭已经盯住了他的红唇。裴昭，男人的唇舌和他的人一样霸道，他动作青涩，轻咬着女人的唇，让她被迫接纳自己，舌尖探进去，霸道的在女人身上留下自己的味道。西宁倚在门板上，浑身发软。裴昭适时搂住她，抱着女人去了床上。他吻着女人的雪颈，在上面种下点点绯色，听着身下女人的娇颤，裴昭浑身硬得发疼。阿宁，别不要我！他将头埋进去，女人呼吸急促，胸前的2团饱满起伏，男人的呼吸也跟着粗重起来。西宁虽没有过男人，可对裴昭的反应一清二楚，他动情了。你快起来！那你答应我，不离开我。裴昭无赖到极致，西宁的领口被扯开，青色的小衣露出来，衬得他的皮肤白得晃眼，嫩得诱人。裴昭想亲想咬，而他也这么做了。外面还有忍冬焦急的呼唤声，西宁忍着身体的躁动，紧紧捂住自己的嘴，不让声音溢出来。裴昭见他这样，就越想欺负他，直到身下的女人化成一滩水，他才大发慈悲放过了他。阿宁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他指尖勾着西宁的衣带，女人露出的雪肤上已经布满了痕迹，眼角氤氲着红色，她被折磨的眼泪都流出来。西宁不想理他，自己根本不是这男人的对手，跟他作对，最后难受的还是他。滚！他抬腿想踹他，却被他握住了脚踝，裙子滑上去，露出一小截瓷白如玉的腿。裴昭眸底如墨，低下头在上面轻轻落下一吻。女人的皮肤娇嫩敏感，瞬间变成了绯色。裴昭勾起唇角，眼中尽是得意。他好像找到了拿捏西宁的办法，他怕痒怕亲，动情时整个人乖得不行，让他恨不得将人揉在怀里宠坏。阿宁，我背疼。裴昭握着他的小腿吻上去，说话的语气带着委屈。他今日强撑着下床，还抱了他，身后的伤口早就裂开了。裴昭不说还好，一说西宁就闻到那股血腥味了。你快下去，我让忍冬去找长林。西宁再讨厌他，也不会看着他受伤不管，而且他还等着裴昭伤好后走人呢。然而男人根本不放开他，压在他身上，拉着西宁的手附在自己的领口。你帮我！裴昭！西宁被他磨得没了性子，这男人无赖起来，自己根本招架不住。裴昭在他脖颈间蹭了蹭，阿宁我疼，帮我。西宁最后都不知道怎么答应他的，跟鬼迷心窍一样。裴昭的上衣赤裸，趴在床上。西宁的床单是红色，裴昭肤色极白，若不是后背有一道狰狞的伤口，西宁还有心情欣赏。他知道裴昭伤的严重，却不知伤口这么深，看着裂开的伤口，西宁心间突然疼了一下。第34章鸿门宴。他下手都忍不住放轻了。裴昭感觉到他的温柔，嘴角轻轻勾起，他就知道西宁心很软，只要自己缠着他装柔弱，早晚有一天会把人打动。裴昭已经做好长期粘人的准备，反正他已经认定这个女人绝对不会放手。国公府，林氏带着2个小团子回来，进了府正好看到2房的弟媳崔氏。妯娌2人往常就不对付，崔氏是御史的女儿，性子和她爹一样严肃古板，而林氏做姑娘时性子有些跳脱，崔氏很是看不上她。大嫂这是去哪了？还带着2个侄子。崔氏这话就差明说她贪玩了。林氏心里想骂街，脸上还得维持着和善的表情。安阳郡主不喜儿媳之间争执，作为长嫂，林氏只能忍着。当然是出门办事，不像弟妹平日清闲。林氏也不是好惹的主，她递了个软刀子过去，让下人带着2个小团子回院子，她则去婆婆那里回话。崔氏板着脸，还想再说，林氏已经绕过她走远了。她拧着眉，林氏今日出门她是知道的，而且还知道是奉婆婆的命令。崔氏对自己在安阳郡主那里的地位不如林氏，很是耿耿于怀。论家世，她和林氏不分上下；论品性，崔氏觉得自己高林氏一头。自己做姑娘时就已经熟读女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嫁了人更是孝敬公婆，尊重丈夫。然而安阳郡主遇到重要的事，还是只会找林氏，想不起她。崔氏是争强好胜的性子，从不觉得自己是2房就该吃喝养老，她也想替婆婆分担。看着林氏往主院走，崔氏抬脚也跟了上去。安阳郡主从林氏出门就一直在等消息，她知道掰不回裴昭的性子，可那个身份低微的外室难道还敢跟国公府作对不成？安阳郡主已经做好了把西宁赶走的准备，然而林氏却告诉她裴昭非西宁不娶。安阳郡主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这个孽障，这个孽障，他是要气死我啊！安阳郡主靠在椅背上，嬷嬷急忙给她揉着胸口。林氏不敢多言，
裴昭性子固执随了谁？还不是眼前这位？母子两人都是做了决定就不会再改的。现在裴昭对西宁上了心，他们强行将人拆散了，只会让裴昭恨上他们。林氏叹了口气，安阳郡主逼得越紧，越是会将裴昭逼走，还不如等他慢慢腻了呢。只是西宁那样的家人，若他是男子都不会腻，更别说自己这个偏执又痴情的小叔子了。安阳郡主注定要失望了，我绝不同意一个外室进门。他们裴家就没出过继子身份的人，即使丫鬟也没有。现在裴昭还想娶这继子为妻，安阳郡主气得快要吐血。崔氏在门帘外听了半天，终于明白两人说了什么，也知道了今天林氏出门是去做什么。裴昭那个外室，崔氏也有耳闻，她和自家婆婆一样，都对这个青楼出身的外室很是看不起。在崔氏看来，女子清白大于天，即使沦落青楼，也该以死守节。而西宁还是在青楼里长大的，崔氏对她只有嫌恶的心。母亲，儿媳有个主意。林氏都没解决的问题，崔氏想要做成，让安阳郡主看看谁才是她最得力的儿媳。崔氏掀开门帘进来，在林氏身边站定，扭头看她时，眼神中还带着挑衅。林氏以前觉得这位弟妹麻烦，事事都要跟她较劲，可这次她却觉得崔氏出现的好。西宁的事就是烫手山芋，有裴昭在，谁也不能将他赶走。崔氏不懂裴昭有多偏执，主动揽下这桩事。林氏低着头，嘴角的笑险些都压抑不住了。哦，你有什么主意？安阳郡主知道两个儿媳私下有些别苗头，不过只要不闹到面上去，她也不管。崔氏出身御史之家，最是重名声，比起林氏，她确实更适合解决西宁的事。安阳郡主坐正身子，眼中浮起期待。这还是自家婆婆第一次正眼看她，崔氏腰板都忍不住挺直了。那外室仗着老三宠爱不肯离开，那就让她看看老三的出身有多高贵。她要娶的都是世家贵女，可不是一个继子能比的。儿媳想着何不办一场宴会，把那外室也邀请过来，等她见到了各家贵女，恐怕会自惭形秽，不敢再攀附老三。崔氏将自己带入西宁，她最重名声，若让她在一群贵女中被羞辱比较，想死的心都会有了。安阳郡主手指点着桌面思考了一会儿，觉得崔氏的主意有些道理。行，那这事就交给你去办。砚贴送到西宁手中时，他还以为是送错了。国公府给我的？怎么可能？不过这宴会恐怕是专门给他办的鸿门宴，安阳郡主还没打消将他赶走的心思。西宁本不想去，但这些天裴昭实在是粘人，动不动就压着他亲，西宁有些招架不了。而且他怕自己动心。裴昭这样出身相貌品性都好的郎君，打着灯笼都见不到几个，他也是俗人，也会被美色所困。以前裴昭亲他还会抗拒，可男人的本能都是无师自通的，亲了几次就慢慢熟练。西宁每次都被他亲到腿软，连心也渐渐要偏过去，这可不是好兆头。西宁不想进那高门大院，所以要是安阳郡主能给他自由，就算是鸿门宴他也去。宴会在下个月，时间还早。西宁接了砚贴，没有任何变化，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倒是裴昭在西宁的照顾下，伤口渐渐痊愈。这1个多月是他23年中最清闲的日子，醒来身边就是心悦的人，吃的是他亲手做的食物，每天还有他陪着说话。虽是吵闹，但裴昭却很喜欢。他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日子，一人3餐4季，足矣。宴会举办时，裴昭的伤已经彻底好了。为了这场宴会，西宁还特地置办了一身新衣衫。安阳郡主不喜他娇媚，他就特意往娇媚上打扮。艳红色的裙衫绣着大朵的鸢尾，发髻更是繁琐，缀满了首饰。他坐在镜前上妆，男人从后面圈住他，握住了他手中的眉笔。我来。第35章长乐郡主的挑衅。男人左手指骨托着他的下颌，右手接过眉笔，他微微弯着腰与他视线平齐，两人相距极近，西宁还能闻到他身上的松墨香味。他手指蓦地蜷缩起来，心跳得飞快。裴昭蹙着眉，一副严肃模样，比处理公务还要谨慎。好了。就在西宁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裴昭终于起身站直。他拿过镜子递到他面前，镜子里的女人容貌娇艳，两弯柳叶眉恰到好处，为女人增了几分温婉。如何？裴昭学过丹青，美人图画过无数，但这还是第一次给人画眉，尤其是心上人，饶是淡定如裴家三郎，心里也不免有几分紧张。还好。西宁努努嘴，其实他心里很喜欢，捧着镜子照个没完，可嘴上还是不想说他的好话。裴昭不经他允许就帮他画眉，在西宁心中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裴昭越界了。然而男人越界又不是第一次，若不是两人还没成亲，裴昭在床事上绝对不是浅尝辄止那么简单。赏花宴在长公主的府中，长公主和安阳郡主是堂姐妹，两人自小关系就亲密，如今虽都当了祖母，但感情却没变过。原本国公府只给西宁发了帖子，但裴昭这个无赖硬是挤上了马车，跟着西宁一同过来。长公主府已经有不少贵女到来。
说是赏花，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宴会是为了什么。裴昭那个外室，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大家都好奇是什么样的女人将裴三郎的心勾走。现在终于有机会见到，收到帖子的人都来了，即使没收到帖子的，也找门路蹭了进来，就为一睹西宁芳容。我听说那外室是裴三郎从青楼买来的，他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男人不都这样，喜欢乖巧听话的，那青楼就专为男人调教女人，这外室肯定有过人的本领在身上。贵女们皆面露嘲讽，很是看不上西宁。长乐郡主坐在席间，他跟这些贵女一向不对付，不过这次他们的话，长乐郡主很爱听。哼，昭哥哥就是瞎了眼才会看上那个外室，上次他还为了那个外室凶我，爹爹说要为我报仇，可那个外室还好好的，他手中的帕子都要搅烂了。这些天裴昭都在外院住着，长乐郡主心里火烧火燎的，急得不行。我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若待会儿搞砸了，回去定饶不了你。长乐郡主小声呵斥身边的丫鬟，小丫鬟一脸惊恐，奴婢已经安排好了，还请郡主放心。在众人的翘首以盼中，西宁终于到了。她红衣墨发，飞天髻缀了金钗，钗尾是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行走间翅膀颤抖，让她整个人多了灵气。裴昭走在她身边，男人穿着黑衣，他嫌少穿黑色，这次出门本来打算穿白衫，可看到西宁的穿着，他又回去换了套衣服，腰间用红色腰封固定，隐隐跟身边的女人衣服呼应。两人一进门，园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死！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们很相配？俊男美女永远是最惹眼的，更别说西宁今日还特地打扮过。崔氏扶着长公主进来时，看到她也惊了，她手上不自觉用了劲。长公主人精似的循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这就是你们家老三那位外室？果然是倾城颜色。长公主年纪大了，就喜欢这种漂亮的小姑娘。西宁容貌虽艳，可眼神清澈，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好感。可惜了。长公主叹息一声，这小姑娘钟灵毓秀，就是出身低了些，安阳郡主看不上。崔氏也没想到西宁这样美，而且在她心里一直认为西宁是个妖艳贱货，现在见到人了，发现只是个漂亮的惊人的小姑娘，崔氏那些难听的话忽然就说不出来了。而且看老三那不值钱的样子，恨不得将人揣兜里，崔氏才后知后觉，为何自己接下任务这么顺利。他那大嫂是知道难做才给他的呀，倒是他傻乎乎扑上来了。崔氏心里就是后悔，然而大话已经说出去了，他要完不成，日后安阳郡主更不会看重于他。大家都坐吧。长公主进来后招呼着众人落座。你们都是年纪相仿的小娘子，肯定能玩到一起去，都别拘束。长公主是很慈爱的长辈，贵女们并不畏惧她。哼，姑姑这话可说错了，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跟我们一起玩的。长乐郡主从人群中起身，她斜睨了西宁一眼，脸上尽是鄙夷的表情。您怎么把她也请来了？脏死了！长乐！长公主冷声呵斥，八王这个女儿真是被惯坏了，刁蛮任性，说话不过脑子。姑姑我又没说错，她就是脏啊，您快让她走。郡主不必烦忧，我们这就离开，跟你同在一片天底下才是肮脏。裴昭怎么能容忍别人欺负他的女人？听到长乐郡主的话，他心中的杀意就已经沸腾了。八王伤了他的账还没算，长乐郡主竟然还敢在他面前作死。昭哥哥！长乐郡主傻了，裴昭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他的脸。不对，他已经打过了，之前是在西记门口，当着一堆贱民的面，现在是当着京中贵女的面，他被心上人羞辱了2次。长乐郡主又委屈又难堪，跺脚指着他，他到底有什么好？你竟这样护着他？他不知道自己输给西宁哪了，明明他家世容貌都不输，难道就因为自己不会取悦男人？长乐郡主看向西宁，一脸怨恨。那自己把他毁了呢？反正他本来就是从青楼出来的，被一群男人玷污，也只是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长乐郡主眼中的恶毒西宁一眼就看见，他心头一紧，这女人绝对不会放过他。西宁暗暗将情绪压在心底，他是想离开裴昭，但自己并不想出意外，长乐郡主他惹不起，只能躲着了。裴昭公然给西宁撑腰，惹得园里的贵女一阵唏嘘，这裴三郎还真是上心了。崔氏指甲掐进肉里，脸上勉强勾起笑意。老三说什么傻话呢？西姑娘是嫂子叫来的，定不会让她受委屈，这里都是女眷，你一个大男人留下做什么？快走。第36章，吃货的认同。裴昭也知道自己留不下来，但他担心西宁，生怕自己心尖尖上的人被欺负了。他拉着西宁的手，用众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谁欺负你，你就记住他的名字，我不为难女人，但会去找他的父亲算账。众贵女，裴三郎，算你狠。若是被裴昭找上门，他们父亲可不会心软。有了裴昭的威胁，贵女们消停了，就算看西宁不爽，也不敢找他的麻烦。只是长乐郡主的妒火越来越深，没人注意他身边的小丫鬟悄悄离开，众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
西宁独自坐在角落里，因为有裴昭的威胁，没人找他麻烦，但也没人与他结交。西宁乐得清闲，他知道国公府给自己递帖子的目的，就安静坐在那等着崔氏找上来。不过没等来崔氏，他倒等来一个娇俏的小姑娘。姐姐，你吃的是什么？西宁嘴馋，忍冬特意给他做了个零食袋，里面装的都是他做的零嘴。此时西宁吃的就是他刚做的拇指饼干。小姑娘被奶香味吸引，坐在他身边，眼巴巴看着他。西宁最受不了这样的萌物，从零食袋掏出一根递给他，尝尝。好。小姑娘手扶着椅子，头往前一探，就将饼干咬在嘴里。她嘴巴鼓鼓的，吃东西时眯着眼，像她前世养的猫，乖巧可爱。西宁手痒了，等他反应过来时，自己的手已经落在小姑娘头上。他一惊，慌忙收回来。园里的贵女都不是他能招惹得起的，眼前这个小姑娘虽可爱，但他也不想过于亲近。然而他刚收回手，小姑娘就鼓起了脸。喜欢摸摸？他霸道得很，拉着西宁的手落在他头上，给姐姐摸。哎呦，我的小郡主，您怎么在这呢？还没等西宁说话，突然从身后窜出来一个胖乎乎的妇人，他一把挥开西宁的手，将小姑娘护在怀里，看西宁的眼神带着警惕。小郡主，这里都是人，您可别乱跑，省得有不怀好意的人伤害到您。妇人看着西宁说的，小姑娘从他怀里挣脱出来，鼓着包子脸气道：姐姐才不是不怀好意的人，王嬷嬷你不许说姐姐。小郡主，王嬷嬷被训斥，脸色涨红。西宁是什么身份？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外室，自家主子竟然还护着他。是嬷嬷不对，太子殿下说了让您早点回去，咱们现在快走吧。王嬷嬷不想两人纠缠，搬出了太子。果然小姑娘脸垮了下来。那好吧。她听话的任王嬷嬷牵住手，走之前还对西宁道：姐姐，我还会来找你玩的，你的点心很好吃。小姑娘心思纯净，还是个吃货，西宁很喜欢她。只是刚才嬷嬷说的太子，西宁已经猜到了这小姑娘的身份。听闻太子殿下有个幼女极为受宠，恐怕就是眼前这位。西宁不想小姑娘伤心，笑着点点头。好。听到她答应，小姑娘才高兴的蹦蹦跳跳离开。姐姐，我叫周莹，你要记住了，我一定会再来找你的。小郡主，走了。崔氏一直注意着这边，见小郡主走了，他才过来。西姑娘，裴二夫人。西宁一直在等着她，见到崔氏并不意外。西姑娘才貌双全，给老三做妾实在是委屈了。我知道老三性子执拗，可母亲年纪大了，老三最是孝顺，母亲不愿的是他为了孝道，最后定会妥协。我怜惜姑娘才华，不忍你成为他们母子之间的嫌隙，所以姑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你愿意离开老三。听到他的话，西宁笑了。这番话林氏也对他说过，他本以为国公府让他离开是有自己的法子，原来还是想让他主动提。然而他的卖身契都在裴昭手中，决定权从来不在他手里。我只想要回我的卖身契，只要裴二夫人能帮我拿到，我立马就离开。真的？崔氏没想到他答应的这么容易，有些惊讶。真的。西宁点头，真的不能再争了。好，我答应你，也希望西姑娘记得自己的承诺。崔氏还没想到是裴昭不放手，他想着拿到卖身契会很简单，而且就算拿不到，也可以给西宁重新办个身份。反正只要他愿意离开，自己就有的是法子。崔氏解决了西宁的事，整个人也轻松了起来。他和西宁不是仇敌，而且西宁这么好说话，崔氏对他的印象也变好了几分。有老三那句话，这些贵女不敢欺负你，西姑娘可以好好玩，我失陪了。西宁也没什么好玩的，他本以为会被人为难，然而裴昭帮他解决掉。宴会上的吃食都很寡淡，这和周朝的饮食有关，但西宁是个重口的，尝了2口点心就不吃了。他自己沿着假山看风景，山洞里突然窜出一个男人，怀里抱着的正是周莹。你站住！小姑娘已经晕过去，男人身形消瘦，一身黑衣在山洞之间灵活穿梭，见西宁撞见他，男人眼中闪过一抹厉光。找死！他奉主子的命令，好不容易抓到小郡主，哪想到竟被人撞见了。黑衣人放下周莹几步，走到西宁面前，伸手就要捏住他的脖子。西宁做了准备，往后猛地退了一步，他手背在身后，悄悄从手环中取了一根电棍。前世他经常下乡，山里有那种流氓野汉，为了安全，西宁在手环里准备了不少防身工具，没想到穿到古代竟用上了。黑衣人见他敢躲，眼中的杀意更甚，他手握爪冲着西宁而来，就在手快要碰到他脖子的时候，西宁猛地将电棍挥了过去。吱吱吱，男人被电得抽搐，直直摔在地上。西宁怕他晕得不够，拿着电棍又狠狠挥了过去。赵哥哥，就是这，我的丫鬟说在这里见到了那个女人。西宁还没来得及检查那男人的呼吸，假山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长乐郡主带着一群贵女跟裴昭过来了。第37章长公主的赞赏。
长乐郡主让小丫鬟找了个乞丐侮辱西宁，再带着人去捉奸。他大声嚷嚷着，生怕园子里的人听不见。裴昭脸色阴沉，脚步匆匆，他高估了自己的威慑。长乐郡主想要害西宁，又怎么会将他放在眼里？裴昭心中杀意翻腾，如果西宁出了事，他会让周瑶偿命。昭哥哥，我就说他啊，杀人了！长乐郡主本来以为自己会看到乞丐玷污西宁的场景，哪想到会看到西宁好端端站在旁边，而男人昏倒在地上。他惊得嘴里能塞下个鸡蛋，整个人正在那像个小丑。裴昭看都没看地上的人，快步跑过去将西宁抱在怀中，表情是从未有过的担忧和急切。有没有伤到哪里？西宁摇摇头，电棍已经被他收回手环中，只是她到底是个柔弱女子，黑衣人是冲着她命来的，如果不是她手里有保命的工具，这会儿恐怕已经死了。她身子有些后怕的颤抖，裴昭心尖一疼，将她抱得更紧了。昭哥哥，他杀人了，而且这男人是怎么进来的？会不会是他的姘头？长乐郡主见裴昭那样焦急地护着西宁，他心里的妒火已经快忍不住。闭嘴！裴昭猩红着眼，周身皆是杀意。长乐郡主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我又没说错，不是他带进来的，还能是谁？西宁不是包子，长乐郡主接连为难他，他要还能继续忍，直接叫西王八算了。那长乐郡主又是怎么知道这边有男人的？还这样恰好将人都带来了。西宁从裴昭的怀中起身，面对着众人。听到西宁的话，贵女们恍然大悟。是啊，郡主怎么知道的？他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会不会这男人就是郡主找来的，想要欺辱西姑娘？他们又不是傻子，哪里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怎么看都像是长乐郡主的阴谋。众人小声嘀咕着，看长乐郡主的眼神都带了质疑。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害她？就是这女人不检点，勾搭男人勾搭到长公主府里来了。我身边的丫鬟亲眼看到她和那男人在一起的。长乐郡主叫嚣着，殊不知自己的把戏早就被人看穿。西宁勾唇，嘴边浮起一抹淡笑，她往旁边走了2步，露出身后被挡住的周莹。既然郡主说自己的丫鬟亲眼看到我和这男人在一起，那定然也看到了小郡主。这男人绑架了小郡主，我过来救人，倒是不知郡主的丫鬟为何不帮忙救人，还要诬陷我的名声。小郡主，这男人竟然是来绑架小郡主的。西姑娘救了人。周莹是被人打晕，这会儿听到周围的吵闹声，人慢慢清醒过来。西姐姐，她睁开眼就看到西宁，后脑勺的疼痛让她眼圈都红了。西宁过去将人拉起来，周莹靠着她站好，手紧紧挽着她的胳膊，一副依恋的模样。裴昭看着她的手，眼中闪过一抹吃味。西宁是他的，即使是个小姑娘也不能跟他抢。有周莹作证，众人都知道自己误会了西宁。长乐郡主想要陷害他，却落得一个冷漠的名声。周莹毕竟是他的堂妹，他却见死不救。贵女们摇摇头，这样的人他们可不敢交好。长乐郡主的名声一下子就臭了。他焦急跺脚，不对，这是不对。他吩咐丫鬟找的是个乞丐，怎么会是个绑架周莹的杀手呢？那个乞丐呢？还没等他弄明白，长公主府的侍卫就奉命将杀手带走，赶在他的府里绑架周莹。长公主不把人刮层皮弄清楚，她怎么跟太子交代？周莹被嬷嬷带去检查身体，那杀手虽没使劲，可他身子娇弱，头部又是极危险的地方，以防万一，还是得好好检查。周莹知道是西宁救了她，对这个漂亮姐姐更依赖了。姐姐，我检查完就去找你，你等着我。小姑娘脸色煞白，眼圈红彤彤的，活像个可怜的小兔子。西宁不忍心拒绝，点点头答应下来。好。长公主那边要问话，西宁被叫过去。房中，长公主跟崔氏正说着这事。三郎这个外室既有绝色容貌，还机智冷静，也不知道她一个弱女子是怎么将那歹徒放倒的。这样聪明果敢的小娘子，即使京中也出不了一个能跟她媲美的，恐怕只有徐家的青荣了。徐青荣是丞相嫡女，万千宠爱长大，可即便如此，也只能勉强和西宁相提并论。长公主打着扇，话中带着试探：“你家老夫人见过这西施没有？”崔氏摇摇头，当初裴昭买了人就安置在外院，安阳郡主自持身份，怎么会去见他？原本以为将个外室打发走很容易，但见了人，崔氏也把握不准了。难怪裴昭能动心，这样的小娘子确实有让他动心的资本。这事情或许还有转机，你莫将人得罪死了，看三郎的架势，恐怕不会轻易放手。侄媳知道的。崔氏点点头。西宁进来，他们2人才止了话头。长公主问了他是怎么发现有人的，又是怎么制服那歹徒。前个问题好回答，假山处偏僻，歹徒没想到他会出现在那里。只是西宁手无缚鸡之力，却将一个男子放倒。西宁捏了把手心的汗。我之前学过配药，随身带着迷药，那歹徒见我是女子没放心上，这才着了道。电棍是无法拿出来的，还好他手环中有迷药。只是他随身带迷药，万一心怀不轨，
对贵人们也是隐患。西宁也是铤而走险，长公主是个慈爱的长辈，看在她救了周莹的份上，应该不会责怪她。果然，听了西宁的话，长公主并没有生气，相反还带着赞赏。身为女子，你有防身的技能，这很好。秦嬷嬷，将我库里那对血玉镯给西姑娘，她救了莹儿，本宫自然要感谢她。长公主谬赞，这本就是西宁该做的，换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见死不救。哼，那可说不定。园子里发生的事都传到长公主耳中，长乐郡主说的那些话，她自然也都听到了。先不说裴昭和老八不想扯上关系，就周瑶那愚蠢刁蛮的性子，就让她厌恶。相比起来，西宁跟裴昭还真是绝配，只是可惜了。第38章，成了他的女人。回外院的马车上，裴昭紧紧握着他的手，握了一路。西宁知道他担心，他冷硬的心都有融化的迹象。到了外院，不等西宁自己下车，裴昭就打横将人抱起。忍冬和苏嬷嬷两人没跟他去长公主府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裴昭抱着他下车，两人还以为他受了伤。姑娘，三爷，我家姑娘这是怎么了？两人匆忙围过来，裴昭冷着脸从他们面前走过，西宁挣脱不开，只能摇摇头，让两个仆人别担心。裴昭抱着他进屋，将门锁上之后，就开始扒他的衣服。下山轻薄，他稍微一扯，西宁身上的衣服就被解开，白皙皮肤落在男人眼中。裴昭解衣的手指颤了颤。裴昭，你要干嘛？西宁腰被他搂住，上身的衣服已经全部脱掉，只剩一片青色的小衣。他双手环胸，却不知这动作让胸前的饱满更加惹眼。裴昭呼吸粗重起来，他解开西宁衣服，原本只是想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伤，哪知道这女人肤如凝脂，身上没有丝毫瑕疵。他视线往下，眸底是深沉的墨色。西宁见他半天没说话，伸手要将自己的衣服抢过来，男人突然一把按住他。裴昭，你混蛋！他的唇被男人咬住，胸前一凉，小衣带子被他解开。西宁只觉身子一软，嘤咛一声落在他怀里。裴昭素了这么多年，初开荤有些把持不住，西宁被他压着，再挣扎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阿宁，你是我的！裴昭咬着他脖间的软肉研磨，西宁酥痒推着他。裴昭却以为他在抗拒自己，心间又酸又疼，叼着那块软肉使了力气。阿宁不许赶我走，不许讨厌我！阿宁现在已经是他的女人，他会提亲娶她。西宁在床上躺了3天，裴昭被他赶出去。这男人技术没有体力还超好，他的腿现在还是酸的。忍冬和苏嬷嬷都知道自家姑娘发生了什么，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暧昧。两人还在私下偷偷烧了香，菩萨保佑，姑娘跟三爷终于成了。忍冬看着苏嬷嬷一脸的喜意，也跟着开心。嬷嬷，咱们姑娘是不是要进府里了？虽然西宁之前说过很多次她不会进国公府，可现在她已经是三爷的女人，肚子里恐怕都有了三爷的孩子，哪里还能待在外面？苏嬷嬷脸上是挡不住的开心，她低声吩咐忍冬：你这几天悄悄收拾行李，就凭三爷对咱们姑娘的心思，估计就这几天了。唉，两个仆人的心思，西宁自然不知道。她是跟裴昭滚了床单，但并不代表她就要成为他的女人。露水情缘罢了，如果不是裴昭技术太差，他还能当做自己找了个丫。而且崔氏答应要给他卖身契，肯定不会食言。西宁已经打算好，等卖身契到手，他就离开裴昭。等西宁完全恢复，已经是5日后。这几天太子的赏赐也到了，他救了周莹，还有之前捐作物给城外的流民，这2个功劳足够太子将他记住了。西姐姐，我来找你玩了。跟着太子赏赐一块到的还有周莹，他身后跟着的人换了一个，那婆子笑着跟他行礼。见过西姑娘，老奴是小郡主身边的秦嬷嬷，您救了小郡主，太子殿下很是感激，特地让老奴给您送来赏赐。周莹是太子最宠爱的小女儿，所以这赏赐很是厚重，光金银玉器就值上万两。西宁这个穷鬼还没见过这么多宝贝，两眼放光，强忍着才没伸手摸上去。周莹走到他身边，拉着他的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娘亲本来也要一起来的，父亲说怕惊到你，等有机会再让西姐姐去我们府中，到时候娘亲再好好谢你。好。西宁任他牵着，没拒绝周莹的亲近。他在京中没有背景根基，以前是靠裴昭，如今他都要离开裴昭了，太子殿下于他而言是个很好的靠山。西姐姐上次的点心还有吗？莹儿想吃。周莹拽着她的裙角，小声问道。尚且还有婴儿肥的小脸红扑扑的，眼中带着迥异。她最是爱吃东西，吃了西宁一根拇指饼干，她就惦记上了。西宁摇摇头，已经吃完了。周莹眼中的光一下子消失，好吧。只是西宁接下来一句话又让他眸子亮起。不过没有饼干，有其他好吃的，姐姐给你拿。他今日刚做好的泡芙，现在表皮酥脆，最香甜了。烤箱还是裴昭帮他做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出尘不染，金贵非凡，
可做起这些脏活来也丝毫不弱。西宁咬唇，自己怎么又想到他了？那个男人自从前日离开，就再也没回来。他虽想着裴昭不缠着他，他开心，可真的不管不顾了。西宁心里又很不舒服，这男人不会得了手就不在意了吧？不过这样也好，自己就可以问他要卖身契了。西宁将脑中的杂绪挥散，端着一盘泡芙出来。他表皮做的菠萝酥，里面是打发的奶油，微甜不腻，他自己就能吃一盘。尝尝，看看喜不喜欢。西宁递给他。周莹身边的秦嬷嬷脸色虽然没变，可那宽袖中的手却倏地握紧。小郡主入口的东西需要极小心，现在他吃了西宁的点心，若出了事，秦嬷嬷不敢想。只是如今西宁是太子和小郡主眼前的红人，他也不好说那些扫兴的话，惹主子不开心。西宁惯会看人眼色，秦嬷嬷的想法他自然知晓。西宁捏起一个泡芙递给秦嬷嬷，嬷嬷也尝尝。秦嬷嬷笑着接过放进嘴里，泡芙表皮酥脆，里面是绵软的甜奶油。他上了年纪就喜欢吃甜食，这泡芙一口咬下去，他就知道为何小郡主整日惦记着西宁做的点心了。这样美味的甜心，就是真下了毒，他也会吃下去。第39章卖身契到手。国公府，安阳郡主冷着脸摔了手里的茶杯。那个逆子还没起来。嬷嬷低头将碎片捡起来，小心翼翼地回话：三爷还跪着。逆子，他早晚要将我气死。前日裴昭回来跟他说要求娶西宁，安阳郡主不同意，他就在院门口跪着，一跪就是3天。这3日他滴水未进，安阳郡主生气的同时又有些心疼，可真让他答应裴昭娶西宁，比杀了他还难受。主子，三爷的性子您知道，不达目的不罢休，没有您点头，他肯定长跪不起。那就让他跪，我看到底是他的命重要，还是娶那外室重要。安阳郡主咬牙，帕子盖在额头上，全当看不见。也不知道那外室到底给裴昭下了什么迷魂药，竟让他以死相逼。安阳郡主还未见过西宁，心里就已经彻底厌恶上他。同在府中，裴昭做的事，大房二房也得了消息。裴寻这些天还是经常去火锅店，西宁推出了凉茶，清热降火，配着火锅最是舒适。因着美食的缘故，裴寻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弟媳很是喜欢。见裴昭为了求娶他在安阳郡主门口跪了3天，他找来林氏，想让他帮西宁说说好话。林氏翻了个白眼，手指在他胳膊上拧了几圈。老三都劝不动娘，你还让我去，这是看你媳妇管家太自在了是不是？她虽是长媳，可国公府真正当家做主的是安阳郡主。林氏行事谨慎，可不想在安阳郡主那里落了把柄。娘也真是的，老三喜欢就让他娶呗，就他这冷心冷情的性子，好不容易有个心仪的姑娘，娘还棒打鸳鸯，也不怕老三打光棍。裴寻嘟囔着，什么门当户对，老三能力出众，还是太子面前的红人，根本不需要助力。到了他这个地步，有个喜欢的妻子比什么都开心。只是他娘看不穿，林氏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裴昭一直跪在那。他换了身衣服过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崔氏。崔氏没给他好脸色，这大嫂平时看着爽利没心眼，但在老三的事上却坑他。那外室就是个烫手山芋，他不仅没将人赶走，还让老三以死相逼也要娶她。安阳郡主已经对他不满意了。哼！崔氏冷哼一声，连招呼都不打就进了主院。母亲，安阳郡主撩了下眼皮，见是他，脸色有些不耐。你来做什么？崔氏手心帕子攥紧，忽略心底那丝埋怨，说道：母亲，儿媳有办法能让西氏离开三郎。听到他的话，安阳郡主表情都未变。这话他已经听了好多次，可2个儿媳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将西宁赶走。他已经不信他们了。母亲，西氏对三郎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他一直未离开，不过是因为卖身契在三郎手里，只要将卖身契归还于他，这西宁答应过会立刻离开三郎。真的？他不会纠缠。安阳郡主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就怕那外室是以退为进找的借口。崔氏心中有几分笃定，虽然他和西宁接触的不多，可知道那女人不会出尔反尔，而且他能感觉得到西宁并不想进国公府。真的？崔氏点点头。安阳郡主的眸子亮了，让老三进来。裴昭已经离开5天，他以前缠着他时，西宁还觉得烦，现在人走了，连个消息都没有，西宁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蹲在花圃里摘着刚成熟的茄子，只是心不在焉，竟将才长出来的小茄子都摘了。忍冬攥着拳头，一脸的担心。嬷嬷，三爷什么时候接我们姑娘进府啊？这都5天了，三爷不会是忘了吧？怎么能忘？男人刚破了女人的身子，应该是最新鲜的时候，现在裴昭一走就是5天，连苏嬷嬷也拿捏不准他的心思了。难道男人都是得到手就不珍惜？可自家姑娘这副好容貌，三爷不该这么快就腻啊。苏嬷嬷不懂，看着西宁这几天魂不守舍的模样，两人心里也火烧火燎的。三爷可别辜负他们家姑娘才好。裴昭是在夜里回来的，此时西宁都收拾完正要睡觉，男人却突然闯进来抱住他。
什么人？他还没说完就被男人堵住唇舌，男人动作有些急切，西宁憋得喘不过气，腰也被他掐得生疼。裴昭，你又发什么疯？突然睡了，他又突然消失，现在回来却跟没事人一样强吻他，这是将他当做了什么？想睡就睡的玩意儿吗？西宁知道原主的身份只是个青楼妓子，可不代表他就能容忍裴昭这样对他。西宁气得眼圈都红了，眼泪落下来，滴在两人的唇舌之间。尝到苦涩的咸味，裴昭的意识终于恢复过来。阿宁，别哭。他伸手慌乱给西宁擦着，眼中满是懊悔。我是太激动了，不是故意要欺负阿宁，阿宁不哭好不好？母亲已经答应他娶西宁，裴昭迫不及待要告诉这个好消息，却在见了他之后情难自已。西宁偏过头躲开他的手，他声音哽咽，带着不自知的撒娇抱怨：三爷想动手，我又怎么能奈何得了你？反正西宁对于三爷来说就是个可有可无的玩意儿。阿宁！西宁的唇被男人指腹压住，他口中的话生生堵在了嘴边。烛光下，男人的脸色严肃，他下巴处还带着新鲜的胡茬，刚才没注意看，此时西宁才发现他有些憔悴，像是几天都没睡觉。裴昭不想听他这样作践自己，在他心里，西宁就是无价之宝，是他千辛万苦想要求娶的妻子。他从怀中掏出卖身契递到他手中，阿宁不是玩意儿，这是阿宁的卖身契，等明日去官府销了户，你就自由了，以后她就是自己的妻。剩下的话裴昭没说，母亲已经答应他娶西宁，只是为了国公府的名声，要给西宁一个体面的身份。裴昭想好去找长公主帮忙，他知道长公主喜欢西宁，而且他膝下无子，若让长公主认西宁为干女儿，他娶西宁母亲也说不了什么。阿宁马上就要嫁给他了。第40章，他要离开。他的卖身契，西宁呼吸都凝滞了，他盼了半年的东西终于到手了。真的给我？西宁小心翼翼地接过，紧紧握在手中，还有些不可置信地问裴昭：阿宁想要自由，我给。裴昭见他开心的模样，心里也很满足，只要西宁想要的东西，他都会给。谢谢三爷。西宁这次是真心实意的感谢，虽然裴昭强迫了他，但卖身契在手，西宁觉得自己也可以原谅他一次。有了卖身契，他就可以离开了。西宁心中是控制不住的激动，他知道那是对自由的渴望。他正想着离开的事，男人突然将他抱住，整个人靠在他身上。阿宁，我好累，陪我睡觉。他为了让安阳郡主同意，在院门跪了5天5夜，现在人都是虚的。裴昭说完这话，人就晕了过去。西宁身前一沉，差点没站稳，摔在地上。喂，裴昭！西宁咬牙，拖着男人将他送到床上。西宁想帮他脱掉外衣，然而男人的手紧紧抱着他，掰都掰不开。西宁只能放弃。也不知道这些天发生了什么，他还从未见过裴昭这样憔悴的模样。而且他愿意将卖身契给自己，肯定是有原因的。西宁对这种未知很惶恐，想找崔氏问清楚。国公府，裴昭拿着卖身契离开，连衣服都没换。安阳郡主看在眼里，也气在心里。这个逆子，必须让他跟那外室分开。嬷嬷给他抚着胸口，好一会儿，安阳郡主才缓过来。他黑着脸吩咐崔氏，明日亲自去丞相府提亲。徐家小姐徐清荣跟老三才是门当户对，那外室的卖身契已经给他，赶紧将人打发走。崔氏低着头不敢多言。是。从主院出来，崔氏重重吐了一口气。他现在心里就是后悔，后悔接下这个差事。跟大嫂林氏相比，他还差得远呢。崔氏带着丫鬟婆子回了二房，院里点着灯，小丫鬟见他回来，连忙吩咐人上菜。二爷呢？听到崔氏的话，小丫鬟脸色有些难看，支支吾吾说道：二爷没回来，长风来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说是这些天二爷都在外面住。知道了。崔氏脸色煞白，袖中的手攥紧，抖着唇，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上菜吧。唉，小丫鬟应着，转身就叹息一声。二夫人还真是可怜，成亲后二爷在府里过夜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更别说两人同房了。二夫人都嫁进来6年了，却一直无所出，外人都说她是不能下蛋的母鸡，可其中的苦楚只有他们这些贴身的下人知道。二爷都不回府里，二夫人又怎么能怀上孩子呢？饭菜上来，崔氏挥退了伺候的下人，他嚼着米饭，那张时常严肃的脸上落下2行泪。他知道裴玉不爱他，他爱的是自己的双胞姐姐。这桩婚事是他强求来的，可裴玉不知他已经爱了他15年，从10岁那年裴玉救了他开始。可是现在他有些爱不动了，原来再深的爱也会累。裴昭睡了3天才彻底恢复过来，昏睡的这3天可把苏嬷嬷跟忍冬二人给吓坏了。姑娘，三爷是生病了吗？要不要找个大夫来给他看看？西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男人呼吸声平稳，除了睡不醒外没有其他的问题。他摇摇头，等他自己醒来吧，若明日还没醒，
你就去叫大夫。好。裴昭是被饿醒的，连着5、6天没吃东西，他感觉自己人都要虚脱了。他醒来时，西宁正坐在窗前的贵妃榻上看账本。西记和火锅店给他带来了100两银子的收益，再加上裴昭给的钱和太子的赏赐，他现在也有2000两银子傍身了。有了这些银子，他在哪都能活得很好。西宁想去江南，若留在京城，凭裴昭的性子肯定不会放过他，不如离得远远的，等时间久了，裴昭就不会再记着他。或许过2年他再回来，裴昭都已经成亲生子了。想到日后他身边会有其他的女人，西宁的心间酸酸涩涩的。明明知道他们不可能，他还是生了不该有的心思。这样不对，他要快点离开了。阿宁，我饿。裴昭低声唤他，西宁从自己的沉思中回过神来，他侧身揉了揉眼睛，将账本收好，我去给你拿吃的。他不知道裴昭什么时候醒，这些天灶上每日都煮着粥，就等他醒来吃。很快，西宁就端着白粥小菜进来了。裴昭靠坐在床头，睡了3天，已经养好了精神，只是几日没休整，人看着有些邋遢，但即使如此，也不掩裴三郎的清风霁月。西宁没再多看，将粥放下就要离开，被男人一把握住手腕。阿宁，留下陪我。裴昭语气温柔，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他这些天在梦里梦到了阿宁，阿宁身穿凤冠霞帔嫁给他，梦很美，他都舍不得醒来。西宁虚虚握了握指尖，点点头，好，我不走，反正自己已经决定要离开，在临走之前就顺从心意多陪陪他吧。等日后他们2人也不会有再见的机会了。裴昭很饿，但也没忽略了身边人。他以前在大房吃过饭，大哥大嫂吃饭时都会说些家常话，比如京城发生的新鲜事，亦或是2个侄子又怎样调皮。裴昭从不关心京城的八卦，他和西宁也没有孩子。裴家3郎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话题。东宫的饭很难吃，我从来没吃饱过，要是每日能吃你做的就好了。他现在身子好了，就该继续去东宫当值了。只是想想那里的饭，他就觉得痛苦。西宁尚在发呆，脑子迟缓，听到裴昭的话，他下意识回答，那我给你做。真的？裴昭眼睛亮了，阿宁要给他做饭？那我们说好了，阿宁给他做饭，是不是代表阿宁心里有他？裴昭美滋滋的，连碗里寡淡的白粥都觉得香甜起来。吃完饭，西宁起身收拾，裴昭扶住他的腰，手指往下，还疼吗？第41章，裴三郎的欲望。西宁脸涨红，握住他的手指，不疼了，都已经过了5、6天，早就好了。他微微垂着头，将半边精致的侧脸对着裴昭，脸颊的红晕惹得男人呼吸急促，被女人握住的指尖情不自禁挠了下他的手心。裴昭，西宁手心一痒，慌忙甩开他的手。这男人不会是又要发情了吧？裴昭确实动情了，饱暖思淫欲。他现在吃饱喝足，还连续睡了3天，精神好得很。而且刚开荤的男人哪里还能再继续吃素？心爱的女人就在眼前，让裴昭做个柳下惠，这万万不可能。阿宁，帮我洗澡好不好？他拽着西宁的袖子，磁性低沉的声音带着撒娇的语气。西宁心里瞬间酥麻起来，只是想到那晚的疼痛，他还是冷冷拒绝。不好，这男人纯人菜瘾大，他可不想再疼一次。裴昭见他拒绝，也没继续闹。他好几日没梳洗，身上也有些邋遢，日常爱洁的裴三郎还是不好意思让西宁看到他的狼狈的。趁他去洗澡，西宁将床单被套换了，换完后他就坐在贵妃榻上发呆。裴昭刚才的模样显然是不会放过他的，卖身契已经到手，西宁离开的日子也要定了。现在难的是他要如何在裴昭眼皮子底下离开。这男人伤好之后也依然赖在这里，西宁连收拾行李都没机会。他不知道崔氏用的什么法子，若明日去府衙销户的时候能见他一面就好了。西宁不想再继续跟裴昭纠缠，这个男人太好，他怕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心。裴昭梳洗完，带着一身水气进来，他的胡子已经刮干净，还是那位清俊的裴三郎，湿发披在脑后，发尾还在滴着水。裴昭拿着干净的帕子，进门后就走到西宁旁边坐下。贵妃榻不大，勉强能容下他们2人。裴昭将帕子塞到西宁手里，身子微倾，湿发从女人脖颈处扫过，西宁凉得一激灵，人也清醒了过来。要阿宁帮我擦。也不知裴昭在哪学了这些撒娇的招数，西宁总是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其实他可以拒绝的，只是想到不久后自己就要离开，西宁突然想放纵一次。最后的日子，或许他可以留住这些温存，等以后回味。好，西宁让他转过身，自己拿着帕子帮他擦着头发，他的动作很温柔，指腹轻轻按着他的头皮。裴昭微微闭着眼，嘴角都是满足的笑。阿宁没有拒绝他，果然是喜欢他的。那阿宁若知道他要娶她进门，一定会很开心吧。快了，阿宁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棱洒在2人身上，西宁擦得有些昏昏欲睡。裴昭的头发很好，黑得如同缎子一般，但披在脑后丝毫不显得他女气。
她生得极好，西宁活了2世都没见过比她还美貌的男人。若不是两人的身份悬殊，她说什么也不会将这样的极品放过。西宁想得出神，完全没注意男人已经转过身，眼睛深沉地望着她。阿宁，裴昭的手指抬起她的下颌，俯身吻了下去。外面有忍冬和苏嬷嬷的交谈声，而一墙之隔窗子之下，贵妃榻上两人交缠在一起。女人仰着头，被迫承受着他的吻，手捂着嘴，不敢发出声音。与那晚的疼痛不同，这次西宁也得了趣味，眼角舒服地落下泪，口中的声音也渐渐破碎。不知过了多久，男人才咽足，西宁手搭在他的胸前，酸得抬不起来。他后悔了，这男人哪里是人菜瘾大，明明是天赋异禀。裴昭见他这副柔弱的模样，眼中尽是满足和得意。上次是他不知节制，只顾自己，这次终于让西宁也享受到了。他低头在女人额间落下一吻，手附在女人的小腹上。他已经这么努力了，这里应该有他们的孩子了吧？裴昭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怕西宁突然离开，有了孩子，看在孩子的份上，总不会不要他这个孩子爹。然而他不知，他的动作让西宁心里一惊。是了，这2次他们都没做错事，他和裴昭不过是露水情缘，绝对是不能出现一个孩子在其中做拉扯的。等明日，他要去医馆买避子汤。次日一早，裴昭就起来上职。城北离东宫比国公府远了小半个时辰的路程，天不亮裴昭就起来了。他一动，西宁也跟着醒来。裴昭已经穿好衣服，见将人惊醒，连忙俯身把他搂在怀中，手放在他腰臀上轻轻拍着。还早，你继续睡。昨晚他又闹了他2次，男人得到满足后精神奕奕，就是可怜了西宁，凌晨才睡，这会儿眼皮子都在打颤。他嘟哝了一声，头在男人胸前蹭了蹭，这副温顺的模样让裴昭的心都要化了。他终于明白了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意思。乖，今日我让长林陪你去府衙，办完卖身契的事，你可以顺便逛逛街，这块牌子给你，裴家的店可以随便进，想要什么直接拿就好，其他地方若有喜欢的就报我的名字，不要替我省银子。他知道西宁爱美，但却见他很少买首饰，自己没空陪他去，就让他自己买。说着，裴昭将牌子放在他枕头边上，又低头在他嘴边亲了亲，舌尖沿着他的唇形，直将那红唇吻得水润红肿，才放过他。我走了，今日会早些回来。他絮絮叨叨吩咐了一堆，西宁是再也睡不着了。等门响后，男人消失在屋里，他睁开了眼睛，鼻息间还有男人的味道。他抿了抿唇，伸手握住那块牌子放在眼前。这牌子裴昭一直贴身戴着，可想而知很贵重，现在男人却眼都不眨的给了他。西宁眼底有些复杂，裴昭是真心实意待他好，只是这份好他无福消受。睁眼到天亮，西宁睡不着，干脆起来做早餐。他煎了土豆丝饼，又煮了3碗米粉。等长林过来时，主仆3人刚要吃饭，闻到院子里的香味，长林咽了咽口水。西姑娘又做了什么？这样香，有没有她的份？第42章，他的妻子。西宁只做了3碗，自然是没有他的。不过食材都是现成的，西宁也不会让他站着看他们吃。米粉，等着，我去给你下一碗。哎，多谢西姑娘。长林眉开眼笑，他就知道来西姑娘这里不会空着肚子。西姑娘人美心善，做饭又这样好吃，日后等她嫁给自家主子，自己也能每日吃到好吃的饭菜了。等米粉上来，长林呼啦啦一口就吃了半碗，他更坚定了让西宁做自己主母的决心。现在就看自家3爷的本事了，赶紧将人娶回家。府衙那里，裴昭打过招呼，销户很顺利。等卖身契一失效，西宁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轻松了，好像那道无形的枷锁被解开了一样。他现在是自由的，不归属于任何人。西姑娘，前面就是咱们裴家的首饰铺子，3爷吩咐过，让小的带您进去挑首饰，咱们过去。长林驾着车，声音从外面传进来。忍冬跟西宁坐在车里，听到长林的话，他比西宁还要激动。姑娘，3爷想得周到，您确实该置办些首饰了。以前姑娘也有首饰，但因着生病，花钱大手大脚，许多首饰都被她当了。忍冬早就想劝姑娘再去买些首饰胭脂水粉了，只是西宁心思都在美食上，他劝了也没用。不过现在有3爷的话，姑娘总该听了吧？那就去看看。西宁倒是无所谓，他对首饰并没有太大的欲望，只是自己来了周朝大半年，还没出来逛过街。正好今日是他自由的好日子，西宁也有了兴趣。到了地方，西宁主仆2人先进铺子，长林找地方停马车。裴家的铺子很大，有上下2层，上面主要招待贵宾。他们进来时，铺子里已经有不少人。掌柜的见西宁生的美貌，眼睛亮了亮，但等看到她身上的衣服时，那眸子里的光很快又熄灭。这小娘子美是美，但衣服不过是最普通的棉布裙衫，不值得巴结讨好。忍冬将掌柜嫌贫爱富的嘴脸看在眼里，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起来了。
他想替自家主子打抱不平，将西宁的身份说出来，被西宁一把按住，别惹麻烦。他如今只是裴昭的外室，就算真的说出来，掌柜的也不会对他另眼相看，而且裴家人都不承认他的身份，说出来只会自取其辱。西宁没了继续逛的兴致，正等他要离开时，从2楼走下来一对母女。徐夫人、徐小姐，可有相中的？掌柜的一脸谄媚迎上去，被叫徐夫人的妇人金贵傲慢地挥了挥手，将那副红宝石的头面，还有那对翡翠镯子送到丞相府。唉，他说完也没提付钱的事。掌柜的脸色有瞬间僵硬，徐夫人冷嗤一声：不长眼的东西，我家青荣已经跟你家三郎议亲，这亲事马上就要定下，以后青荣就是你们家的三少奶奶，她拿2幅首饰你都不愿意。掌柜的被训斥，额间落下一层细汗，慌忙求饶。徐夫人这说的是什么话？小的哪里敢怠慢徐小姐，这首饰小的马上就给您送到府上。裴昭和徐青荣议亲的事，他也只是隐隐有耳闻，此事在国公府瞒得很深，若不是他干娘是安阳郡主身边的婆子，他也不知道这事。不过幸好自己知道，不然就要将未来的三少奶奶给得罪了。掌柜的一脸庆幸，只是在看西宁主仆2人就没了好脸色。你们要买什么？买不起就赶紧走，别耽误店里生意。你，忍冬气得脸通红，你知不知道我们姑娘是谁？就敢这样说话？他们姑娘才是裴家的三少奶奶，这有眼无珠的狗腿子。好了，忍冬，我们走。西宁拉住还要继续吵嚷的小丫鬟，脸色有些白。裴昭要成亲了，他该高兴才是，怎么心里会这样疼呢？忍冬听话不再闹，但他表情却很不服。姑娘，这掌柜的狗眼看人低，三爷不是把牌子给您了吗？您直接打回去，让他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子。三爷那么喜欢自家姑娘，怎么会舍得她受委屈？忍冬不忿。打回去之后呢？你家姑娘的身份跟丞相府的小姐可不能比，就算说出来也是自取其辱罢了。西宁脸色平淡，他没说的是自己对裴三夫人的身份并不在意，怪不得裴昭愿意将卖身契给他，原来是有了想要成亲的人。西宁2人走出铺子，长林正好停了马车过来，见2人这么快就出来，他眼睛都不由得瞪大。里面没有姑娘喜欢的吗？要不咱们去别家看看？三爷可说了，今日一定要让西姑娘逛得尽兴，银子不是问题，就怕她买不到喜欢的。不看了，你送我去药铺吧。去药铺？姑娘可是身子不舒服。长林一脸担忧，这可是大事，等晚上得跟三爷说道。西宁捏了捏僵硬的手指，让自己的脸色自然如常。不过是家里的香料用完了，我再去买些。你要是忙可以先离开。长林听到这心里才松了口气，三爷可是吩咐过，小的今日就跟着姑娘，怎么会忙？姑娘快上车，小的送你们过去。他去赶马车，还没等长林走开，徐家的马车从后面过来。马车里的2人见到长林，直接将车帘掀开了半边。那不是裴三郎的小厮，怎么在这？徐夫人见过长林几次，探头出来想看看裴昭是不是在附近。他们2家的亲事虽然还没定下来，但徐夫人已经认准了这个女婿。徐青荣闻言透过车窗看过来，正好跟西宁的眼神对上。他眸子一怔，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也变得更加冷淡。徐夫人找了半天没看见人，长林已经去牵马车，他索性将帘子放下。算了，以后你跟裴三郎多的是机会见面，安阳郡主可是说了，只要你点头，这亲事立马就能成。他盼着抱孙子，你嫁进去生个大胖小子，还怕地位不稳？徐夫人抓着他的手念叨着。徐青荣不着痕迹地抽出手，眼中满是冷清。娘就那么笃定裴昭会娶我？他那位外室可是很得宠爱，一个玩意罢了。安阳郡主都说了会打发走，若是他不懂事，安阳郡主自然不会留情，谁也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你就放心吧。风吹起车帘，徐青荣的目光望向外面，西宁正扶着丫鬟的手进了马车。他低头敛了敛眸，将情绪压在眼底，没有再说话。第43章婢子汤。西宁自己去了药铺，忍冬留在外面跟长林一起看车。他们这么快就从首饰铺子里出来，长林心里很是好奇，女人逛街不都很费时吗？怎么西姑娘一眨眼的功夫就出来了？他心里好奇，自然就问出来了。忍冬这会儿正气着，听到长林的话，狠狠翻了个白眼。哼，哪里是我们姑娘不想逛，你们裴家的掌柜狗眼看人低，将我们赶出来罢了。你说什么？他把你们赶出来了？怎么可能？西姑娘不是有三爷的牌子吗？那掌柜的能不认得？长林脸都白了，三爷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照顾好西姑娘，自己就去停个车，西姑娘就被裴家的人给欺负了。这要不是自己好奇多问了一嘴，西姑娘受的委屈自家爷都不知道，保不准西姑娘心里怎么怨恨爷呢。牌子有什么用？你们家三爷都要娶妻了，我们姑娘算什么？连个下人都敢看不起她。忍冬气呼呼的，那不长眼的掌柜赶走他们，他心里连裴昭都怨上了。长林这下是彻底一头雾水了，什么娶妻？除了西姑娘三爷能娶谁？
那掌柜的欺负你们，我叫人发卖出去，别的话你可不能乱说。他一直跟在裴昭身边，可没听说他要娶妻的事。哼，我还能说谎不成？人家都说了是裴家的三夫人，你家掌柜的还亲自送首饰到丞相府呢。真没想到裴家三郎是这样的人，已经有了正妻人选，还哄骗我家姑娘。真以为那国公府是什么好去处，我家姑娘还不稀罕呢。本来就是裴昭缠着他家姑娘，他家姑娘早就想离开了。以前忍冬还替姑娘着急，现在见了徐家母女还有裴家掌柜的嘴脸，忍冬才明白自家姑娘有多明智。国公府的人根本不承认他家姑娘，上赶着不过是自取其辱。长林被忍冬劈头盖脸骂了一通，心里是火烧火燎。难道府里发生了他不知道的事？不行，得赶紧让三爷知道。走吧。正当长林想要问清楚的时候，西宁买完东西从药铺里出来，他买的避子汤放在了手环里，外面提的除了香料外，还有2副补身子的药，熬药时好掩人耳目。长林见他过来，赶紧闭上了嘴。西宁上车时，他还悄悄打量了几眼西宁的脸色，看他平淡如常，长林心里不仅没放松，而且更紧张了。若是今日忍冬没抱怨出来，自己根本就不会知道铺子里发生的事。西姑娘这样冷静，是能忍还是根本不爱三爷？长林突然不敢深想了。回到府里，西宁提着要进了厨房，忍冬想要帮忙，被他打发了出去。还好这小丫鬟心大，没看出他的异常。西宁取了药罐，将避子汤放进去熬，他则取了另一个锅，开始做冷面。裴昭昨日跟他抱怨东宫饭难吃，西宁就想到了这凉爽美味的冷面。荞麦面是现成的，他现调了一碗汤，白瓷碗中放入4汤匙白醋，2勺白糖，少许酱油，适量盐，再将放凉的牛肉汤倒进去，一碗清亮的汤底就做好了。如果有雪碧味道会更佳，但这是古代，以后他是跟这些碳酸饮料绝缘了。其他食材黄瓜丝、西红柿片、梨片、牛肉、泡菜、鸡蛋也都准备好，等裴昭回来就煮面。昨日他闹得凶，西宁没能起来，等明日他会提前将午饭给他做出来。长林将2人送到家，一口水都没喝，赶紧去东宫找人了。今日发生的事他虽没看到，但看忍冬生气的模样就知道有多严重了。裴昭刚从东宫出来，就看到自家小厮慌慌张张朝他跑来，他以为是西宁出了事，步子也不由得加快，惹得身后的沈记本想跟他一起走，直接被甩了一大截。跑这么快干嘛？怕我蹭饭啊？虽然他确实有这个想法，谁让西宁做饭这么好吃，光是火锅已经不能满足他了，而且火锅吃多了上火呀。沈小郎君白玉般的脸上已经冒出几个痘痘了，他娘整日担惊受怕，生怕他毁了容貌，娶不上媳妇。人本来就傻，现在连长相都没了，谁能看得上他？沈记心里不服，却不敢反抗，只是没了火锅，他连胃口都没了。真羡慕裴昭，每天都有好吃的，要是西姑娘是他的妻子就好了。沈记目送着裴昭上了马车，却不知他羡慕的对象此时勃然大怒。你说阿宁今日被裴元欺负了，他怎么敢？还有什么他的妻子，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他怎么不知自己要娶妻的消息？裴昭鲜少发怒，但每次都让长林战战兢兢。忍冬是这样说的，他性子直藏不住话，应该不会说谎。长林小声回着，三爷，忍冬亲耳听到徐夫人说徐小姐跟您结亲，堂堂丞相夫人应该不会乱说，会不会是郡主那边答应了什么？安阳郡主性子有多固执，裴家的人都知道。虽说裴昭在他院门口跪了5天，才让他答应裴昭娶西宁，可他心里真的能甘愿？而且长林还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三爷，西姑娘的表情太平静了，被欺负了一点也没表现出来，若不是忍冬说，小的都不会知道。裴昭的怒火渐渐平息，他身侧的手紧握成拳，眼中是翻滚的墨色。卖身契，徐家的亲事，西宁的表情，他将这串在一起，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裴昭喉头涌起一股甜腥味，生生被他压下去。回去。裴昭回来时，西宁刚喝完最后一口药，熬了2个时辰的药汤极苦，他皱着眉捏着鼻子才全部喝完。一副药能熬3次，西宁正要将药罐藏起来，纤腰突然被人从后搂住。啊！他本就心虚，直接被吓了一跳。裴昭手臂环紧，眼神在药罐停留了一会儿，复又落在他的脸上。阿宁怎么喝药了？可是有哪里不舒服？西宁心口砰砰直跳，故作淡定地将药罐放下，平静开口：最近身子有些虚弱，喝些补肾的汤药不是什么毛病。是吗？我尝尝。第44章，他像故人。男人撅着他的唇，舌尖探进口中，霸道地将汤药的味道扫清。西宁揉在他怀里，手里的药罐都握不住。啪！终于，摇摇欲坠的药罐落在地上，摔成碎片。裴昭低垂的眸子掩去金光，手臂将女人搂得更紧。今日受了委屈，怎么不说？过了许久，裴昭才放开他。西宁软着身子，耳边是男人低沉性感的声音，他忍着酥麻，没将人推开。不是什么委屈，
我本也没想买首饰。西宁平静说着，等身上恢复了力气，他从裴昭怀里退出来。药罐摔碎需要收拾，里面的药渣是不能用了，不过幸好他多买了2副。西宁去拿笤帚，被裴昭拦住，我来。他收拾好，拿着碎片和药渣去后院，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交给长林。找个嘴严的大夫看看，这是什么药？三爷，这是……长林眉心一跳，难道这药有毒？谁会害西姑娘？长林一脸凝重，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想错了。裴昭也没解释，冷着脸吩咐：“快去。”唉，等长林离开，裴昭在后院站了许久。夏日的夜晚还有些闷热，可裴昭却觉得心里像破了个大洞，冰冷蚀骨。阿宁，别让我失望。他怕自己会做出错事，阿宁若是离开他，他会疯的。快来，冷面做好了，你尝尝。裴昭出去这会儿，西宁将冷面做好，离得近了可以闻到那股酸甜的香味，上面铺的小菜也很是开胃。裴昭笑着接过，心头的思绪没露出分毫。阿宁做的肯定都好吃，荞麦面很有嚼劲，配上黄瓜丝和西红柿泡菜，既解腻又开胃。饶是裴昭心事重重，还是没忍住吃了一大碗，很好吃。这次他说的真情实意。西宁接过碗，那明日我做了给你带着当午饭。好。油灯下，西宁收拾着灶台，她只穿了简便的裙衫，娇颜被灯光映衬得温婉如玉。他们两人待在这狭小的厨房中，宛如一对平常小夫妻。裴昭心中的冷意渐渐被暖化，他走上前抱住西宁，头枕在她肩上。阿宁，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好不好？西宁身子微僵，忍着心底的色意点头。好。哪里能一直这样呢？他都要成亲了，自己离开的日子也快了吧？这晚裴昭闹得很凶，像是要死在床上。西宁受不住，哑着嗓子求饶，却被他不管不顾，到最后竟是累晕过去的。次日，裴昭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还好昨晚将冷面做好，他答应给他做午饭的事没食言。东宫门口，长林一早就等着了，见裴昭过来，长林眼中皆是复杂。三爷，那要查出来了。是什么？裴昭冷着脸，手握着西宁给他准备的食盒，那里面是西宁精心准备的吃食。若是昨日，他定会觉得是西宁深爱他，才会处处周到。可如今，裴昭心头只有冷意。是婢子汤。长林咽了咽口水，才将话说完。裴昭手上青筋蹦起，掌心都被他掐出血。长林看得心惊，三爷，或许是西姑娘有什么苦衷，她还没嫁给您，若是有了孩子，也名不正言不顺，您别乱想。够了！裴昭厉喝，表情阴沉的吓人。长林瞬间就闭上了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西宁的想法，那个女人根本没放弃离开他的心思，只有他傻乎乎以为西宁是爱他的，傻乎乎想快点娶她进门。然而西宁怎么想的呢？他一心只想离开，甚至连婢子汤都喝。裴昭喉头血腥味扑上来，他指腹抹去唇角的血，眼中是化不开的墨色。西宁想离开他，除非他死，就算是绑，他也要将人绑在他身边。你去将他的药换成滋补的，别让他发现。是。外院，远东去买药罐，只有西宁在家。昨日打碎药罐，他心里就忐忑难安，总害怕裴昭知道了什么。西宁胡思乱想时就喜欢做吃食，只有美食能让他安静下来。昨日买了一堆香料，正好用来做卤肉。因着开火锅店，家里的食材都是全的，而且庄子上刚送来一车西瓜，正好做西瓜汁配着卤肉喝。徐清荣找上门时就闻到这股诱人的香味，他身边的小丫鬟没忍住吞了吞口水，复又想到什么，眼中的垂涎变成嫌弃。早就听说裴家三郎这个外事粗鄙，好好的主子不做，整日钻厨房干下人的活，没想到是真的。闭嘴！徐清荣呵斥住丫鬟，伸手拍响了门。西宁以为是忍冬，将门打开就看到徐清荣的脸，他表情一顿，眼神冷淡下来。小姐怕是走错了地方。没错，我就是来找你的。徐清荣和他的名字一样清冷，西宁不知他来做什么，难道是要赶自己走人，或是用裴昭未婚妻的身份来找自己麻烦？我能进去吗？西宁想说不能，然而徐清荣身边的丫鬟已经将门撞开，主仆两人径直走了进来。你像我一位故人，看在他的份上，我不会为难你。经过西宁身边时，徐清荣突然开口：故人。西宁眉心微皱，他不记得原主认识什么贵人。徐清荣说的故人又是谁？这是什么？我能吃吗？院里的石桌上有西宁刚切开的西瓜，用井水冰镇过，甜滋滋的，很是解暑。小丫鬟没想到自家小姐会想吃西宁的东西，慌忙拦住她的手。小姐，万一她下了毒，您吃坏了肚子。闭嘴！徐清荣从未觉得自己这个丫鬟蠢笨，如今带在身边着实有些丢人。西宁还没答应，他就已经拿了一块西瓜放进口中。西瓜汁水丰沛，甜蜜可口，徐清荣一连吃了3块才停下。西宁还从未见过这样不客气的人，全然不顾自己这个主人在身边。
徐金荣吃完，用帕子将手指的汁水擦干，看他的眼神都带了火热。怪不得裴昭那个冰块这么喜欢你，换了我也舍不得放手。第45章卤味。徐小姐，我不喜欢女人。西宁无语，她刚才是被调戏了吗？放心，我也不喜欢女子。徐金荣冷清的脸上难得露出一抹笑意，他伸手抬起西宁的下颌，痴痴盯着她的脸，这张脸跟她真像。他是谁？西宁好奇，难道是原主的亲人？原主7岁之前的记忆是空白的，西宁只记得他流落到烟雨楼之后发生的事。若是原主有亲人，说不定他离开京城还有处可去。只是听到西宁的话，徐清荣有些悲痛。他呀，或许已经不在了吧。他声音轻得似一缕烟，若不是西宁离得近，恐怕都听不见他说的话。不等西宁再问，徐清荣已经整理好情绪，他白皙柔嫩的手轻轻抚摸着西宁的脸，眼底藏着思念。好好保护这张脸，裴昭那个冰块，我不会跟你抢。比起裴昭，他更想抢的是西宁。只是这话就不必跟他说了，省得吓到他。徐清荣来的突然，走的也突然，西宁都没弄明白他来做什么，吃他的西瓜吗？不过徐清荣的话，西宁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跟自己抢裴昭，裴昭也不可能娶她。没有徐清荣，还会有其他人。三哥，你要去梧桐街吗？我跟你一起。东宫下旨，沈寂缠在裴昭身后，甩都甩不掉。今日裴昭脸色阴沉得很，别人见到恨不得退避三舍，就沈寂胆子大，不仅敢粘上来，还想去西宁那里蹭饭。你没家？裴昭声阴冷的仿佛结了冰碴子，沈寂却丝毫不惧，还哥俩好的搂着他的脖子。家什么时候不能回？我嘴馋了，三哥，你就让我去嫂子那蹭饭呗。沈寂这句嫂子取悦了裴昭，他今日一天都在生西宁的闷气，那女人费尽心思要离开他，他偏不许。跟着吧。哎，谢谢三哥。两人到家时，西宁已经摆好碗筷，他炖了一大锅卤味，切好摆盘端上桌，主食就吃面，正好用卤汤做浇头。他没想到沈寂也跟来，小郎君从裴昭身后探出个头，耸了耸鼻子，朝西宁笑得谄媚。嫂子，你这又是做的什么好吃的？真香，我们在门口都闻到了。嫂子，西宁下意识去看裴昭，男人身后是昏暗夜色，他的眸底深沉，眼中是他看不透的情绪，无端让他打了个冷战。吃饭吧。到底是不舍得伤他，裴昭压下心头的怒意，开口道。西宁垂下眼，匆匆说了句：那我去给沈郎君拿碗筷。等人一走，沈寂就用胳膊碰了一下裴昭，脸上皆是不赞同。三哥你怎么回事？对嫂子这么凶，也不怕嫂子生气不要你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裴昭的表情吓到。三哥，我没说错话吧？就是让你对嫂子好一点。裴昭脸眸压下心底的嗜血，说完了吗？不想吃就离开。吃，我闭嘴。沈寂捂住嘴，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心中疯狂吐槽，就裴老三这狗脾气，以后等着后悔去吧。他还不知道自己一语成谶，在不久将来失去西宁的裴昭直接就疯了。西宁做的卤肉放足了料，香得能吃3碗饭。裴昭跟沈寂两人胃口大，一锅的面被他们吃了个干净。沈寂打了个饱嗝，脸上尽是满足。自从上火不能吃火锅，他这是第一次吃成。嫂子手艺真好，你要再开个卤味店，保证生意比火锅还好。火锅不能每天吃，但卤味可以啊，谁家不缺点下酒菜？西宁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不开了，2家店就已经精力不足，这还不容易？让三哥给你招人。他话说了一半，却不见西宁反应，甚至他还敛了眼皮，显然对这话题不感兴趣。沈寂是大条，但他不傻，这两人明显是出问题了。他摸了摸肚子，含混过去，可惜以后没有口福了。我去给你们拿水果。身旁男人压迫感极强，西宁坐不住，起身去了厨房。沈寂趁机坐到他的位子，悄悄问裴昭：三哥，你是不是惹嫂子生气了？女人不能凶，你得哄着。怎么哄？裴昭从西宁身上收回眼神，接过他的话。沈寂也不知道怎么哄，不过女子喜欢的不就那几样？你给嫂子买些衣服首饰、胭脂水粉什么的，还怕嫂子不开心？首饰。听到这，裴昭就想到昨日西宁受的委屈，或许他不是想离开自己，只是被裴家的下人气到了。裴昭心中又燃了希望，那些欺负他的人，他会狠狠收拾回去。饭吃完了，你该离开了。沈寂还等着裴昭夸奖呢，自己这个连女人手都没摸过的人给他支招，他倒好，不仅不感激，还卸磨杀驴。裴三郎，你还能不能再无耻一点？裴昭当然能，他一个眼神过去，沈寂就偃旗息鼓，不敢放肆了。行，我走。屋里发生的事，西宁不清楚，只是自己西瓜都已切好，沈寂却要离开，他也不好让他空手走。沈小郎君要是不嫌弃，可以带2个西瓜回去。庄子上送了一车，他自己也吃不完。
沈记哪里会嫌弃西宁的东西就没有不好的，他乐得俊脸开花，连忙接过来。不嫌弃不嫌弃，谢谢嫂子。沈记是个孝顺的，回府就给爹娘送了一个过去。下夜大家都睡得晚，沈尚书和沈夫人正在院子里纳凉，听到沈记送来了一个新奇的西瓜，沈尚书冷嗤一声，他心眼都长吃上了，这又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呢，每天跟着裴家三郎，怎么没学到他一分好？沈夫人最是宠溺儿子，听到沈尚书的话不高兴了，怎么，你也想让你儿子养个外室？我看今儿好得很，有新鲜吃食也不忘给爹娘送一份，待会儿西瓜切好你别吃。沈尚书惧内被沈夫人训了不敢说话，嘟囔了一句，我是他爹，他孝敬的东西凭什么不能吃？西瓜切好端上来，两人都被那股子甜腻吸引了，好甜。第46章共浴。沈夫人和沈尚书吃的停不下来，一整个西瓜被两人全部吃完，最后肚子都鼓起来了。这西瓜劲儿是从哪得来的？沈夫人想着明日自己去买几个，是裴三郎那个外室送的。裴三郎的外室？沈夫人神情复杂，她刚还说了西宁，如今吃了人家的瓜，心里总觉得不舒服。那你明日让继儿送些回礼过去，算了，别去了，就这样吧。她既觉得欠了西宁，又不想沈记跟她多接触，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裴三郎好端端的养什么外室？沈记离开，西宁没回房，他让忍冬将西瓜送过去，自己则喝了药去洗澡。浴房比较小，西宁不习惯人伺候，他让忍冬顺便帮他取衣服，就自顾脱光进了浴桶。房门推开，西宁以为是忍冬，轻声吩咐把衣服放架子上就好。身后没有回复，脚步声还越来越近，西宁心里一惊，转头望去，就看到裴昭那张冷淡清俊的脸。三爷！裴昭已经站在浴桶前，西宁急忙护住身前，匆忙间惊起一波水花。女人柔媚的身子白得惊人，裴昭手指附上去，拨开她的手臂。捂什么？我哪里没见过？他说着，伸手扯开自己的衣带。西宁咬唇，即使已经同床多次，她还是觉得羞躁难堪。男人的衣服搭在架子上，她迈着长腿踏进来。浴桶很小，西宁自己已经是勉强，男人进来，两人只能紧紧贴在一起。西宁坐在他怀里，两人之间没有丝毫阻碍。裴昭拨开他脸颊的湿发，指腹捻着他的唇。为什么躲着我？还生气？西宁别开眼，不看他。没有，他怎么会生气呢？他又不是他的谁。女人垂着眼，烛光下显得娇弱又可怜。裴昭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那些人欺负你，我替你报仇。阿宁，只能由我欺负。浴桶的水激烈晃荡，烛光下荡出几道波痕，哗哗的水声掩着那些压抑的哭声，响了许久。裴昭抱着睡熟的女人出来时，忍冬从房中探出个头，收拾干净。哎，他诺诺答应，眼睛却不由得往裴昭怀里的女人看去。他家姑娘好惨，每次都被欺负得晕过去。他以前还觉得裴三郎是个好归宿，现在才知道自己有多眼瞎。他们裴家都是坏人。翌日清晨，裴昭从外院出来，他今日休沐，没去东宫，而是去了裴家的首饰铺子。铺子刚开门，还没多少人，掌柜的本来在柜台偷懒，见裴昭进来，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三爷，是什么把您盼来了？您要首饰还是查账？裴元在裴家快20年，平日不敢大贪，账面功夫做得很好，不怕主子们查。他主动提出来，也是想在裴昭面前卖个好。然而裴昭连话都不接，直接吩咐长林带走。长林是个练家子，那双手臂抓住人，裴元根本挣脱不了。他还不知道怎么得罪裴昭，连忙求柔：三爷，小的做错了什么？就算要死也该死个明白吧。他嚷嚷着，惹来一众目光。长林随手拿了块抹布堵住他的嘴，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三爷放在心尖上的人，也是你能赶的。长林没有一点同情，还好西姑娘没跟主子生气，不然裴元就不是被发卖那么简单，捡了一条命，他不高兴就罢了，还想嚷嚷，真是老王八上吊，嫌命长了。耳边没了聒噪的声音，裴昭静下心来挑选首饰。他没怎么见过西宁戴首饰，看哪个都觉得适合他。这些全都包起来送到梧桐街。裴昭报了个名字，店小二匆忙回神。掌柜的被拖走，店里人都人心惶惶，但看着裴昭没打算处置他们，众人的心才终于定下来。是三爷。梧桐街那不是三爷外室住的地方，这些首饰竟然都是送给他的。铺子里发生的事很快就传到安阳郡主的耳朵里，裴元的干娘在他身边当差，裴元被发卖，张婆子立马就得到了消息。郡主，裴元对国公府忠心耿耿，绝没有被主的心思，三爷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发卖，实在是让老奴心寒啊。别人不知道这里面的缘由，安阳郡主跟他身边人可是知道的。别说裴元不知道西宁的身份将他赶出去，就是知道也不会允许他进来。他明明是替郡主出气，现在却被裴昭发卖了，
张婆子说什么也不答应。安阳郡主倚在贵妃榻上，眉心拧成疙瘩。放心，本宫不会亏待她，已经交代下去，给她找个好主家。裴昭要卖人，她这个当娘的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定，只能让裴元少吃点苦。张婆子见自己哭求了半天，没有任何作用，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安阳郡主让人把她拖下去，没有外人在，她脸上的怒火释放。嬷嬷，你让人，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留了。裴昭在街上逛了一圈，买了一堆的东西。西宁在家，院门不停地被敲响。夫人，这是三爷买的首饰，给您放这了。夫人，这是三爷买的衣服。夫人，这是三爷给您买的胭脂水粉。夫人，这是三爷给您买的小吃。一波波的人将小院都堆满，西宁眉心忍不住的跳。忍冬，去把门插上，谁叫也别开。那男人是发什么癔症，突然送他这么多东西？唉。忍冬听话，把门拴好，还在后面用桌子给堵上。等裴昭回来时，就看到门口挤的一堆人，还有他们手里的东西。门紧紧关着，显然是院主人不让他们进。裴昭紧抿着唇，上前敲门。忍冬就站在门后，已经听了半天的叫门声，耳朵都起茧子了。别敲了，我家姑娘不要，你们把东西都拿回去。是我。三爷。忍冬能赶其他人，可不敢赶裴昭。他匆忙将门打开，裴昭径直进来。西宁窝在窗前的贵妃榻上，背着身不看他。裴昭上前将人拥在怀里，不喜欢。裴昭，你将我当什么？第47章，火锅店被砸。当成什么？当成他的妻子，他未来孩子的母亲，他要相伴一生的人。不然他堂堂裴家三郎，又何必花心思哄他，讨好他？裴昭抱着他转了个身，让西宁跟他面对面。男人眸底如墨，紧紧盯着他的眼睛。那你呢？你又将我当成什么？西宁眼圈泛红，身子极力贴着墙，想要离他远一些。你是我的恩人。呵。裴昭冷嗤一声，搂着他的腰身压下去，唇齿相依间，男人恶劣的开口：恩人会这样亲你，也会这样对你。他说着，手指已经从女人下裙探进去，西宁身子被他禁锢，连挣扎都不能。裴昭心里有气，手上使了劲折磨他。西宁喉咙中发出呜咽的哭声，不是恩人，是无名无分的姘头。也给你名分。裴昭折磨他也是折磨自己，欲望点燃，哪里还管白天黑夜？西宁醒来，外面天都黑了。裴昭有事已经离开。忍冬听到屋里的动静，掀开帘子进来。姑娘，先吃点东西吧。西宁从中午就没进食，被裴昭折腾了半天，早就饿了。他开口，嗓子还有些沙哑：拿过来吧。苏嬷嬷做的阳春面，味道清淡，西宁吃了大半碗。忍冬给他拿帕子擦嘴，顺便说起今日裴昭买的东西。现在都在院子里堆着，我怕晚上下雨淋湿了。姑娘，这些东西放哪啊？外院实在太小，连个存放东西的空房间都没有。西宁抿了抿唇，先放柴房吧，明日你让苏嬷嬷将东西退回去。一是外院实在放不下，二是西宁不想要裴昭的东西，欠的越多，分开时的牵扯就越多。唉。裴昭今晚没有回来，江南爆发了灾乱。谁也没想到青州地被冲塌，本已安抚好的百姓房地被冲走，直接成了无家可归的灾民。唐元贪污了救灾的白银，府衙被家破人亡的灾民给抢了。他就是个酒囊饭袋，府衙那些护卫根本拦不住杀红眼的流民。唐元吓破胆子，直接找八王求助。江南以前是鱼米之乡，天下粮仓，可如今被水淹没，已经成了烫手山芋。八王仗着在皇上面前受宠，将救灾的事推到太子头上。作为太子的心腹，裴昭自然是逃脱不了。他一忙起来，几日没回外院，西宁也乐得清静，心思放在铺子上。庄子上的西瓜又陆陆续续成熟了几批，当时他给了刘老汉不少种子。刘老汉不愧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10几亩西瓜被他伺候的极好，种出的瓜又大又甜。西宁给长公主和小郡主都送去了几个，剩下的他准备放在火锅店里卖。吃火锅少不了饮料和水果，而西瓜清凉解暑最合适了。你们东家这是在哪买的瓜果？真甜。火锅店每张桌子上都摆了一盘西瓜，今日大酬宾，果盘是赠送的。本来大家对这没见过的瓜果还不屑一顾，然而尝了一口就欲罢不能。我们东家自己种的，别的地方可吃不到。狗子现在就是西宁的迷弟，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西宁的好。好吃，再来一盘。一盘也就4、5片，2个人几口就吃完。西瓜解渴又清甜，客人们就没有不喜欢的，一个人要引得所有人都开口。狗子一脸为难，不好意思了各位客官，咱们西瓜就送一盘，再想吃就得自己买了。那多少钱一盘？只吃2块没吃够，现在都嘴馋着呢。1两银子一盘，10两银子一个。1两银子一盘，你们东家怎么不去抢？吃顿火锅都才1两银子，这几片西瓜就值1两。众人都被西瓜的定价惊着了。
狗子早就预料到这情况，也不慌，物以稀为贵，毕竟除了我们东家，谁也种不出来这西瓜。客人要是觉得贵，也可以点其他的，咱们还有水蜜桃、梨子等水果。算了算了，就来一盘吧。水蜜桃跟梨子有什么好吃的？满大街都有。西瓜贵，但也有贵的好处，他们又不是吃不起。还有些富裕的，直接买了一整个，打算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等晚上盘账时，一天下来光卖西瓜就赚了500两银子。西宁没想到会这么好卖，他想着明年再多些地都种西瓜。可是想到明年自己会不会还在京城都不一定，他激动的心又低落下来。因着西瓜，火锅店的生意更加火爆，每天都有不少人排队。毕竟西宁的西瓜不单卖，只有吃火锅才能获得购买权，不然他那10几亩地的量都不够卖的。看着火锅店爆满的人，两个鬼鬼祟祟的人相视一眼，其中一个突然捂住肚子哀嚎：“哎呦，我肚子好疼！你们这店里的西瓜有毒！黑店竟然敢下毒害我大哥，赔钱！”店里不少人在排队，两人的动静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西瓜有毒，这是真的？他们都是奔着西瓜来的，要是有毒，他们可不敢吃。真的，我大哥就是吃了西瓜才难受的，这就是家黑店。弟弟，你要给我报仇！肚子疼的男人握住伙伴的手，虚弱地说道：“好，看我不砸了这黑店！”他们是有备而来，腰上别着大刀，男人抽出来就是一通乱砸。火锅下面生着炭火，滚烫的锅底被泼出来，不少客人都被烫到。哦，要死了！店里乱成一团，那男人就是故意的，火锅全部被掀开，桌子也被他砍了大半。店里的人太多，闪躲不掉，不少人都被烫伤。此时店里一片狼藉，狗子从未遇到过这情况，赶紧找西宁求助，而捣乱的那两人也早就趁乱离开。等西宁到时，就看到地上被烫得打滚的人，他心头一凛，报官。那两人绝对是有预谋的，就是不知道谁这么恨他。西宁说完，又吩咐苏嬷嬷去药铺找大夫，这些人在他店里被烫伤，若处理不好，火锅店也不必再继续开了。第48章安阳郡主的警告。药铺的大夫过来给众人看诊，除了2个比较严重，半边脸都被汤底烫伤外，其他都是轻伤。西宁赔了银子，承诺伤患的医药费都是他来付。本来一堆怨言的人也渐渐消了气，任谁都能看出来，西宁这是无妄之灾。哎，西掌柜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最好是查清楚，不然每天被这些混混闹一场，生意哪里还能做得下去？而且火锅再好吃，他们也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吃啊！这背后的人可谓是狠毒。西宁道谢后，每人又送了个西瓜，之后就挂了牌子，火锅店停业整顿，日期不限。回外院的马车上，忍冬看着西宁疲惫的脸色，担忧地说道：“姑娘，您平时也没得罪什么人啊？谁这么恶毒砸咱们的铺子？要不让三爷帮忙查查吧？”西宁揉着肿胀的太阳穴，他心里其实有几个人选，左不过长乐郡主和安阳郡主，或者是眼红的同行。西宁倒愿意是同嗓捣乱，若是安阳郡主做的，裴昭能帮他。他心里乱糟糟的，有种把铺子关了的想法，反正自己已经打算离开，不如就这样关了。但想到铺子里的伙计，西宁还是推翻了这个想法。即使他离开京城，还是要给那些人留个生路。西宁敛了敛眸，接受了忍冬的主意。好，你明日去找长林，让他帮忙调查。东宫虽已是深夜，但太子书房还亮着灯。裴昭等人已经熬了2个大夜，就为了商讨南方水灾和乱民的事。众人脸上皆是疲态，太子勤政爱民，见臣子们劳累过度，吩咐下人送些点心水果进来。西宁给小郡主送了一车西瓜，正好被小郡主孝顺给太子。下人切好装成果盘送进来，裴昭眼神微凝，他旁边的沈寂则是直接说出口：“没想到太子这里也有西瓜。”他们在东宫待了几天，沈寂都开始想念西瓜和火锅了，等出去一定得去吃个爽快。太子闻言，看着裴昭爽朗笑道：“姑也是沾了程渊的光，没想到那西市能种出这样甘甜的瓜果。之前的玉米、土豆、红薯就已经让姑刮目相看，有他在，是周朝百姓之福。”太子的话没有人不赞同，若之前大家都还看不起裴昭这个外室，但玉米和土豆、红薯高产又饱腹，早已征服了大家的心。既然是太子都说好吃的，那咱们一定得尝尝。除了裴昭和沈寂，众人都没吃过西瓜。本来想着再好吃不也就是个果子，可入口才发现自己想错了。原来这世上会有这样甜的果子，汁水丰沛，一口下去，浑身的疲惫都缓解了。太子准备的多，每人都分到了3块，吃完还有些意犹未尽。不知道这西瓜西姑娘卖不卖？若是每天都来2块，那再忙我也不嫌累了。不少人跟裴昭打听消息，但他这几日都在东宫，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自然是无法回答。倒是太子知道些消息，姑听莹儿说西市在火锅店卖西瓜，正好水灾的事已经有了方案，众爱卿就回家休息吧，想吃西瓜别忘了跟程渊打好关系。他打趣了2句，
裴昭面上淡定，可耳根已经发烫。不说还好，提起西宁，他的思念就已经泛滥。从东宫出来，裴昭也不坐马车，直接翻身上马朝外院赶去。他到家的时候，西宁还没睡，官府那边没抓到人，还警告他莫要再查。西宁玉气堵在胸口，能指使得动官府的躲不过那两人。以他跟长乐郡主几次打交道来看，那女人莽撞，坏的也直接。雇人砸铺子的事，估计不是他做的，不是长乐郡主，那只剩下一个人。西宁手心发凉，这是安阳郡主的警告。他的卖身契到手，却没有离开裴昭。安阳郡主不满了，现在是砸铺子，后面就是砸他。西宁不敢赌，自己在安阳郡主眼中就是个随手可扔的玩意儿，命如草芥，就算死了也没人会给他收尸。西宁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卑微，这里不是前世的法治社会，安阳郡主一根指头都能捏死他。他要快点离开了。忍冬，明日将行李都收拾起来。姑娘，您这是？忍冬不懂西宁的意思，怎么好端端的要收拾行李？我让你去就去，尽快。西宁心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急切。忍冬不敢多言，急忙答应下来，但心里却忍不住乱想。发生今日的事，估计姑娘是心里害怕，要是三爷在就好了。虽然三爷会欺负姑娘，但也只有他能护住姑娘。人就不禁念叨，还没等忍冬说完，裴昭就推门进来。姑娘歇歇了。他几日没梳洗，不好就这样进去。内室灯虽亮着，但为了保险，裴昭还是问了忍冬一句：没有。忍冬被他突然出现晃了神，连火锅店被砸的事都忘了说。裴昭去浴室匆匆擦了身，换了身干净的衣裳，进了内室。西宁早就听到他的声音，只是他如今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裴昭。他的亲娘想要他的命，西宁怕自己迁怒。如果不是因为裴昭不想放他走，自己又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危险？睡了。裴昭上床，俯着身子看他。西宁虽闭着眼，可颤抖的睫毛还是出卖了他装睡的行为。阿宁可是生我气了，这几日我在东宫冷落了阿宁，下次一定不会了，我去哪都跟阿宁说可好。他哄人时低沉的声线很温柔，灼热的呼吸洒在耳边，西宁心痒难耐。我没生气，三爷尽管去忙就好。没生气怎么不理我？我想阿宁想的心疼，阿宁就不想我。裴昭拉着他的手附在自己心口，他刚沐浴完，胸口还是湿的，西宁掌心下是他跳动的心，指尖的温热让他有瞬间恍惚。安阳郡主的做法对裴昭来说又何尝不是残忍？若他知道自己亲娘想要害死他喜欢的人，会是怎样的情况？西宁承认自己有些喜欢他，不想让他面对这样残忍的真相。他手慢慢上移揽住裴昭的脖子，送上红唇，声音娇媚入骨，响了。第49章对峙。西宁的主动让裴昭热血沸腾，他以为自己几天没回来，西宁想他了，心里一高兴，动作就更加卖力。干柴烈火，两人酣畅一夜。早上醒来时，裴昭神清气爽，只觉得还能继续再熬几天。给姑娘烧热水，等她醒来伺候她梳洗。裴昭出了房门，吩咐外面的忍冬道。他的声音温柔，眼中也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意。忍冬看了眼内室睡得正熟的女人，咬牙鼓起胆子跟裴昭告状：三爷，我家姑娘昨日被人欺负了。他将火锅店的事完完整整告诉裴昭，还特别说了西宁有多可怜，报官府衙都不管，还警告他们别再继续查。裴昭脸黑的低默，心头的火乱窜。他既气那些人敢欺负他的女人，又气西宁受了委屈却不说。西宁问他，他在他心里算什么？那他呢？在他心里，自己就只是贪恋美色的禽兽吗？裴昭压抑着心头的暴力，很想将房内的女人叫醒，可是想到昨夜的折腾，他闭了闭眼。我知道了，照顾好你家姑娘，其他的事由我。他再气也不会放过那些欺负西宁的人。从外院出来，裴昭就吩咐长林去查。等他在东宫忙完，长林已经查清楚。宫门外亮着灯，映出裴昭脸上的疲惫。长林看着他，只觉得心疼，接下来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三爷，谁干的？裴昭上了马车，闭眼小气，开口问他。长林咽了咽唾沫，是郡主。砰！马车里突然一阵声响，长林连忙将车停下。裴昭头磕在车壁上，额头都红肿了。三爷，您别急，郡主只是想砸火锅店，没想伤害西姑娘。长林慌忙劝着，然而裴昭眼中的冷意能将人冻僵，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三爷，仿佛失去了人气一样。三爷，长林害怕，轻声唤他。裴昭指尖颤了颤，僵硬的开口回府。安阳郡主现在确实没有伤害西宁，可以后呢？裴昭不敢赌。怪不得昨夜西宁没跟他说什么呢？说他娘想要他心爱人的命。裴昭嘴角勾起冷嘲的笑，怪不得昨夜西宁那样热情，不过是可怜他罢了。外面是摊贩的叫卖声，还有急着回家用饭的行人，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可裴昭的心里只有10股的冷。国公府，
安阳郡主刚用完晚膳，还没睡下，听到门房说裴昭过来了，连忙让他进来。哼，终于想起你老娘来了，在外面几日不回来，我还以为你把家忘了呢。安阳郡主心里有怨气，几个儿子她最疼爱裴昭，也属这个妖最不听话。娘，你要怎么样才会放过阿宁？她只是个弱女子，留在京城也是因为我逼着她。裴昭眼底猩红，紧紧盯着座上的女人。明明安阳郡主答应过让她娶西宁，可转头就派人砸了西宁的店。如果不是忍冬告诉他，他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就这样任由西宁被他娘欺负。那个女人告诉你的？安阳郡主冷眼，他就知道那外室不安分，若他乖乖离开，自己又何必威胁他，还惹得他们母子两人离心。安阳郡主心里更厌恶西宁了。不是他，裴昭咽下口中的苦意，娘，阿宁很好，若您见了他，一定会喜欢。不会，我永远不会喜欢一个青楼妓子，他想进府，除非我死。安阳郡主胸口剧烈起伏，她的儿媳必须是名门贵女，西宁的身份上不了台面，她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女人嫁给裴昭。安阳郡主发了狠，你能护住她一时，护不住她一世，只要你老老实实娶妻，我不会为难她。裴昭眼底皆是冷意，那娘就看看我能不能护得住，不让她进府，那儿子就跟她在府外住。说完，他转身就走。安阳郡主捂住胸口，气得眼前发黑。这个逆子，他这是要气死我！为了一个女人，他家都不回，娘都不要。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将她迷成这样？安阳郡主心中恨意渐浓，裴昭越是看重西宁，她越是不能让这个女人留下。外院，从那天过后，裴昭好几日都没回来，西宁恍惚了几天，还是忍不住打起精神。裴昭没回来，怕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安阳郡主毕竟是他的母亲，他再怎么喜欢自己，也不会怪罪他娘。婆媳关系在哪都是难题，幸好自己从未打算嫁给裴昭，不然这条小命恐怕都要没了。火锅店经过几日整顿，重新开业，那几个受伤的客人也已经痊愈的差不多，大家都知道是有人故意来找茬，并没人迁怒西宁。火锅店一开业，生意还是爆火。沈记带着几个同僚过来给西宁捧场，见铺子里只他一个，还探头四处瞧了瞧。三哥呢？怎么没跟嫂子一块？他叫嫂子叫习惯了，完全没发现自己这称呼一出，几个同僚看西宁的眼神都变了。他们都知道西宁是裴昭的外室，在太子那边也有姓名，可沈记公然叫他嫂子，难道裴昭要娶她？众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一个外室再受宠，也不过是纳进府里做个小妾，哪里能当正妻呢？只是心里在震惊，他们也不会说出口。找到位子，火锅西瓜吃得欢快。此时火锅店对面的街角，裴昭和徐清荣对坐在车里，徐清荣手中捏着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抬头看裴昭时，眼神尽是鄙夷。没想到堂堂裴家三郎连个女人都护不住，也不知这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京城的人怕是眼都瞎了。裴昭手攥紧茶杯，力气大的似要将茶杯捏碎，他的眼中布满血丝，眼下尽是青黑。这几日没睡过一个整觉，闭上眼就是西宁惨死在他怀中的景象。裴昭怕西宁有闪失，徐清荣说有办法帮他，就算其中有诈，他还是忍不住出来了。徐小姐说的办法是？徐清荣抬头睨了他一眼，跟我定亲。第50章，离开的心思。刚入8月，京城突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裴家三郎跟徐家贵女定亲了。两人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一传出消息就引来众人的祝福。可也有人想到了裴昭那位外室，裴三郎那么宠爱西氏，徐小姐嫁进去恐怕日子不会好过。哼，那外室再受宠也只是个妾，无名无分的能跟徐家小姐比？你就看吧，不出半年，那西氏就得被厌弃。高门大户里阴司也多，想要让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办法可多着呢。京城没人看好西宁，但也没说落井下石的话。毕竟西宁的2家吃食铺子味道极好，他们都是常客，没得因为一张嘴得罪主家。外面的流言蜚语，西宁都听在耳中。苏嬷嬷整日唉声叹气，看着西宁就偷偷抹泪。忍冬这个暴脾气，则是差点出去跟人吵架，连带着也迁怒上裴昭。他不敢跟西宁说，就被地里偷偷对着苏嬷嬷骂：“嬷嬷，您说三爷是怎么想的？之前对咱家姑娘千好万好，还许诺要娶姑娘进门，可是呢，火锅店被砸，姑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三爷都没点表示，现在还跟徐家小姐定亲，这是将咱们姑娘当成什么了？他一个当丫鬟的都替主子委屈，就差破口大骂裴昭是负心汉了。”苏嬷嬷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不过她年纪大，看得多了，这世间哪有什么无价宝有情郎，多的是3心2意的陈世美。苏嬷嬷摇了摇头，叮嘱忍冬：“姑娘心情不好，你莫要再说这些，主子的心思哪里是我们能决定的？这几日你精细些，别惹姑娘不开心。”我知道的，嬷嬷，姑娘那里不会多嘴。忍冬就是心里气，既然这样，他们姑娘还不如离开三爷呢，
反正卖身契已经在手里，凭他们姑娘的美貌和能力，在哪里活不下去呢？三爷能娶妻，他们姑娘也能娶夫。西宁确实已经打算离开了，不仅是安阳郡主的警告，而且他也不会做小三。裴昭已经有了未婚妻，他再继续待下去就是插足了。至于之前徐清荣说过不跟他抢裴昭的话，西宁根本没放在心中。就连金贵如裴昭也不得不听安阳郡主的话，他们的婚姻又哪能如自己所愿呢？西记和火锅店的生意早就走上正轨，没有自己，店铺的生意也能运转。庄子有刘老汉打理，西宁送了一些玉米、土豆、红薯、西瓜的种子，保证每年2家铺子用量是足够的，他就彻底放手。还好当初生意没做太大，这几处产业足够下人们生活即可，他手中有种子有银子，在哪都能重新开始。交代完生意的事，西宁就让苏嬷嬷和忍冬收拾行李。他的东西不多，这大半年也只是置办了几件衣服，连首饰都少有。上次裴昭买的已经被全部退回去，两人间连唯一的联系都没了。忍冬收拾了2天，将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他拿着一件衣袍进来找西宁。姑娘，三爷的衣服留下了，要给他收着吗？他现在很不待见裴昭，恨不得将他的东西都丢出去。给我吧。西宁接过来，衣服上面还有裴昭的味道，松墨香味扑鼻，仿佛男人就在眼前。西宁指尖缩了缩，将衣服叠好放到架子上，表情平淡，完全看不出他杂乱的内心。这院子是三爷买的，咱们走了之后他自会收回去，衣服放在这等他自己来拿吧。好。忍冬听到要走，鼻子酸酸的，明明也没住太久，可他心里就是舍不得。姑娘，咱们要去哪啊？西宁眼神看向窗外，梧桐树上有麻雀在嬉闹，衬得房内越发死气沉沉。可能会去江南吧，原主是从江南来的，他想回去看看。而且江南鱼米之乡，土壤肥沃，也最适合他的种子生长。好，那我再去看看东西有没有落下的，江南那么远，可得多带点衣服。忍冬擦擦眼角的泪，风风火火地回了屋子。几人收拾行李的事是悄悄进行，可火锅店的事却瞒不了人。这日吃完晚饭，西宁坐在书桌前看账本，门就从外面被大力推开。男人裹着一身的火气，牢牢将他压在椅背上。裴昭眼尾猩红，攥着他胳膊的手都在打颤。你要走？听到他要离开的消息，裴昭整个人都要疯了，血气上涌，他不管不顾，直接冲到外院，连安阳郡主会伤害西宁也顾不上了。松墨香味包围着他，西宁无处可逃。他绷着嘴角，眼神直直看向他。三爷既然要娶妻，我再继续留下只会碍眼，不会娶。裴昭不喜欢他的冷静，好像西宁已经不在乎他一样。裴昭半抱着他，话语中带了急切，不会娶别人。阿宁，你信我。这不过是他和徐清荣的交易，两人假装订婚，让安阳郡主放过西宁。可他没想到西宁听到会想离开他。裴昭忍着喉咙的甜腥味，耐心地哄他，我不会娶徐清荣，等过了这阵我就跟你解释。阿宁，你等等我好不好？他想名正言顺地娶西宁为妻，即使安阳郡主也不能阻拦。他这副卑微的模样让西宁心间抽疼，高高在上的裴三郎何至于此？他信他的。裴昭和徐清荣的亲事，西宁渐渐琢磨出未来，恐怕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可西宁却并不想改变什么，他和裴昭从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两人之间横亘的不仅是安阳郡主，还有身份。即使他不是原主，可西宁有自己的傲气，他不愿被那些贵人指指点点。青楼继子的出身注定了西宁要被世家看轻，他想做自由的西教授，而不是困于后宅的裴三夫人。所以京城他一定会离开。西宁眼中的抗拒太过明显，裴昭心口疼的窒息，眸底的猩红渐渐染上墨色。他掐着女人的下颌，重重捻着她的唇，像要将女人吞吃入腹，融在自己的骨血中。阿宁，你乖一点，不然我就打断你的腿，将你关起来。第51章囚禁。素了多日的男人不能招惹，尤其裴昭还生了气。西宁像他砧板上的鱼肉，浑身酸软的不成样子，连嗓子也沙哑难耐。他求饶，可裴昭根本不听。男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阿宁要离开，阿宁不要他了。裴昭眸底猩红，所求更是无度。西宁手指攥着床单，放弃了挣扎。他眼神空洞无神，身上的疼已经比不上心里的。裴昭和他之间，除了身份的鸿沟，还有裴昭对待他的方式。于男人而言，自己就是他的敬意。他想要自由，裴昭不仅不允许，还要折断他的翅膀。西宁嘴角扯出一抹苦涩的笑，即使他爱裴昭，愿意为他入国公府，他们两人也走不到最后。想开之后，西宁离开的心更加坚定。只是他没想到裴昭会将他囚禁起来。忍冬，苏嬷嬷。西宁在陌生的房间醒来，这里比外院精致奢华，檀木雕的架子、床铺的锦被都是绫罗绸缎，可他此时并没心情看。这里不是外院，忍冬和苏嬷嬷也不见了。西宁心里慌乱，
随便披了件衣服就下床。昨日裴昭闹得厉害，他双腿软得像面条一样，差点跪在地上。夫人，您醒了。他胳膊忽然被人拖住，西宁抬头看向身边的人，小丫鬟生了张圆脸，笑起来嘴边还有对梨窝，很是讨喜。这是哪？裴昭呢？西宁冷着脸问他，可心里却是恐慌。裴昭这是将他关起来了。果然，接下来小丫鬟的话证明了他的猜想。这里是三爷的庄子，三爷说了，您身子不好，需要静养，等他忙完就会来接您回去。奴婢叫小桃，以后就负责照顾夫人。我要回去。他没病，不需要静养，裴昭凭什么关着他？西宁心中是翻腾的怒火，那个男人偏执霸道，何曾尊重过他？小桃急忙将人拦住，别看他年纪小，可小桃是个练家子，手上格外有劲，西宁那点子力气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房门都没走出去，就被小桃半推半抱困在床上。夫人，三爷也是为了您好，外面乱得很，您就委屈在庄子上待几天，三爷回来肯定会来找您的。江南暴乱，京城的流民也开始烧杀抢掠，裴昭将西宁送到庄子里，并不只是为了囚禁他，更怕八王爷的人伤了他。只是这话他没跟西宁说，而小桃又是个大大咧咧的，他不知道西宁跟裴昭的局语，还以为西宁是担心裴昭。西宁挣脱不开，只能放弃，但他回不去，忍冬和苏嬷嬷总能过来吧。然而小桃一脸为难的挠了挠头，恐怕不行，这地方隐秘，其他人进不来。这个庄子是裴昭训练暗卫的秘密基地，建在悬崖峭壁上，没有专人引路，根本上不来。我知道了。西宁深呼一口气，裴昭这是将他的退路都堵死了，想彻底将他困在这里。那你们三爷什么时候回来？多则半年，少则3月吧。三爷被太子派到江南镇压暴乱，短时间内是回不来的。西宁又问了几句，但小桃看着憨直，嘴严得很，他什么话也没套出来。西宁揉着酸胀的眉心，也没了继续问的心思。我知道了，你出去吧，我想再睡一会儿。哎，那夫人有事就唤我，我就在外面守着。三爷可说了，这是他们未来的主母，可得照顾好了。然而西宁听到他的话，却以为是裴昭吩咐小桃监视他。他嘴角泛着冷意，你放心，我不会逃，至少现在不会。小桃一头雾水的出去，夫人说他不会逃，可这悬崖峭壁的，他能逃到哪去？一不留神可能就摔下去了，那可是会死的。东宫书房中，太子一脸欣慰的拍了拍裴昭的肩膀，程渊，姑最信任的就是你，这事也只有你能办好。裴昭文武双全，还是带兵的将才，江南的暴乱也只有他能镇压。裴昭脸色平静，并没有被夸赞的骄矜。殿下谬赞，流民暴乱的事，程渊定全力以赴，只是事成之后，还望殿下能履行承诺。放心，等你回来，姑定为你和西氏赐婚。太子爽朗笑道，他这个心腹竟是个痴情种，为了娶西氏，主动请缨去江南平乱。那江南是八王的地盘，他这趟可谓是艰险。谢殿下。裴昭不怕艰险，他只怕西宁离开他。东宫外，长陵已经在等着他。三爷，西姑娘问了忍冬跟苏嬷嬷，小桃应付过去，他也没继续要人。让小桃照顾好他，只要不想着离开，其他要求都满足。裴昭低声吩咐着，长陵因事就去赶车。马车没回国公府，去了城东的茶楼。裴昭3日后就要启程去江南，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徐小姐。徐金荣已经喝完一盏茶，他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抬眼看裴昭。我的主意，三爷考虑的如何了？我答应你。裴昭在他对面坐下，沉声说道。只是定亲后再悔亲，徐小姐的名声就坏了。他和徐金荣的交易就是两人定亲，八王想拉拢他，势必会伤害他的妻子。西宁无权无势，八王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他。可徐金荣不一样，她是丞相嫡女，八王想要动他也得掂量掂量。若是再将丞相得罪了，即使他和太子分庭抗礼，也经不住丞相的倒戈。裴昭的话让徐清荣嘴边勾起一抹冷潮，坏了正好，我本就没想嫁人，不过我赌上自己的名声帮你，也请三爷记住答应我的话，下江南后帮我找人。好。两人商量好后，就相继从茶楼出来。裴昭本想去见西宁，可怕身边有八王的眼线，他不能让西宁有任何闪失，只能忍着思念回了府。徐金荣则上了自己的马车，今日他身边跟着的是心腹，安姑坐在他身后，帮他揉着头，眼中尽是担忧。小姐，殷公子或许早就不在了，你为了他耽误自己的亲事，值得吗？徐金荣睁开眼，夜色中他眸子亮得惊人。值得，除了他，我不会嫁给任何人。他答应我会好好活着，不管多久，我都会找到他。第52章，他要成亲。西宁躺了3天，才彻底恢复了过来。这3天，他只见过小桃，也不知道裴昭将他关在了哪里。这庄子可还有其他人？西宁喝着肉粥，说是肉粥，也勉强是将肉剁碎煮熟罢了，肉腥味都没去掉。
西宁嘴刁，喝了2口就喝不下去了。小桃将碗接过，圆脸皱巴巴的。夫人吃的也太少了，怪不得人这么瘦。只是三爷吩咐了，他们要将人照顾好，可不能饿坏了夫人的身子。小桃心里想着，明日去山下看看，给夫人买些零嘴上来。他们这些人打架擅长，做饭是真不行，煮熟能吃就已经是极限了。有的，除了奴婢，还有10几个人呢。那我能出去看看吗？西宁擦净嘴，轻声询问。他在房中待了3天，实在是闷了。裴昭就算囚禁他，也不能连房门都不让他出吧？可以是可以，但庄子外面夫人不能去，那里都是悬崖峭壁，夫人这样柔弱，万一被吹下去就不好了。小桃是担忧他的身子，西宁却以为是裴昭吩咐的，怕他跑了。他眼底藏着冷意，面上却很温和。放心，我不去，就在庄子里转转，自己还要在这待几个月。西宁想弄些吃的，小桃送来的食物他实在是难以下咽，恐怕不等裴昭放他出去，自己就先饿死了。有小桃的允许，西宁换了身轻便的衣服出门。这庄子很大，虽然寝居布置得很精致，可外面却是有些简陋了。西宁所到之处都是练武的汉子，见到他过来，那些汉子慌忙把衣服套上。小桃，夫人过来，你怎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他们赤膊练武，将夫人的眼睛都污了，若是三爷知道，不会将他们打发到黑煤矿去吧？一群人骂骂咧咧，小桃自知理亏缩着脖子，我哪里知道你们把上衣脱了？再说这里又不是没有女人，怎么没见你们在我面前这么正经呢？切，你个男人婆也能算女人？小桃武功比他们都高，揍起人来那是心狠手辣，他们根本不将她当作女人看待。乃相夫人，他们还从未见过这样美的女人，娇媚明艳，恨不得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给她。这样的女人也只有他们三爷才能配得上了。众人嘻嘻哈哈，西宁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虽然出不去，但这里的氛围很好，他就当度假了。庄子里蔬菜种类很少，可西宁手艺太好，最简单的材料也能做出大厨的味道。厨房的门是敞开的，门口围着一群人，看着厨房的方向眼冒绿光。西六，夫人又做什么好吃的了？比昨天的麻辣烫还香。红烧肉，夫人说了，第一块先给我吃。小桃得意地说道。这几日有西宁投喂，本就圆润的小脸更加白胖了。他话刚说完，就引来一片奉承。好小桃，你跟夫人说说，也给我们留一块呗。就是小桃，等明日下山，我给你买新匕首。贿赂在前，小桃心动了。只是红烧肉是西宁做的，他做不了主。那我先问问夫人愿不愿意给你们。好。西宁本来就做了他们的份，一大锅的红烧肉，每人都分了1碗。除了红烧肉，他还做了一盆凉拌菜，配着又香又软的大馒头，众人吃的头都不抬。太好吃了，夫人的手艺比京城大酒楼的师傅还好。一群人被西宁的厨艺征服，怪不得他们三爷那么喜欢呢。夫人不仅生得美貌，做饭还这么好吃，没有人会不喜欢她。西宁几顿饭就将人心笼络，他勾起唇角，微笑说道：你们喜欢就好，若不是庄子里调料太少，我能做的吃食更多。那好办，明日小六下山，夫人需要什么让他买就行。有人听到吃的就两眼放光，红烧肉就这么好吃了，其他的得多美味啊。说什么呢？夫人又不是我们的厨子，三爷让夫人待在这是养身子的，我们兄弟都不是会厨艺的，要不明日给夫人雇个厨娘来。西宁吃食做的再好，也不是他们能吃的，尝个鲜就罢了，难道还能将她当厨娘使唤？对，不过得招个知根知底的。不用厨娘，我喜欢做饭，你们将调料和食材给我备齐就好。西宁不觉得做饭辛苦，相反他很喜欢做饭，只有在烹饪美食时，他的心态才是平和的，而且他不觉得谁有他做的东西好吃。见西宁坚决，众人也只能妥协。次日，小六带着2个兄弟下山采买，他手里有西宁给的单子，除了辣椒不好找外，其他的都是寻常食材。只是几人在街上逛了一圈，却听闻一个震惊的消息，回来时几人脸色都很复杂。怎么了？小桃看着在厨房门口徘徊的3人，走过去问了一句。小六看看他，又看看2个小伙伴，急得抓耳挠腮。小桃，你不是说夫人是我们未来的主母，怎么三爷又跟徐家小姐定亲了？而且还是3个月后成亲，那夫人怎么办？啪！厨房里传来一阵声响，小六赶紧闭了嘴。西宁本要过来接食材，哪想到正好听到小六的话，裴昭和徐清荣要成亲了，他将自己囚禁在偏远的庄子里，就是为了不让他去闹吧。裴昭知道他不会做妾，所以想瞒着他成亲，到时候尘埃落定再将他接回府里。西宁冷笑，裴三郎，他真是打得好算盘。夫人，小六也是听说的，做不得准。三爷既然说会接您回去，这其中肯定有误会。小桃焦急辩解着，生怕西宁乱想。西宁垂着头，敛着眸子，声音平静的开口：我要的食材都买回来了吗？该做饭了。夫人，小桃被他的反应吓到了。夫人这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他
他脑子笨都看不出来。西宁接过小六买的食材，把几人赶出去，厨房只剩下他一人，他才脱力的倚在门后。在裴昭心中，他真的只是个玩物吗？西宁眼角泛红，他抬手抹了一下，手上刚提了河虾，上面还有浓重的鱼腥味，腥味扑鼻，他胃里突然一阵干呕。第53章，西宁怀孕。这里不比前世，女子想避孕只能吃药，而这几次裴昭闹完，她都没机会吃。算算日子，她已经1个多月没来癸水了。西宁倚着门，脸色煞白，抖着手摸向小腹，下衣轻薄，她的小腹尚且平坦，然而谁也想不到这里面已经有了孩子。西宁咬着唇，低着头，眼中尽是复杂。前世她就是个孤儿，这世的原主也是无父无母，她是想有个亲人的。可若留下这个孩子，她跟裴昭就再也扯不清了。西宁第一次觉得无措，她舍不得孩子，但更不想进国公府。如今进退两难，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夫人，您需要帮忙吗？厨房太过安静，小桃觉得异常，过来敲门。西宁一惊，赶紧收拾好情绪，假装淡定地回了一句：没事，马上就好。小六买了1桶活虾跟半桶小黄鱼，西宁忍着干呕将鱼虾收拾好。她本来想做爆炒和生腌，但现在怀了孕，就不能再吃那么重口的东西。最后半桶鱼做了清蒸和香煎，因着食材新鲜，只用了些盐和酱油调味，就已经鲜得不行。虾则做了粥，出锅后撒了把葱花，看上去极为诱人，就连西宁也有了食欲。东西端出去，自然又引来一通疯抢。小桃仗着自己是西宁的丫鬟，多抢了1碗粥，得意洋洋地看着小六他们，嘿嘿，羡慕吧？有本事你们抢回来啊！其他人是敢怒不敢言，闷头埋进碗里，将剩余的米粒都舔干净。小桃冷哼一声，将碗放到西宁面前：夫人您吃，这群饭桶跟饿死鬼投胎似的，您下次别管他们。听到小桃的话，众人才注意到西宁，他只吃了半碗，锅里就已经干净了。众人脸色赧然，三爷可是交代过让他们照顾好夫人，可他们却抢饭，让夫人都吃不饱。夫人，我们以后不吃，不对，我们以后吃少一点。一群人耍宝，西宁的愁绪都被冲散了些。没事，你们尽管吃就好，我今日不太饿。夫人是不是想三爷了？小桃脸皱巴巴的，夫人昨日还能吃2碗红烧肉的，今日胃口就不好了，肯定是担心三爷。他自觉想到了原因，遂安慰西宁道：夫人放心吧，三爷文武双全，心怀谋略，肯定会平安回来的。西宁低下头喝了一口粥，没有解释。距离裴昭回来至少还有3个月，他的孕肚藏不住的。西宁无声叹了口气，能瞒多久是多久吧。如果这3个月还没想到离开的法子，他就和裴昭摊牌，自己绝对不会嫁给他。如果他真想娶她，那就入赘。庄子上的生活平淡而欢乐，西宁除了每天做饭，就是在庄子里溜达。他的肚子已经显怀，只是庄子里都是大男人，唯一的小桃也是个大大咧咧的小姑娘，根本没发现她的孕相，只以为她是吃胖了。说起来不止西宁，他们也都吃胖了呢。西宁在这里已经快4个月，按理说裴昭也该回来了，可小桃他们都没有音讯。夫人别担心，昨日小六下山打听过，江南那边流民勾结官府暴乱，说是要造反，皇上都震怒了，派了官兵去镇压，三爷很快就能回来的。小桃也不知道裴昭回来的具体日子，但他相信夫人在这里，三爷肯定会迫切想回京。西宁手握紧杯子，他的月份越来越大，离生产也就不足5个月，万一裴昭回不来呢？而且她自从怀孕后就没看过大夫，最近孩子有了胎动开始闹腾，她夜里难受睡不着，吃东西都没了胃口。我想下山去看看。夫人想买什么东西吗？让小六帮忙买就好。小桃还记着裴昭的话，就怕西宁下山后跑了。西宁捏了捏手心，他知道自己不说实话，小桃不会放他下山，他不想让裴昭知道孩子的存在。可即使他不说，等5、6月份显怀，小桃再傻也会察觉到不对。我怀孕了。什么？夫人您什么时候怀的？不是，您怀了小主子，怎么没跟我们说，还让您整日做饭？听到西宁的话，小桃都傻了。所以夫人不是胖，还是有小主子了，她这个粗线条怎么就没发现呢？不行，这事一定要让三爷知道。小桃赶紧让小六去给裴昭送消息，因着有孕在身，小桃也不敢给西宁尽足了。夫人，您要下山必须所有人一起，您现在怀着小主子，可不能有丝毫闪失。西宁点头，只要能下山就行。翌日一早，小桃几人就收拾好了，他们给西宁准备了豪华宽敞的马车，生怕她不舒服。马车下山，西宁透过车帘默默记着路线。庄子在郊外，但离城北并不远，1个多时辰，马车就在京城最大的药堂停下。小桃扶着他进去看大夫，完全没注意身后不远处女人的眼神。郡主，刚才进去的是不是那个贱人？没想到他竟然藏了这么久。小丫鬟眼尖，一眼就看到了西宁。长乐郡主眼中像淬了毒，自从上次算计失败，她就被京城的贵女笑话，
就连长公主也厌弃了他。他不明白自己找的是个乞丐，怎么就变成了绑架周莹的杀手？小丫鬟上次是没办成，被打了50大板，身子刚养好，现在见了西宁，恨意不比长乐郡主少。郡主他身边没几个人，咱们回府叫人将他绑了吧。反正裴昭不在京城，没人护着他，还不是自家郡主想怎么样都行。好，你去叫人。他怕西宁跑了，决定自己留在这看着。好，奴婢这就去。药堂里，大夫给西宁诊完脉，手捋了捋稀疏的胡子。夫人已经有了4个月身孕，只是最近思绪过度，有滑胎的迹象。老夫给你开几副安胎药，回去3碗水煎服，等下月今日再来诊脉即可。多谢大夫，我记得了。西宁撑着腰起身，手附在小腹上，小家伙似有所觉，脚丫蹬了他一下。西宁嘴唇勾起一抹轻笑，周身散发着慈母的光辉。等他出门，大夫的面前出现一个女人。刚才那女人生的什么病？第54章，长乐郡主的毒计。长乐郡主站在他面前，眼神凌厉如恶鬼，大夫腿瞬间就软了。那位夫人是有喜了，她竟然怀孕了。长乐郡主心中更恨，怪不得裴昭将她藏得那么好，原来是怀了野种。哼，自己本来还想留她一命，现在看来西宁必死无疑。除了她，没人有资格怀裴昭的孩子。长乐郡主扔了2锭银子，闭紧你的嘴，不然本郡主要你的命。他报了身份，大夫就算长了10个胆子也不敢说。是，贵人放心，小的绝不多嘴。从药堂出来，丫鬟叫的人也到了。长乐郡主眼神狠辣，跟上去将那个女人绑了，先让周甲他们享受了再杀。他们平日去青楼可没试过孕妇的滋味吧？他狞笑着，饶是小丫鬟恨西宁，都没想到他会这么毒辣。临近冬日，小丫鬟后背发冷，应下话就让侍卫去办。不好，身后有人！马车快要出城，小六发现了跟踪的人。八王府的侍卫可不是吃素的，即使他们是身手过人的暗卫，应付这么多人也得费些功夫。小桃，你快带夫人回去，这些人交给我们。好。马车驶得飞快，西宁扒着车壁，心跳得快要蹦出来。小桃扶着他，不忘安慰：夫人放心，小六他们还能应付，您好好护着小主子就好。大夫的话他可是记在心里的，夫人忧思过重，对小主子不好。西宁攥紧手中的帕子，勉强镇定下来。我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谁想要他的命了。马车一路有惊无险回了庄子，等深夜小六他们才回来。原本15个人少了3个，小六他们身上也都带着血。小桃不敢惊动西宁，跟人来了后院。怎么回事？是谁的人？小六抹了把脸上的血，平日嬉笑的脸上尽是冷肃。是八王的人。这几日保护好夫人，我怕八王会继续派人过来。他们损失了3个兄弟才逃回来，若八王再派人，恐怕护不住夫人。如今西宁不是一个人，他还有身孕，若有丁点损失，他们都对不住三爷。三爷的信送到了吗？年前能不能回来？小桃心里火烧火燎的，焦虑的不行。现在能护住夫人的只有裴昭了。刚送出去，就算到也得半个月。三爷收到信肯定会很快回来的，在这之前就算拼了命，咱们也不能让夫人有事。我知道，我一定护好夫人。江南巡抚府的书房中，裴昭冷着脸看完手中的诉状。贪污赈灾白银，强抢民女，霸占土地，官商勾结，唐元在江南10年可真是坏事做尽。这里每一桩罪都够他诛9族，怪不得流民暴乱他强行压下消息，要不是有人趁机造反，江南的事还传不出去。三爷，那接下来怎么办？长林也没想到会这样棘手，如今江南已经烂到根上，外面还有流民暴乱，本来以为3个月就能解决的事，现在已经拖了快半年。樱木言到哪了？裴昭将诉状丢在桌案上，揉了揉酸胀的眉心。他答应过阿宁的，会尽快回去。江南的烂摊子，他得找人接。已经从西北出发了，估计到江南还得半年，所以这半年他们主子还有的忙。我知道了，大人，流民们将粮仓抢了。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急报，裴昭猛地起身出去看看。皇上说着派了官兵，但被八王的人拦住。如今府衙只有1队侍卫，勉强能拦住那些人。可如今看来，侍卫们拦不住了。长林跟在后面，心中万般担忧。三爷的暗卫都留下保护西姑娘，现在手里连可用的人都没有。府衙外面，流民们拿着刀枪，愤怒地看向裴昭。唐老贼抢了我们的地，还叫我妹子霍霍死，这仇我不能不报。你和唐老贼都是朝廷命官，心一样黑，我们要活命，你必须死。一群人扑过来，长林慌忙叫人：快，保护三爷！他抽出刀反击。裴昭本想谈条件，可看这些人的态度，恐怕根本听不进他的话。他紧抿唇，掏出剑迎了上去。只是双拳难敌4手，府衙这些侍卫被源源不断的流民耗尽体力，就连裴昭身上也都是伤口。三爷，您回府衙，这里有我们。长林咬着牙，
裴昭不能有事，他拼死也要护住主子。闭嘴，抗住，救兵快到了。他早就预料皇上靠不住，太子的精兵已经在路上，等人一到，这些流民就不足为惧。听到裴昭的话，长林眼睛亮了。是，他们有救兵，先杀了这狗官。流民中一阵暴乱，他们拿着刀就冲裴昭杀了过来。嗖！一支箭射向裴昭的心口，被他持剑躲开，但更多的箭射过来，支支毙命。裴昭没挡住，肩膀中箭，他闷哼一声，嘴唇瞬间就青了。这箭有毒。见裴昭中箭，流民大喜，攻打的动作更猛烈了。而裴昭这边已经人心涣散。就在这时，一队铁骑杀了过来。狗娘养的，竟然敢杀裴大人，给我杀！三爷，是朱将军，太子的救兵到了。裴昭听到朱成的声音，终于放心的晕了过去。三爷，三爷！自从那日遇到袭击，庄子上就加强了防护，西宁也没再想着下山。幸好庄子里东西是全的，他这几月养胎很顺利，或许是吃了安胎药的原因，肚子里的孩子没再继续闹腾。只是如今已经是3月，他的预产期快到了。庄子里没有稳婆，连接生的东西都没有。小桃愁容满面，夫人，我下山去找人，稳婆大夫都得有。什么八王，现在都没夫人和小主子重要。实在不行，他就去国公府求救。安阳郡主再不满意西宁，难道连孙子也不在意？小桃心中有了决定，第2日就乔装下山。等在城里多日的人看到小桃那刻，就立马给伙伴递消息，快去告诉郡主，人出现了。第55章生产。小桃舍得砸钱，稳婆跟大夫很快就找到。时间紧迫，他也来不及查2人的底细，山上都是他们的人，2人想做手脚难得很。只是他不知道，在他上山的时候，身后多了几条小尾巴。贾哥，咱们要不要将人绑了？黑衣侍卫蒙着脸问旁边的人。周甲阴狠的眼眯了眯，不急，跟上去。郡主可说了，要让那女人1尸2命。可惜了，他们找到人太晚，那女人都要生了，不然她还能尝尝这孕妇的滋味。是。几人悄悄跟上去。小桃心焦西宁，没发现跟踪的人，不过庄子设置了机关，周甲等人被拦在外面，一时半会儿也进不去。西宁的预产期在4月底，她的肚子大得惊人，临近产期已经不方便走动了。夫人，稳婆和大夫已经到了。小桃将人带进来，那稳婆接生过几百上千个孩子，见到西宁肚子的那刻，眼中就闪过一抹惊诧，但这是贵人，她也不敢多说什么。最后半个月，庄子里的人都很小心，尤其是小桃生怕西宁磕了碰了，连床都不让她下了。西宁倒没觉得他们小题大做，这里可是医疗落后的古代，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他不敢赌。4月28晚上，西宁吃了一碗肉粥，在小桃的搀扶下围着屋子走了一圈。你们三爷还没有消息吗？裴昭走了快1年了，最近2个月更是连信都没有。小桃皱着脸摇了摇头，估计三爷是忙吧。江南局势1日不平，裴昭就1日不能回京。不过小桃没说的是，西宁怀孕的事，他早就让小六送消息过去，可回信一直没收到。难道是三爷出事了？小桃心头一跳，脸都白了。好，西宁肚子突然一痛，紧紧握住小桃的手。我要生了，你去叫稳婆。他断断续续的说完，小桃听到也顾不得裴昭了，赶紧点头答应。夫人您快去床上躺着，我这就去叫人。他手忙脚乱的将西宁扶上床，转身就朝外跑。此时庄子门口，周甲几人终于找到了进庄的入口。男人阴险一笑，周乙去山下叫人，其他人跟我进去。稳婆到底是见过经验丰富，生产的东西很快就准备好。她进了屋，西宁已经快痛得晕过去，她小脸苍白，浑身像被水洗过一样。小桃担心的不行，紧紧攥住她的手。稳婆，夫人什么时候才能生啊？她没见过人生孩子，从不知生孩子这样疼。稳婆掀开被子，看了看西宁的下身，宫口已经开了5指。她擦了擦额头的汗，回道：快了快了，夫人身体好，马上就能看到头了。小桃姑娘去给夫人喂点吃的，不然待会儿生孩子没劲。他没说的是，西宁这大肚子恐怕会比别人更惊险。稳婆心里打怵，本以为接了个钱多的好差事，可进了庄子见了人，稳婆才知道是自己怠慢不起的贵人。如今进退两难，只能盼着贵人平安生下孩子。唉，西宁忍着撕裂的疼吃了半碗面，宫口已经大开。大夫在门外候命，房中只有稳婆和小桃2人。西宁生子，庄子里的人全都围在院子门口，这可是他们的小主子，等三爷回来见到孩子，不知道要多开心呢。西宁生得很顺利，然而等婴儿啼哭传出来时，外面也已经天黑。哇，生了，生了！庄子灯火通明，听到婴儿哭声，众人都激动地叫了出来。然而高兴时就是防守最弱的时候，周甲带人闯了进来，100多个侍卫直接将他们包围。什么人？要你们命的人！婴儿的哭声，周甲等人也听到了，
没想到他们来的这妖巧，正好赶上那女人把孩子生完。周甲抹了一把刀背，对着小六他们就冲了上来，一个不留，杀！不好，外面有人闯进来了！小桃听到外面的刀剑声，心中满是惊慌。西宁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恢复力气，小家伙躺在他身边，哭得响亮。庄子里有密道吗？我们趁乱走。为母则刚，他要为孩子考虑。既然裴昭将他关在这里，说明庄子不会只有一个出口。被西宁一提点，小桃慌乱的心终于镇定了几分。哟，在后山。只是夫人您的身子，小桃怕她没力气走。西宁咬牙起身，不用管我，我能跟上。都这时候了，他就算拼了最后一口气，也要带着孩子逃出去。好，你们跟我走。小桃掀开床板，下面出现一个黑黢黢的洞口。西宁没想到密道就在他睡了快1年的床下，若早知道，他早就逃了。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稳婆抱着孩子，小桃扶着西宁从密道下去。密道很黑，孩子哭个不停，西宁浑身没力，听到孩子的哭声，心焦的不行。还有多久？再走半刻钟，后山有马车，夫人再坚持一下。小桃也焦急，当初裴昭将西宁交给他，现在母子遇险，说起来还是他太蠢，将人引到山上来。密道前面已经出现亮光，几人的眼睛唰的一下亮了，就在前面了，他们在里面，快追！几人刚从密道爬出来，周甲带着人就追了上来。小六几人抵挡不住八王府的侍卫，已经全部死了。周甲杀红眼，怎么能让西宁跑了？西宁手猛地攥紧，后面的脚步声就如催命符一般不断靠近。他身上已经彻底没有力气，全靠小桃拖着他往前走。孩子的哭声也越来越弱，西宁心里涌上来一股绝望。难道他要死在这吗？若不是裴昭偏执不放手，他又何必遇到这危险？西宁眼底尽是恨意，他的孩子，他唯一的亲人，不能就这样死去。夫人，上车！小桃抱着孩子，一手扶着西宁，稳婆已经累得趴下，再也走不动。马车就在面前，周甲等人也来到他们身后。西宁看着近在眼前的人，低声厉喝：“你抱着孩子上马，让他活下去。”马车目标太大，他们3人全都跑不了，不如让小桃带着孩子冲出去。西宁红着眼看了眼襁褓里的婴儿，这是他的孩子，他以后恐怕再也见不到了。夫人，小桃不想走，可西宁的态度太坚决，他也知道西宁的考虑是对的，只是三爷的吩咐他不能不听。快走！西宁拍了下马臀，小桃抱着孩子瞬间就走远。周甲恶狠狠地看着他，狞笑道：“夫人以为他们这样就能跑得掉了？你们今日都得死！”他看着西宁娇艳的脸蛋，眼中一片火热。不过在死之前，不如夫人让我爽一把。他一脸猥琐地上前，西宁强撑着身子不断后退，他不会让他得逞的，现在就是拖延时间，让小桃他们离开。只是后山都是悬崖峭壁，他只顾倒退，却不知后面已经没路，双脚踏空，西宁直接坠落下去。第56章，阿宁，我终于找到你了。江南府衙，三爷醒了。大夫的声音传出去，长林第一个冲了进来。裴昭昏迷了快3个月，身上的毒财终于解了。他睁开眼看到长林，开口就问道：“我睡了多久？”三爷，快3个月，您终于醒来了。长林跪在他床边，青黑的眼中布满了红血丝。裴昭睡了多久，他就守了多久。我中毒的事可传到了京城，阿宁知道吗？他怕西宁担心，那女人别看性子犟，可娇气得很呢。长林听到他提西宁，眼里闪过一抹悲痛。三爷，西姑娘她给您生了个孩子。真的？裴昭眼睛瞪大，整个人激动的不行。阿宁真给我生孩子了？真的，是个小少爷，已经出了满月了。长林想到京城送来的信，点点头。那阿宁呢？阿宁怎么样？他盼了那么久的孩子，不惜换掉西宁的婢子汤，终于让她怀上了。有了孩子，阿宁就不会离开他了吧？裴昭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京城。三爷，西姑娘她……长林看着自家主子脸上的欢喜，嘴里的话很难说出口。阿宁怎么了？裴昭不是傻子，长林的反应显然是有事瞒着他。西姑娘她被长乐郡主的人逼落悬崖，尸骨无存。噗！裴昭大痛，一口心头血喷了出来，脸色苍白如纸。不可能，阿宁不会死，他还等着我回去。三爷！刚醒来的男人又再次晕了过去。湍急的河水中，一条客船驶过，船上没几个人，但都是练家子。船夫正掌着舵，突然从上面落下一个黑影，正好砸在他们面前的河水中。主子，有人落水！船舱中被换主子的男人睁开眼，他一身玉白锦袍，头发用金冠束起，俊逸的五官掩不住他出尘的气质，开口声音如玉石相击，让人不敢亵渎。捞上来！西宁坠落时就已经因为失重晕了过去，他的身子太弱，4月底的河水还冰冷刺骨，坠崖加落水让他发起了高烧，
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人救了。客船上有随行的大夫，煮饭的婆子帮他换好衣服后，大夫就过来诊脉。主子，他刚生产过，但腹中还有个胎儿，必须马上生出来，不然母子两人都得死。樱木言听闻，眉头微皱，他怕不是救了个麻烦，但人已经救了，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他揉揉眉心，靠岸接生。殷家的大夫医术高超，再加上西宁求生意识强，经过1天1夜，他腹中的孩子终于出生了，是个男孩，不过因为难产，身子不太好。大夫将孩子抱到樱木言面前，刚出生的孩子不算好看，红彤彤的像个猴子一样，可樱木言见了却觉得心尖一软，从不喜欢孩子的他竟然想抱抱。主子，这母子咱们要怎么处置？他们是去江南赴任，这女人坠崖肯定是遇到了危险，不管是何原因，主子都不应该带着她。樱木言握了握指尖，强抑住想抱孩子的念头，他敛下眼皮，吩咐道：等到了下一个城镇，将这母子放下吧。是。西宁是在7日后醒来的，她生产时太过艰险，还接连生了双胎，身子损伤太大。她本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可醒来时看到船舱，西宁挣扎着起身。哎呦，夫人你醒了。殷婆子开门就看到她坐起来，脸上的褶子都笑开花。陈大夫说的真准，说您今日会醒，您果然醒了。是你救了我吗？西宁的嗓子干涩，浑身的力气还没恢复。殷婆子扶着她，倒了杯茶水让她润嗓子。是我家主子救了你，你也是可怜，怎么从那上面摔下来了？幸好被我家主子遇见，不然你跟孩子都要没命了。孩子？西宁还不知道自己又生了一个孩子，以为大宝跟着他坠崖了。对啊，还是我给你接生的呢，那孩子可俊了，我家主子都稀罕的不行呢。殷婆子手舞足蹈，她就没见过自家主子喜欢什么，如今抱着孩子不撒手，甚至她还见过主子给孩子换尿布呢。西宁大脑一片空白，所以是她怀了双胞胎。她的泪唰的一下就落了下来。还好她活了下来，孩子也活了下来。我能见见他吗？还有你家主子，那人救了他和孩子的命，就是他西宁的恩人。行，我扶您去，现在是孩子喂奶的时辰，肯定是主子抱着呢。西宁昏迷没奶，樱木言就让下人去买羊奶，小家伙身子虽弱但贪吃，竟然就这样活了下来。殷婆子扶着西宁来到后面的船舱，樱木言正被小家伙拽住头发。出尘俊朗的贵公子疼得龇牙咧嘴，却不舍得胸怀中的孩子一句：小心些，别把手勒红了。他温柔地将小家伙的手掰开，将自己的头发抽出来。然而小家伙是个霸道的，樱木言不让他抓，他就放声大哭，惹得樱木言头疼。给，抓着吧。这就是个祖宗，也不知往日最是嫌麻烦的自己会这样有耐心。西宁在门口看着两人，有些不敢上前。大宝生死未卜，小宝出生这么久，自己才知道他的存在，西宁总觉得跟做梦一样。殷婆子却不知他的想法，她扶着西宁敲开船舱门，对着里面的樱木言行礼。主子，小郎君的母亲醒了，要见您。樱木言闻声抬头，漫不经心的眼神在看到西宁的那刻瞳孔猛缩，双手颤抖，差点抱不住怀里的孩子。小家伙不满意，嚎啕大哭，樱木言却已经顾不得哄他。他双腿像灌了铅，僵硬的走到西宁面前，伸出手想要摸摸他的脸，却又怕吓到他。你叫什么？西宁拧眉，这个男人好奇怪，像是认识他一样，可西宁搜遍记忆却并想不出有这人。但樱木言毕竟是自己的恩人，西宁也没想瞒着他。小女西宁。樱木言嘴唇颤抖，眼中的泪滚落下来，猛地抱住他。阿宁，我终于找到你了。第57章，哥哥。西宁被樱木言抱住的那刻，心底涌上来一股色意，他能感觉到那是属于原主的情感。阿宁，我是哥哥，哥哥终于找到你了。樱木言眼眶发红，他没想到找了10几年的妹妹竟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哥哥。西宁人有些懵，还没反应过来。樱木言拉着他在船舱坐下，又让殷婆子将小家伙抱走，他好好给西宁讲他的身世。原来原主并不姓西，西是他们母亲的姓氏，原主叫殷宁，是西北皇商殷道远的女儿。殷家豪富，多的是人眼红。12年前，八王周胜派人灭了殷家满门，当时上还年幼的樱木言带着妹妹去外祖家小住，幸而躲过一劫。只是那八王很辣谨慎，又怎么会放过他们兄妹二人？樱木言被小姨护着保住性命，而原主则被辗转卖到江南。惊惶之下的原主失去记忆，以为自己叫西宁，被烟雨楼当成花魁养了12年。阿宁和娘亲长得真像。樱木言宠溺地摸着她的头，像小时候一样。明明是第一次见，可西宁却不想推开他。那哥哥是怎么活下来的？樱木言只比原主大2岁，如今也不过是20岁的年纪。是小姨，她入宫做了贵妃，保住了我的性命，有她在，周胜不敢对我做什么。想到熹贵妃，樱木言眼中闪过悲痛。当时的熹贵妃有相爱的未婚夫，
可为了姐姐唯一的血脉，毅然决然牺牲了自己。樱木岩这些年除了找妹妹，就是努力科考入朝为官。熹贵妃再受宠也没办法扳倒八王，只有她拥有了权势，才能为亲人报仇雪恨。江南就是他的第一步。只是樱木岩没想到，自己在京城救下的人会是苦寻12年的妹妹。阿宁，你呢？为何会从悬崖上掉下来？而且还怀了身孕？后一句樱木岩没问，妹妹倾城绝色，又流落在外多年，会遇到什么，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可不管之前，以后阿宁就是他的宝贝，他的妹妹，他会好好护着。西宁脸眸省略了和裴昭的纠葛，只说是自己得罪了长乐郡主，才被八王府的侍卫追杀。八王，又是周胜。樱木岩咬牙，八王害了他们殷家一次不算，又差点害了他妹妹和小外甥的性命。樱木岩心中的恨意迸发，恨不得冲到八王府将周胜杀了。哥，会有机会的，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手刃周胜为殷家报仇。好，樱木岩也没沉浸在仇恨中，如今找到妹妹，他已经很开心了。阿宁还没见过小家伙吧？我让人将他抱进来。殷婆子刚喂他吃完奶，小家伙虽是难产，身子有些弱，可吃起奶来比小牛犊还有劲。西宁小心翼翼抱着他，小家伙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对他笑，西宁的心一下子就化了。宝宝，我是娘。啊！小家伙手抓住他的头发，啊呀的叫着，他的眉眼随了裴昭。西宁想到大宝，也不知道八王的人有没有追上他。西宁嘴角的笑落下，心中担忧。客船已经驶出京城快半月，他想回去很难，而且就算回了京，他也没办法打探国公府的事。再者长乐郡主的眼线遍布京城，还没打探到消息，或许自己的命就没了。西宁压住内心的忧虑，等到了江南，他再想办法去打听。客船继续驶着，因为船上多了个孩子，速度减缓。可在6月中，殷家的船还是到了江南境内。主子，前面是裴大人的船。江南河道宽阔，流民之乱已被镇压，河道上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船夫看到对面船上的标识，过来向樱木岩汇报：裴大人，裴家三郎。樱木岩正坐在床边逗小家伙，孩子就是迎风长，虽才3个月，但已白白胖胖，很是可爱。西宁没有别的愿望，只想孩子快快乐乐的长大，所以给小家伙取名乐乐。小乐乐抓着樱木岩的衣带就往嘴里放，被旁边的西宁揪住。他低着头，没人看出他眼中的惊慌。船夫点头应是，正是那位裴大人。那我出去打个招呼。樱木岩起身，船舱门打开，西宁下意识背过身遮住了乐乐。然而樱木岩那边也吃了个闭门羹。我家三爷着急赶路，就不跟殷大人寒暄了，江南有殷大人接手，三爷放心。是长林的声音。西宁抱紧乐乐，浑身都僵硬的不行。小乐乐以为娘亲是跟他玩乐，咯咯笑着，身子还扭来扭去。樱木岩出去时，船舱门没关紧，乐乐的笑声透过风传到对面。长林进船舱时，往这望了一眼，没看到人，只听到孩子的笑声。他从未听闻樱木岩娶妻的消息，难道是妾室生的孩子？长林摇摇头，进了船舱。身形消瘦的男人坐在椅子上，他微微合着眼，周身皆是死气。长林心中一痛，小心翼翼地唤他：三爷，您想想小主子，他还在等您回去。裴昭睁开眼，听到孩子，他才恢复了些人气，速度加快。是。西宁是在3日后到达的江南，樱木岩安排了丫鬟婆子伺候他们母子。到了府衙，京城的密信也送了过来。他虽然不会当面问妹妹，揭穿他的伤疤，可西宁之前经历的事，他必须清楚。尤其是乐乐的父亲，到底是哪个负心汉伤害了他妹妹？若让他知道，他定要将男人碎尸万段。只是看完密信，樱木岩白皙的脸就变成了黑炭。裴昭，你怎么敢？他没想到自己千娇百宠的妹妹竟会是裴昭的外室，还被他囚禁生了孩子，就连长乐郡主也是裴昭引来的桃花债。樱木岩气得发抖，密信被他捏得皱成一团。那日他还上赶着给裴昭行礼打招呼，早知他是伤害自己妹妹的负心汉，他定将那裴三郎踹到河中喂鱼。主子您消消气，现在是小姐跟小少爷怎么办？凭密信中裴昭对西宁的情谊，下人觉得若是裴昭知道西宁还活着，肯定会来找人。樱木岩听闻炸了毛，什么怎么办？阿宁是我殷家的女儿，她以后就留在江南，哪也不去。她的妹妹他还养得起，只是没想到阿宁生的是双胎，大宝留在那负心汉手里，指不定要怎么受苦呢。不行，他早晚要将大外甥抢回来。第58章5年之后，京城国公府乱哄哄，闹成一团。郡主、小少爷哭个不停，谁哄都没用，奶娘喂他全吐出来了，这可要怎么办才好？大宝被追杀后发了半个月的高烧，安阳郡主进宫求了太医，才将人救回来。可大宝病好后却不吃奶，谁都不让抱，只要醒着就哭，把国公府的人愁坏了。安阳郡主几日没睡好，对这个孙子他心情复杂。
虽是裴昭的种，可却从那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名不正言不顺的。还好裴昭已经跟徐家小姐定亲，不然有这个孩子在，家世好的贵女根本不会愿意嫁给他。他要哭就哭吧，哭累了自然就会饿。三爷，安阳郡主话还没说完，裴昭就从外面大步进来。老三，安阳郡主心头一跳，摸不清他刚才的话裴昭听去多少。裴昭从他身边快步走过，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孩子给我。他许久没说话，嗓子暗哑干涩，周身更是弥漫着杀气。婆子不敢多言，胆战心惊，将孩子抱给他。小家伙哭得打嗝，整张脸都憋得通红。落入裴昭怀里那刻，他神奇地止住了哭声，小脸如木地埋进裴昭的怀里，小身子微微颤抖，发出奶猫般的声音。明明他那样轻，裴昭手中却似抱了千斤重。看着怀里的小家伙，他红了眼眶。这是阿宁拼尽性命生的孩子，也是他和阿宁之间唯一的牵绊。咦，小少爷不哭了，看来还是跟三爷亲。周围的丫鬟婆子都一脸惊奇，他们哄了几个月都哄不好的孩子，裴昭只是抱了一下就止住哭声。不愧是父子。安阳郡主眼神也软化了下来，到底是他们裴家的血脉，既然西施已经死了，他不会再因此迁怒这个孩子。老三，把孩子交给奶娘去喂。裴昭抬眸，声音冷厉。不必，自然娘嫌他碍眼，日后我不会再带他回国公府。说完，他就抱着孩子转身离开。安阳郡主眼前一黑，身子差点站不住。裴昭，你给我站住！然而裴昭仿若未觉，将孩子往怀里抱得更紧。你今日出了这院子，就别再叫我娘。安阳郡主嗓音尖细，扶着婆子的手都在颤抖。裴昭脚步顿住，他眸子一亮，以为自己的威胁有用，然而裴昭的下句话将他打入深渊。好，噗！不好了，郡主吐血晕过去了。身后彻底乱了起来，裴昭脚步微顿，可还是大步出了府。长林已经在外面等着，见他出来，连忙掀开车帘。三爷，奶娘跟丫鬟婆子已经找好，还有忍冬和苏嬷嬷会帮着照顾小主子。好。裴昭上车，小家伙已经哭累在他怀中睡了过去。他凝着眸子，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脸。阿宁找到了吗？长林哽咽，悬崖下河水湍急，没找到西姑娘。他想说，从那么高的悬崖落下，非死即伤，而且已经过去快半年，西姑娘还活着的机会微乎其微。裴昭手攥紧襁褓，强行压下喉头的血腥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日没找到，阿宁就有可能还活着，继续去找。是。长林知道自家主子不会死心，哎，西姑娘就是他的半条命，现在西姑娘没了，三爷也快跟着去了。幸好还有小主子，不然后果他不敢想。长林心中叹息，打起精神继续回话。长乐郡主已经被丢进乞丐窝，小的做的隐秘，八王就算猜出来也没有证据，被那么多人糟蹋，他非死即疯。不够，伤了阿宁，我要他偿命。裴昭恨长乐，更恨自己，若他早解决了长乐，阿宁也不会遇险。可如今说什么都晚了，等找到阿宁，他会亲自去赎罪。5年后，江南5月天已经很热，西宁刚从地里回来，他洗净手又换了身衣衫，还未出门就看到门外鬼鬼祟祟闪过一个小团子。西宁脸刷地沉下来，随手从架子上拎起一个鸡毛掸子。英乐，你又逃学？小团子缩着头捂住耳朵，慢腾腾的转身，声音软糯的唤了声娘。西宁将鸡毛掸子在手中拍了几下，过来。小团子雪白的小脸皱成一团，怀中的书包被他捏得皱皱巴巴。娘，我没逃学，是京城来了新先生，院长带着其他先生去营了。真的？西宁不信，这臭小子为了逃学不知编过多少瞎话，若不是他经常去书院走动，怕是要被他蒙骗。真的。小团子挺直胸脯，鼓着脸说道，黑亮的大眼里还带着委屈。没逃学，那你刚才慌什么？我习惯了吗？怕娘骂我。小团子嘟囔着，明明自己没错，却还是挨了顿骂，想想心里更委屈了。行了，没逃学就去玩吧，给你摘了草莓，自己去拿。西宁用鸡毛掸子拍了拍小团子肉乎乎的屁股，惹得小团子害羞地扑进他怀中。娘真好，好喜欢娘亲。他爬上西宁的膝盖，两条短短的小胳膊环住他的脖子，吧唧一口亲在西宁脸上。小团子身上还带着奶香，浑身上下都软乎乎的，西宁心都要化了。娘也喜欢乐乐，那乐乐可以把草莓拿出去给小朋友吃吗？他可是收了好几个小弟，作为大哥总得给那些小弟点好处。西宁从不干涉他交友，英乐虽淘气，但不是坏孩子，相反他善良开朗，殷家和书院的人都很喜欢他。可以。听到娘亲点头，小团子乐得小脸笑开花，从西宁身上滑下来，抱着书包就往厨房跑。草莓已经洗好，装在小竹篮里，他提着满满一篮，小脸热出细汗，也丝毫不嫌重。殷家府外，一群8、9岁的孩子正在等他。英乐比他们小了几岁，个子也是最小的，
然而却能让这群半大小子都听他的。喏，这就是草莓，你们没有吃过吧？是我娘自己种的哦，别处都没有。你们是我的小弟，我才舍得给你们吃的。大哥真好，大哥威武！一群孩子纷纷奉承，小团子头毛都要得意的翘上天了。放心吧，跟着大哥混，以后少不了好吃的。好，竹篮里草莓不少，乐乐一人分了几个，还有小半篮子。他眼睛转了转，拎着就往书院跑。我去给院长爷爷送去。此时书院后门，裴燕躲过裴家的下人，从狗洞爬了出来。忍冬姨姨说江南有娘，她要去找娘。只是她刚爬出来，眼前就站了个小豆丁。咦，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第59章，兄弟相认。乐乐蹲在地上，戳了戳裴燕软乎乎的小脸。他照过娘的镜子，自己就长这样了。乐乐又戳了几下，歪着头问他：“你是妖怪吗？”听说妖怪就会变成小孩的模样，把他抓走。乐乐一脸惊恐，抱紧了自己圆滚滚的小身子。起来！裴燕被他堵在洞口，抬头就看到他蠢兮兮的模样。明明是同一张脸，他却看上去傻乎乎的。裴燕只觉得辣眼，不起来就吃掉你！哼，你骗我！我又不是3岁小孩，你的脸热乎乎的，才不是妖怪！乐乐得意的翘起小下巴，他聪明着呢，谁也别想骗他。不过他也不是坏小孩，乐乐伸手扶了裴燕一把，还顺手将他头上沾的草摘下来。你是院长爷爷的亲戚吗？不是。裴燕不是多话的人，可面对这个蠢兮兮的自己，他却难得有耐心。哦，乐乐懵懂点头，随手从篮子里掏出一个大草莓，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水在口中爆开，他才想到身边的人。你也要来一颗吗？很好吃的。他怕裴燕不信，急忙又往嘴里塞了2颗，圆乎乎的小脸鼓成了糯米团子。裴燕嫌弃他的吃相，但也被他馋到，口水分泌，他不好意思地挪开了眼睛。真的不吃吗？那就被我吃完了哦。乐乐很可惜地看了篮子一眼，竟然有人会不喜欢吃草莓。身边传来裴燕蚊子般的声音：要，都给你。裴燕随了他爹嘴叼，平时能入口的东西很少，所以虽然跟乐乐一样大，但看上去还要比他瘦一些。草莓酸酸甜甜很开胃，他一口一个，一会儿就将篮子里的都吃光了。乐乐托腮看着他，好吃吧？你要喜欢我，明天再给你带哦，我娘种了好多，我都吃不完。裴燕将篮子还给他，乐乐的话让他很心动。你娘种的？是啊，我娘不仅给我种草莓，还有葡萄西瓜呢，而且我娘做饭可好吃了，你要是吃过肯定会很喜欢。说起西宁，乐乐可骄傲了，他娘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娘亲。你娘会做好吃的吗？裴燕低下头，紧抿着唇，眼底尽是失落。我没有娘。啊！乐乐小嘴微张，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他小手绞着衣摆，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才想出安慰裴燕的话。没事的，我也没爹，我娘说我爹被狼吃了，狼好可怕呢，你以后不要靠近他们。裴燕听话的点头，可心里却在想，他才没那么傻去喂狼，只是这个自己那么蠢，他就不跟他计较了。乐乐还想跟他说什么，突然从书院里传来下人的喊声：小少爷，你在哪？快出来！裴燕脸色一白，乐乐机灵看出不对，抓住他：你是不是想离家出走？不可以哦，外面有拍花子的，你这么小会被拍走的，快回家吧，明日我再来找你玩，给你带葡萄好不好？他的小弟被爹娘打了，就经常离家出走，上次就差点被拍花子拍走，那可是比狼还要可怕的存在。裴燕耷拉着脑袋，知道乐乐说的是对的。好，那明日你再来找我。我叫英乐，你可以叫我乐乐，我们是好朋友了。乐乐哥俩好的搂着他的肩膀，裴燕难得没拍开他的手。我叫裴燕，你可以叫我阿燕。好，阿燕我回家了，明日来找你玩，你也快回去吧。乐乐圆滚滚的小身子蹦跳着走远，边走还边跟他挥手。等人不见，裴燕才又从狗洞钻回去。下人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他，提着的心重重落了下去。小少爷，这里不比京城，您可别乱跑。裴燕乖乖被他抱着回了院子，院子的人都找疯了。房中站着一个儒雅的男人，长身玉立，头上的发冠都有些凌乱。裴燕从下人身上下来，小声唤了声二伯。裴玉温润的脸染了担忧：阿燕，你再乱跑，我就给你爹写信了。二伯不要，阿燕不要回京，他还没找到娘，回了京城，他爹更不会让他出来了。这次他就是偷偷跑出来的。裴玉揉着额头，他没有孩子，不知养孩子这样费心。阿燕平日里很听话，哪想来了江南竟然学会钻狗洞了。裴昭将他看成眼珠子，阿燕偷偷跟他来江南，恐怕裴昭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二伯就在江南待2个月，你好好待在院子里，等有空二伯带你出去玩。裴昭性子孤僻，在京城时就不爱接触人，所以裴玉并没打算让他在书院上课。2个月很快就过去，到时候回了京，自然有先生补课，再不济还有他在。阿燕这么聪颖，
若不是阿燕不愿意，他早就收为徒弟了。知道了。乐乐到家时，西宁已经做好了晚饭，闻着饭香味，乐乐飞快洗了手跑进来。慢点，没人跟你抢。西宁笑骂，眼中皆是宠溺。嘻嘻，乐乐饿了。西宁做的是他最爱吃的糖醋小排和鸡腿，乐乐吃的脸都不抬，嘴角都沾上了酱汁。他最喜欢娘亲做的饭了。哥，好好吃哦，要是阿燕也能吃到就好了。乐乐摸着圆滚滚的小肚子，打了个饱嗝。阿燕是谁？西宁被他的样子逗笑，随口搭话问了一句。阿燕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她好可怜哦，没有娘亲。没有娘亲？西宁握紧筷子的手一僵，乐乐看到他娘的脸色变了，以为自己是说错了话，换了个话题。娘，这世上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他和阿燕就一模一样呢。西宁从记忆中回过神，摸了摸小团子毛茸茸的头发。当然有，双胞胎就生的一样。双胞胎是什么？乐乐眼中充满好奇。双胞胎就是母亲同时生出的孩子，年纪长相都一样的兄弟姐妹。那乐乐是双胞胎吗？他坐直小身子，扒着西宁的腿。乐乐平时问题就多，西宁没放在心上，耐心的解答。乐乐有哥哥。他有哥哥，所以阿燕是哥哥吗？第60章，见到娘了。乐乐晚上难得失眠了。阿燕竟是他的哥哥，所以娘亲之前是骗他的，他爹没被狼吃掉，阿燕也不是没娘的孩子，只是他们的爹娘分开了。乐乐抱紧自己的小老虎，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他明天就去找阿燕，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翌日，乐乐没去上课，跑到侧门的狗洞旁边等阿燕，可等了半天都没等到里面有人出来。乐乐鼓着小脸，阿燕骗他，可是阿燕是哥哥呀，他不能生哥哥的气。乐乐说服自己后，就弯腰从狗洞爬了进去。阿燕不来找他，他就去找阿燕。乐乐对书院很熟，知道客人住在哪里，他小腿跑得飞快，躲过院中的下人，找到了阿燕。你怎么来了？阿燕赶紧开门让他进来，顺便将门插上。乐乐跑得满头大汗，不等开口，先端起桌上的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一大杯水。阿燕，我问了娘亲，我们为何长得一样？因为阿燕是乐乐的哥哥呀。他眼睛亮晶晶的，笑起来嘴边还有个小梨窝。裴燕也有，只是他不爱笑。哥哥，阿燕有娘亲的，乐乐的娘亲就是阿燕的。他还记得昨日裴燕的失落，没娘的孩子太可怜了，他要将娘亲分给阿燕。裴燕还没从找到娘亲的震惊中反应过来，乐乐叽叽喳喳跟他说着娘有多好，娘做的饭有多好吃，说的嘴巴都干了。不过娘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不想上学，娘就会打我屁屁，还会罚我抄大字。乐乐捂着小屁屁，他今天又逃学了，回去肯定还要挨打。他小脸皱得苦巴巴的，裴燕眼中金光一闪，那我替你挨打，你替我玩好不好？我二伯从来不逼我写大字，也不用上学，毕竟他天资聪颖，根本不需要先生。乐乐两眼放光，真的？裴昭严肃的点头，这个弟弟真傻真好骗。好，两人换了衣裳，乐乐又跟裴燕说了回家的路线以及他的喜好，还有西宁的性子，省得回去穿帮。裴燕也说了裴玉的习惯，你只要不犯蠢多话，二伯不会发现人变了的。我才没有犯蠢。乐乐憋着嘴，很是不喜欢裴燕的话。他穿着裴燕的衣服，腰有些紧，怪不得娘亲总叫他小团子，原来他这么胖呢，比哥哥还胖。不对，是哥哥太瘦了，才不是他胖。阿燕回去后要多吃点饭哦，娘亲做的饭超级好吃，你也要养得胖胖的，到时候娘亲就不会只叫他小团子了。好。裴燕伸手揉了揉乐乐的头毛，以后叫哥哥。哼，才不叫。乐乐鼓着脸，谁让阿燕说他蠢，坏哥哥。裴燕抿着嘴角笑了笑，手上用劲又揉了2把。弟弟，他有娘亲，也有弟弟了。裴燕沿着乐乐给他的路线回了殷家。西宁今日没去地里，在家看账本。这些年他开了不少铺子，有卖吃食的，也有卖衣服首饰的。有樱木岩这个当江南巡抚的哥哥在，这里没人敢给他使绊子。西宁的生意已经遍布江南，他名下的财产足够自己和乐乐挥霍几辈子。只是闲下来，西宁就会想到大宝，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当初到了江南，他就让人打探了京城的消息，知道大宝被裴昭抱走，这些年一直是他养着，连亲都没结。西宁心里不是不怅惘的，裴昭的偏执比他想象的还要深。西宁不是不喜欢他，只是和自由相比，这些爱就不足为道了。而且他们两人之间不仅是身份的鸿沟，裴昭的禁锢也是他逃离的原因。他想要尊重，不想做任何人的敬意。这5年除了想大宝，他偶尔才会想起来裴昭。离开京城，他很快乐。娘，裴燕站在门口，痴痴看着房中的女人。阳光照在她身上，周身像镶嵌了一圈金边，她的头发披散在脑后，乌发素衣娴静又温柔。面前的女人和她梦中的娘亲重合在一起，裴燕一下子就红了眼眶。西宁听到声音抬头，
就看到他落泪的模样，心里一揪，赶紧起身。怎么哭了？可是在外面受了委屈，毕竟还是个5岁的小孩子，受了委屈就会哭着找娘。裴燕被西宁抱在怀中，她闻着女人身上的暖香，眼圈更红了，心里的委屈也激发了出来。娘为什么不要我？是她不如乐乐乖巧听话吗？还是她不会说甜言蜜语哄娘开心？所以娘只要弟弟不要她。裴燕从不在人前流泪，以前被别人骂没娘的孩子，被裴昭凶，她也只是躲在被窝里偷偷哭。可见了娘，她的委屈好像就受不住了。娘，我好想你，别不要我。她小手紧紧攥着西宁的衣服，生怕这只是个梦，梦醒了娘就不见了。西宁心里一酸，乐乐爱哭，可从未有哪次像今日这样让她揪心。乐乐，她抱进裴燕的小身子，手抚着她的后背，眼中突然闪过一抹疑惑。乐乐是她亲自带大，母子2人每天都会拥抱，她闭着眼睛都不会抱错。怀中的孩子不对，他不是乐乐。西宁身子一僵，想到昨日乐乐的话，大宝，你是大宝对不对？乐乐没有这么瘦，也不会这样哭，所以这是他的大宝。西宁双手颤抖，红着眼看向他。裴燕哽咽点头，娘，阿燕终于找到你了。母子2人紧紧相拥，西宁不断的说着，阿燕，娘没有不要你，是娘不好，现在才见到阿燕。他在躲着裴昭，孩子都是无辜的，对大宝他心里永远充满愧疚。娘，我们回京好不好？还有弟弟一起。别人都有爹娘，他也想一家人团聚，而且他知道爹爹也很想娘。西宁身子一僵，阿燕想不想跟娘留在江南，不回京城了？裴燕出现在江南就是给他机会，他不会再放开大宝。那爹爹呢？裴燕想和娘在一起，可也舍不得爹爹。要是爹爹也来江南就好了。被他念着的裴昭打了个喷嚏，长林递过来一张帕子，看了看路程，三爷，再过半月就能到江南了。小主子不是调皮的孩子，有二爷看着您，且放心吧。裴昭看着毫无波澜的湖面，心中却不平静。阿燕怎么会想到去江南？第61章，娘香香的。虽然娘亲不想要爹爹，阿燕很伤心，但很快她就来不及悲伤了。弟弟说的没错，娘做的饭好好吃哦，慢点吃，厨房还有。西宁坐在裴燕旁边，给她夹着菜。明明阿燕比乐乐还要大半天，可她却瘦很多。西宁爱怜的揉着儿子的头，裴燕抬头看她，眼睛亮晶晶的，嘴巴也塞满了食物，鼓鼓的像个小松鼠。娘，好吃，阿燕喜欢，那娘以后每天都给你做好不好？裴燕捧着碗重重点头。她这副乖乖吃饭的模样，若是被京城的人看到，一定会惊掉下巴。晚饭还没吃完，樱木言过来了。阿宁，你又做的什么好吃的？这么香。这几日府衙忙，到了夏季得防水患，樱木言已经宿在府衙好几天，人都邋遢的不行，而且邋遢就罢了，还吃不上阿宁做的饭。樱木言只觉得日子都灰暗了。都是你喜欢吃的，我去给你添碗筷。西宁笑着去了厨房，樱木言一屁股坐在裴燕身边，大手狠狠揉了把她软糯的小脸。乐乐今日怎么这样安静？又被你娘骂了。裴燕不喜和人接触，尤其这人和娘亲那样亲近，她心中一阵警觉。难道娘不要爹爹，是因为给他们找了新爹爹？裴燕眼底湿润，只觉得碗里的排骨都不香了。怎么还哭了？你娘怎么骂的？舅舅给你报仇。樱木言可受不了小团子流泪，乐乐小时候他看的最多，小团子一哭他就脑壳疼。舅舅，裴燕打了个哭嗝，红着眼睛问道：臭小子，舅舅就几天没回家，你就不认识了？樱木言心梗，这臭小子白疼他了。哥哥，他不是乐乐。西宁端着碗筷过来，就看到樱木言怨念的模样，他赶紧解释：不是乐乐，那是谁？樱木言人懵了，然后突然灵光一闪，难道他是大宝？见妹妹点头，樱木言疼的一下转身，将裴燕左看右看揉个不停。像，真像。如果你不说，我都分不出来，果然是双胞胎，真的一模一样。对于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大外甥，樱木言心里也是惦记着的。和西宁一样，他每年都会让暗卫去京城打探裴燕的消息，但裴昭护得好，他们能打探到的东西不多。只是裴昭看得那么紧，怎么舍得让他来江南了？还是说裴昭也来了？樱木言蓦地沉下脸，撸起袖子就要出去找他打一架。兄妹2人相处5年，西宁哪里不懂他的心思，赶紧上前将人拉住。哥别急，他没来，只有大宝自己。真的，真的。西宁已经打听清楚了，不然他也不会有心思吃饭。哼，算他识相，他要敢出现在江南，老子一拳打爆他的头。樱木言晃了晃自己的拳头，也只有裴昭能让这个温润公子这样暴躁了。西宁擦了擦额头的汗，终于把人劝住。裴燕看着2人，小拳头攥紧。舅舅不喜欢爹爹怎么办？他皱起小眉头，一脸的纠结，既想爹爹来，又怕爹爹挨揍。哎，大人真麻烦，他还是安心吃肉吧。
糖醋小排真好吃，他还能再来一碗米饭。吃完饭，殷慕言就回了房休息，独留母子两人在院中纳凉。西宁洗了草莓和樱桃，裴燕一口一个，成功把小肚肚吃撑了。娘，不吃了。他扑在西宁怀里，羞赧的摇摇头。他这样贪吃，娘不会嫌弃他吧？裴燕从西宁怀里悄悄抬头，就看到西宁含笑的眼睛。傻孩子，阿燕想吃多少都可以，只是不能吃坏肚子。好。裴燕眼睛亮晶晶的，娘好温柔，身上也香香的，她好喜欢娘。这晚西宁抱着裴燕睡，和乐乐不一样，裴燕睡觉很安静，凑着洒进来的月光，西宁摸着她的眉眼。两个孩子长相都随了裴昭，即使已经过了5年，她还是忘不了那个男人。那些怨恨随着大宝的到来也慢慢消散了。等下次见面，他们或许就彻底成了陌生人。西宁低头亲吻在裴燕的额头，声音温柔，晚安宝贝。书院，乐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娘亲，裴燕的下人都不爱说话，他自己窝在房间里快要无聊死了。好想娘，原来比起被娘打屁屁，见不到娘亲更可怕。阿燕怎么还不睡？后院不大，裴玉听到下人说阿燕情绪不佳，他放下书就溜达了过来。乐乐闻声蹭的抬头，他好奇地盯着裴玉，将他仔细看了个遍。二伯，你和爹爹也长得一样吗？他还没见过爹爹呢。裴玉被他的话逗笑，说什么傻话，被你爹听到他又盖黑脸了。阿燕才离京2个月，就把老三的相貌忘记，老三怕不是要哭。乐乐心虚地挠了挠头，爹爹好凶哦，还会黑脸。娘就不会，娘只会打他的小屁屁。乐乐坐不住，在凳子上咕涌了几下，他觉得自己小屁屁忽然疼了呢。你爹就是看着凶，心里最是柔软，他很疼你。裴玉摸了摸小侄子毛茸茸的脑瓜，这些年老三又当爹又当娘，那些辛苦他这个做哥哥的都看在眼里。而且当初他说不回国公府就真的不回，娘差点哭瞎了眼睛，心里早就后悔了。可惜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西氏已经去世，老三自己走不出来，他们这些旁人又有什么办法？再说他不也一样，娶了不爱的人，只想四海为家。哦，乐乐懵懵懂懂的点头，突然想见到爹爹了。江南外的游船上，长林将暗卫的密信递给裴昭。三爷，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在哪？裴昭从甲板上转身，接过密信问道。在江南，她是殷慕言的妹妹。长林也没想到殷慕言还有妹妹，5年前他们在河道相遇，听到的婴儿哭声恐怕就是他妹妹的孩子。这些年江南发展迅速，从5年前的水灾暴乱快速变成如今的粮仓商业中心，都跟一个人紧密相关。裴昭这次来江南不仅是为了裴燕，还为了这位殷姑娘。第62章，她来了。清晨的阳光洒进来，照在小团子熟睡的脸上。西宁见他睫毛颤了颤，知道他要醒来了，食指轻轻戳了戳他软乎乎的脸颊。早啊，宝贝。娘亲早安。裴燕睁开眼就看到娘亲，她小手在被子里掐了把大腿上的肉，察觉到疼了才相信自己不是做梦。她真的找到娘了，而且娘亲还抱着她睡，真好。要娘亲帮你穿衣服吗？西宁拿出她的小衣裳，要帮她穿。裴燕摇摇头，一脸正经道：不要，阿燕是大孩子了。噗嗤，阿燕真棒。西宁捏捏她的脸颊，乐乐起床还要自己催呢，阿燕就已经能自己穿衣服了，她懂事的让人心疼。那阿燕自己穿，娘去给你做早饭。好。裴燕乖乖点头。等西宁出去，她低着头摸了摸刚才西宁捏过的地方，嘴角勾起，露出一颗梨窝。她好喜欢娘。早饭吃的灌汤包，用的蟹黄做馅，味道极鲜。西宁怕她不会吃，还亲自给她示范。像这样用筷子将皮挑开，让汤留在勺子里，等烧凉就能吃了。裴燕学着她的方法吃了整整1笼。这2天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吃饭这样幸福，怪不得忍冬姨姨说娘亲是仙女变的，娘亲不在，她吃饭都不香了。裴燕低头咬着包子，觉得不要爹爹好像也可以，只要有娘就够了。西宁不知道儿子的心思，他正想着怎么将乐乐也带出来呢。阿燕跟乐乐互换了身份，万一被裴家的人发现就完了。2个孩子，他一个也不能少。只是还没等他想出办法，殷家就来了客人。阿宁，玻璃做出来了。顾景安风尘仆仆进门，凌乱的头发丝毫不掩他的俊朗。阿宁，你看。他手里拿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杯子，宝贝似的举到西宁面前。这种杯子前世1块钱就能买一个，可在古代却是个大的突破。西宁也激动的不行，接过来细看。玻璃杯通透没有瑕疵，在阳光下折射出光，西宁眼睛亮得惊人。景安，你做出来多少？除了杯子，其他的容器呢？还有我要的镜子、串珠，都做出来了吗？顾景安点头，看他的眼神带着隐秘的情愫，都做出来了。阿宁，你要不要跟我去岭南亲自查看？玻璃窑在岭南，他迫不及待想和西宁分享成果，只带来一个杯子。
西宁本来想去找乐乐，可顾景安的话让他很心动。两人研究了5年才做出玻璃。英宁想在江南再开2家铺子，一个卖玻璃日用品，一个卖琉璃和玻璃首饰。铺子5年前就已经装修后，只要玻璃品一到就能开业。他看了眼裴燕，心里有了决定。阿燕，你愿意跟娘去岭南吗？裴玉在江南要待2个月，乐乐在书院很安全，他去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正好也趁此机会想想怎么把乐乐带回来。阿燕愿意。裴燕揪紧西宁的衣角，娘亲在哪，他就在哪。好，那我们收拾好东西就走，早去也能早点回来。乐乐还不知道娘亲带着裴燕已经离开江南，他刚和裴燕交换时还很开心。裴玉确实不管他，他在床上吃了睡，睡了吃，那群下人还哄着他多吃点。乐乐趁机让他们给自己买了好多吃的。娘不让他吃外面的点心跟炸货，这次他吃了个够。只是除了前2天新鲜，乐乐很快就腻了。我要娘，他不要和阿燕交换了。乐乐跑出房间，别看他身子小，腿脚却快得很，几个下人都没能抓住他。小少爷，你别乱跑，你们别追我，我要去找娘。乐乐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见甩不掉身后的下人，扭头说道：砰！小肉团子撞上人，弹出去摔了个屁股蹲。裴玉皱着眉将侄子拉起来，拍了拍他的小屁股，关切地问道：摔疼了没有？阿燕平日乖巧得很，怎么来到江南就变了？前几日下人跟他说阿燕贪吃贪睡，他还不信。京城谁不知裴小郎君嘴刁，和他爹一样是个挑食的主。为此裴昭找了不少的厨子给他做饭，裴燕一口都没动过。然而来了江南，他就什么都能吃了。难道江南的食物比京城的美味？可他尝过后也并未发现有什么奇特之处啊。裴玉摇头，只得归结于是爹爹不在身边，裴燕的性子放开了。可是这也放得太开了，每日鸡飞狗跳，他搞不定啊。也不知道老三到了呢，快点来吧，我想找娘。二伯，你带我去找娘好不好？乐乐被抓住，眼圈急得都红了。他后悔了，阿燕在骗他，这里一点也不好。他想娘，想娘做的饭，也想娘打他小屁屁了。裴玉被他的话一惊，阿燕的娘已经不在了。二伯说谎，娘怎么会不在？娘就在春水街槐树巷。二伯不带我去，我自己去。乐乐挣脱他的手，他以为是裴玉不让他见娘，却不知自己的话对裴玉造成多大的震动。他虽刚来江南，但知道这里确实有春水街槐树巷，可阿燕怎么知道的？难道西宁还活着？裴玉坐不住了，赶紧让人去查。很快下人就将打探到的消息给他，那里住着樱木言的妹妹，还出远门了，真是不巧了。西宁平时出门都是去地里或者去铺子里，他是官员家眷，平民百姓寻常是见不到的。而且为了避免裴昭找到他，西宁的消息都是做了改动的，裴玉查到的自然都是假消息。乐乐听到娘亲带着哥哥出了远门，直接哭了出来。娘不要他了，他哭起来就收不住，裴玉头都要炸了。他到哪里给小团子找娘？早知道阿燕来江南是找西宁，他说什么也不带他来，现在哄都不知道怎么哄。乐乐哭了几天，发起了高烧，大夫来了几趟都无法退烧，裴玉急得嘴上起泡，还好3日后裴昭到了书院。阿燕呢？他来不及收拾，跟着裴玉进了房间。乐乐烧得小脸通红，嘴里一直说着胡话，娘不要我了。裴昭心尖一疼，将儿子抱在怀里，低声自语：你娘也不要爹。第63章，他不是阿燕。他找了5年，依然没找到阿宁的下落。所有人都在劝他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西宁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可裴昭不信，阿宁怎么会死呢？他那样鲜活的人肯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不管要多久，他都会找下去。裴昭低头看着怀中孩子的小脸，眼尾微微泛红，低头贴了贴他的额头。见到这一幕，裴玉无声叹息，安静地退了出去。旁人都说裴家三郎冷心冷情，可只有他们这些亲近的人知道，裴昭的心比谁都柔软。只是这些柔软都给了西宁和阿燕，西宁没了，阿燕就是他唯一的软肋。爹爹，乐乐迷迷糊糊感受到额头一凉，他睁开眼就看到一个放大版的自己。裴昭见儿子醒了，飞快眨眼敛去眸底的失意，沉着脸换了严肃的表情。为什么呢？他冷着脸时，裴燕都怕，就别说从小被娇宠长大的乐乐了。小团子委屈的瘪嘴，他本就难受，这会儿眼泪大颗大颗的砸下来。爹爹凶，我要娘。他生病时娘最温柔了，会抱他亲他，还会给他做好吃的，不像爹爹只会凶他。乐乐的眼泪流得更凶了。裴昭手背被烫到，心尖一紧。阿燕不爱哭，就算受了委屈也只会憋在心里，然后躲在被窝里偷偷哭。阿燕生得像他，连性子都和他如出一辙。裴昭不懂安慰，阿燕哭睡后，他就在他床边坐一整夜。看着乐乐哭得可怜的模样，裴昭的心软成一片，脸上的表情都缓和下来。爹爹会找到娘的。什么时候去找？乐乐眼睛一亮，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袖，大
大有裴昭不说时间他就不放手的架势。裴昭无奈，只能随口说了句明天。知道明天就去找娘。乐乐放心了。好。他软软糯糯的点头，小身子一软躺回了床上，怀中突然空了。裴昭抿了抿唇，心中有些失落。他喜欢阿燕的亲近，乐乐可不知道他爹在想什么。烧了这么多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他饿了，小肚子咕噜咕噜的叫。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害羞的看向裴昭。裴昭扶额，让人去准备吃的。爹爹先去梳洗，你也去擦擦身。乐乐高烧退了，身上都是汗，该换身干净的衣服。哦，乐乐懵懂的点头，以为裴昭会给他洗，哪想到他爹直接推门出去了。果然爹不如娘好。等裴昭收拾干净回来，小团子就坐在床上背对着他，看着气呼呼的。他从未见过阿燕这么鲜活的模样，眼底浮了笑意。他上前，居高临下的角度正好看到小团子圆乎乎的下巴。裴昭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怎么胖了？阿燕下巴尖尖的，才过2个月就养得这样圆润了。乐乐最不喜欢别人说他胖，就算爹爹也不行。小团子直接炸毛，才不胖，娘说我是可爱的膨胀。娘？裴昭凝眸，阿燕根本没见过西宁，而且他也说不出来这样的话。难道真如二哥所说，阿燕来了江南，性子野了？乐乐冷哼不想理他，蹭蹭下床去饭厅吃东西。他不挑食，桌上都是他爱吃的，只是娘教过他，大人没动筷子，小孩也不能动。裴昭在想阿燕的异常，过来的晚了些，一进来就看到小团子充满怨念的表情。爹爹真坏，他都要饿死了。裴昭被他瞪得像自己做了什么无恶不赦的大错一样，连忙坐下夹了块鸡腿给他。吃吧。哼！乐乐气呼呼的埋头，只将那鸡腿当成了爹爹。他吃饭时喜欢大口大口的塞，嘴巴鼓鼓的，酱汁都蹭在嘴边。裴昭眼中的疑惑渐深，阿燕礼仪学得很好，吃相文雅，从来不会这样。可来了江南，阿燕就像变了个样子。从前的阿燕冷漠沉闷，现在的阿燕顽皮好动。人短时间真能变化这么大吗？裴昭眼底墨色氤氲，除非他不是阿燕。裴昭心里涌上来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如果当年阿宁没死，怀的还是双胎呢，眼前的这个也是他的儿子。裴昭被自己的想法吓到，手抖得差点握不住筷子。他凝眸望向乐乐，你说要找娘，那你知道你娘在哪吗？乐乐咬着鸡腿抬头，大眼睛闪着泪花。娘住春水街槐树巷，可二伯说他离开了，他不要乐乐了。乐乐，他果然不是阿燕。西宁和顾景安在岭南待了3天，确定玻璃制品全部做成功后，他就待不住了。家里离不开人，我和孩子明日就走。那我和你们一起。顾景安眼中很是不舍，这几天是他最开心的日子。虽然岭南还有事没忙完，但他不舍得错过和阿宁相处的机会。好。西宁不知顾景安对他的心思，这些年他忙着做生意照顾乐乐，顾景安知道他的性子，若是说开，两人连生意都没得做。再没获得家人芳心时，他只能徐徐图之。琉璃厂的掌柜让西宁看货，因着里面高温，西宁就将阿燕留在外面，拜托顾景安看着。见西宁进了厂里，顾景安微微俯下身，小声问阿燕：乐乐，你想不想要爹爹？阿燕抿唇，想。他很想爹爹，要是娘和爹都在身边就好了。阿燕想的是裴昭，顾景安却会错了意。他心里激动的不行，说出的话都有些结巴。那乐乐，你觉得顾叔叔怎么样？顾叔叔一定会对你好，把你当亲生的孩子疼。他伸手想要摸阿燕的头，被阿燕闪身躲开。这人竟然觊觎他娘，还想让自己给他当儿子，不怎么样。娘只能是爹爹的，旁人都是癞蛤蟆。阿燕小脸冷酷，看顾景安的眼神都带了警惕。顾景安心塞，还想再争取一下，正好西宁从琉璃厂出来，他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人，一头雾水。怎么了这是？阿燕上前牵住他的手，拉着他离顾景安远远的。娘，我们快走，我想回家了。好。裴昭得到西宁的消息，人就坐不住了。长林也替自家主子开心，三爷，殷姑娘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明日午时就能到江南。好。裴昭沉声说道。他看着窗外的夜色，胸口砰砰直跳的心终于重新有了温度。阿宁，躲了5年，终于找到你了。第64章见面修罗场。西宁坐了1天1夜的马车，终于到了江南。阿燕已经累得睡过去，她窝在西宁怀里，小脸睡得红扑扑的。西宁爱怜的低头亲了亲她。马车停下，他抱着孩子下车。给我吧。顾景安早就等在马车前，他伸手想从西宁怀里接过孩子。俊男美女，两人站在一起，俨然一家3口。不远处，裴昭看着这一切，眸子都要喷火。乐乐已经看到了娘亲，爹爹果然没骗他，娘亲真的回来了。他正脱开下人的手，迈着小短腿就腾腾往这跑。娘！乐乐跑得快，猛地抱住西宁的腿，小团子的冲击力让他趔趄了下，
差点摔倒。小心！顾景安扶住他的后背，温柔地说道：“娘，我好想你，还以为你不要乐乐了。”小团子抱着西宁的腿撒娇，只把西宁说的心软软。傻孩子，娘怎么会不要你？娘去岭南看生意了。他以前也有将乐乐放在家里的时候，樱木言会帮忙照顾，只是这次乐乐在书院，他没能提前跟乐乐说。西宁心里有些愧疚，乐乐这样说肯定是早就知道他不在江南了，只是他怎么知道的呢？又是怎么从书院出来的？爹！还不等西宁想通，怀中的阿燕突然醒来，唤了一声。西宁的身子猛地一僵，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过来！熟悉的声音响在耳边，西宁的手都在颤抖。裴昭就站在他100米外，他冷着脸，黑眸中凝着风暴，紧紧盯着不远处的女人。顾景安人已经傻了，先是2个乐乐，这会儿又出现了一个大乐乐。不对，刚才乐乐叫的是爹，这个男人竟是乐乐的亲爹吗？顾景安警惕地看着裴昭，人往西宁身旁又走近了一些。裴昭冰冷的眸子掠过他，顾景安瞬间觉得脖子一凉，他怎么觉得这男人想要他的小命？爹！阿燕见真是爹爹，彻底清醒了过来，从西宁怀里下来。裴昭盯着西宁的脸，沉声说道：“过来。”西宁身子一抖，终于抬头看他。虽然5年未见，但男人的脸经常出现在他梦中。外院的那些旖旎仿佛还在昨日，可他们已经都不是5年前的人。西宁压下心底的酸涩，他的眸子很淡，淡的仿佛是见到了陌生人。裴昭胸口堵着一团郁气，双手紧紧握拳，极力压制着，才没让自己对他发怒。西宁，你真狠！如果不是自己跟阿燕来了江南，这辈子恐怕都不会见到他。乐乐转头看着两人，爹爹说带他找娘，怎么找到了娘？爹爹对娘这么凶。他鼓着脸，心里生裴昭的气了。不许休娘妻！阿燕虽然没说话，可默默站到了西宁的身前。西宁心尖一软，伸手搂住了2个孩子。母子3人面对他一副防御的姿势，裴昭气得想吐血。长林，把人带走！他这次带了一队侍卫，西宁就算扎了翅膀也跑不掉了。西宁看着突然出现的人，5年前的记忆涌上来，他抱紧2个孩子，脚步不断后退。不要过来！他不要再被关起来。可是西宁不知，他越是抵抗，裴昭心中的怒气就越重。他对自己难道就一点点情谊都没有？和他在一起就让他这样难受。可他好不容易将人找到，绝对不会放手，即使阿宁恨他。长林，是三爷。长林抹了把头上的冷汗，怕侍卫手上没轻没重，亲自过来抓人。他是练家子，西宁母子3人又岂是他的对手？顾景安看着西宁被人抓走，赶紧跑上去。哎，你们是谁啊？凭什么在大街上抓人？就算乐乐叫他爹又怎么样？阿宁明显不喜欢他。顾景安拦着人，裴昭站在他面前，眼神阴冷。我是谁？我是他的男人。西宁可真是好样的，离开他之后竟然还想找别的男人，这小白脸比得上他一根指头吗？裴昭鄙夷地看了眼双腿打颤的男人，就这还想做他儿子的爹，真以为他死了不成？长林将母子3人送进马车，裴昭也踩着脚蹬上去。顾景安被男人的眼看得浑身发凉，也不知道这煞神是从哪来的。他绑了阿宁，不会对阿宁做什么吧？顾景安咬牙，转头往府衙跑。他打不过殷大人总可以吧？马车里，西宁垂头抱着2个孩子，紧紧靠着车壁，根本不看面前的男人。2个团子年纪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见到爹之后娘不开心。乐乐气鼓鼓的猜，肯定是爹爹太凶了，怪不得娘要说爹爹被狼吃了呢。爹惹娘生气，乐乐也跟着迁怒他，背过身留了个小屁股对着他。裴昭从小团子身上收回眼神，重新看向西宁。这个女人从见到他之后就沉默，难道跟他就没什么想说的？为什么要跑？自己对他不好吗？名分宠爱他都会给他，可西宁却只想离开，甚至连孩子都不要。裴昭眼中是化不开的浓墨，西宁指尖轻颤，不跑等着被他们抓回去吗？裴昭，我想活着。5年前的事对他来说就是噩梦，西宁不敢回想。如果不是遇到了哥哥，他和乐乐早就死了。裴昭又是以何身份资格来质问他呢？这本来就是他惹出来的。西宁的恨意浮在眼中，裴昭浑身的怒气全都消了。对不起。他没想到长乐郡主会对西宁下手，那个女人仗着八王嚣张跋扈，连人命都不放在眼中。我已经替你报仇，阿宁，回来好不好？裴昭软了嗓子，语气带了祈求。西宁只觉得失望，回去了然后呢？继续做你笼子里的金丝雀，等着你宠幸。裴昭，你还是没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长乐只是他离开的导火索罢了，归根原因还是在裴昭身上。他只将自己看作他的敬意，是他的掌中雀，可西宁要的是平等的身份，他不愿做任何人的附庸。西宁脸眸不再多说，裴昭心间空了一块。他总觉得阿宁真的不爱他了。
也可能从来没爱过。第65章，谁也不能欺负他妹妹。马车在一处院子门口停下，裴昭亲自抱着西宁下车。相隔5年，再次被这个男人抱在怀里，西宁浑身都不自在。你快放我下来！他挣扎着，却被裴昭抱得更紧。男人眸底如墨，放开他！呵，不可能，这次就算西宁恨他，他也不会再放手。2个小团子被长林抱下车，刚要追上去救西宁，就被长林拦住。2位小主子，你们想不想让爹娘在一起？想。乐乐大声应道，阿燕也跟着点点头。长林摸了摸2人的头，那你们跟我走，三爷这是要哄姑娘呢，等哄好了，他们就不用分开了。真的？乐乐见长林点头，信了他的话。好，那乐乐不打扰爹爹。阿燕却不像弟弟那样乐观，刚才爹可是在凶娘，她稚嫩的眉头皱起，问道：爹会打娘吗？长林表情一致，不愧是三爷亲自带大的，果然是洞察细节。不会，三爷怎么会动手打西姑娘？确实不会动手打她，但男人想要欺负女人，有的是手段。西宁被裴昭抱进房间，直接扔在了床上。他还没反应过来，男人就附了上来，鼻息间是熟悉的松墨香味。西宁身子被他压着，想躲都躲不过。阿宁，离开我这些年，你可曾后悔过？裴昭盯着他的眼睛，不错过他丝毫情绪。西宁心间一颤，后悔是肯定会后悔的。他舍不得大宝，可对裴昭那份悔意并不浓烈。呵，裴昭看清他的眼神，心中仅存的侥幸也没了。这个女人真狠。他冷着脸，低头攫住女人的红唇，舌尖探进去，霸道的在她身体里留下自己的气息。西宁被动承受着这一切，有一瞬间他甚至觉得裴昭想要将她拆穿入腹。女人的唇被吮吸到红肿，眼尾氤氲着水汽，娇艳妩媚。裴昭的眸色渐浓，指腹揉着她的唇，看，你的身体还是离不开我。裴昭，西宁脸热起唇，舌尖舔到她的指腹，裴昭身体硬得发疼。乖乖待在我身边。他低头咬着女人的耳垂，即使过了5年，他还是清楚的知道哪里是西宁的敏感点。西宁身子轻颤，口中声音破碎：你休想！他好不容易逃出去，怎么会重蹈覆辙？裴昭眸子一冷，手上的动作也发了狠，扯开他的衣带。西宁青涩的很，哪里是男人的对手？这具身体本就对他熟悉，一经点燃，他人就彻底沦陷。院中的人被清空，不然肯定被这香艳的暧昧声羞红了脸。裴昭素了5年，等他咽足时，西宁的嗓子都哑了。你混蛋！他除了欺负他，还会做什么？西宁红着眼，浑身使不上力气。裴昭温柔地摸着他的脸，眼中却是偏执。那你就乖一点。乖你娘个狗屁！房门砰地被踹开，樱木言怒气冲冲进来。裴成渊，老子还没死，谁允许你欺负我妹妹？樱木言听到西宁被裴昭绑走，人都气炸了。5年前的事，他还没找裴狗算账了，竟然还敢故技重施，真以为阿宁还是那个无依无靠的孤女不成？在樱木言踹门时，裴昭就已经将西宁裹在被子里，若不是樱木言是阿宁哥哥，这会儿他已经没命了。出去！裴昭沉声低喝。樱木言气得脸红脖子粗，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快把我妹放开！哥！西宁从被子里探出一个头，他身上围着寸缕，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樱木言虽然没经过人事，但也并不是傻子，看妹妹这模样，就知道是被裴狗欺负惨了。樱木言手摸向腰间的刀，强忍着才没抽出来，朝裴昭砍去。他盯着裴昭放下狠话：你给我出来，不然我让人围了你这院子。这里是江南，可不是京城。裴昭想耍横，也要看看地方。门砰的被关上，西宁看着裴昭阴沉的臭脸，眸子闪过幸灾乐祸。他还是第一次见这男人吃瘪呢。裴大人，这下可以放过我了吧？呵，有人撑腰，胆子大了。裴昭掐着他的腰，将人往怀里带。西宁身子软成水，2条手臂抵在他胸口上，像是撩拨。裴昭还没灭的火又想燃起来，比不过裴大人公然绑架良家妇女。良家妇女，孩子都给我生了，我带走我孩子的娘有错吗？裴昭无赖起来，西宁根本招架不了。那又怎样？我又没嫁给你，不过是睡过几次罢了，真将自己当成他的所有物了。裴昭故意曲解他的意思。好，那我明日就去提亲。裴昭，女人小脸娇艳妩媚，裴昭心痒难耐，若不是外面有个碍眼的人在等着，说什么他也不会放过他。今日放过你。他拍了拍女人的娇臀，起身穿衣，见西宁捂着被子不动，裴昭眼底敛过暗光。要我帮你？闭嘴！西宁脸都气红了，5年不见，这男人怎么变成了无赖？他倒宁愿他高冷一些。2人很快穿好衣服出去，樱木言等在客厅，桌上的茶都被他喝了半壶，心里的火气却一直没消。不杀裴狗，他难消心头之恨。哥！
西宁知道自己哥哥是急性子，他今日恐怕是气狠了。哥，樱木言见妹妹出来，脸上的笑还没扬起呢，就被裴昭的称呼给憋了回去。别乱叫，我可没你这样的弟弟。裴昭站在西宁身边，手虚扶着他的腰。不是弟弟，是妹夫。樱木言，阿宁才不会嫁你。以前怎么不知他脸皮这样厚？亏他以前还觉得裴家三郎清风霁月，文采斐然，心里很是仰慕了许久。现在想想以前，樱木言有种吃过屎的恶心感。哦，阿宁你说呢？裴昭没反驳樱木言的话，将问题抛给西宁。不嫁。西宁垂眸，语气坚决。裴昭手指蓦地攥紧，语气也冷了下来。好啊，那你跟殷大人走吧。真的？西宁抬眸，眼睛都亮了。裴昭见状，语气更冷。真的。西宁没管他的语气，一心想着自由。那我去找阿燕和乐乐。等等，还没等他出门，裴昭就将他叫住。你走可以，阿燕和乐乐是我裴家的小主子，只会留在裴家，以后和你再无关系。第66章，逼他妥协。西宁都头被泼了一桶冷水。你不能这样，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命，裴昭不能分开他们母子。不能。5年前你不是抛弃阿燕，抛弃得很轻松，现在没了孩子，你再嫁也容易，裴某就不耽误殷姑娘的姻缘了。裴昭阴阳怪气，见西宁脸色煞白，他心里的气终于消了一些，但还远远不够。长林，送客！以后没有帖子，不许随便放人进来。这里是江南又如何？作为大州首府，只要裴昭想，他随时可以调来驻兵。樱木言以为自己这点人就能困住他，天真。西宁还想再说什么，长林已经将两人请走。樱木言气得破口大骂：裴狗你无耻！阿燕和乐乐是阿宁拼尽性命生下的，凭什么让你抢走？可他再骂也得不到裴昭的回应，兄妹两人被赶到府外，长林关上了大门，还加派了人手守着。看紧些，别再让人闯进来，不然爷生气了，谁也保不住你们。他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被门外的两人听到。长林手心捏了把汗，心里直骂娘。主子跟西姑娘置气，这坏人都让他当了，等日后西姑娘被哄回来，自己小命还能留着吗？哎，他们这当下人的命苦。青竹院，阿燕和乐乐进了府就被送到这里，下人给他们端来吃食，但两个小团子担心娘亲，饶是最贪吃的乐乐都没看桌上的饭菜一眼。哥哥，我们去找娘亲吧。他本就跟娘亲分开了半个月，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娘就被爹带走了。乐乐想娘，阿燕也想。听到弟弟的话，他点点头，好。两个小团子躲过下人，跑到主院来。裴昭正看着密信，知道西宁就是殷姑娘后，他就让暗卫将西宁这5年的经历调查清楚。看着他和乐乐在江南过得开心，还有人想要喜当爹，裴昭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爹爹，娘呢？乐乐跑进来，在屋里转了一圈都没瞧见西宁，他抱着裴昭的大腿，吭哧吭哧爬上去，一点也不怕裴昭的冷脸。阿燕羡慕的看了弟弟一眼，他还从未和爹爹这样亲近过。裴昭皱着冷酷的眉眼，手上却拖住了小团子的身子。你娘不要我们了？爹爹说谎，娘亲怎么会不要乐乐？乐乐红着脸大声反驳，娘今日可说了，绝对不会不要他。爹爹坏，肯定是你不让我们见娘。乐乐挣开他的手，从他怀里下来，气呼呼地瞪着他。阿燕站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怒视着裴昭。我们要娘，娘亲那样温柔，会哄他睡觉，会给他做好吃的，爹爹却把娘藏起来。阿燕看他的眼神都带了敌意。裴昭胸口一滞，两个小崽子没一个站在他这边，即使是他亲自带了5年的阿燕。回你们院子去，以后不许提他。裴昭冷着脸，两个小团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乐乐抹了把脸，小拳头握得紧紧的。怪不得娘不要你，我也不要你这个爹爹。说完他就转身跑出去。阿燕的眼中也尽是失望，虽然没说什么，但裴昭愣是看出他想断绝父子关系的意思。裴昭本就千疮百孔的心，又狠狠被戳了一刀，他还真是活得失败。两个小团子跑出去，并没回青竹院。乐乐拉着阿燕的手，悄悄说道：哥哥，爹爹不让我们找娘，我们偷偷溜出去吧。好。两人想了半天，决定还是钻狗洞出去。阿燕也没在这住过，两人找狗洞费了不少的劲。他们不知自己的动作都被裴昭看在眼中。长林见两个小主子费劲的模样，很是替他们着急。三爷，要不我去提醒一下？裴昭转头睨了他一眼，不想承认这么蠢的人是他的属下。他去提醒，不就暴露了？长林默默闭嘴，还好阿燕有过经验，终于找到了出口。等两个小团子消失在眼前，裴昭开口：跟上去。他没法光明正大去找阿宁，但有孩子在就不一样了。西宁和樱木言回了府里，活儿都丢了一半。樱木言心疼妹妹，越发恨裴昭。哥替你去宰了他，就算拼了这条命，
他也要替妹妹把孩子夺回来。殷慕言派人去将府上的官兵都聚集起来，打算踏平那院子。西宁已经没有力气去拦了，裴昭最知道怎样拿捏他。2个孩子就是他的命，没了他们，他也不想活着了。裴昭这样做不过是逼他妥协罢了。西宁无声流泪，一边是2个孩子，一边是裴昭偏执的爱，他没得选。娘，娘！西宁还在忧伤中，突然听到2个团子的声音，乐乐和阿燕扑过来，西宁紧紧搂住2人。乐乐，阿燕，真的是你们？他不是做梦吧？乐乐鼓着小脸，亲昵的在娘亲怀里蹭了蹭。爹爹不让我们见娘，乐乐和哥哥逃出来的。他抱着西宁的手臂，一副求表扬的架势。西宁捏了捏他的小脸，心里软乎乎的。乐乐和阿燕真棒，嘿嘿。乐乐被夸了小脸害羞，埋进他怀中。阿燕眼睛也亮晶晶的，娘亲也夸他了呢。2个小团子在身边，西宁冰冷的心终于回暖，只是还没等他松口气，裴昭就从门外进来。殷姑娘真是手段高明，让2个孩子钻狗洞都要偷跑出来。西宁听到他的声音，将2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我是他们的娘，所以就可以不要男人。殷姑娘卸磨杀驴玩得真好。西宁抿唇，不想听他的话。裴昭压着怒火，西宁总说自己视他为玩物，可以他看来他才是吧，还是上赶着别人不稀罕的那种。裴昭心塞，却拿他没一点办法，硬的不吃，那他就来软的，已经见了人，就别想他再将人放走。殷家外面，殷慕言被朱成制住，裴狗无耻，竟然搬救兵！朱成被他骂的耳朵都要聋了。殷兄弟，裴大人对令妹用情至深，你不必担心。不是你妹，你当然不担心。殷慕言气得炸毛。朱成憨厚的挠了挠头，我妹裴大人也看不上啊。滚！殷慕言很想将这个大块头丢出去，可他打不过。他死死盯着府门，裴昭这个无耻小人，别想让自己承认他。第67章，难搞的大舅哥，裴昭你到底要怎样？西宁被逼到极限，如今的处境和5年前差不了多少，甚至还多了2个被他拿捏的软肋。裴昭胸口闷疼，若是可以，他也不想逼阿宁，只是这女人心狠又冷情，不抓紧点，他早晚要飞走。跟我回去。西宁松开2个孩子，让丫鬟将他们带走。他看向裴昭，眼神前所未有的严肃。你知道为何5年前我宁死也要逃离你吗？裴昭抿唇，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他不懂。西宁嘴角勾起自嘲的笑。你看，过了5年，你还是没明白。裴昭，不是你想要我就要给，我是人，我也有选择的权利。他承认裴昭是不可多得的男人，可就因为他太好，他才不敢要。5年前，他的身份只是裴昭的外室，安阳郡主憎恶他，京城的人也鄙夷他。即使裴昭坚定地站在他这边，可西宁知道自己的性子。他前世从孤儿逆袭成科学院的教授，自尊心是远超常人的。若让他禁锢在京城的圈子里，他会疯。他希望自己是能平等地站在裴昭身边，而不是做他的附庸。可裴昭却一直没明白，他生来就高高在上，自然不会理解他隐秘的自卑和纠结。西宁深呼了一口气，第一次将自己的心剖开给他看。想要我回去可以，但你要做出改变。怎么改？终于等到西宁松口，裴昭迫不及待地问道：第一，不许再强迫我，尤其不许用2个孩子做威胁。阿燕和乐乐是他的命，裴昭的做法只会将他越推越远。好，只要阿宁不走，他什么都答应。第二，处理好你惹的麻烦。5年前若不是我哥恰好出现，你现在见到的早就是一抔黄土。西宁脸色并不好看，想到5年前发生的事，他心底还有后怕。即使裴昭再厉害，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重回京城，他遇到的阻碍不会少，尤其是和八王的深仇大恨。西宁不求裴昭护住他，至少保护好2个孩子。裴昭触及他的眼神，心中一疼。以前是他太自负轻敌，让他受伤，以后不会了。他抓住西宁的手，向他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和孩子们受委屈。西宁没有抽回手，任由他抓着。裴昭心中一喜，阿宁，你是不是答应我了，永远不会再离开我了，对不对？西宁扶额，2个孩子都在他手里，他不答应能行吗？可看到男人开心的脸，他的小情绪又上来了。看你表现好。裴昭握着他的手，笑得傻里傻气。西宁一开眼不想看，省得被他传染了傻气。殷慕言正拖朱成的手跑进来，就看到裴昭抓着西宁的模样。干嘛呢？别动手动脚。殷慕言猛地分开2人，将妹妹拽到身后，一脸警惕地盯着裴昭。裴大人不是说要放阿宁走吗？这又是什么意思？出尔反尔。无耻裴狗，他殷慕言真是瞎了眼，以前还仰慕他。殷慕言怒瞪他，裴昭也不恼，恢复了那副清风霁月的模样。哥，以前是我做错了，日后我会好好待阿宁的。什么哥？我承认了吗？
阿宁又不想嫁你。他梗着脖子还想继续骂呢，手心突然被挠了挠，殷慕言满口的咒骂就这样哽在喉咙里。他后知后觉回头，就看到自家妹妹心虚的眼神。殷慕言，是不是陪狗又威胁你？阿宁别怕，我静静找小姨，让她给你做主。他就不信了，陪狗真能一手遮天不成？西宁轻咳，哥，他毕竟是阿燕和乐乐的爹。哼，这江南想给乐乐当爹的，能从府衙排到岭南，他算什么？殷慕言就是看不上裴昭，欺负了他妹妹的人就该以死谢罪。裴昭头大，媳妇都搞定了，卡在了大舅哥这里。明明之前殷慕言还经常跟他书信来往，信中两人交谈甚欢，怎么现在变成了死敌一样？他们再好也不是亲的。哥哥可有问过阿燕和乐乐的想法，他们会不会同意？裴昭搬出2个孩子，殷慕言词穷了，他小声嘟囔着，怎么会不同意？乐乐之前可是看上了顾公子呢，我看顾家就不错，阿宁嫁进去不用受恶婆婆的苦，顾景安也不敢纳妾，没人给阿宁委屈。他心里还气安阳郡主跟长乐让西宁受的罪，他的妹妹，旁人有什么资格挑挑拣拣？在这2件事上，裴昭是愧疚的，他知道自己说再多也无法弥补对西宁造成的伤害，只能靠日后的行动让殷慕言改观。我可以入赘，阿宁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嗨嗨，他这话成功将殷慕言噎住了。入赘？你娘会答应？就安阳郡主那性子，阿宁嫁进去都跟杀了他一样，要是裴昭入赘殷家，他不得气死。说实话，殷慕言爽了，他还挺想看看那老妖婆气死的脸呢。婚姻大事是我自己的，和我娘无关。哼，早干嘛去了，非得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男人真贱。殷慕言冷哼，西宁悄悄提醒他，哥你也是男人。呵呵，你哥能跟他一样，我可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受委屈。那你倒是给我找个嫂子。西宁的话成功让殷慕言语塞，是他不想找吗？他10几年前就跟人许下了终身，可惜那早早定下的媳妇还不知道在哪呢。说你的事呢，别转移话题。西宁乖乖闭嘴，裴昭确实该骂，哥哥替他出气，他就老老实实看着就行。看到西宁幸灾乐祸的眼神，裴昭心头无奈，可谁让这是自己的媳妇跟大舅哥呢？骂2句就骂了，只要媳妇还在就行。他一副认打认骂的模样，让殷慕言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根本不爽快。哼，记住你今日说的话，若再敢欺负阿宁，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打死你。他就这一个亲妹子，裴狗最好是好好对他。好。裴昭看着殷慕言，话却是对着西宁说，他好不容易求来的媳妇怎么会不珍惜？第68章烤肉。西宁脸热，挣脱掉殷慕言的手，不早了，2个孩子要饿了，我去做饭。他出了房门，用手扇了扇脸颊的燥热，深呼一口气。只是他刚扇了2下，旁边就窜出来一个黑壮的汉子。弟妹，你跟裴兄弟和好了吧？朱成这人别看性子大大咧咧，可极其八卦。裴昭大张旗鼓将他调来，就为了追媳妇，他可抓耳挠腮，想听墙角响了半天。西宁被他吓了一跳，连连往后退了2步，腰身被人扶住才站稳。裴昭低沉的声音响在耳边，他胆子小，别吓他。朱成一脸憨厚的挠挠头，对不起了弟妹，我不知道会吓到你，老哥在这给你道歉。西宁摇摇头，他能看出朱成没有坏心。后腰贴着男人滚烫的掌心，西宁推开他，匆匆进了厨房。人没了身影，裴昭才收回眼神。朱成憨笑着打趣他，怪不得裴兄弟护得紧，弟妹果然倾城之姿，郎才女貌，神仙眷侣，就连他这个大老粗见了都要称一声般配。裴昭眼底藏着笑意，他喜欢西宁从来不是因为她的容貌，只是这些肉麻的话他只想跟阿宁说。家里多了客人，西宁准备的食材也多了。前几日庄子上刚送来新鲜菜蔬，还有1头野猪2扇牛羊肉，正好用来做烤肉。烤盘和炉子是现成的，他本来想再开一家烤肉店，所以打了锅炉，准备给殷慕言和乐乐尝尝，没想到先便宜了裴昭他们。西宁皱了皱鼻子，虽是埋怨，但并没有不耐。有丫鬟厨娘帮忙，肉菜很快就准备好。他在菜园里掐了2筐生菜，又洗了些草莓、葡萄等水果一起送过去。男人们都不怎么爱吃果子，可看了这红彤彤的草莓，口中就已经不自觉分泌唾液。2个小团子被丫鬟抱过来，跟裴昭坐在一起。他们都是吃过草莓的，不过阿燕还没吃过葡萄。乐乐给他挑了串最红的，剥了皮塞进他嘴中。哥哥，甜吗？葡萄酸甜的汁水在口中迸开，阿燕眼睛亮亮的点头，甜。不管是草莓还是葡萄，都是他从未吃过的呢。乐乐嘿嘿一笑，又剥了1颗给裴昭，爹爹也吃。裴昭低头含住，摸了摸儿子的头，谢谢乐乐。嗨嗨，我的呢？殷慕言看着他们父慈子孝的模样，心里的酸水都要溢出来了。臭小子，也不看是谁将他拉扯大的，有了爹就忘了舅舅。乐乐见舅舅脸皱成苦瓜，赶紧从座位上下来，抱着葡萄腾腾爬上他的大腿。
爹爹替舅舅尝过了，是甜的，这些都给舅舅吃。嗨嗨，你给陪狗不是，给你爹吃是为了让他给舅舅尝味道。樱木言抱紧自家外甥的小身子，得意地看向裴昭，嘴里的话很是欠打。乐乐不懂他们大人间的争风吃醋，认真的点头。当然，乐乐最喜欢舅舅了。樱木言的苦瓜脸立马笑成菊花，抱着小外甥狠狠亲了一口。舅舅也最喜欢乐乐，还有阿燕，他是好舅舅。两个外甥要一碗水端平。朱成吃着草莓，眼神滴溜溜地看着他们，尤其同情地看了眼裴昭。裴大人有点可怜啊。不过他很快就不可怜了。西宁的烤肉摆上桌了，几人炙肉吃过不少，尤其朱成在外行军打仗，就地取材烤肉是家常便饭，但这种形式的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些青菜蘑菇什么的竟然也能烤吗？西宁给他们准备了酱料，干湿都有。世家贵族吃香料的不少，只是都是作为煮茶用，蘸着烤肉吃还是头一回。厚切的五花在铁板上滋滋冒油，烤的表皮焦黄，蘸着酱料再裹一片蒜，用生菜包着，味香又解腻。金贵的裴家三郎也不嫌吃相不文雅了，裹着生菜叶子一口接一口。几人都是胃口大的，烤的都不够他们吃的。哎，这是我的，裴狗别抢。樱木言将西宁给他烤的牛肉粒夹在自己盘子里，炫耀的朝裴昭晃了晃。哼哼，他在得意有什么用？阿宁是他妹妹，还不是向着他。裴昭抿着唇，回头看向西宁，手扯了扯他的衣袖。阿宁，我也要。噗嗤，嗨嗨。朱成从没想过自己竟然能看到这煞神撒娇，真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裴昭一个眼刀丢过去，朱成连忙低头，默默吃着手里的肉。他闭嘴。西宁也被他缠得无奈，这人现在变了个样子，无赖的不行，可偏偏他还无法拒绝。知道了。说着，他又夹了几颗牛肉粒放在铁板上。裴昭目的达到，得意地瞪了回去。樱木言气哼哼的不看他，女大不中留。他忍。这顿烤肉吃的几人肚大腰圆，吃完还有草莓汁解腻，一顿饭下来，只把朱成给羡慕坏了。早就听闻弟妹手艺好，我还以为是京城的人夸大，真吃了才知道是世间仅有的美味。他没去过京城，可西记火锅的名声是听过的。朱成这大老粗已经完全被他的厨艺折服了。临走前，他还趁没人拍着裴昭的肩膀：“裴兄弟，你可得好好对弟妹，不然别说是姻兄弟，就连我老朱都不愿意你的。”他还想着以后去裴家蹭饭呢，裴昭可得给他争气一点。我知道。送走了朱成，樱木言的眼神就已经在赶裴昭了。怎么，还想再蹭一顿？裴昭没看他，看向西宁。西宁耳热，等你回京时我跟你一起走，这些日子我还要忙着交代生意。他在江南有不少土地和铺子，而且玻璃铺子还要开，西宁有的忙。裴昭不想跟媳妇分开，眼巴巴地看着他。那我也留下来。别，我们殷家庙小，可没有你落脚的地方。樱木言伸手已经摸过鸡毛掸子，阿宁愿意是阿宁的事，他可不能容忍自己眼皮子底下裴昭登堂入室。裴昭知道自己想要留宿是不可能了，他摸了摸鼻子，看向两个小团子：“你们呢？要不要跟爹爹回去？”阿燕和乐乐一人抱了条西宁的腿，齐齐摇头：“爹爹自己回吧，他们又不是不受欢迎的小孩，跟爹爹可不一样。”裴昭，好，他走。第69章，一家四口。裴昭一晚上没睡着，只要想到阿宁答应跟他回京，他就高兴的想出去跑2圈。长林起夜听到他房里的声音，酸着牙根连连摇头。他总算明白什么是老房子着火了。三爷孩子都满地跑了，还跟个毛头小子似的，啧啧。次日天还未亮，裴昭就已起床收拾整齐。他今日穿了件极为骚包的红色，别人穿红显俗气显黑，可他不同。裴昭皮肤白皙细腻，五官还带着女气，只是他性子冷酷凌厉，正好掩盖了那抹女气。殷家的门童打着哈欠来开门，外面天刚蒙蒙亮，突然见了这红色身影，他还以为见了鬼。娘啊！门童尖利的一嗓子将殷家的人全都吵醒了。西宁和樱木言坐在堂厅里，对面是一脸讨好的裴昭。阿宁，要不你再去睡一会儿？他也知道自己太着急了，可是谁让他想时时刻刻见到阿宁呢？裴昭敛着眸子，眼底闪过一抹委屈。樱木言打了个哈欠，已经没有力气跟他斗嘴了。阿宁，你看着办，我再去睡个回笼觉。樱木言离开，堂厅中只剩西宁和裴昭两人。他揉了揉酸胀的眉心，对这个男人已经没了脾气。你不用这样，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就不会跑。我知道，我只是想你了，想见你。裴昭厚着脸皮坐在他身边，手臂环着他的腰。今日西宁穿的也是红衣，两人坐在一起，俨然一对新婚夫妻。裴昭勾着他的衣带，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男人的呼吸喷洒在耳边，西宁的脸颊梳地红透，他小手推搡着男人，想要躲开他。你去看看两个孩子醒了没有，我去做饭。
裴昭爱及他害羞的模样，虽已是2个孩子的母亲，可西宁比5年前还要娇媚。好，裴昭嘴上说着放开他，可手却抱得更紧，低头吻住他的唇，直将他吻的身子揉成水才作罢。去吧。西宁抿着红肿的唇，狠狠瞪他一眼，可他娇媚入骨的模样，直接让裴昭酥麻了半边身子。阿燕和乐乐已经醒了，2个小团子还是第一次同床，有说不完的话。阿燕性子冷漠，在京城没有玩伴，她也不喜欢和那些幼稚的孩子玩。可乐乐不一样，这是他一母同胞的兄弟，就算心里再嫌弃，也不能不理他。所以听着乐乐那些幼稚的问题，阿燕还是耐着性子回答他：哥哥，我们回了京城，住在哪里呢？爹爹的院子和舅舅的一样大吗？乐乐蹬着2条小腿，一脸好奇地问阿燕。住在梧桐街，没有舅舅的大。阿燕有记忆以来就在梧桐街住，爹爹说这是娘一直住着的地方，只有这里才有娘的气息。听到没有殷家的院子大，乐乐的小嘴一瘪，爹爹真可怜。那我和娘去了，能住得下吗？阿燕皱眉，仔细想了想，梧桐街的院子虽然重建过，可也只是多了1间房，除了忍冬和苏嬷嬷的，他和爹一人1间，乐乐跟娘好像没地方住。他掰着手指，默默数了数自己的小金库，我有银子，到时候给娘买大宅子。我也有。说到钱，乐乐也不遑多让，他有好多呢，都是娘和舅舅给的压岁钱。2个小团子为着到了京城的住处担忧，裴昭在外面听得哭笑不得。他堂堂大州首府，又哪里缺银子？住在梧桐街也不过是想离阿宁近一点罢了。现在阿宁找到了，他们自然不用再住在那里。裴昭敲门进去，2个小团子惊喜地唤他爹爹。裴昭一人揉了把毛茸茸的脑袋，看着床上的钱袋子，温柔说道：不用担心宅子的事，爹爹院子多的是，比你们舅舅的好多了。男人奇怪的胜负欲，裴昭不允许自己在2个儿子心中还不如樱木言，不然那男人又得嘚瑟起来了。真的？乐乐趴在他怀里，瞪着清澈的大眼睛，显然是不信他的话。裴昭抿唇，也只有亲儿子敢这样质疑他了。真的，不仅是你们的，以后有了妹妹也能住得下。妹妹？裴昭这话一出，2个小团子的眼睛都亮了。妹妹在哪？乐乐扒着裴昭的腿，就差去扒他衣服找了。裴昭提溜着他，将小团子丢在床上，想要妹妹就去多哄哄你娘亲，早日跟我们回京城。好，2个团子满口答应，没有什么比妹妹更有吸引力了。西宁做好饭，3人已经坐在饭桌前，裴昭摆好碗筷，乐乐趁机跑到西宁身前，小肉手小心翼翼地摸向西宁的肚子。娘亲，小妹妹是在这里面吗？什么小妹妹？西宁一头雾水，他余光看到裴昭心虚的表情，脑中灵光一闪，怒斥：裴昭，你又跟他们乱说什么？嗨嗨，我没说。裴昭低头盛着饭，打死不认。乐乐这次跟爹爹站在统一战线，帮他说话。是啊娘，你冤枉爹爹了，是我和哥哥想要妹妹。真的？西宁不信，眼神望向阿燕求证。阿燕不擅长说谎，小脸严肃的不行，却依然点点头。是的，爹可是说了，只有将娘哄好，他们才会有小妹妹，不能让娘生爹爹的气。好吧，吃饭。西宁勉强信了他们，可再生个女儿这种事说起来太早。虽然他确实喜欢软软糯糯的小姑娘，可自己跟裴昭之间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裴昭余光掠过他的肚子，眼底浮现一抹笑意。他会努力的。用完早膳，西宁要去地里，他种的蔬果又熟了一批，打算去摘些送到铺子里。西宁这些年将手环里的种子拿出来大半，适合江南土壤的都种了下去。短短5年，江南已经从水灾中恢复过来，而且随着西宁生意遍布，江南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我们也去。乐乐最喜欢去地里了，娘总会给他摘新鲜果子吃，而且地里有蚂蚱蟋蟀，他能玩一整天呢。阿燕还没下过地，见乐乐这样积极，他也有些渴望。西宁自然受不了团子们的眼神，欣然答应下来，只是下地的路上还多了一只大团子。裴昭在他身边，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几人出街，俨然一家4口。第70章，认错。西宁的庄子占地几百亩，如今作物全都成熟，走近就闻到果蔬的清香。顾景安知道今日西宁会来，一大早就在庄子里等他了。那日他被裴昭绑走，顾景安担心了许久，还好樱木言将他救了出来。西宁的过去他并不清楚，只知道5年前他突然出现在江南，殷家的生意也迅速崛起。本来江南他们顾家是翘首，可西宁的出现轻易就夺走了顾家的地位。之前顾景安还因为她是女子轻视过，但后来在一次次的打脸中，顾景安对西宁只有佩服，当然还有隐秘的爱慕。他不敢宣之于口，想等西宁和他再亲近些时开口，哪想到小团子的亲爹竟找上门来了，还是他惹不起的人。顾景安后悔的吐血，早知今日他说什么也要上门提亲。不过现在也不晚，阿宁对那裴昭明显是抗拒，他还有机会。顾景安心存侥幸，
可在看到不远处走来的一家四口时，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阿宁，你和他怎么短短几日，他们就这样亲密了？顾景安心碎，裴昭斜睨他一眼，握住西宁的手，宣示主权。阿宁带我去看看。西宁不习惯在旁人面前秀恩爱，尤其他和裴昭还有矛盾，只是看顾景安的样子，西宁后知后觉明白他对自己的心思。他不是会吊着别人的人，顾景安是他的生意伙伴，闹僵了对顾家殷家都不好。西宁低眸，任由裴昭牵着他，还主动握紧他的手，唇角弯起，一副依赖的模样。好啊。裴昭没想到西宁会这样主动，有点受宠若惊的僵硬，可很快反应过来，这是给那个小白脸看的。裴昭冷哼一声，不承认自己是占了顾景安的便宜。他抱着两个孩子，牵着媳妇从顾景安旁边趾高气扬的离开。见顾景安面色越发难看，他心里的醋意才消了。阿宁以后只许看我，旁的阿猫阿狗都不许看一眼。男人吃起醋来不比女人少。西宁无奈想抽出手，可他却抓着不放。知道了。他又不是只知道恋爱的性子，若不是穿成了裴昭的外室，被他缠着不放，西教授早就一心为事业了。两个小团子去了瓜地，玩得不亦乐乎。裴昭跟着西宁来到他的葡萄园，见到这么多葡萄，裴昭难得起了好奇心。这些都要卖吗？他知道西宁开了果蔬铺子，卖的水果都是别处没有的，卖一半留一半，这些果子有其他用处。哦，两人难得气氛和谐。西宁闲聊间说出自己的计划，我要用来酿酒，到时候在京城开个酒铺。既然要回京城，那他的生意也要渐渐移过去。酿酒挺好的，我二哥就喜欢喝酒。裴昭自己不怎么喜欢，但两个哥哥都会小酌，尤其是裴玉，他自诩文人墨士，对酒很是喜爱。到时候可以让二哥帮你品尝，打出名气。好，两人敲定了葡萄酒的推广计划。西宁摘了个红透的果子，剥开喂给他尝尝。青色的果肉剔透诱人，女人嫩白的指尖染了汁水。裴昭眸底一暗，低头将它含在口中。西宁指尖湿热，红着脸抽出来，连忙用帕子擦干净。可男人的温度仿佛还留在上面，让他挥之不去。裴昭挑眉，眼中是肆意的笑，像是回到了少年时候，逗弄心爱的女人。他还从未有过这样放松的时刻。很甜，甜你就多吃点，最好能堵住那张嘴。西宁娇嗔地瞪了他一眼，背着他继续去看果子。两人忙到下半晌才带着孩子离开。裴昭本来还想蹭饭，被臭脸的大舅哥赶走，不过西宁给他装了一篮子果子。裴昭孤家寡人一个拎着去找自家二哥，那也是孤家寡人一个。你怎么来了？不陪弟妹孩子了？裴玉独坐在凉亭里喝酒，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但心里很是羡慕自家弟弟。若当初他也娶了心爱的人，如今孩子已经不小了，总要有些自己的时间找二哥喝酒。裴昭在他对面坐下，裴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以前怎么没见自家弟弟脸皮这样厚？被赶出来了吧？呵呵，还要有自己的时间，这妻奴弟弟恨不得粘在西宁身上，他能舍得走？被拆穿裴昭也不恼，伸手拿杯子给自己倒了杯酒，又将果子放在盘中让裴玉吃。二哥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城？跟我们一起走。裴玉本来就只打算在江南停留2个月，如今也差不多到时间了。只是想到回京，他心里就有些抗拒。崔氏怨念的眼神浮现在他面前，裴玉抬手饮尽杯中酒。再说吧，二哥还是忘不掉崔大娘子。裴玉以前是多恣意的人，文采斐然，相貌清俊，是京城贵女们争相求嫁的对象。可自从崔大娘子嫁人，二嫂嫁进来，他就变了。裴昭能理解他永失所爱的心情，可像现在这样也不是个事儿。二哥可以躲，但二嫂呢？她是后宅女子，受到的压力远比你大。若二哥不能喜欢二嫂，还是尽早为她安排后路的好。毕竟二嫂还年轻，离开国公府或许会有自己的幸福。裴昭挽回了媳妇，心态也变了。看着裴玉为情所困的模样，他下意识就想让他解脱。裴玉低头不言，只是握紧酒杯的手出卖了他的内心。裴昭心思细腻，瞬间就明白了裴玉的纠结。二哥恐怕早就喜欢上了二嫂，但却怕自己的移情愧对崔大娘子，也担心自己是个3心2意的小人。裴昭微微摇头，感情之事都是当局者迷，想要彻底走出来，还得让裴玉自己放下。不过裴昭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二哥怎么确定当初救你的人是崔大娘子？他和嫂子生的一样，二哥连阿燕和乐乐都分不清，又怎么确定分得清他们？裴昭的话让裴玉大脑猛地一下空白，15年前的事重新浮现在眼前。不可能的，救我的人肯定是鱼儿。他攥着酒杯，神情已经有些崩溃。若是真的认错人，那他冷落崔氏10年，裴玉死也弥补不了愧疚。第71章，回京。前后1个多月的时间，西宁终于将江南的生意都打理清楚了。7月中，一家4口踏上了回京的路。殷慕言跟妹妹外甥分开很是不舍，抱着2个外甥不愿放开。要不让裴狗自己走吧，你们留在江南。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妹妹，
凭什么又被裴狗拐走？哥，西宁无奈，生意都转移到京城了。樱木言说这些已经晚了。被妹妹反驳，樱木言有些委屈。那哥哥不在你身边，到了京城又被他欺负怎么办？一直站在旁边沉默不语的裴昭忍不住了，不会有这个可能。他疼阿宁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欺负他？这大舅哥是给阿宁上眼药呢？不怀好心。你有前科，谁知道会不会再犯呢？事关唯一的妹妹，樱木言不敢有丝毫侥幸。西宁心里暖暖的，他当然知道哥哥的担忧，不过裴昭是他选定的男人，也只给他这一次机会。哥哥，他要欺负我，我就去找小姨告状，你放心吧。是哦，他们在京城还有强大后盾呢，熹贵妃可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家外甥女受苦。樱木言勉强放下心，将2个小外甥还给裴昭。哥哥过年会回京述职，到时候若你过得不开心，哥哥带你们回来。他眼神警告看着裴昭，裴昭护住妻儿，眼神回瞪过去，你不会有这个机会。哼！裴家的船驶出河岸，一路向北。裴玉没和他们一起，他打算从岭南回去。裴昭拍拍他的肩膀，今年过年回来陪陪二嫂吧。这些年裴玉和崔氏从未一起过过新年，裴昭清楚他的心思，怕他日后后悔。好。裴玉惨白一笑，脸色很难看。裴昭那日的话让他精神差点崩溃，此时既想回京，又怕见到崔氏，这样纠结的情绪折磨得他快要疯了。辞别亲人，裴昭和西宁留在甲板上，船上风大，裴昭亲自拿了件披风给他穿上，身子站在他身后为他挡风。西宁这些年去过不少地方，但还没去过北边，京城他留念的东西不多，若算起来也就苏嬷嬷和忍冬2人了。他们这些年怎么样？说起来和裴昭重逢这么久，西宁还未问过2人的近况。当初他被裴昭囚禁在庄子里，苏嬷嬷和忍冬恐怕得担心坏了。还好，就是很想你。那2人都是护主的，阿燕也是由他们带大的，而且和西宁有关系的人不多，作为他的贴身奴仆，裴昭对2人很是关照。那就好。西宁点点头。夏末秋初的风景很好，几人边欣赏风景边北上，路上开心了还会在床板上钓鱼。裴昭带着孩子们负责钓，西宁负责做菜，红烧、清蒸、水煮、烤鱼，他有无数花样，虽然都是鱼，但根本吃不腻。不仅裴昭他们，就连同行的下人侍卫也跟着大饱口福。夫人做饭可真好吃，就是不知回京后还能不能吃得上。吃过西宁做的饭，他们眼里哪还能看得上其他的？旁人没胆子问，可长林这个吃货敢。等回京我会开店，到时候你们来店里吃，不仅有鱼，其他稀罕菜品也不会少。他现在又不缺钱，手环里的果蔬作物也都种出来，接下来就是改善大周百姓的伙食了。长林听到西宁这样说，差点高呼出声，夫人真好，我家三爷能娶到，简直就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他悄悄拍了波马屁，西宁脸热，小声嘟哝，还没娶呢。裴昭耳尖，伸手拉住他的手腕，回去就成亲。裴家的船在9月中终于到了京城，国公府的人一早得了消息，在码头等着。然而裴昭连理都没理，让车夫将马车驶到梧桐街。乐乐这是第一次到京城来，坐在马车里，时不时就掀开车帘往外看。裴昭和西宁都没拦着他。说起来，离开京城5年，西宁自己都对京城很好奇。马车驶得不快，走到城中，速度更是降下来。车夫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三爷、夫人，前面有成亲的队伍，咱们要等一等。”好，反正家门口就在眼前，他们也不着急，愿意给新人让路。乐乐听到有人成亲，表情更激动了，他直接扒开车帘，小身子往外探去：“娘，有新娘子。”西宁怕他摔下去，连忙伸手抱住他，顺便也看到了外面的队伍。街上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众人的声音也传了进来。不愧是长乐郡主，成亲都是10里红妆，真是让人惊叹。哼，什么郡主，不过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罢了。你说这话不怕被八王听到掉脑袋？怕什么？当初他被乞丐们睡的时候，大家不是都看到了，真脏，就是不知道滋味怎么样了。马车靠近外围，几人声音不大，估计是觉得传不到八王府人的耳朵里，所以说话也没有顾忌。西宁本来在听到是长乐郡主时，心中的恨意就已经浮现出来，只是那些人后面的话让他制住。长乐郡主被乞丐们糟蹋，这怎么可能？不过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裴昭之前跟他说已经为他报仇，难道是他做的？西宁转头望向他，裴昭正给阿燕倒水，面对西宁的疑问，他丝毫没有心虚，只说了一句：“他活该。”长乐差点要了阿宁的命，他只是找些乞丐毁了他的清白，已经是便宜他了。西宁抿唇，心底的快意都要压抑不住。他活该。若是可以，他更想自己报仇，原身的仇加上他的，八王跟长乐都要偿命。裴昭感受到他突然的恨意，伸手握住他的手，燥热的手心轻柔地安抚着他。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我会永远站在你身后，
保护你。裴昭不会说情话，可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西宁心中一暖，周身的恨意也渐渐消散。他回握住裴昭的手，应下了他的保证。好。此时新娘的花轿中，长乐郡主被绳子紧紧捆住，嘴里塞着白布，眼中布满猩红。他手腕都被绳子磨破，却依然没放弃挣扎。他要等裴昭娶她，旁人都不配让她嫁。第72章，安阳郡主的郁闷。成亲的队伍过去，裴昭和西宁两人都没将这段插曲放在心上。马车驶到梧桐街，苏嬷嬷和忍冬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姑娘，真的是你？5年过去，两人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苏嬷嬷脸上多了皱纹，忍冬也不是以前那个天真的吃货。见到西宁，两人眼中皆含着热泪，惹得西宁眼圈也跟着红了。嬷嬷，忍冬，好久不见。这是他在古代第一眼见到的人，和亲人差不多。三人抱在一起，忍冬狠狠哭了一场才罢休。两个小团子都是第一次见这场面，尤其是阿燕，从未见过嬷嬷和忍冬姑姑哭，大大的眼睛带着疑惑。忍冬到底是长了年岁，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大大咧咧了。他哭完不好意思的用帕子擦擦眼，一转头就看到两个阿燕。呀，怎么有两个小主子？难道说姑娘当年生的是双胞胎？西宁笑着点头，这是乐乐。乐乐性子活泼不认生，从爹爹怀里探出头，嘴角含着梨窝，甜甜的笑道：“忍冬姨姨，哎呦，小主子可真乖巧可爱。”忍冬心都要被他笑化了，恨不得将小团子抱在怀里狠狠亲一口。嘿嘿，乐乐虽然常被人夸，可还是会害羞的。他拱在裴昭怀里，肉嘟嘟的小屁股对着众人，西宁都忍不住笑出声了。走吧，我们进去。外院被翻修过，原来的2居变成3居，因着占地不大，这已经是极限。不过之前裴昭是想留在有阿宁味道的地方，如今阿宁回到他身边，也不用再留在这里了。收拾收拾东西，我们搬到城南的府邸去。那里是他为自己和西宁准备的新房，是他亲自画的图纸。本来5年前就该搬进去，只是出了变故。还好，现在一切走上了正轨。国公府，安阳郡主一直等着下人将裴昭等人带回来，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郡主，三爷回了梧桐街，根本没注意咱们府上的人。下人小心翼翼地说道，根本不敢抬头看安阳郡主的脸色。孽障！安阳郡主气得手抖，嘴里来来回回骂着孽障、逆子。然而旁边的丫鬟婆子已经习惯了。这些年，郡主主动找三爷不知多少次，可三爷哪次也没回来过。郡主以为仗着孝道可以让三爷妥协，可三爷的性子偏执，郡主间接害了他心爱的人。这个桔梗在两人之间，想要解开，恐怕得西姑娘还活着。他们正胡乱想着呢，下人又突然开口：“郡主，三爷将西姑娘带回来了，西姑娘还活着，而且她当初怀的是双胎，三爷有2个儿子。他可是看着西宁跟2个小主子一起下马车的，绝对不会看错。”安阳郡主脸上的怒气一滞，然后眼中是狂喜：“真的？我真有2个孙子？那西施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给他生了2个孙子，只是就连阿燕他都没见过几次，这个孙子他能见到吗？”想到这，安阳郡主欢喜的心瞬间郁闷下来。婆子知道她的心思，在她身边小声劝：“三爷毕竟是您10月怀胎生下来的，哪有真的跟娘置气的？如今西施还活着，三爷心里肯定早就不生郡主的气了，只是他不好意思主动求和。”真的？他真会这样想？安阳郡主被婆子劝住，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婆子心里其实也不确定，只是讨好主子的机会就在眼前，她不舍得放过。婆子捏着手心的冷汗连连点头：“三爷那么孝顺，肯定是这样。”安阳郡主冷哼一声，算他还有点良心，那西氏侥幸活下来，念在他给老三生了2个儿子的份上，抬进府里做个贵妾也未尝不可。他看不上西宁，即使5年前后悔过没成全裴昭，但现在西宁活着，事情有了转机，安阳郡主挑剔的毛病又犯了。丫鬟婆子战战兢兢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他们三爷可不会让心尖尖上的女人做妾，郡主的想法只会将人越推越远。安阳郡主没等来附和，也不在意，她骄矜的抬着头，吩咐下人再去叫裴昭。下人擦了把头上的冷汗，行礼后出了门。此时裴昭和西宁已经搬好了家，2个小团子都是第一次住这样大的宅子，在院子里玩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裴昭拉着西宁去看他准备的新房，雕花的架子床上面铺着大红的鸳鸯被，桌边还摆着红烛，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是他们的新婚夜。西宁红着脸，比那大红喜被还要娇艳。裴昭从身后环住他的腰，低沉声音响在他耳边：“成亲的日子定在年后，等哥到了京城再办。不过今日我们先排练一下。”排练什么？西宁自然明白。他身子微微颤抖，被男人手臂牢牢抱住，感受着身后胸膛的热气。西宁脸上滚烫，马上就要用晚饭了。他想推开裴昭，却被男人直接抱起：“待会吃，先吃你。”裴昭，西宁受不了他时不时的骚话，
可男人却故意说出来，惹她脸红。房门紧紧关闭着，房中却温暖如春，被翻红浪。和城南完全不同的是，林府长乐郡主身上的绳子已经被拆开，她坐在喜床上，被2个孔武有力的丫鬟牢牢盯着，生怕被她跑了。地上堆满了碎片，都是长乐郡主刚才发脾气摔的。房门打开，林静从外面进来，她生得温润如玉，清俊公子的模样很是惹人好感。她温柔笑着对2个丫鬟说道：“你们先退下吧，我和夫人也要休息了。”是。丫鬟们提前得过吩咐，来到林府必须听姑爷的话，郡主得了疯病，她的话不能信。2个丫鬟退下，房门再次关闭。林静盯着看了一会儿，等丫鬟的脚步消失不见，她才转身走到床前。昏黄的烛光下，她温润的面皮换了一副，男人眼中的温柔也变成了厌恶和憎恨。长乐郡主这样脏的人，也配坐我的床？第73章折磨。大胆！长乐郡主猩红着眼，牙眦欲裂。她最痛恨听到的就是脏字。5年前沦落乞丐窝是她的噩梦，那晚的腥臭味还停留在鼻息，只要想起来，长乐郡主就发疯。林静看着她痛苦的模样，眼底浮现一抹爽快。痛吧，恨吧，怎么能让她一个人痛苦？林静不顾长乐郡主的大叫，冷着脸扒着她的衣服。长乐郡主到底是女人，被八王娇宠着长大，平常人哪敢这样对待她？林静冷着脸，鄙夷的眼神像看一只臭虫。长乐郡主越挣扎，她越是痛快。啪！老实点，再乱动，我就将府里最低贱的下人都喊来，让他们看看高高在上的长乐郡主是什么模样。林静一巴掌扇过去，长乐郡主懵了。你敢？她红着眼，满脸的恨意。不过是个卑贱的侍郎之子，如果不是自己失了名声，怎么会嫁给他？她被堵着嘴说不出话，可眼神已经表露了她的心思。林静的戾气更盛，手指挑起长乐的下巴，紧紧捏住。郡主看不起我？他本该有大好前途，大好姻缘，就因为林家身份低微，无法反抗八王的命令，他的后半生就被迫牺牲。凭什么？他不好过，这个贱女人也别想。林静不等长乐郡主回答，拿起桌上的红烛。长乐郡主感受到危险，疯狂的后退，原本痛恨的眸子也盛满惊恐。你别过来。林静的样子让他想到了5年前，那晚的乞丐们就是这样对他的。长乐郡主眼前晕眩，身子止不住颤抖。可他的求饶并没让林静心软，他眼中满是讥讽。郡主不是很喜欢，我满足你。这一晚，长乐郡主终于明白什么是地狱酷刑。比起林静的折磨，5年前的欺辱玷污好像都成了恩赐。他身子如破布般躺在床上，林静站在床边，大红喜服没有丝毫褶皱。他用帕子擦着手，清俊雅致的动作又恢复了温润公子的模样。但只有长乐知道，他这副温润的面皮下藏着怎样的恶魔。我一定会让父王杀了你，一定！他蜷缩着身子，颤抖着朝林静骂道：“呵，好啊，我等着。”林静笑着将擦完手的帕子扔在他身上，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根本不慌。长乐还以为自己是曾经那个被八王娇宠的女儿，蠢货！她嫁入林家已经成了弃子，只要不被折磨死，八王根本不会管她，甚至为了八王府的名声，八王还会帮着她掩盖痕迹。林静就是想到这点，所以折磨起她来丝毫不手软。果然，次日她连院子都没能出去，2个粗壮的丫鬟拦着她，任她再打再骂都不放人。长乐郡主终于明白，她的父王已经不要她了，除了林家，她无处可去。想到林静的手段，长乐郡主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西宁回到京城休息了几天，就开始整理生意。这几年西记跟火锅店的生意依然火爆，宋云柳叶已经独当一面，就连狗子也快速成长。他休整完见了几人一面，宋云柳叶成了亲，如今还生了个女娃娃，2人上门时还抱着孩子。西宁也是母亲，就喜欢软软糯糯的小团子，她将阿福抱在怀里，笑着逗弄。这孩子爱笑，看着就是个有福气的。柳叶性子爽利，见主子是真喜欢阿福，她脸上的笑意更浓。都是托主子的福，若不是主子当初买下我跟宋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挨饿呢。如今有这样的好日子，真是做梦都不敢想。他这话不假，宋云和柳叶都是真心实意的感谢西宁，所以即使西宁失踪5年，别人都说他已经去世，夫妻2人都没想着吞并西记，踏踏实实的做着生意。不管主子是真的去世，还是去了其他地方，他们都要将主子留下的铺子经营好。西宁知道2人的忠心，又重重赏了2人。狗子比以前更加成熟稳重，5年过去，俨然是个小大人。他赚了钱，将妹妹送去女学，也给家里盖了新房子，虽然不大，但是他们兄妹的家了。相比宋云和柳叶，狗子对西宁的感激更重。西宁于他是真的救命之恩，所以在西宁赏赐的时候，狗子说什么都不要。姑娘给我这份差事，已经就是无上的恩情，做这些事都是狗子应该的，
当不了赏。他性子固执，西宁无法，只能换了个赏赐。这是我自己做的首饰，你给妞妞拿着，小姑娘也到了打扮的年纪，你让她带着玩。他送的是一整套琉璃的首饰，流光溢彩，很是耀眼。狗子没见过世面，但也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姑娘，这太贵重了，他不敢收。给妞妞的又不是给你的，拿着。西宁搬出他妹妹，狗子不再推拒了，只是跪在地上，又重重给西宁磕了几个头。日后狗子这条贱命就是姑娘的。西宁被逗笑，自己要他这条命做什么？而且那琉璃都是他的玻璃厂烧出来的，他手里最不缺了。西宁回到京城，就打算从这琉璃开始，用从未出现过的首饰，迅速在京城打开名气。西宁手里钱多，再加上裴昭的小金库也给了他，他在京城买下好几个铺子。不过还没等他忙完，宫里就来了消息，熹贵妃要见我。宫里来的太监圆脸和善，手持拂尘，笑呵呵地答着话。贵妃娘娘早就想见姑娘了，这不前阵子圣上有急娘娘没抽出身来，现在得了空，就想您入宫陪陪她呢。熹贵妃在后宫最为得宠，就连皇后都比不上她，太监们自然知道该讨好谁。这熹姑娘以前是裴昭的外室，还是从青楼里买来的，京城贵人们没一个看得上她的。可现在不一样了呀，先不说樱木颜，就说她身后的熹贵妃，熹姑娘在京城横着走都可以了。第74章，熹贵妃。前世故宫西宁不知道去了多少次，大周的皇宫和故宫差不多，他走在里面有种穿回前世的恍惚感。旁边的太监用余光悄悄看他，见西宁进了宫，丝毫不慌，他眼中的轻视彻底消失。不愧是殷家的女儿，即使年少落难，可这身气度也不是别人能有的。安阳郡主看清他，不愿让他进门，甚至因此跟裴昭闹僵，现在恐怕是悔的肠子都青了。太监摇摇头，心里却有几分幸灾乐祸，他已经迫切想看热闹了。这打脸的乐子谁不喜欢？熹贵妃住在朝阳宫，她位分只比皇后低一阶，院中的宫女太监足30人，可见有多受宠。西宁跟着太监进了内殿，熹贵妃扶着嬷嬷的手迎上来。她已年过30，可容貌娇艳，又没生育过，比寻常妃子要年轻多了。即使跟西宁站在一起，也看不出她的年龄，甚至比西宁还多了妩媚。也不怪能盛宠多年，从一个商户女做到了贵妃的位子。熹贵妃松开嬷嬷的手，一把将西宁抱在怀中。我的阿宁，这些年受苦了。明明5年前阿宁就在她面前，却不知身份，让两人错过。熹贵妃想到西宁这些年受的苦，她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西宁不是原主，而且她前世没享受过亲情，熹贵妃的爱让她有些手足无措。我已经没事了，您别担心。她小声哄着，熹贵妃的眼泪却越来越多。怎么会没事？从那么高的悬崖上坠落，若不是慕言刚好经过，你和孩子恐怕都会。剩下的话他没说，眼中尽是庆幸。他差点就见不到阿宁了。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阿宁以后都是福气。西宁劝着，熹贵妃终于破涕为笑。阿宁说的对，日后都是福气。还好那歹毒的人受到报应，不然小姨绝不会放过他。熹贵妃知道长乐郡主沦落乞丐窝是裴昭动的手，八王也知道，可没有证据，谁也拿他没办法。熹贵妃心中暗爽，看在她替阿宁报仇的份上，熹贵妃算是接受了这个外甥女婿，但以后若再敢让阿宁受委屈，她可不答应。姨甥俩聊了半天，熹贵妃还留心宁在宫里吃饭。皇家御厨做的吃食精致，但多是蒸菜和煮菜，加上调料不足，贵人们又以清淡为主，西宁这口味重的吃起来就觉得没滋没味。熹贵妃见他吃的少，眼中有些担心，可是不喜欢。我再让人重新做一桌。小姨不用，是我还没吃惯。西宁赶紧将熹贵妃拦住，口味难改，做再多她也吃不下去。熹贵妃听过他厨艺好，闻言倒是有些好奇，阿宁喜欢什么样的，我让御厨去学。西宁抿唇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就喜欢辣口的，小姨口味淡恐怕会不习惯，不过小姨若是想尝，等有机会阿宁给你做。好。熹贵妃一口答应，她还没尝过阿宁的手艺呢，这次答应了，阿宁是不是又会进宫来陪她了？她入宫10几年，无依无靠，虽坐上贵妃的位子，可圣上的宠爱是虚的，后宫的女人哪个是吃素的？她每日如履薄冰，稍微踏错就会粉身碎骨。不过幸好慕言入了朝廷，阿宁也找回来了，她日后就不用再这样紧绷着。熹贵妃眼圈湿润，摸了摸西宁的发髻，阿宁能回来真好。从朝阳宫里出来，西宁带了一堆赏赐，太监依然在前面领路。走到落霞宫时，太监脚步顿住，西宁本来低着头，没料到他突然停下，差点撞到他身上。姑娘，是长乐郡主。今日是长乐郡主回门的日子，八王的母妃德妃住在落霞宫，她最疼这个孙女，长乐郡主回门自然要来宫里请安。西宁闻言望去，几人隔得不远，长乐郡主穿着大红的衣裙，明明是新婚燕尔，可那惨白的脸色看不出一丝喜气。
而且奇怪的是，他记忆中那个嚣张跋扈的长乐郡主变得胆小懦弱，站在丈夫面前有些畏畏缩缩。西宁看见他，他自然也看到了西宁。长乐郡主眼中迸发出浓烈的恨意，若不是西宁，她怎么会落到如今的地步？就算嫁不了裴昭，她也不用嫁给身边的这个恶魔。想到这些日子遭遇的折磨，长乐郡主恨不得将西宁撕了。林静在她身边，自然看到了她的恨意。她循着长乐郡主的目光望过去，就看到西宁清冷的脸。她眸光一滞，心头不可控地跳了一下。西宁很快就收回目光，虽然长乐郡主受到了惩罚，但在西宁眼中远远不够。她不是圣人，不会同情想要自己命的仇人，只是如今能力还弱，无法彻底报仇。西宁勉强咽下心中的恨意，低声吩咐太监：“时辰不早了，公公，我们还是尽快出宫吧。”唉，太监知道两人的恩怨，朝长乐那边又看了一眼，就低头带着西宁离开。人消失在眼前，林静也收回了视线，他攥着手心，将心跳压下，转头看向长乐郡主。男人的声音温柔又贴心，可听在长乐的耳中却宛如催命的符咒。待会见了德妃娘娘，郡主可要好好说，不然若是让娘娘知道我们闹了矛盾，我可要亲自找郡主算账哦。长乐郡主狠狠打了个哆嗦，下身的疼痛让她差点站不住。我会好好说的。林静轻笑，手在她脸上轻轻摸了一下，真乖。只是收回手，她就掏出帕子狠狠擦净，那帕子也被她塞到长乐郡主的手中。这样脏的帕子，自然也该由这样脏的人拿着。西宁出了宫，就看到宫门外站着的裴昭，他眼中一亮，小跑着奔过去：“你怎么来了？想你了。”裴昭笑得温柔，握住他的手，也不过还有外人在，就旁若无人地说着情话。西宁脸一红，娇嗔地瞪了他一眼：“闭嘴！宫里的人还在呢。”太监见惯了各种场面，对小两口秀恩爱并不放在心上，只是他没想到西姑娘会这样受宠。不过也是，若不是受宠，裴昭也不会为了他跟安阳郡主闹翻了。如今西宁进宫的消息已经传出去，那很快京城的人也会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了，就是不知安阳郡主会怎样想了。第75章希冀珠宝。正如太监所想，安阳郡主摔碎了自己最喜欢的彩釉茶盏，才平复了内心的震惊。你说西氏是熹贵妃的外甥女，那个皇商殷家的嫡女？是。婆子战战兢兢说着，根本不敢看主子的脸色。所以安阳郡主闹了半天，闹得跟儿子几年不见面，完全就是瞎胡闹。人家西姑娘是正儿八经的清白女子，殷家虽是商户，可挂着个皇字呢。而且西姑娘的哥哥如今也是江南巡抚，太子身边的红人，再加上小姨是宫里的宠妃，这身份配裴昭绰绰有余。原本好好的姻缘都被安阳郡主给搅和了。现在母子之间的嫌隙不是一日能弥补的，说句不好听的，安阳郡主纯属自作自受，不然儿孙绕膝，家庭和乐，该是何等美事。从这日起，安阳郡主就病了。婆子给裴昭送了信，裴昭没回府，向宫里递牌子，请了2个太医过来。看着孝顺，但安阳郡主的病却更严重了。气的9月底，江南的货船也到了，西宁的琉璃玻璃还有各色珠宝首饰堆满了整条船。他拉着手下人理货，足足理了7天，才将货物整理了大半。看好的铺子早已经装修完，如今就等开业了。10月初，希冀珠宝在城西亮相。咦，怎么又新开了一家铺子，还是卖珠宝首饰的？要不咱们进去看看？无名小店罢了，哪里能比得上玉桂斋？进去看看嘛，反正其他铺子都逛腻了，万一有新鲜的呢？一群年轻鲜活的夫人小姐说着话走进希冀，他们都是不缺钱的主，只是京城各大首饰铺子早不知道逛多少遍了，那些花样也都看腻了。虽然对这新店不抱希望，但逛逛打发时间还是可以的。只是等人进来后，眼睛就直了。只见白橡木的柜架上摆着各色的珠宝，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出漂亮的色彩。而且最妙的是，每个柜架上都放着一面玻璃镜，走进去可以清晰看见人的模样。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尤其从未见过自己真实面貌的夫人小姐，捧着镜子竟不愿撒手了。哎，你照完赶紧闪开，我们还没看呢。就是怎么这么霸道？一群夫人小姐为了镜子差点大打出手，还好掌柜的制止了他们。贵人们别急，咱们小店购物满1000两就会赠送一面玻璃镜，您想要啊，只要花够钱就可以了，到时候想怎么照就怎么照。1000两，抢钱呢！他们虽是世家贵女或夫人，但想要拿出1000两银子还是很困难的。掌柜的话让他们望而却退，但他们拿不出来，不代表其他人也一样。呵，既然没钱，那就把地方让出来。人群身后传来一阵清冷的声音，徐青荣一身青衣走进来，他随手扔下一沓银票，手指在柜架点了点，一排的首饰都被他拿下。这副财大气粗的模样让掌柜的笑容咧到后脑根。哎，小的这就给徐小姐包起来。新店开张第1单就这么豪横，着实将其他人震惊到了。
他们也想这样撒钱，可惜做不到啊。不过这不代表他们没长嘴，一堆的酸话往外倒。哎呦，徐小姐不会是把嫁妆拿出来花了吧？算起来，徐小姐跟裴三郎也订婚5年了，怎么一直没嫁？难道裴三郎不要你了？哈哈哈哈！徐小姐家世再好，也被拖成老姑娘了，人裴三郎凭什么要一个半只脚入土的人？原本裴徐两家的亲事，京城人人艳羡，哪想到5年过去了，这婚还没结成，徐清荣生生拖到了23，京城已经没有人愿意娶她。对于这些碎嘴子的冷嘲热讽，徐清荣丝毫不气，倚着柜台轻撩眼皮就对了过去。王夫人倒是有人要，但就你相公那脑满肥肠的蠢样，亲一口都跟啃猪油一样，除了你别人也消受不了。还有你李小姐，你那未婚夫还没成亲呢，就被青楼继子掏空了身子，等你嫁进去不就是守活寡，说我半只脚入土，你这纯属掉入粪坑。还有你刘家婶子，你相公哥儿媳爬灰的事就不必我多说了吧。他这一通输出，让点到的众人面如死灰。这些家中烟杂事虽瞒不住，但也没人敢说到他们脸上。这徐小姐还真是生冷不忌，肆无忌惮。此时众人都有些后悔招惹她了，不过也有些脸皮厚的不怕揭底，看着柜架上的希冀标志，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哎呀，这希冀不会是裴三郎那个外室开的吧？徐小姐眼巴巴过来送钱，可真是心大。经她一提醒，其他人也反应过来了。别说还真是，徐小姐真是肚量大，怪不得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丞相的女儿也不遑多让。众人一副看好戏的模样，但这对徐清荣没有一丝的伤害。他又不喜欢裴昭那个冰山，他喜欢的人是真正的温润君子，可不是裴昭那个小人能比的。他冷哼一声，站直身子，我的钱我爱给谁就给谁，西姑娘那样的妙人儿，就算把我的钱都给他，我也愿意。徐清荣这番惊世骇俗的话，把众人的下巴都要惊掉了，再也没人敢跟他斗嘴。西宁和裴昭在外面看了一通好戏，听到徐清荣的话，裴昭低头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怨念。自家媳妇招男人就罢了，现在连女人都喜欢他。西宁摸了摸鼻子，也不知道自己心虚什么。他瞪回去，徐小姐可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假的！裴昭连忙反驳。小情侣斗嘴，没注意徐清荣已经带着丫鬟走过来，听到裴昭的话，他附和点头。确实假的，我可看不上他，倒是西姑娘很合我的心意。徐清荣，裴昭脸黑成锅底，这女人真是越来越过分了，竟然当着他的面调戏他媳妇。徐清荣朝他翻了个白眼，也不知道西姑娘看上你哪了，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废物。西宁消失这5年，他同样揪着心，这个和他那么相似的人儿，是他思念阿木唯一的存在了。第76章崔大娘子。希冀珠宝快速在京城爆火，起初大家都想要清晰的玻璃镜，所以疯狂砸钱，可后来琉璃首饰买回家，他们才发现这首饰的趣味。琉璃比金银轻盈，又比宝石剔透，而且西宁是用的现代的设计，各种风格花样，不管是搭配参加宴会的华服，还是平日穿的常服，都恰到好处。一时间，佩戴琉璃成了京城的风向。若谁没有几件琉璃首饰，没有玻璃镜子，那在宴会中都没机会插嘴。国公府2房，崔氏身边的崔嬷嬷一脸喜色的掀开门帘子进来，脚步都比往日轻快了许多。夫人，您猜是谁上门了？崔氏正倚在榻上看画本子，他现在没了跟林氏争权的心思，也没了讨好裴玉的意志，这几年连院子都很好出了。林氏不往他这处来，崔氏想不通还有谁会来。谁？他漫不经心地问道，并不上心。崔嬷嬷眼中有些失望，但很快又打起精神。是大娘子，大娘子进京了。啪！崔氏手中的画本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脸上也跟着没了血色。他呆呆地坐在那，崔嬷嬷还以为他是太过高兴，一时失态，连忙弯腰将画本捡起来，拍了拍泥放在茶几上。大娘子已经到花厅了，老奴这就去将人带进来。说起来，夫人跟大娘子也有10年未见了吧？这次大娘子回来听说就不走了呢。夫人在京城闷得慌，日后可有人说话了。崔嬷嬷开心的话语响在耳边，崔氏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头蒙蒙的。高兴吗？他心里有的好像只是恐慌。不等崔氏下命令，门帘就再次打开，崔大娘子一身白色衣衫，笑着进门。她和崔氏同样模样，只是崔大娘子夫家在西南，常年晒着，看上去比崔氏黑很多。只是她柔弱的姿态是崔氏不能比的，温言软语轻易就让人心怜。妹妹这些年可还好？姐姐每晚做梦都能梦到你，如今见了才算安心。她手捏着帕子开了开眼角，被下人搀扶着走到崔氏身边。看到崔氏丝毫不显年纪的脸，崔大娘子眸底闪过一抹嫉妒。崔如有今天都是因为偷了她的，当初她看不上裴玉，非要嫁宋安，此时才知道后悔。不过如今也不晚，她可是听说崔如跟裴玉常年分居，裴玉心中只有她。崔大娘子掩着唇得意地笑了笑，挨着崔氏坐下，伸手握住她的手。崔氏不自在想要抽出来，却被她握得更紧。
10年未见，妹妹到底是跟姐姐生疏了？姐姐说的什么话？只是我不习惯。崔氏垂着眸子，没再挣扎，任由他握着。没事，以后姐姐留在京城，咱们姐妹时常见面说话，这生疏感就没了。崔大娘子仿佛没看出她的抗拒，依然善解人意地说道。崔嬷嬷连忙附和：可不是，我家夫人最亲近的就是大娘子了，她平日在京城没个玩伴，还好大娘子回来了。嬷嬷！崔氏厉声呵斥，心中涌起一股戾气，伴随着的还有无力感。从来就是这样，只要崔云在的地方，别人就不会注意到她。从小就是这样，不管是爹娘还是下人，亦或者裴玉，从来就没人看到她。崔氏本以为崔大娘子远嫁，她就不用再活在她的阴影下，可如今那些噩梦又回来了。崔嬷嬷被呵斥后，低头站在一旁。崔大娘子脸眸眼下一抹恨意，很快又变回温柔的模样。妹妹跟个婆子置气算什么？她说的没错，日后咱们姐妹在京城啊，就互相照应。她拍着崔氏的手，眼神四处打量了一下。妹夫呢？怎么没见人？她的语气太过自然，甚至动作都看不出端倪。崔氏手心攥紧，指甲深嵌进肉里，那些血淋淋的伤疤被扒开暴露在人前，还是她最不想见到的人。崔氏口中发苦，却依然维持着贵妇的从容淡定。相公出门游学了，姐姐来得不巧。崔大娘子娇笑着拍了下她的肩膀，如儿竟会打趣姐姐，我也就是随口问一句，怎么就惹得你这副乌眼鸡模样？崔氏抿唇没有答话，崔大娘子觉得没意思，也止了脸上的笑意。铺垫这么久，她也终于说出自己的来意。城西那家西记是你家三爷的外室开的吧？妹妹，你能不能给姐姐买几副首饰？姐姐初到京城参加宴会，没点首饰装扮，恐怕要让人看了笑话。宋安被贬，从原本的3品官变成如今的7品，俸禄可买不了一副首饰，更别说宋家后院一堆姨娘。崔大娘子失宠多年，宋安也不会舍得给她花钱。崔大娘子回京既是为了钱，也是为了裴玉。宋安已经指望不上，现在裴玉对她还有念想，她肯定要牢牢抓住。崔氏抬头看了她一眼，姐姐的要求恐怕做不到。西姑娘跟国公府的恩怨，只要稍稍打听就能知晓，她卖谁面子都不会卖我的。我累了，今日就不多留姐姐了。嬷嬷，送客。哎，你！崔氏抽出手就进了内室，连一点情面都不留。崔大娘子脸青红一片，很是难堪。崔嬷嬷心里觉得自家夫人做得过分，可刚刚被呵斥过，她这会儿也不敢多说什么，就伸手请崔大娘子出去。崔大娘子拂袖，冷哼一声走出门。出了国公府，她的脸色还没恢复过来，身边的小丫鬟悄悄耳语几句：夫人，裴家二爷的船已经入了蓟北了，马上就到京城，现在二娘子还敢跟您摆脸子，等二爷回来有他哭的时候。哼，你说的对，就再让他舒心2天。咱们去西记，我是西氏二嫂的姐姐，我就不信他不给我这个面子。崔大娘子心里很是看不上西宁，一个小小外室，不想着巴结裴家人，把自己得罪了，到时候自己在裴玉面前上点眼药，她想进国公府可就难了。崔大娘子冷笑着，扶着丫鬟的手上了马车。深夜时分，城南的院门被敲响，风尘仆仆的裴玉回来了。第77章，西宁打脸。二哥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裴昭穿着家居服，虽竖着发但明显看得出凌乱。裴玉也知这时候打扰，可他不敢回府，别处又不想去，只能来弟弟这。裴二哥喝一杯。裴昭拧眉，阿宁不喜欢。裴玉手微顿，心中闪过一抹羡慕。他这个弟弟多交金的性子，现在西宁的喜好就能让他乖乖听话。裴玉低头，嘴角勾起自嘲的笑，他也有过的。当初新婚，崔氏也企图管过他。他当时怎么说的来着？哦，想起来了。他说啊，你费尽心思嫁过来，得到的只会是裴家二夫人的身份，其他的我都不会给你。裴玉口中苦涩，仰头饮尽杯中的酒。他现在真的怕崔氏就是当年的人，这让他如何面对冷落的这10年？裴昭知他心里苦，也不说话，就坐他身旁看着他喝。裴玉酒量好，这一喝就到了深夜，最后是裴昭让人将他抬进屋里的。他喝醉了，口中还念叨着崔氏：如儿，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裴昭面无表情地撑开被子盖在他脸上，眼不见为净。回到房里，西宁迷糊着搂住他的腰，依恋地在他胸前蹭了蹭。怎么这么晚？裴昭轻揉着他的头，越发庆幸自己和阿宁还有和好的机会。他自作自受罢了，不用管他。他将怀中的女人抱得更紧，安抚地拍了拍她：睡吧。西宁本就困得难受，在男人低沉的声音中渐渐睡去。次日他做好早餐，裴玉揉着酸胀的眉心，不好意思地出现在餐桌上。叨扰弟妹了。西宁轻笑，加一双筷子的事说不上麻烦，他就是好奇是什么事让裴家二爷愁成这样，从岭南匆匆回京，却连家门都不进。想起裴昭说的自作自受，西宁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来有八卦。吃完饭，西宁就带着忍冬去铺子里，虽然开业已经将近1个月，
但西记珠宝的生意依然火爆。西宁一出现，铺子里的客人就争相跟他打招呼：“西姑娘来了，几日不见，姑娘又漂亮了。”那可不，咱们西姑娘本就倾城国色，如今又有裴三郎的宠爱，可不是越来越娇艳。西宁的身份在京城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若是以前这些贵妇小姐还看不上西宁外室宠妾的身份，不愿跟他结交，那现在光凭熹贵妃的外甥女的身份就够他们巴结了。西宁笑了笑，没因众人的谄媚而骄傲，他让掌柜的将今日的新品摆出来，立马就转移了夫人小姐们的视线。这又是什么首饰啊？只见那托盘中摆着各式圆形的小盒子，表面镶着各色的琉璃宝石，流光溢彩，很是好看。西宁拿起一个从中间打开，就看到里面是一块玻璃镜子。夫人们之前说想要玻璃镜子，这不，我让师傅做了新的花样，这小镜子携带方便，日常补妆整理仪容最合适了。夫人们都是懂行的，听西宁这样一说，就明白了这小镜子的妙处。还真是，我就缺这镜子呢，我也要一块。不管是琉璃还是玻璃镜，都是稀罕物件，别看小蛋价格可不便宜，一块就得上百两银子。可这依然阻挡不了众人购物的心，不一会儿，这柜架上的镜子就卖光了。人群中，崔大娘子看着西记火爆的生意，眼中尽是垂涎。她刚粗略算了算，光卖镜子，西宁就赚了将近3000两银子。3000两啊，他们宋家所有资产加起来都没3000两。若这银子是他的，他还忍那宋安做什么？崔大娘子心里闪过贪婪，脸上挂着温婉的笑，娇娇柔柔地走过去。西姑娘，您是？看到崔大娘子的脸，西宁眼睛不由得瞪大，这不是裴二夫人崔氏？可这性子完全不同。西宁自己就生了双胞胎，心里已经猜出她是谁。我是你家二嫂的姐姐，之前在西南刚进京没几日，你叫我一声云姐姐就好。西宁自然不会叫，先不说她和崔氏也不过就见了一次，还是不好的回忆，就说这位崔大娘子虽然面上温柔，可西宁却对她并无好感，总觉得那表情很假。她只是微微点头，一点热络都没有。崔大娘子吃了个冷钉子，表情差点维持不住。可是想到自己的目的，她还是强撑起笑脸。说起来，咱们两人还是亲戚，我出来京城认识的人少，想买些珠宝首饰也没人帮忙相看。知道西记是妹妹开的，我就知道找妹妹准没错。姐姐平日参加宴会的场合多，妹妹帮姐姐挑挑。崔大娘子说完，西宁招来了掌柜的。崔大娘子想看可以让秦掌柜帮忙挑，她毕竟是专业的，这是一点也不想跟他扯上关系啊。崔大娘子咬碎了银牙。好，有掌柜的接手，西宁也空闲了下来，正好旁边有相熟的客人唤他，西宁也就没注意这边。只是他刚走，崔大娘子就让掌柜的把铺子里最火的样式都给他拿出来。我是你家西姑娘的亲戚，这首饰你给我送到宋府上。这掌柜的做不了主，但刚才西宁和崔大娘子相谈甚欢的样子，他还是看在眼里的。没事，你尽管去送，我来跟西妹妹说。崔大娘子自觉捏准了西宁的命脉，她回了京城，裴昭都没提娶她，还是安置在外面。西宁肯定是想嫁进国公府的，自己是她二嫂的姐姐，西宁想进府可不得巴结着她。只是崔大娘子的得意没持续多久，西宁和客人说完话就走了过来。秦掌柜看到他俨然看到了救星，连忙将崔大娘子的要求跟他说了。西宁面无表情的听完，然后盯着崔大娘子看了半晌，只把崔大娘子看得脸热。妹妹，你这是什么眼神？没什么，就是第一次见脸皮这么厚的。我开门做生意可不是让阿猫阿狗上来打秋风的，以后攀亲戚可认准了，别赖错了人。秦掌柜，打出去。第78章破绽。西记铺子里全是人，崔大娘子众目睽睽之下被赶出来，羞得她只想找条地缝钻进去。西施这个贱人，她怎么敢？那些瞎了眼的妇人也是，全都向着西宁看着她出丑。崔大娘子恨恨啐了一口，扶着丫鬟的手低头快步离开。这会儿她身子骨不弱了，走得比谁都快。砰！转角没注意，崔大娘子一下子就撞人身上。你怎么看的路？不长眼！云儿！崔大娘子刚要破口大骂，就听到头顶熟悉的声音：二爷！眼前的男人不是裴玉是谁？他生生将口中的怒骂憋回去，脸色涨红，还要硬流露出羞涩的表情。怎么是您啊？我前几日去国公府，如儿还说您去游学了，看来那丫头也不知道您的行踪，这妻子当的可不合格。崔大娘子掩着唇，似是在打趣，可句句都是挑拨。这样的话她说了不少，以前还未嫁人时，她就跟裴玉说些似是而非的话，多是吐槽崔氏，让裴玉对崔氏印象很不好。以前裴玉还不觉得，只以为崔大娘子是性子单纯，可如今变了心性，开始怀疑10几年前的事，裴玉就看出了破绽。我正要回府，若儿这些年孝顺母亲，操持家里，有她在，我很放心。她这是替崔氏出头。崔大娘子嘴角的笑意僵。怎么回事？裴玉不是很厌恶崔氏吗？怎么还会替她说话？
崔大娘子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心里一片慌乱。她现在能抓住的只有裴玉了。二爷说的是，如儿虽然性子野，但嫁人了毕竟会收敛些，等哪日我们姐妹遇见，我会好好劝她给二爷生个孩子。崔大娘子本来想继续上眼药，可裴玉却不接话。听到她说劝崔氏生孩子，裴玉心中有些异动。她确实该有孩子了。想到阿燕跟乐了，裴玉有些心热。他迫不及待要回府，自然没有耐心继续跟崔大娘子闲话。我还有事先走了。哎，二爷。裴玉身高腿长，几步就将崔大娘子甩在身后。他挥着手喊了半天，愣是没让人回头。身边的丫鬟扶着他，小心翼翼地说道：“夫人，咱们也回去吧。今日夫人出了这么大的丑，老爷那么好面子的人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他。”听到小丫鬟的话，崔大娘子脸色一白。今日发生的事，你给我烂肚子里，若是传出去，我定打断你的腿。小丫鬟心颤，那铺子里的都是各家夫人贵女，她闭嘴有什么用？大家都看在眼里，只要老爷在外面行走，早晚会知道的。小丫鬟知道崔大娘子这是要拿她出气，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裴玉回了府里，先在安阳郡主那坐了一会儿。他生了3个孩子，除了裴寻听话些，其他2个儿子没一个省心的。从安阳郡主那出来，裴玉就往2房去。他刚进府，崔氏这边就收到了消息，同时收到的还有裴玉昨日留宿城南，今日又撞到了崔大娘子。下人看她的眼神有些可怜，丈夫半年不着家，回了京不先找夫人，竟去弟弟那睡。而且如今崔大娘子也回了京城，日后哪里还有他们家夫人的容身之地？崔氏脸上淡定，但宽袖中拳头已然攥紧。他咽下口中的苦涩，轻声让下人退下。我知道了。裴玉回来，院子里只有几个洒扫的婆子，以往他很少回府，可每次崔氏都会在2门外等他。那女人性子野，可在他面前却温柔听话。裴玉心间有些疼，以前忽视的细节全都涌现了出来。他亏欠了崔氏太多。你家夫人呢？进了内室都没看到崔氏，裴玉四处打量，问旁边的小丫鬟。小丫鬟一脸为难，又不敢不答。夫人说身子不舒服，去了厢房休息，就不打扰二爷了。不舒服？我去看看。裴玉倒没怀疑小丫鬟的话，实在是崔氏往常太听话懂事了，那个女人眼中只有自己。裴玉真以为她是怕打扰自己才去的厢房。开门。裴玉没推开门，出声唤道。崔氏手抓着被子，唇抿成一条直线。我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吧。反正裴玉不会在府中过夜，他现在不想见他。崔如。裴玉拧眉，唤了几声里面都没回应，心急之下他低声让下人去拿钥匙。外面没了动静，崔氏以为他已经离开，抓着被子的手放松，痴痴地盯着床幔。这是他第一次拒绝裴玉，以往的10年间2人相处的机会不多，所以每次崔氏都精心准备，小心对待，可裴玉对他只有冷淡不耐烦。崔氏自嘲的苦笑，裴玉又不喜欢他，怎么会耐心对他呢？就像现在，只是出声唤了几句，他没反应，裴玉就不再继续。他们2人从来都是他在维系关系，他放手了，2人之间的联系就断了。崔氏眼角划过一抹清泪，想要用帕子擦拭，身前就多了一片阴影。哭什么？裴玉低头看着他，女人已经不再年轻，尤其这些年的独居烦闷，让他眉眼间多了愁绪。崔氏原本活泼的性子早就消失不见。正如裴玉所说，他得到了裴家2夫人的身份，但相应的崔二娘子的鲜活也磨灭在时光里。裴玉的声音骤然在耳边响起，崔氏一惊，想要起身，被他伸手按住。不舒服就好好躺着，起来做什么？裴玉坐在他身边，指腹将他眼角的泪抹去。这还是他第一次离这么近看崔氏，裴玉心中有些恍惚。崔氏以前长这样吗？那个记忆中的小姑娘又和他有几分相像？他眼中迷茫，崔氏却以为裴玉是透过他看到了崔大娘子，原本心中燃起的希望也骤然被熄灭。崔氏拂开他的手，人往床里面缩了缩，我身上有疾，二爷还是离远些比较好。他声音冷淡，裴玉心里有些不自在，低头看着他的脸，突然开口：15年前救我的人是不是你？第79章心死。15年前，裴玉也不过是个16岁的少年郎，他性子是兄弟3人中最为活泼的，平日更是喜欢游山玩水。他和崔氏姐妹第一次相见就是在春日庙会上，裴玉在山上看到一朵罕见的兰花，不顾它长在悬崖就去采，刚下过雨的泥土松软，他一脚踩空，差点坠落下去，危急之下是个小姑娘抓住了他的手。那小姑娘看着柔柔弱弱，但脾气很硬，说什么也要将他救上来，为了救他胳膊都脱臼了。裴玉仰头望着他，心跳得飞快，他知道自己对这个小姑娘一见钟情，可惜获救后他就被国公府的下人带回去，来不及问小姑娘的名字。后来再见，他说自己叫崔云。16岁的裴玉期盼着能娶到心中的小姑娘，崔云一急激他就去崔家提亲，
可新婚夜掀开盖头，新娘却变了人。裴玉怨了10年，恨了也10年，如今告诉他自己心爱的人就在身边，只不过他认错了人，裴玉喉咙中就涌起一股甜腥味。崔氏躺在床上，狭小的空间中都是男人的气息。此时他脸色惨白，手肘撑着坐起来倚在床头。崔氏盯着裴玉的眼睛，声音平静的开口：是谁救的你有意义吗？10年了，裴玉，太晚了。如果10年前他有心询问，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崔氏如今已经彻底心死，他执着的是恩情，是10年前的崔如，不是被深宅生活磨灭的崔氏。他们早就回不去了。崔氏的话让裴玉心头一震，喉咙中的血压抑不住喷了出来。素色的床单被沾染上，崔氏低头，心中只有无边荒凉。如儿，我不知道崔云说是他。看着女人冷淡的模样，裴玉慌了，他快步上前握住崔氏的手，急切的辩解。崔氏缓缓抽出，不重要了。若真的是崔云，其实更好，这样就不会显得他10年的寡居有多可怜。他更不用知道裴玉冷落他是因为认错了人。崔氏心中苦涩，当年他救了裴玉后就被接去外婆家养伤，等回来就看到裴玉跟崔云亲近的模样。他和崔云虽是双胞胎，但崔云比他讨人喜欢。崔氏心中是自卑的，所以明明自己救了裴玉，却不敢上前询问。他将爱慕藏在心底，直到裴玉上门提亲，崔云却突然悔婚，让他替嫁。重要！裴玉声音放大，手上的力气让崔氏生疼。怎么不重要？如儿，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还好没有继续错下去。错？裴玉，你连自己喜欢的人都认不清，这不是错，是眼瞎。我给了你10年的时间，你没有抓住，以后的日子只想为自己而活。崔氏眸子坚定，已经下了决心，不会再变。他不会继续爱了。如儿，你出去吧，我累了。崔氏躺下背过身去，一副送客的姿势。裴玉被他的坚决震到，这会儿脸色煞白，整个人都懵懵的。好，你休息，明日我们再继续谈。裴玉眼前恍惚，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强迫崔氏，压下心中的戾气出了门。等外面脚步声渐渐消失，崔氏拉高被子，无声痛哭了一场。今日之后，他再也不要为裴玉哭。西宁回去后，也将铺子里发生的事告诉了裴昭。他不知道崔氏跟崔大娘子的关系如何，只是以他对崔氏的了解，崔氏绝不像崔大娘子这样没有边界感。裴昭拍着西宁的手微顿，以后不用搭理他。裴玉跟崔家姐妹的纠葛，他都看在眼中。以前他就怀疑二哥是不是眼光有问题，竟然会喜欢上崔云。那女人看着柔弱温婉，可眼中藏着算计，他没拆穿，不过是看在裴玉的面子上。如今倒好，这女人竟敢招惹阿宁。裴昭脸眸，眼中闪过杀意。西宁好奇，又缠着他问了不少崔氏跟裴玉的八卦，直到裴昭低头吻上他的唇，才封住了他的嘴。既然阿宁还有精力，那不如我们做些有意思的事。阿燕和乐乐想要妹妹了。裴昭，架子床摇摇晃晃，西宁再多的话也没力气说了。翌日他睡到了日上三竿，2个小团子练完功，趴在他门口叽叽喳喳。娘怎么还没醒？太阳都要晒屁股了，羞羞。乐乐以前是最爱睡懒觉的，但现在有阿燕做对比，他也能早早就爬起来了。阿燕低声吩咐弟弟，小声点，爹爹说娘要给我们怀小妹妹，得让她多睡会儿。真的有小妹妹吗？乐乐睁着黑亮的大眼，满是期待。阿燕一本正经的点头，爹爹说的肯定是真的，所以我们都要乖乖的，不惹娘亲。有小妹妹做诱饵，2个小团子都老实了下来。西宁在房内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好笑又好气。家里几个男人都盼着娇娇软软的小姑娘，他也想，只是自己还未和裴昭成亲，婚前生子有一次就可以了，他不想连女儿也是没名没分的出生。西宁指尖在手心轻点了一下，国公府他是不会进的，之前裴昭说愿意入赘，不知他有没有改变主意。若没有的话，他就要开始准备聘礼了。用过早膳，2个小团子去学堂。他们毕竟是裴家的子孙，所以上学也是在裴家的家学中。以前阿燕不喜欢去家学，但乐乐跟他不一样，乐乐性子活泼好动，在家学习是无法自律的，所以阿燕为了监督弟弟，也陪他一起去了。裴家这一代子孙不少，但2个小家伙是最小的。他们进来时，学堂中已经坐满了人，见到2人，其他人都一脸好奇。你们就是三叔的儿子？裴奇年纪最长，如今已经8岁。虽然阿燕一直跟在裴昭身边，可他从未回过国公府，所以这也是裴奇第一次见他。对这2个小弟弟，裴奇好奇得很，见2人白白嫩嫩，很是可爱，裴奇就想上手揉一把。他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做了。手感真好。第80章，奶奶。阿燕不喜欢别人触碰，躲开了他的手，徒留弟弟被裴奇揉捏。蝈蝈放开洛洛，乐乐白胖的脸被揉成了小面团。裴奇玩够了，才不舍得放开他。以后在学堂哥哥罩着你们。
这两个可是他的亲弟弟，谁也不能欺负。裴奇说完，学堂中其他孩子眼神都有些闪烁。他们本来看不上阿燕和乐乐，裴昭和西宁未成亲，算起来两个孩子还是私生子，如今跟他们上同一个学堂，他们心中颇有怨言。不过有裴奇的警告，他们也不敢在明面上表现出来，但背地里却相约一起孤立他们。阿燕和乐乐去了学堂的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到安阳郡主的耳中。两个孩子长这么大，他还没见过呢。安阳郡主坐不住了。下了学，裴奇跟在两个小团子身边，磨磨唧唧不想走。阿燕、乐乐，哥哥跟你们一块回家呗，我好久没吃婶婶做的菜了。别看他已经是8岁的大孩子，可吃货的毛病改不了。他到现在还记着西宁食物的美味。阿燕和乐乐当然愿意，这些天在学堂，裴奇对他们很是照顾，两个小团子都很喜欢这个哥哥。只是还没等裴奇跟上，安阳郡主身边的嬷嬷就将他叫走了。小少爷，大夫人还在家里等您呢，别乱跑，快回府去。裴奇想反驳，怎么是乱跑呢？他就是去小叔家里罢了。可裴奇最害怕奶奶，嘟囔了几句就跟着婆子离开。裴奇不去，两个小团子还叹息一声，觉得可惜。今天娘亲可说了要做糖醋小排呢，哥哥没口福了。不过明日可以给他带点心，自从他们上学，娘亲就会给他们准备小零食。如今两个小团子最期待上学了呢。阿燕背着两人的书包，乐乐在前面蹦蹦跳跳的走。你慢着些，小心撞到人。砰！不说还好，刚说完，乐乐就撞在人身上，摔了个屁股墩。哎呦，乖孙摔疼了吧？安阳郡主一脸疼惜的将乐乐扶起来，小心翼翼拍了拍他屁股上的灰尘。乐乐一脸懵，不知道面前这老太太是谁。不疼的。他从安阳郡主怀中挣脱出来，往后退了一大步，表情谨慎。这老太太不会是娘亲讲的故事里的狼外婆吧？将她骗回家吃掉。乐乐这样想着，眼神就更警惕了。安阳郡主被孙子怀疑，心口一梗。乖孙别怕，我是奶奶。奶奶？那个比狼外婆更可怕的存在。他可是听忍冬姨姨说过，就是因为奶奶，他娘亲才会跟爹爹分开5年，他做了5年没有爹爹的小孩。乐乐气呼呼地瞪着安阳郡主，我没有奶奶。他转身拉着阿燕，不让他跟安阳郡主说话。哥哥，我们走，娘亲说了，下学路上不能跟陌生人说话，会被抓走的。阿燕附和着，一点想和安阳郡主说话的心思都没有。安阳郡主心口泛疼，差点背过气去。这两个孙子跟他不亲，肯定是西宁唆使的。这个贱人霸占了他的儿子不算，还教坏了他的乖孙们。不行，他不能再让两个乖孙跟着西宁了。看着阿燕和乐乐匆忙离开的背影，安阳郡主眯了眯眼睛。两个小团子到家时，西宁刚做好饭，最近铺子的生意走上正轨，他拿出手环里一部分种子给刘老汉去种。这些果蔬作物都已经在江南种过，所以他拿出来并不会惹人怀疑。这几年虽然没再发生灾害，可周朝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吃饱穿暖依然是百姓们最朴素的愿望。西宁想要扳倒八王，需要的不仅是靠山，还有财力。粮食和铺子就是他发家的资本。不过这是不急于一时，想要扳倒八王，最快的方法就是投靠太子。正好裴昭是太子嫡系，他们天然就是盟友。西宁挥走脑中的杂思，探头看了眼两个小团子。你们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早？不说阿燕，就乐乐这调皮的性子，哪天不在外面玩累了才回家？乐乐皱着小脸，扒着自家娘亲的腿，可怜巴巴的告状：是奶奶找我们了，我和哥哥不想理，他就赶紧回家来了。奶奶？西宁脸上的笑容一僵，安阳郡主竟然来找孩子了。娘，奶奶不要把我们抓走吧，我不要离开娘亲。乐乐不想离开娘，紧紧抱着西宁的大腿。阿燕虽然没说话，但眼中也含着担忧。西宁心一疼，连忙将两个孩子搂在怀里。不会的，娘亲不会让他把你们带走，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命，谁也不能将他们带走。听到西宁的保证，小团子们稍稍放心。乐乐情绪来得快去的也快，这会儿耸了耸小鼻子，嘴馋的开口：娘亲，我们可以吃饭了吗？可以了，先去洗手。西宁笑着点了点两个儿子的鼻尖，自己跟忍冬一起把饭菜端上桌。刚摆好碗筷，裴昭也回来了。西宁心里有气，见他进门也只是撩起眼皮看了一眼，连声招呼都没打。裴昭脚步一顿，不知自己又是哪里惹到了他，明明早上离开时还好好的。你娘怎么了？趁着西宁去盛饭，裴昭悄悄问两个儿子。乐乐小手捂着嘴，偷偷跟爹爹说，娘可能是生奶奶的气了。奶奶？你好好跟爹爹说说。听到有关安阳郡主，裴昭的表情严肃了下来。他娘有多难缠，没有人比裴昭更清楚。乐乐就把今日跟安阳郡主见面的事告诉了裴昭，他添油加醋说得很是严重，还特意把自己的猜测也说了出来。爹爹，你跟奶奶说，我们不想跟娘亲分开，让她别再来找我和哥哥了，好不好？裴昭点头，好。
他知道小团子嘴里的话有夸大的成分，可裴昭了解他娘，安阳郡主既然找到了阿燕和乐乐，一定存着把两人带走的意思。他和阿宁好不容易和好，安阳郡主的做法简直是火上浇油。安阳郡主回到府中，就吩咐心腹嬷嬷：“药你已经准备好了吗？”第81章服软。裴昭从东宫出来，在宫门口被人拦住：“三爷，郡主病了，一直念叨着您，您快跟小的回府看看吧。”说话的是安阳郡主身边的大丫鬟刘云，她一脸焦急。裴昭脚步顿住，病了就去叫大夫。同样的借口，安阳郡主上次就用过了。裴昭下意识就是不信。刘云砰的一声跪在他身边，拦着不让他走。三爷，郡主毕竟是您的母亲，这些年您带着小少爷不回府，郡主很是伤心。他上了年纪，身子本就不好，日日愁闷，精神也越发不济。上次他去找两位小少爷，也是太想见见他们了。三爷，您别怪郡主，他早就后悔了，只是脾气硬不懂服软。可母子之间哪里有隔夜仇呢？刘云苦口婆心地劝着，裴昭冷凝的眼神有了松动，说到底那是他亲娘，他做不到真的置之不理。走吧。马车在国公府门口停下，见到裴昭下车，已经有下人悄悄去通知府里的人。安阳郡主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带着青色，看到裴昭，他眼圈蓦地红了。你来做什么？不如就让我死了呢。裴昭眉头微微拧了几分，若不想我来，就不要派人去找我。母子两人同样的脾气，冷硬固执，就和刺猬一样，不会服软。安阳郡主气得差点咳出血来，被嬷嬷安抚着才缓过气。你恨我，巴不得我死，如今连孙子都不让我见。裴昭，我是你娘。他吃了装病的药，身体并不会觉得难受，只是裴昭的态度让他心寒。他不就是不同意西宁进门，裴昭就带着孩子再也不回府里来。安阳郡主后悔了，尤其年纪越来越大，他就越期盼孙和乐，那两个小孙子乖巧可爱，他很喜欢。你和西施我不阻挠了，你想娶她就娶吧，只要能让我见两个乖孙。他不拦着了。阿宁我会娶，但不会让他进国公府。你想见阿燕和乐乐，我会问过两个孩子的意愿，若他们不愿，我也无法强迫他们。裴昭不想替两个孩子做决定，阿宁讨厌他的霸道强制，他不想再因为安阳郡主和阿宁出现嫌隙。你，安阳郡主没想到自己已经服软，裴昭还是没有丝毫动容，这次他是真的气到了。裴昭站了这么久，也看出安阳郡主是装的了，他没再说话，转身离开，只是走到门口时突然停住。以后您不必再用这样的法子，只要不伤害阿宁和两个孩子，我会抽空回来。阿宁，阿宁，他的心里只有西施。安阳郡主气得胸口闷疼，可也知道裴昭的决心，在他心中，西宁和两个孩子最重要，即使是他也比不过。安阳郡主撑着额头，低声吩咐嬷嬷：“徐家那边不用催了，这个逆子除了西施不会娶别人的，随他去吧。他以后再也不管了。”从安阳郡主院里出来，裴昭本来回城南，突然被人叫住。凉亭中，裴寻和裴玉正在饮酒，兄弟三人许久未聚，见到裴昭，自然不会让他离开。陪你二哥喝几杯。裴寻倒了杯酒递到他面前，裴玉已经喝得差不多，眼神迷蒙。见到裴昭，他伸手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老三，我可真羡慕你啊！弟妹愿意跟他回京，还给他生了两个那么可爱的儿子。”裴玉想想就觉得酸。还有大哥，我以前还觉得大哥没有志气，成天混日子，可现在想想，大哥才是过得最好的。嫂子温柔贤惠，两个侄子侄女也听话懂事，只有我一把年纪还没活明白。他仰头饮尽杯中酒，眼底闪烁着泪花。裴寻和弟弟一样，很想骂他自作自受，可毕竟是自家亲弟弟，也不好在这时候落井下石。你想要也可以有，不会有了，如儿不会原谅我。裴玉趴在大哥怀里，眼泪放肆的流出来。大哥，我混账啊，冷落了如儿10年，连自己心爱的人都认不出来，又谈何喜欢他？他不要我，我该怎么办？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崔氏这些天跟他分房，连用饭都故意隔开。裴玉见不着媳妇，心中焦急。他知道自己错得离谱，可不想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裴寻拍拍他的后背，求助的眼神望向裴昭。这是他没经验啊，他和林氏青梅竹马，成亲后都没红过脸，恩爱了这么多年，哪里会解决这种棘手的问题？倒是老三可以给他传授点经验。哭有什么用？你哭二嫂就原谅你了。被弟弟训斥，裴玉从大哥怀里抬起头，抽抽搭搭地问道：“那该怎么做？”去弄清楚二嫂想要什么，给她需要的，尊重她，重新让她喜欢上你。这也是他从西宁那里找到的答案。西宁虽然愿意跟他回京，可那是因为两个孩子，彻底让西宁接受他，就是因为裴昭学会了尊重他的决定。裴玉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心中有了想法。三人喝完，裴玉的小厮驾着他离开。裴寻看着这个不争气的弟弟，摇了摇头，说他痴情吧，他确实痴情，就是太蠢了一点。你和弟妹打算怎么办？老二再蠢，至少媳妇是娶进来了，老三这没名没分的，
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想入赘。噗！你说什么？你要入赘？娘答应吗？裴寻差点没咬到舌头。大周不是没有入赘的男人，可那都是女强男弱，男人家里给不起聘礼才会入赘女家，他们裴家还不至于这么穷。而且裴昭已经是当朝首辅，他要入赘，那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大周都会引起强烈的轰动。裴昭点头，阿宁不喜欢后宅的约束，我也不舍得困住他，娶妻还是入赘不过都是相守罢了，只要能和阿宁在一起，什么样的形式我都不在意。裴寻敬佩地拍了拍弟弟的肩膀，你自己愿意就好。他这弟弟固执得很，跟娘都差点断绝母子关系，恐怕入赘的事谁也拦不住他。他答应了阿宁，绝不会食言。阿宁缺的安全感，他都会给。第82章再次进宫。裴玉喝得醉醺醺，嘴里一直念叨着崔氏，下人一脸为难，只能将他送到崔氏房里。裴玉，崔氏躲了他好几天，就是不想见他，尤其现在的裴玉还是个酒鬼。如儿，你别赶我走。裴玉抱着崔氏的腰，头枕着他的肩膀，不让他离开。我错了，如儿，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别赶我走。崔如被他搂在怀中，面色无悲无喜。我要和离。他被困在后宅够久了，他累了。裴玉手臂一紧，可崔氏没等到他的回答，男人抱着他倒在床上沉沉睡去。翌日一早，西宁又收到了宫里的帖子，熹贵妃想他了。他在京城就这一个亲人，西宁也没拒绝，带着他刚做好的点心进宫。熹贵妃是甜，不过平时为了保持身材很少吃。西宁做的是蛋黄酥，没加太多糖，吃起来香软可口，好吃。熹贵妃一连吃了2块，还想去拿被贴身的嬷嬷拦住。主子可以了，再吃要积食了。其实哪里是怕她积食，不过是怕没了美貌，失去宠爱罢了。这后宫佳丽如云，每年还有新进宫的秀女，熹贵妃一个无权无势的商户女，能盛宠多年，凭的就是美貌，嬷嬷自然不会让她暴饮暴食。我有数。熹贵妃眼角闪过一抹厌倦，这样的日子真是无聊又漫长，可她却无法反抗。西宁心里一疼，握住她的手，小姨想吃，日后我再给你做，我会很多吃食，好吃又不胖，还会美容养颜呢。真的？熹贵妃眼睛一亮。西宁别的不会，吃食却做得一绝。熹贵妃对她那么好，西宁也想让她开心一些。那我就等着阿宁给我做了。做什么？爱妃可是有什么瞒着朕？从外面传来一道爽朗的笑声，熹贵妃脸上的笑意顿住，但很快就重新挂上。只是西宁离得近，很明显就看出她此刻的笑不是真心的。皇上进门，西宁低头不敢失礼。她能感觉到皇上的视线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直到她腿微酸，才听到起身的命令。爱妃，这就是你那个小外甥女？熹贵妃窝在她怀中，娇笑着答道：是啊，阿宁快过来见过皇上。阿宁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她没学过礼仪，只能靠前世影视剧里的应付了。不过皇上也没在意，随意摆摆手，不用多礼。你能常来陪陪贵妃，哄她开心就足够了。不过爱妃刚才在说什么，让朕也听听。熹贵妃眼睫颤了颤，把西宁做的蛋黄酥切了小块喂给她。阿宁做的点心我很喜欢，朕跟她说以后多做些，皇上也尝尝。其实皇上信道，平时吃的都是丹药，他的身子表面看着强壮，实则内里已经空了。这点心本不该给你他，可熹贵妃知道他的性子，忤逆他的下场，他和西宁都承受不住。味道确实不错。皇上咽下，本来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味道却让他惊艳。他自己又夹着吃了2块，心里对西宁的那点怒气也消失了大半。长乐和他的恩怨，皇上都了如指掌，只是西宁是裴昭的心上人，想要动他代价太大。太子和八王的争斗，皇上是坐山观虎斗，旁人都说他偏心八王，实则他谁都不偏向。这个位子能者居之，太子宽厚有余，狠辣不足，而八王又过于狠厉，两人若是中和还不错。他心中已经有决定，索性坐山观虎斗，八王别的不行，用来给太子磨磨性子倒是不错。但长乐毕竟是他的孙女，裴昭将他丢进乞丐窝，毁了他的清白名声，这招太狠了。皇上脸上的笑意淡了淡，熹贵妃本来还想留西宁用饭，但看到皇上的脸色，还是送他出宫了。伴君如伴虎，西宁终于体会到了，熹贵妃能受宠10多年，其中付出的艰辛是他无法想象的。西宁出了宫，抬头望天，如果熹贵妃能重新看到宫外的风景就好了。她还那么年轻，不该被困在深宫里。回到城南，家里竟然多了2个人。萧婶婶，萧婶婶！裴琪和裴月见到她乖乖的笑着，5年未见，2个小团子都长大了。裴琪褪去婴儿肥，已经是个俊俏的小郎君，而裴月则是遗传了林氏的优点，精致秀丽，穿着一身黄色裙衫，2个发髻上绑着同色的发带，飘逸又灵动。西宁本就喜欢他们，见到2人，他很是惊喜。你们怎么来了？裴琪比妹妹活泼，挠着头憨笑道：我和月月馋小婶婶做的吃食了。乐乐在一旁插嘴：
娘，大哥哥在学堂里很照顾我和哥哥，所以我们请他来家里。好，婶婶给你们做。西宁点头，两个孩子多个玩伴是好事，而且这还是至亲，西宁自然不会拒绝他们的要求。昨日的蛋黄酥还有一盒，他让忍冬拿出去分给几个孩子吃，自己则进了厨房。庄子上的草莓还有一些，加上其他也没熬成果酱，他准备做蛋糕。烤箱是现成的，除了打奶油吃力些，蛋糕做起来很简单。烤制期间，西宁还做了个简易版的钵钵鸡，各色蔬菜肉菜浸泡在红油汤底中，吃起来又辣又过瘾。他怕裴奇裴月吃不惯，还特意做了微辣版的。然而两个小团子是火锅店的常客，对吃辣早就习以为常了。婶婶，我们能吃的，我和月月常和我爹去火锅店，就连我娘也去过几次呢。林氏到底是忍不住馋嘴，偷偷去过几次，只是不敢让安阳郡主知道，多数时候是裴寻给他打包回来。西宁不在的这5年，大房不仅没将他忘记，还记得越来越深。若说这国公府谁最盼着裴昭将人娶进来，大房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这一家子吃货最想让西宁进府了。几个小团子埋头苦吃，还是西宁特地嘱咐过留点肚子吃蛋糕，几人才住了嘴。不过等蛋糕出来，他们才知道听婶婶的话有多重要。真好吃，娘一定也喜欢。裴月吃完一块舔舔嘴唇，想到了林氏，他们每次出来都会给林氏带吃食，如今吃到好吃的又惦记起来了。西宁帮他擦了擦嘴角的奶油，温柔地说道，等走的时候给你娘带着。5年前林氏吃炸鸡上瘾的事他还记着呢，只要是吃货就是一家人，他最喜欢自己的食物有人喜欢了。第83章吃货新成员。林氏最近胃口不好，国公府虽然人口简单，可事情却不少，没了崔氏跟他攀比，林氏觉得这日子都没了乐趣。唉，他重重叹了一口气，却不想说曹操道，大嫂这是身子骨酸了。听到崔氏的话，林氏立马坐正，顺便整了整衣衫。你怎么来了？许久没跟崔氏斗嘴，他还有些想念呢。崔氏在他对面坐下，脸色冷冷淡淡的，随便逛逛就走到这儿来了。怎么，大嫂不欢迎？裴玉年在他房里，崔氏不想跟他同处一室，所以才出门喘口气。只是国公府就2个人能跟他说话，安阳郡主那里崔氏肯定不会去的，所以只能来林氏这了。林氏想说不欢迎，但看着妯娌眉间的愁绪，他还是将对人的话咽了下去。腿长在你身上，你想来我还能拦着你。裴奇和月月呢？那2个小家伙平日下了学堂就会回家，这会儿都放学半天了，竟然没看到人影。崔氏自己没有孩子，对2个侄子侄女很疼爱。去城南了。城南市呢，他们自然都清楚。崔氏目光微凝，眼神有几分恍惚。当初他们想方设法将西宁赶走，可裴昭苦等5年，还是将人等回来了。真正相爱的人，又怎么会因为误会和矛盾分开？崔氏心间有些涩，若裴玉有裴昭的半分坚定，他们也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林氏捧着账本，余光时不时看向自家妯娌。崔氏安静的过分，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尖锐。老二做的那些荒唐事，他也听说了。同为女人，他自然能明白崔氏的苦。正当林氏想说些什么安慰崔氏的时候，2个小家伙愉悦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娘，你看我们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是小婶婶做的蛋糕，可香可甜了。裴奇也没想到林氏这里还有旁人在，他声音又大又响亮，彻底暴露了林氏是个吃货。崔氏在他对面似笑非笑，林氏耳根臊得有些红，拿帕子慌乱扇着脸颊，嘴里连声嘟囔，这臭小子瞎说什么，我才不爱吃那些零嘴。崔氏轻笑，不爱吃，也不知道谁1个月往城北跑2、3次。林氏能瞒过安阳郡主，可瞒不过他。嗨，我那是去找你大哥。大嫂说什么就是什么吧。2人斗嘴的功夫，裴奇裴月已经进了门。西宁做了3个蛋糕，给2个孩子分了一整个。除了蛋糕，还有他做的钵钵鸡，麻辣和香甜的口味一同扑鼻。刚才还嘴硬的林氏已经忍不住偷偷咽了口水，就连崔氏也忍不住直起身子望过来。裴奇将蛋糕递给林氏，娘，你吃，小婶婶特地给你做的呢。真的？西宁竟然还想着他，林氏胸口有些发热。裴奇裴月连连点头，真的，我跟小婶婶说娘喜欢吃甜，小婶婶还多放了1勺糖呢。林氏再不疑有他，用刀切开一小块金黄的蛋糕胚，包裹着粉白色的奶油，中间还有草莓果酱，闻起来就已经足够诱人。崔氏眼巴巴看着他，林氏忍痛也给他切了1块。你要是不喜欢就放那，别浪费粮食。他巴不得崔氏不吃呢。然而崔氏怎么会如他的意，当着林氏的面狠狠咬了一大口。他原本只是故意想气林氏，然而蛋糕入口，崔氏就被松软香甜的口感给俘获了。好吃。他匆匆说了2个字，就继续大快朵颐。一小块蛋糕几口就能吃完，崔氏显然没满足，
他吃完一块，继续盯着盘子里的。林氏紧紧护着，像看敌人一样看他。别想，这是三弟妹给我做的，有本事也让三弟妹给你做。虽然西宁还没嫁给裴昭，但林氏已经将她当自己的亲妹子看了。崔氏皱眉，十分不满地看着他，小气死了。哼，你不小气，反正不许吃。林氏自己一人享受一块大蛋糕，不过他还是惦记着裴寻，给他也留了一块。崔氏强忍着口水，知道从林氏口中抢不到蛋糕了，他默默移开眼睛，又看向裴月怀里的钵钵鸡。月月，这个是什么？虽然崔氏整天跟林氏互对，可对两个孩子很温柔，月月很喜欢这个二婶。小姑娘仰着清丽的小脸，乖巧地说道：小婶婶说是叫钵钵鸡，和火锅味道差不多，但是凉的。大房的人都是火锅店的常客，说起美食来头头是道，而崔氏就可怜了，什么也没吃过。不过尝了蛋糕，崔氏已经折服于西宁的手艺。那给二婶尝尝好不好？她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林氏眼神一言难尽，崔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还骗孩子吃食？裴月本来都要递给崔氏了，听到他娘的话，又默默收回了手。林氏说归说，但也没那么护食。月儿，给他尝尝，省得你二婶流口水把咱们院子给淹了。崔氏冷哼一声，难得没再跟他呛声，接过一根青笋咬了一口。青笋他不是没吃过，可从不知会这样脆，高汤煮过的青笋又在麻辣底料浸泡入味，吃起来让人上瘾。崔氏本来只是想尝尝味道，可吃了一口就一发不可收拾。清脆的青笋，爽滑的土豆，绵软的鸡肝，爽脆的毛肚，还有软糯嚼劲的鸡爪，明明都是他之前看不上的东西，可蘸了底料之后吃得停不下来。够了够了，我还没吃呢。林氏吃了大半个蛋糕，肚子里没了位置，看着崔氏躲移他都要害怕死了。本来就只有这些，再被他吃完了。崔氏吃完最后一口宽粉，拿帕子矜持地擦了擦嘴，若不是他刚才的吃相跟饿死鬼投胎似的，林氏也会被他迷惑。你们之前吃的火锅也是这样的味道？林氏贪吃，做了娘也不忘偷偷溜出府吃好吃的。崔氏以前还偷偷笑他，可如今打脸了。虽然都是辣，但味道不一样，火锅可以自己涮，想吃什么涮什么。而且弟妹那还有水果、冰粉和各种饮料，选择多着呢。崔氏咽了咽口水，那下次我也跟你一起去。第84章聚餐。崔氏吃饱喝足才回了院子，裴玉眼巴巴坐在房间里等他，桌上的饭菜凉了又热，已经热过2次。以前都是崔氏等他，如今裴玉也尝到了等待的苦。如儿，你回来了，快来吃饭吧，我特地吩咐了厨房，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裴玉一脸讨好，上前想要揽着崔氏的肩膀，被崔氏闪身躲开。他站在桌前，看着桌上的饭菜，表情依然冷淡，只是眼中藏着嘲讽。我爱吃的？裴玉，这道翡翠鱼丸是你筷子动的最多的，还有这道玉髓玛瑙也是你吃过最多的。我从不喜欢这些，不过是以前傻，只想迁就你的喜好。以前的崔氏会记着裴玉喜欢什么，哪道菜他吃的最多，他都会牢牢记在心里，每日让厨房里的人去做，盼着裴玉能回来，在他房中多留一会儿，会看到他的心意。可是没有，即使现在，裴玉也没明白。崔氏敛了眼眸，绕过裴玉回房，失望累积到极致，待在一处都是煎熬。裴玉脸色苍白，坐在椅子上，低头将脸埋在手心。那晚的话他听到了，崔氏想要跟他和离，可裴玉不舍得。崔氏不提，他就装不知道，只盼着崔氏能尽快回心转意。以前崔氏讨好他，迁就他，今后就换他来。大房，裴寻吃了林氏给他留的蛋糕，还有钵钵鸡，他的胃口大，这点还不够塞牙缝的。要不明日咱们去老三那里看看，他们回了京城这么久，我们做哥嫂的还没认过门呢。裴寻捋了捋嘴边的小胡子，眼中闪着金光。林氏点头，行。夫妻二人睡觉时还想着蛋糕的美味，从没像今日一样盼着黑夜快点过去。只是翌日出门，裴寻林氏身边多了2个尾巴。二弟妹这是？裴寻驻足看向裴玉崔氏二人。崔氏当然是要跟林氏去城南，裴玉一早就守在他门口，见他去哪就跟着去啊，甩都甩不掉。崔氏脸色不好看，裴玉讪笑回着他大哥的话，这不是我想三弟了，正好如儿还没见过2个小侄子，带他去见见。裴玉找了个理由，崔氏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见林氏望过来，他轻轻点了点头，那一起吧。4人各自上了马车，城南离国公府不远，2刻钟的功夫就到了。裴昭今日休沐，在家辅导2个孩子功课，西宁则在厨房做点心。庄子里送来了一批绿豆，他想吃鲜豆糕了。绿豆沙软糯清甜，吃起来不腻，表面绵软香甜，入口即化。裴寻等人进门时，鲜豆糕正好出炉，真香。弟妹又在做什么好吃的？裴寻性子疏朗，明明都没见过西宁，这弟妹叫的就已经很顺口。裴昭带着2个孩子出来，见到哥嫂4人，眼中有些诧异。裴寻知道他的疑问，也没掩饰，来蹭饭的，怎么不欢迎啊？
裴昭能说什么？难不成还要将他们赶走不成？西宁从厨房里出来，看到这么些人，他倒是觉得惊喜。虽然安阳郡主固执不好相处，可裴昭这几个哥哥嫂子都是性子疏朗的人，他在京城没有朋友，有人上门还是很开心的。你们坐，我刚烤了点心，你们尝尝。鲜豆糕还热腾腾，几人不嫌烫，捏起来就往嘴里放。好吃，弟妹做的都好吃。林氏竖起大拇指夸，崔氏见到西宁还有些不好意思，但也跟着林氏夸他，很好吃。好吃你们就多吃些。5年前的事，西宁并未放在心上，毕竟5年过去，他自己的心态都变了。林氏和崔氏并未伤害过他，西宁心中没有怨恨。如今的日子，他已经很满足了。几人围坐在石桌前，愉快地聊着天。裴昭性子沉闷，只听2个哥哥说话。不过他没忘记西宁，时不时给他喂几块点心，那副贴心的模样让人怀疑是不是裴三郎被调包了。崔氏眼神瞥到，心里有些羡慕。他好像从未被人这样偏爱过，即使裴玉发现了10年前的真相，可崔氏一直觉得裴玉对他只有愧疚。不然他们成亲10年，裴玉都没喜欢上他，只靠那久远的恩情，又怎么能支撑起爱？他微微低头，心里胡乱想着，嘴边却突然多了块鲜豆糕，抬眸就看到裴玉讨好的眼。我也想喂你。弟弟已经给他做了示范，他要是再学不会，就活该失去媳妇。裴玉举着手，那副傻气让崔氏张开了嘴。他轻轻咬了一口，明明还是同样的糕点，他总觉得口中的这块更甜。裴玉见崔氏没拒绝，眼睛亮得惊人，胳膊也不嫌酸。崔氏吃完他就续上，沉迷投喂中。只是苦了崔氏，他都快吃吐了。够了，如儿。裴玉还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呆傻地看着他。崔如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傻，眼中有些嫌弃。你想撑死我吗？被媳妇训了，裴玉才反应过来，他刚才好像喂了大半盘子的点心，貌似是有些多了。如儿，我错了。他手足无措的道歉，旁边几个人都津津有味的看着笑话。要是能来捧瓜子就好了。西宁心里偷偷念着，他做了这么多点心，不如再开个点心铺子好了。崔氏脸皮薄，被几人看着脸色涨红，顺便瞪了裴玉一眼。闭嘴！裴玉现在就是妻奴，崔氏说什么他听什么。午饭西宁准备吃火锅，人多热闹，而且简单方便。裴寻和林氏是火锅的忠实粉丝，自然没有异议。而裴玉跟崔氏还没吃过，但之前已经听过火锅的美名。妯娌3人进了厨房，几个男人则被西宁派去切肉。西宁跟林氏2人还是第一次相处，没有安阳郡主的阻挠，3人的氛围很和谐。崔氏第一次下厨房，看什么都新鲜。这些日子他好像重新活了过来。原本他的生活都是死气沉沉，可看开之后，只觉得处处是风景。就连以前觉得繁琐烟杂的下厨，也变得有乐趣起来。弟妹，你教我做。他也想学做菜了。第85章，醉酒亲吻。崔氏和林氏都来给西宁打下手，2人不笨，而且火锅做法简单，把蔬菜和肉准备好就够了。大嫂、二嫂，你们将食材端出去吧，我去拿酒。他酿的葡萄酒能喝了，正好今日人多，替他尝尝味道。食桌很大，能坐下10多个人。裴琪、裴月2个孩子也过来了，偎在裴寻身边。而阿燕和乐乐就坐在裴昭身边，3兄弟就裴玉是个孤家寡人。如儿，这是你做的吗？看起来就很好吃。裴玉接过崔氏手中的盘子，看都没看就直接夸道。崔氏拧眉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看了眼盘子里的土豆，他不过就是切了切，裴玉是怎么夸出口的？裴玉触到崔氏的眼神，脸上一热，他也知道自己犯蠢了，只是刚才大哥教他，女人都是喜欢夸奖的，哪里想到货不对版的夸奖更像是阴阳怪气。铁锅下面烧着炭，麻辣锅底已经沸腾，裴寻最有经验，已经加了牛肉下锅了。西宁提着2瓶葡萄酒过来，后面的忍冬端着托盘，上面都是精致透明的玻璃杯。来，大家尝尝我的葡萄酒。裴昭说：“2哥好酒，正好帮我看看这酒味道如何。”红色的酒液倒入玻璃杯中，将那杯子也染成了红色。裴玉不愧是酒鬼，见这葡萄酒颜色澄亮，如血一般神秘又诱人，他忍不住端起一杯，放在鼻尖轻轻嗅着。不同于白酒，葡萄酒带着果香，入口微苦，回味犹甘，极为上头。裴玉抿了一口，连连赞道：“好酒！能让他都称赞一声好酒的，那肯定错不了。”裴寻跟着举杯，只是一口就让他沉醉其中，若不是待会儿还要吃火锅，他说什么也要干一瓶。男人饮酒，女人也不例外，反正都是自家人。在西宁的劝说下，林氏和崔氏也都端起了酒杯。几个孩子不能喝酒，西宁就给他们榨了葡萄汁。几个孩子端着玻璃杯，和他们一样互相干杯。一顿热辣的火锅吃得极为开怀。崔氏困在后宅10年，从未像今日这样放松过。他的性子本就不是温柔婉约的，只不过裴玉喜欢，他就约束了自己的野性。不过如今他已经不在意裴玉，自然不用管他喜欢什么。
崔氏喜欢葡萄酒的滋味，不知不觉就喝了大半瓶。说是果酒，但度数不低，尤其后劲大。等裴玉反应过来想要拦着时，崔氏已经醉了。别拦我，我还能喝。崔氏拨开裴玉的手，眼神带着嫌弃。裴玉无奈，只能去抢他的酒杯。崔氏皱着脸，嘴角紧紧抿着。裴玉，我要跟你和离，和离了这个男人就不能继续管他了。崔氏的话一出，院子里直接安静下来。乐乐捧着葡萄汁，傻兮兮地问阿燕：“哥哥，什么是和离啊？”和离就是二伯母要和二伯分开。为什么要分开？是二伯不好吗？乐乐还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在戳裴玉的心，可不就是他对崔氏不好，所以崔氏才想离开他。林氏暗戳戳白了他一眼，虽然他平日跟崔氏不对付，可毕竟都是女人，在感情方面他自然向着崔氏。裴玉做的那些事，和离都是便宜他了。若他是崔氏，得狠狠将裴玉打一顿才能出气。裴寻感受到自家媳妇的怒气，重重咳嗽了一声，差点被酒呛到。老二，你快带弟妹回去歇着吧，不然待会儿再说点更过火的话，他们是听呢还是听呢？裴玉沉默着点了点头，将崔氏拦腰抱起，不顾他的挣扎，抱着人就往外走。啧啧，你们说二弟能把人劝住吗？林氏吃着西瓜看热闹，眼中都是幸灾乐祸。西宁吐了口瓜子，难。他和崔氏接触这几次，明显感受出他的倔强。裴玉想要追妻，难。马车停下，裴玉抱着崔氏直接进了两人的寝居。这些天崔氏跟他分房，裴玉孤枕难眠，现在有机会同寝，裴玉怎么也要抓住机会。二爷，夫人怎么喝这么多酒？崔氏身边的大丫鬟一脸焦急地问道。他家主子平日别说是酒，平日连茶都很少喝，因为崔大娘子不喜欢喝茶，只喜欢蜜水。而二爷曾说过，女子多喝蜜水身上也会带着甜味，所以后来崔氏就只喝蜜水。这是丫鬟第一次见崔氏喝醉，更是第一次见裴玉抱她。去端些蜜水来，给你家夫人醒醒酒。裴玉将崔氏放在床上，温柔地帮她脱掉鞋袜。崔氏不舒服地嘤咛了一声，裴玉连忙伸手拍了拍她的背，那副温柔的模样让丫鬟有些怔愣，直到裴玉转头看她，丫鬟才反应过来。哎，我这就去。崔氏醉酒头疼，眉心微微皱着，裴玉伸手为她抚平。女人的容貌清丽，只是眼角处已经有了细纹，记忆中那个灵动的小姑娘早就消失了。裴玉眼底一热，心中的愧疚快要将她淹没。正好小丫鬟将蜜水送了上来，裴玉接过就让人出去。他扶着崔氏起身，让她的头倚在自己怀里，小心将蜜水喂给她。只是刚喂了一口，就被崔氏全吐出来。难喝。如儿。裴玉头疼，他从不知女人喝醉了会这样难缠。崔氏酒意微微散去，睁开眼就看到裴玉皱眉的脸，他不由得冷笑：我不用你假惺惺的照顾，我也不喜欢喝蜜水，以前的喜欢都是装的，现在你看到我的真面目生气了吧？他不想再迁就裴玉，他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在这段感情中他对得起任何人，唯独对不起自己。生气什么？如儿，我永远不会跟你生气。既然他不想喝蜜水，那就不喝。裴玉低眸拖着他的下颌，他气的只有自己，若能早点认出崔如，也不会让他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裴玉心中一痛，眸光落在他的红唇上，浸过酒的红唇饱满，裴玉眸色暗了。崔如脑子尚不清醒，唇舌被吻住眼前，仿佛放弃了烟花。裴玉从未吻过她，这是第一次，他脑袋晕乎乎的，以为是在梦中。第86章拜师。翌日，崔氏在裴玉怀中醒来，他嘴角有些疼，下意识伸手摸了摸，红肿的触感让他明白昨夜并不是梦，裴玉真的亲她了。崔氏扭头，眼神复杂地看着身边的男人，裴玉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只是他越是这样，崔氏心中越觉得可笑，为自己的那10年感到不值。他整理好情绪起身，穿衣出门，从始至终没再看床上的男人一眼。听到门响，裴玉睁开眼，身侧攥紧的手缓缓松开，他嘴角溢出一抹苦笑。如儿真的不想要他了。昨日大房二房去城南的事传到安阳郡主耳中，他一大早的胃口都没了。他们兄弟几个和和乐乐，就他这个老婆子是恶人，不吃了。安阳郡主将碗推开，心里却不由得念叨，那西市到底做的什么吃食，将这几个人都给笼络住了。他不是重口腹之欲的人，可也忍不住好奇。你去西记打包一份吃食，别让人发现身份。是。西宁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2个孩子已经去学堂，裴昭也去了东宫。昨日裴昭喝了酒，折腾无度，他自己也得了趣味，2人闹到天亮才罢。只是裴昭体力精神好，只睡2个时辰也能爬起来，他睡到50都觉得不够。弟妹，我没打扰你吧？崔氏再次登门，西宁伸懒腰的动作赶紧停住。不会。他讪讪笑着，二嫂说的哪里话，他这几日都闲得很。崔氏之前不常笑，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但能看出他已经在努力了。我昨日跟弟妹说的想学做菜是真的，
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他不想待在后宅跟裴玉同处一室，也不想整日郁郁寡欢。吃了西宁做的饭，崔氏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也想从美食中汲取能量。现在就可以，我正要做点心，二嫂跟我一起吧。西宁一向是行动派，才有开点心铺子的想法，店面就已经先看好了。他本来就缺人手，若崔氏有灵性，倒是能让他帮着做。这样想着，西宁教起来也很用心。他们今日做的点心都比较简单，桂花糕、绿豆酥、栗子糕、豆沙卷，还有甜软的枣糕。不过除了这些中式点心，西宁还教崔氏烤了一些面包。外酥里嫩的面包，中间夹着果酱，香甜可口。崔氏咬了一口，不敢相信这样的美味是他做出来的。西宁见他这样勾唇笑了笑，二嫂很有天赋，不如跟我一块开点心铺子吧。开铺子？以前崔氏从没想过的事，如今西宁却拉他一起。崔氏眼睛澄亮，重重点头，好，他也有自己的事业了。从城南出来，崔氏仿佛脱胎换骨一般，整个人都得到了新生。他手中提着一大包点心，都是他亲手做的。崔氏觉得如今的自己活力满满，原来这世间不只有情情爱爱，还有更多有趣的事等他去做。崔氏亲自分了点心，他眼神炫耀地吩咐丫鬟把这一份给大房送去。临事之前还嘚瑟他跟西宁关系好，吃过的美食多。哼，他现在可是拜阿宁为师了，自己跟阿宁是一伙的，临事才是外人。不过分给大房一份剩余的点心仍有些多，崔氏犹豫了片刻，还是下了决定，给娘也送去一份。他们和西宁交好的事瞒不了安阳郡主太久，与其让安阳郡主私下计较，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反正老三那样肯定是非西宁不可，安阳郡主再阻挠也没用。崔氏的点心送来时，安阳郡主碗中的过桥米线还没吃完，听到门外婆子的通报声，她赶紧让丫鬟将碗收走，匆忙擦了擦嘴。什么事？安阳郡主腰身挺直坐在椅子上，目光中带着威严。小丫鬟不敢抬头，低声诺诺回道：夫人做了点心，给郡主尝尝。放下吧。小丫鬟点头应是，送上点心就转身退了出去。见人出去，安阳郡主重重舒了一口气，她还从未像今日这样呢，吃点东西都偷偷摸摸的。只是不偷偷摸摸不行啊，自己拦着西施进门，现在却喜欢上了他做的东西，打脸，太打脸了。安阳郡主这样想着，却又让小丫鬟把还未吃完的米线又端了上来。汤底也很鲜美，她还能就着吃块饼子呢。安阳郡主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不剩。过桥米线的清淡鲜美正合了她的心意，也让她对西宁有些改观。能做得出这样没事的人，定不会是什么心思多的。或许自己一直都对他带有偏见。安阳郡主皱着眉，托腮想着，桌上的点心还冒着热气，香味扑鼻，她又馋了。油纸包中放着各色点心，安阳郡主拿了一个从未吃过的。刚才丫鬟有没有说这叫什么？一旁的婆子摇了摇头，林玉走得急，老奴没问。安阳郡主有些遗憾的点头，用手掰了一块放进口中。面包的松软混合着果酱的清甜，好吃又有嚼劲。安阳郡主上了年纪，按理说不喜欢吃这种费牙口的，但面包不一样，她越嚼越香。明明安阳郡主已经吃饱了，却还是硬吃下了一整块面包，将那嬷嬷吓得都忙不迭拦着她。二夫人送的点心很多，郡主明日再吃吧。自家主子胃口不大，尤其嘴挑，一顿饭都吃不了多少。今日吃了一大份过桥米线，又吃了一整块面包，嬷嬷怕她胀肚子。好吧。安阳郡主有些意犹未尽的点了点头，这点心也深得她心，就是不知崔氏在哪买的了。去问问老两家在哪买的，以后你也每日让人去买些回来。吃时需要偷偷摸摸买，点心总不用了吧？只是嬷嬷很快问完回来，听到嬷嬷的话，安阳郡主的脸色有些尴尬。怎么又是西施？这点心竟然也是西宁教崔氏做的，她还真是被这西施拿捏得死死的。安阳郡主后悔，要是没尝过就好了，现在吃过了美味，再让她吃那些没滋味的，她抓心挠肺的难受。只是问西施去要，她也拉不下这个脸，幸好嬷嬷接下来的话拯救了她。二夫人说了，她和西施马上就要开点心铺子，日后郡主想吃，老奴派人偷偷去买。第87章，点心铺开业。这些天一醒来，崔氏就去城南跟西宁做点心，裴玉早晚都见不到人，心里急了。备车，他忍受不了以往那个满眼都是他的女人离他而去。城南，西宁和崔氏在厨房研究新点心，除了两人，西宁又买了个妇人，年纪和崔氏相当，圆脸看着很面善，夫家姓张，西宁叫她张嫂子。姑娘，您看这火候对不？张嫂子将刚出炉的巧克力蛋糕给西宁看，说起这巧克力还是西宁手环里的可可果做的。她前世喜欢收集种子，这些可可果是她全世界旅游囤的，本来是给人代购，但还没来得及交易，她就穿越了。张嫂子没做过点心，就怕糟蹋了主家的食材。西宁见她紧张的模样，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没事，可可果还有很多，你大胆去尝试，
不然做出来的味道不好也留不住客人。他不怕浪费，大不了用完再让人去南方找可可果。张嫂子感激的应道：“哎，我一定好好做，绝不让姑娘失望。如果不是西宁，她还为吃饱饭发愁呢。张家穷得揭不开锅，不然她也不会卖身为奴了。”西宁安抚完，拿勺子挖了一块蛋糕放进嘴里，巧克力酥脆的外壳在口中融化，虽然没有烤箱，但烤炉做出来的丝毫不差，甚至还带着些原生态的香味。他眯着眼睛点头：“不错，二嫂也尝尝。”崔氏如今已经出师，在品鉴点心方面也是行家，尤其他是土生土长的周朝人，最是了解京城夫人贵女的口味。好吃，那些嘴刁的肯定喜欢。行，那咱们铺子的菜单就定好了，3日后开业，这几天要辛苦二嫂跟张嫂子了。崔氏嗔了他一眼，说什么辛苦？我不是老板。他一点也不觉得做点心辛苦，比起整日在后宅以泪洗面，能有自己的事业简直太幸福了。崔氏身上累，但人是快乐的，眉间的郁气也消散殆尽。西宁知道他说的是真话，笑着揽着他的肩膀，亲昵笑道：“那就辛苦崔老板带我赚大钱了。”两人笑倒在一块，那欢乐的声音让裴玉上前的脚步顿住。他从未见过崔氏这样开心的样子，原来离开他对崔氏来说是解脱。回去吧，他不敢过去了，他怕自己被崔氏感染，心软放他走。点心铺子3日后正式开业，京城的老饕们早就认准了希冀，小吃跟火锅都那样美味，这点心肯定也不差，所以开业的消息一放出去，就有不少人关注了。点心铺子不大，但装修得很简洁干净，不同于其他铺子的阴暗，希冀的点心铺很亮堂。玻璃柜中摆着各色点心，外面的柜门是推拉的，客人们可以自己选择。第一天开业还有买1赠1的活动，门口很快就排起了长队。沙琪玛、蛋黄酥、巧克力蛋糕，这都是什么点心？我怎么从未听说过？门口挂着菜单，有人嘴中喃喃念叨。旁边的人嗤笑一声：“要是你听说过，就不是希冀了。西姑娘做的吃食，你哪样吃过？他们不就是奔着新鲜跟美味来的吗？除了希冀，没有哪个吃食铺子能做到。”西宁跟崔氏站在人群中，看着铺子里的客人对点心连连惊叹，两人脸上都是笑意。只要客人们喜欢，那这店就算开起来了。走，咱们去喝一杯。西宁馋酒了，正好新店开业，得庆祝庆祝。说到酒，崔氏想起上次醉酒被裴玉亲吻，他耳根有些热，手捏着帕子在脸颊边扇了扇：“我喝果汁。”西宁想到他上次醉酒闹和离，也没继续劝。两人进了旁边的酒楼，正好跟准备出来的徐青荣撞上。见到西宁，徐青荣顿住脚步，他想上前打招呼，却被旁边的崔氏拦住：“徐小姐，我弟妹胆子小，你若想找麻烦，尽管朝我来。”徐青荣，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为何要找阿宁麻烦？徐青荣冷着脸没说话。崔氏越发觉得自己的担忧是对的。裴昭托了徐青荣5年不成亲，如今又和西宁双宿，两人还生了孩子，徐青荣肯定极恨西宁。西宁好笑地拉开崔氏：“二嫂放心吧，徐小姐不会找我麻烦。”这几次相处，西宁早就看出徐青荣对裴昭不感兴趣，甚至还带着敌意。真的？崔氏半信半疑，明显不相信。徐青荣翻了个白眼，一把搂住西宁，捏着他的脸，爱不释手：“我才不舍得欺负阿宁，把你那些肮脏的小心思收起来。”徐青荣比西宁高了一个头，两人一个御姐，一个柔妹，围在一起很是养眼。酒楼的人看着两人都多吃了一碗饭。西宁被他揉着脸，说话都有些结巴：“徐小姐，你快放开我。”他眼尾泛着红，可怜兮兮的，更惹人欺负了。徐青荣眸色微暗，指尖在他脸上又捏了一把，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啧，裴昭那蠢货真是上辈子积大德了。你们吃饭，不如来我的包厢吧，这会儿是饭点人多，包厢恐怕已经被订完了。说着，他就拉着西宁上楼，完全不管身后一脸懵的崔氏。其实不光崔氏懵，酒楼的人也都惊掉了下巴。徐小姐和西姑娘关系竟然这样好，难道徐小姐也要嫁入国公府？说什么蠢话，徐小姐怎么会给人做妾？那西姑娘做妾也行啊，不愧是裴三郎，左拥右抱，美人在怀，何等美事！呸！人西姑娘又不是以前那个外室，有殷大人跟宫里的贵妃撑腰，就是安阳郡主来了也不敢让她做妾。我看这徐小姐啊，就是单纯喜欢西姑娘，你们不觉得吗？徐小姐简直就是男版裴三郎，两人都冷冰冰的，说不定喜欢的也一样呢。酒楼里窃窃私语，众人看两人的眼神也带了欣慰。别说，还真是。西宁三人进了包厢，自然没听见。徐青荣挨着他坐，把崔氏挤到对面，殷切地给西宁递着菜单。这些味道都不错，不过比不了你做的，若是能尝到阿宁的手艺就好了。第88章，醋坛子翻了。徐青荣也是希冀的粉丝，若不是贵女的身份在，他能每日去希冀吃。只是那些食物毕竟不是西宁亲自做的，若是能吃到阿宁做的，徐青荣觉得自己的开心死。好啊，等下次徐小姐来家里，我做给你吃。
他喜欢做饭，能给亲人朋友带来愉悦，西宁也会从中得到满足。那就说定了。徐清荣眼睛亮晶晶的，嘴角的弧度上扬，崔氏一脸稀奇的看着他，差点要揉眼睛。原来徐家小姐也会笑啊，他还以为徐清荣是冰块呢。点的菜很快上来，西宁让忍冬去拿的葡萄酒和果汁也到了。这是什么？因着崔氏不喝酒，西宁就只倒了2杯。他将玻璃杯放在徐清荣面前，徐清荣轻嗅了下，抬头问西宁：葡萄酿的酒，你尝尝喜不喜欢？若喝不惯的话，我给你换果汁。喝得惯？徐清荣怎么会拒绝西宁？只要是他给的，即使再难喝他也会喝下去。不过酒液入喉，徐清荣的眼神更亮了。甜的。他不喜欢喝酒，但喜欢葡萄酒甜滋滋的味道，一杯很快被他喝完。葡萄酒的度数不低，西宁怕他喝醉，说什么也不给他倒了。等回去我送你几瓶，今日最多只能喝2杯，再多就要醉了。徐清荣拗不过，只能应下，小口抿着杯中的酒，仿佛在喝琼浆玉露。崔氏本以为今日这顿饭是自己和西宁的庆功宴，徐清荣插进来，他倒成了外人。崔氏心里酸酸的，果汁喝完没忍住，也倒了1杯酒。二嫂你也少喝点。崔氏被他叮嘱，眼中闪过一抹得意，他端着酒杯瞥了眼徐清荣，得瑟地炫耀道：放心吧，我可不像某人，是个不知节制的酒鬼。徐清荣冷哼一声不接话，他才不要在阿宁面前争风吃醋，这可不是大女人所为。西宁在中间如坐针毡，他怎么有种自己是海王的错觉？一定是酒喝多了。几人吃完饭，西宁又让忍冬去点心铺子里给徐清荣打包了些点心。一起吃过饭，西宁也看出他喜欢甜食了。阿宁你真好，若你是郎君就好了，长得合他心意就罢了，做吃食也好吃，就连性子都是他喜欢的。徐清荣叹息，阿宁怎么是女子呢？可惜了。徐小姐喝醉了，就赶紧回家去吧，我和阿宁也要回去了。崔氏扶着西宁，将徐清荣隔开，他潜意识觉得这个徐小姐很危险，得让阿宁离她远一点才行。崔氏这护食的模样让徐清荣冷哼，果然他们裴家的人都讨厌。崔氏将西宁送回城南，他自己回了国公府。今日点新铺子开业，裴玉也偷偷去了，他怕崔氏第一次开铺子，生意会不好，还让小厮雇了群人，假装客人去买。然而这群人根本用不上，铺子里的客人爆满，排队的人从早到晚就没停过。裴玉听着旁人对崔氏的夸赞，心里觉得与有荣焉，他的如儿本就该如此。崔氏跟西宁和开铺子的事在京城传遍，崔大娘子原本对崔氏做生意还嗤之以鼻，她这个妹妹也真是蠢，放着国公府二夫人不做，非去做个低贱的商户。还有那稀事都给裴昭生两个孩子了，还没嫁入国公府，崔氏跟他混在一起，难道也想和他一样无名无分不成？崔大娘子表面恨铁不成钢，实则心里巴不得崔氏再自甘堕落一点呢。他这样，裴玉怎么可能还会喜欢？不对，裴玉本就不喜欢崔氏，裴玉喜欢的人是他。崔大娘子低着头羞涩笑了笑，宋安从小妾房里出来，就看到他一脸荡漾的表情。啪！大白天的又发骚给谁看？宋安喝了酒，又纵欲一晚，眼下青黑脚步虚浮，只是那手上的力道却不轻。崔大娘子被他一巴掌拍在了地上，额角正好磕在桌子上。砰！啊，夫人流血了！崔大娘子身边的小丫鬟看到血下的脚都软了，抖着手赶紧将人拉起来。只是他刚拉了一半，宋安就拦住他，管他做什么，这种到处勾引人的贱人死了才干净。宋安狠狠啐了一口，看崔大娘子的眼神只有厌恶。这个女人他之前也是真心实意喜欢过的，只是去了西南之后，崔大娘子就不安于世，不仅勾引他的上风，连他的好友也不放过。若不是挚友看不惯他头顶绿油油还被蒙在鼓里，他恐怕现在还不知崔大娘子做的那些事呢。如今回了京城不过2个月，他又想去勾搭裴玉了。宋安看他的眼神如看死物。小丫鬟被他抓住手腕，宋安心中恨意迸发，手上自然用了力气。小丫鬟白着脸咿呀求饶，她生得清秀，可皮肤白，今日穿了件鹅黄的裙衫，衬得那胸脯鼓掌，纤腰柔软。宋安眼眸暗了暗，握着她的手腕将人拽进怀里。你主子脏，也看你干不干净。宋安拖着小丫鬟进了内室，崔大娘子失血过多，眼前有些犯晕，她死死盯着两人，眼神怨毒。宋安，你不得好死！她当年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他，若嫁给裴玉，她如今该是怎样的尊贵？崔大娘子后悔啊，悔得肠子都青了。西宁回到家，简单洗漱完，换了件轻便的衣裳，她还没来得及穿好，就被人从后面抱住，熟悉的气息喷洒在脖颈，西宁痒得缩了缩脖子。裴昭，阿宁今日又跟谁去喝酒了？裴昭头靠在他的肩膀，鼻尖轻轻嗅了嗅，是葡萄酒的香味。其实今日西宁的行踪，长林早已放在他的桌案上。看到西宁跟徐清荣撞见一起吃饭，他的醋坛子就翻了。
徐清荣那个女人惦记西宁不是一天两天，现在还缠上他了。裴昭皱着眉，很想将这个女人赶走。阿宁是他一个人的，怎么那么多人想跟他抢？不行，他得想法子分散徐清荣的精力。徐清荣要找的人他已经有点眉目，只能年底那人进京，到时候徐清荣就不会缠着阿宁了吧。第89章美容养颜。远在江南的樱木言重重打了个喷嚏。阿嚏！小厮殷福见状，赶紧回房取了件披风。爷，这几日降温，您莫要着凉了，不然姑娘知道您没照顾好自己，肯定会生气的。樱木言忙起来什么都不顾，这世上也就只有西宁能管住他了。果然提到西宁，樱木言脸上的抗拒消失了，他拢了拢披风，起身看向窗外。马上就是中秋，今年恐怕是无法跟阿宁和乐乐一起过了。樱木言叹了口气，妹妹大了有自己的家，他再掺和进去就惹人烦了。不过他一把年纪也想有自己的家，只是那个小丫头在哪呢？10几年过去，或许她已经将她忘记，嫁人做了母亲吧。樱木言苦涩一笑，他早知会一场空，只是答应过的事他不想食言，而且除了青青，他也不喜欢任何女人。站了许久，外面飘起了雨丝，殷福上前将窗子关上。爷，小心吹风着凉。樱木言点头离开，走到门口，他顿住脚步。回京的日子已经定下，这几日你收拾行李，从江南回京城也要2、3个月，下月出发到京城时，估计就到年底了。是。徐金荣亲自提着西宁送的葡萄酒和点心进府，这是阿宁第一次送他的礼物，他不舍得交给丫鬟。只是一进府就遇到了庶妹徐青莹。哟，姐姐又出去下馆子了呀？也不知道那小馆子有什么好吃的，鱼龙混杂。姐姐整日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也不怕掉了身份。徐青莹比徐青荣小5岁，正是娇艳的年纪，只是脸上刻薄的表情冲淡了小姑娘的美好。关你何事？没事干就回房看书，学学四书五经，不然一张嘴还以为是街上的八婆在说话。你！徐青莹被他气得脸涨红，手指颤抖地指着他，我好心劝姐姐，姐姐还诋毁我。你整日溜街串巷，做些不合身份的事，怪不得裴三郎不愿意娶你，因为你府里的其他姐妹也没法说亲，你就没有愧疚感吗？愧疚什么？你们嫁不出去还赖我了？多想想自己的原因，庶女本就不好嫁，尤其你这种嘴巴刻薄、心思狭隘的，没人要说不定是好事，省得嫁出去辱没了丞相府的名声。徐青荣从来不是个好相与的，这几个庶妹既吃不记打，每次都被他对得哭着跑回去，他也是很不明白，这些人都喜欢受虐吗？没事就来招惹他。回了院子，徐青荣将葡萄酒和点心分了一半给徐夫人，然而徐夫人收到他的东西却不怎么高兴，冷着脸让婆子放在一旁。哼，一把年纪只知道吃，他到年都20了，跟裴家的亲事不了了之，旁人也不敢上门提亲，这什么时候才能嫁出去啊？徐夫人愁得眉心的皱纹都深了几分。本以为和裴昭的亲事是门当户对锦上添花，可自从5年前裴昭抱着个孩子和裴家脱离关系，徐夫人就看不上他了。他就徐青荣一个女儿，哪里忍心让她去给别人做后娘？即使那人是当朝首辅也不行。只是跟裴昭定过亲，这京城也没人敢娶她了。眼看着要拖着老姑娘，徐夫人怎么能不愁？婆子不知道怎么劝，只能低着头闭嘴不言。徐夫人也知道自己的抱怨婆子们插不上嘴，她口舌都说干了，额头闷胀，将那葡萄酒给我倒点。红亮的颜色看着就很诱人，徐夫人没忍住让婆子倒了一杯。她仰头抿了一口，葡萄酒甜滋滋的味道消解了她额头的疲惫。徐夫人眼神一亮，这酒不错。徐青荣就送了她1瓶，徐夫人不舍得一次喝完，但是2杯下肚就已经去了小半瓶。她不舍得看了一眼，催着婆子将酒收起来。这丫头也不知道从哪买的酒，比御酒坊的果酒味道还要好。徐夫人小口抿着酒杯里剩下的，她不是嗜酒的人，可遇到这葡萄酒也要破戒了。尤其当晚她睡了个好觉，次日起来一看，连皮肤都细腻许多。徐夫人更是将这葡萄酒当成宝贝。去问问小姐，这酒是在哪买的？你去多买几瓶。别看徐夫人已经上了年纪，可从没疏于保养，毕竟徐丞相后院一群小妾，她可不能被那群小贱人给比下去。徐金荣没想到徐夫人会这样喜欢葡萄酒，只是她也没有几瓶，将手里的又忍痛分了1瓶后，徐金荣脸色严肃地叮嘱：这是朋友送的，喝完就没有了。婆子一脸为难：小姐能问问您朋友是从哪买的吗？夫人睡眠不好，若是能每日睡前喝1杯，说不定偏头痛的毛病都要好了。徐青荣是个孝顺的，听到这话没再拒绝。好，我问问。西宁收到徐青荣的信，脑中有了想法。裴昭坐在他身后，贵妃踏步大，两人挤在一处偎依着。裴昭把玩着他的头发，看到信是徐青荣写的，眸底染了墨色。两人什么时候这样要好了？不仅一起喝酒，现在还通信了。真想将阿宁藏起来，谁也不给看。西宁没注意到裴昭眼中的占有欲，他想起身去拿纸笔，却被裴昭一把拦住腰。阿宁陪我。
他才不要阿宁给那男人婆回信。而且这几日两个臭小子缠着阿宁，他许久都没跟阿宁亲近了。西宁不敌他力气，跌入男人怀中，身后是坚硬的胸膛，耳边染了男人的热气，他身子一下子就燥热起来了。我还有事要忙，裴昭，你别闹。这男人比两个孩子还要粘人。裴昭手臂紧紧搂着他，启唇咬住他秀气的耳垂。西宁身子一颤，再没了反抗的心思。外面忍冬在扫院子，屋内一室春意盎然。到最后，西宁差点晕过去。素了多日的男人真的不能惹。中秋前期，西记的点心铺子推出了新产品月饼，跟月亮有关系吗？还有这葡萄酒又是什么？还能美容养颜？你们掌柜的说大话的吧？他们可从未听说过喝酒能美容的。但因这是西宁做的，不少人又存了试探的心思，说不定真可以呢。第90章，葡萄酒火了。西宁做的月饼除了传统的5仁馅，什么枣泥、豆沙、蛋黄、莲蓉应有尽有，而且还分了冰皮和酥皮，让准备尝鲜的人差点挑花了眼。竟然还有礼盒，这样美味又好看的点心送人也有面子。可不是，我决定买2盒月饼，再买2瓶葡萄酒，正好去我媳妇娘家的时候带着。逛铺子的多是男人，他们都喝酒，只是不怎么喝果酒，所以没尝过葡萄酒的味道，他们兴趣不大。只是葡萄酒美容养颜的功效还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有宠媳妇的愿意花钱买几瓶回去。月饼礼盒和葡萄酒礼盒加起来也要上百两银子，能买得起的多是富贵人家，一上午也没卖出去几件。只是事情在下午有了转机，这不是徐夫人身边的王嬷嬷，她竟然也来西家的铺子了。徐清荣跟西宁的身份尴尬，众人没想到徐夫人还会捧西宁的场。王嬷嬷也不想来，但实在葡萄酒的功效太好，这几日徐夫人喝完睡得香了，人也精神了。那脸上的白皙红晕惹得徐丞相都在徐夫人这里留宿了大半个月。尤其当徐丞相喝过葡萄酒后，就更舍不得走了。徐夫人后面又问徐清荣要了几瓶，等徐家的酒全部喝完，徐夫人正犯难的时候，西记终于上心了葡萄酒。掌柜的，你将这些酒都给我包起来，我家夫人全要了。王嬷嬷财大气粗，将柜台的酒全都包圆了。她刚才没来时，这酒没多少人买，她这突然全要了，铺子里的客人不愿意了。连徐夫人都觉得好的酒，那肯定是好东西。既然是好酒，那必须是见者有份，可不能独吞。所以一瞬间铺子里热闹了起来。哎，王嬷嬷别呀，我们还没买呢。就是，我们可是先来的。掌柜的，我要2瓶，我要3瓶。掌柜的看着叫嚷的客人，又看了眼王嬷嬷，额头冒出细密的汗。这些人他都惹不起啊，还好姑娘聪明，早就定下了规矩。掌柜的牵起嘴角，对着王嬷嬷歉意的笑了笑。嬷嬷对不住，这葡萄酒难得，我家姑娘今年也就做出来这些，所以咱们是限购卖，每日一人只能买2瓶。您若再想要，明日再来买吧。只能买2瓶，这还不够他家夫人喝1个月的。不过西宁也不是他能惹得起的，他默默咽下了心中的不满。行吧，那就先给我2瓶，明日他再来排队就是了。因着王嬷嬷，葡萄酒是彻底火了。西宁还给熹贵妃送去了几瓶，次日熹贵妃的赏赐就到了，不仅有她的，还有皇上的。原来这葡萄酒送去的时候，皇上也在。他平日不怎么饮酒，但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见这葡萄酒光泽诱人，生了想喝的欲望。不过喝完，皇上觉得自己浑身轻盈，身上的那股浊气都消散了不少，比他吃1炉丹药还有用。皇上最是看重自己的身子，所以葡萄酒于他这样有用，西宁当然要重赏。皇上的赏赐很快就传遍了京城，原本这葡萄酒就火，如今更火了，简直到了一瓶难求的地步。每天早晨都有人在门口排队，甚至还出现了倒卖的，1瓶葡萄酒私下炒出了天价。西宁见状，又买下2个庄子，专门让人种葡萄，等明年他不仅可以做京城的生意，这大周的生意他也要做起来。西宁回京城不到半年，这京城的商场就被他分走1杯羹。如今谁还不知西记的琉璃葡萄酒，再加上原本的小吃火锅，西宁在京城的地位水涨船高。安阳郡主听着婆子的汇报，严肃的脸上隐隐带着笑意，尤其那嘴角压都压不下来。这西市有2把刷子，以前我低估他了。他倒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再加相夫教子的概念，只是不喜女子身份低微，一味攀附男人而活。这西市跟他想象中的性子截然不同。安阳郡主心里好奇，倒想去看看他到底怎样了。月底长公主在郊外办宴会，给我准备外出的衣服。郡主，你也要去？婆子一脸惊诧，要知道安阳郡主已经10几年没参加过宴会了，这次是为何？难道是想见见西市？啰嗦什么？让你去你就去，衣服华丽些，别被人压了风头。他这10几年出一次门，可不能丢了身份。是。长公主的宴会自然是要给西宁递帖子的，前几年长公主就很喜欢她，当初裴昭还生了让长公主认西宁为干女儿的心思，只是出了那档子事，这心思就淡了。
如今西宁有殷慕言和熹贵妃撑腰，也不用认干亲了。不过这丝毫没阻挡长公主喜欢她。西宁的葡萄酒月饼也给长公主和东宫送去。周莹已经是大姑娘了，平日居在宫里学规矩，不能随意出来。不过收到葡萄酒后，回了信给西宁，两人约好在宴会上见面。林府，长乐郡主环熙躲在床角，她脚踝处拴着一条拇指粗的铁链，白嫩的皮肤被磨得通红。她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身前，猩红的眼中满是恐惧。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林静进来，随手将门带上。阴暗的房间中密不透风，她的脸藏在黑暗中，掩住了阴郁的表情。只是床上的女人只看到一截衣角，身子就如筛糠般抖得不行。别打我，我知道错了，别打我。她是真的怕了，这林家的日子宛如炼狱，若知道林静是这样的恶魔，她宁愿死了也不要嫁进来。林静上前伸手拨开她脸颊处的乱发，手指抬起她的下巴，语气阴冷，没有一丝温度。不过是些皮外伤，你当年让人那样伤她，差点害了她的命，这点疼算什么？我还会让你更疼。林静指尖用劲，长乐郡主的下巴很快就红了一片。她呆滞地抬起头，看到男人眼中的冷意，突然笑了一下。林静，原来你也喜欢上了那个贱人，可惜了，你永远争不过裴昭。第91章，圆通大师。这是2个月来长乐郡主第一次反抗，她所有的恐惧在听到西宁后全都消散了。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那个贱人？她到底有什么好？长乐郡主想不通。林静被戳穿心事，本就阴郁的表情更添凌厉。他随手拿起床头的鞭子，啪的一声打在女人的身上。闭嘴！长乐郡主胸前的衣服被打烂，露出上半身的鞭痕，鲜血染红衣衫。长乐郡主痛得缩了下身子，可眼神却越发怨毒。你就算打死我有什么用？西宁都不认识你，你就像个阴暗的老鼠，真令人恶心。他放肆骂着，林静手中的力道也越来越重，直到长乐郡主被打得奄奄一息，只剩一口气。林静怕他真的死了，收回鞭子扔在他脸上。长乐郡主嘴角鼓鼓流着血，抬起手颤抖着将鞭子拿开。她浑身痛得快要晕过去，可此时却爆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她要活着。林静、西宁，她一个也不会放过。长公主的宴会在中秋后一天，郊外秋意正浓，这一路过来红叶漫山，若不是参加宴会不能迟到，西宁只盼着马车能走得更慢一点。2个孩子第一次去京郊，在马车里坐不住，裴昭便拎起2个小团子骑马。西宁坐在马车中，掀开帘子，边吃点心边看着父子3人，眼中满是温柔。国公府的马车也相继出了府，林氏和崔氏见安阳郡主也出门了，妯娌2人脸上的淡定险些维持不住。今日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林氏偷偷瞥了眼天空，碰了碰崔氏的胳膊，小声问道。崔氏也不知道，不过他最近听说了件事。崔嬷嬷帮他巡查铺子的时候，遇见了安阳郡主身边的小丫鬟几次，他怀疑是安阳郡主派人去铺子里买点心，不过这事没证据，他也就没说出来。再者，安阳郡主有多讨厌西宁他们都是清楚的，怎么可能去西宁开的点心铺子？所以在林氏疑惑时，他也跟着摇了摇头。或许娘是想出门看看吧，毕竟这次长公主可是请了大钟寺的圆通大师讲经。崔氏这番话让林氏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弟妹这次也去，若娘想为难她，咱们可得帮着点。放心吧。安阳郡主扶着婆子的手上了马车，她比2个儿媳出门晚，在家光选首饰就纠结了半天，最后选了一副鎏金红宝的头面，金凤钗簪在发髻中，衬得她雍容华贵。安阳郡主手负在胸前，盯着玻璃镜中的自己不断打量，是不是有些显老？她皱着眉，这玻璃镜也太清晰了，连她脸上几根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样稀罕的物件也就只有西氏能做出来了。婆子上前将衣角给她扯平，殷勤说着，哪里会，郡主还是和当年一样明艳动人。安阳郡主被她哄得勾唇轻笑，你这婆子就会哄我？可是女人就爱听这些，她年轻时也是冠绝京城，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儿郎数不胜数，最后选了裴国公裴真。2人成亲20载，从未红过眼。安阳郡主性子强硬，裴真温和，却正好能降住她。想到裴真，安阳郡主的眼底有些湿润，她答应过丈夫在她死后会好好对孩子们，可是她好像没做到。郡主，婆子察觉出安阳郡主情绪失落，担忧地问道。安阳郡主指腹抹了把眼角，恢复了往常的金贵，走吧。西宁他们到时，园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如今西宁可是京城的红人，想要跟他结交的不在少数。见他进来，许多小娘子都围了上来。西姑娘也来了，哎呦，这是2个小郎君吧，生得真好。阿燕和乐乐长相都随了裴昭，一个高冷，一个活泼，正是最可爱的年纪，惹得一众贵女夫人姨母心都化了。尤其乐乐还特别嘴甜，歪着头对着众人笑道，各位姐姐也好漂亮，比园子里的花还要漂亮。哎呦，你怎么这么招人疼啊？
本来还只是想跟西宁结交的众人，立马被乐乐给吸引过去了。他们也好想要一个这样乖巧可爱的儿子。西宁一言难尽地看着儿子撩妹，也不知道他这油嘴滑舌的模样是随了谁，自己和裴昭都不是会花言巧嘴的人。难道是樱木言？西宁心里点头，觉得找到了原因。都说外甥肖旧，肯定是樱木言带坏了他。只是他哥一把年纪还没找到媳妇，乐乐可不能像他。西宁心里吐槽半天，长公主派人叫他过去。两个小孩子被裴昭带走，他去了主院。主院里，长公主正和圆通大师谈经。长公主信佛，圆通大师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她自然是不会错过机会。西宁跟着丫鬟进屋，圆通大师抬眸看了他一眼，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神一亮。这位施主是有慧根的。哦，长公主好奇，圆通这还是第一次见西宁，怎么就看出他有慧根？圆通大师双手合十，声音带着慈和：施主入大周本就是造化，而且心系黎民百姓是大善，之前有难已经化解，不过后续还有道劫，只要施主一心向善，定能化解。西宁听到圆通大师的话，脚步顿在那里，不愧是圣僧，轻易就看出他的来历。只是圆通大师口中的劫难又是何意？西宁开口问，圆通大师却不再说了，只一句：天机不可泄露，施主多行善事，自会转危为安。长公主见他脸色煞白，连忙劝慰：既然大师说了会转危为安，阿宁就莫要担心了，你身边多加些丫鬟侍卫，定会阻挡住那些小人。西宁心里忐忑，脸上却还是勉强笑了笑：是，不知道有难就罢了，知道了，哪里还能放心？圆通大师念了段经，将手中的串珠交给西宁。这串珠跟了我快100年，危急之下可挡一劫，你我有缘，这串珠就送给施主。大师？长公主哑然，这串珠可是宝贝，圆通大师竟送给西宁了。西宁脸色呆滞，不敢收。长公主急得帮他收下，还不谢谢大师。串珠被长公主缠在他手腕上，西宁这才反应过来，谢大师。圆通大师笑得如同弥勒佛，既是缘分就当不得谢，不过听殿下说施主厨艺不错，不知老衲可有口福尝尝。第92章素宴。当然，拿了圆通大师的宝贝，西宁自然愿意给他做饭。殿下，阿宁借用下您的厨房。长公主和善轻笑，去吧。安阳郡主到时四处瞅了几遍都没看到人，他进了主院，旁敲侧击。我本以为我是最晚到的，竟然还有人在后面。长公主原本见到他出门还很好奇，听到安阳郡主的话，眼神意味深长。你本就是最晚的。哼，那可说不定，还是说你递的帖子有人赶不来。安阳郡主坐在他对面，两人是从小长大的堂姐妹，关系亲密，除了她也没人敢对长公主。你是想问阿宁吧？长公主毫不留情地戳穿他的意图。安阳郡主脸色一僵，依然嘴硬。我问他做什么？行了，你那点心思我还能不清楚？长公主白了他一眼，她第一次见到西宁就清楚，安阳郡主早晚会后悔。果然，这不就应验了。长公主乐意看热闹，阿宁在后厨呢，你待会儿就能见到他了。哼，哪有让客人去做饭的？你可真是越来越活回去了。安阳郡主听到西宁去做饭，护短的性子就发作了。那没办法，圆通大师想尝阿宁的手艺，这可是他的缘分，我哪里能拦着？安阳郡主虽然几年未出门，可圆通大师的名声他是知道的。听到西宁得了圆通大师的机缘，他的脸色瞬间就缓和下来。老三这个媳妇果然是个争气的。他哼了一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再多话。两个小团子被裴昭带了一会，就被周莹给拉走。如今的周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领着小团子，两人很有姐姐的模样。他们三人进了屋，周莹领着小团子们给长公主请安。长公主一生未嫁，但很喜欢孩子，尤其阿燕和乐乐看着就冰雪聪明。快来婆婆这里，哎呦，长得真好。同样的夸赞两个小团子，今日听的耳朵都长茧子了，可这丝毫不妨碍乐乐开心。婆婆也好看，是乐乐见过最漂亮的婆婆呢。她一点也不认生，抓着长公主的袖子就往她怀里爬，惹得长公主眼角的褶子都深了几分。这还是第一个不怕她的孩子呢。安阳郡主在旁边看的眼都红了，嫉妒的。明明这两个是她的亲孙子，却叫着别人婆婆。哼，随了老三能不好看吗？别人还说裴昭眉眼是像她呢，所以两个小团子也是随了她。这样一想，安阳郡主眼中闪过一抹得意。长公主看不惯她嘚瑟，直接泼了冷水。我倒没看出来，两个孩子明明是像阿宁，你们老裴家可没有这么漂亮的。乐乐扒着长公主的手臂呵呵笑，乐乐也觉得长得像娘，他才不要像爹爹呢，娘都叫爹爹臭男人，他不要臭，他要和娘一样香喷喷的。安阳郡主看着两个小团子和长公主亲热，悔意快要将她淹没。若早知会有今日，她说什么也不会为难西宁。现在这样都是她自作自受。
后厨，西宁在厨娘的帮助下做着素宴。她前世吃过不少酒店的素食，还特意跟师傅们学过。长公主的厨房菜蔬应有尽有，西宁很快就有了菜谱：水煮竹毛肚、花菇萝卜包、酸菜鱼、干捞佛跳墙、四喜烤麸，用菌菇和各色菜蔬做成荤菜的模样，再调上西宁的秘制酱汁，若不说还真以为是荤菜。主食就做的薄饼，里面撒了些葱花椒盐，一口喷香。除了这些，西宁做了杏仁豆腐当甜点。等全部做完，宴会也开场了。今日客人多，自然不会每人都尝到西宁的菜，而且这是特地给圆通大师做的，其他人还不配让他当厨子。不过安阳郡主跟2个嫂子是能尝到的。菜品被丫鬟们端上去，西宁进屋就被长公主拉住在她身边坐下。左边是长公主，右边是安阳郡主，西宁浑身不自在。殿下，我还是去旁边桌上坐吧。她在这怕吃不下饭。长公主抓着她的手，瞪了安阳郡主一眼：你就坐这，有我在，谁也不敢给你脸子看。他这话就差指着安阳郡主说了。林氏崔氏心口一紧，整个人直起身子，就怕安阳郡主生气发怒。然而两人的担心多余了。安阳郡主低头抿了口茶，声音淡淡：老身不吃人。他这话一出，林氏崔氏两人狠狠松了口气，但眼中的诧异都快泄出来了。娘，这真的是转性了吧？他对阿宁怎么态度变得这么多？西宁也好奇，不过他懒得去问。裴昭已经决定入赘殷家，日后他和安阳郡主也不会有多少交集。不过安阳郡主不为难他，他也自在了许多。圆通大师不参宴，桌上只有他们几人。裴昭也带着孩子去了别处。长公主先动筷子夹了口竹毛肚，这是用竹荪做的，爽滑有韧劲，竹荪的鲜味在口中爆开。长公主的眼睛亮了，鲜！她还是第一次吃这样鲜美的菌子呢。安阳郡主闻言也默默夹了一块，这不是她第一次吃西式的东西，但是第一次吃西宁做的。有火锅点心、小吃打底，安阳郡主对这素宴抱了很大的期待。竹荪入口，果然她的期待没错。西宁真的有一手好厨艺，将那最普通的食材都能做得味道鲜美。这几样菜都是用菌子和青菜做成，可味道却各不相同，还带着肉味。长公主跟安阳郡主本就年纪大了，味道清淡，这素宴合了两人的心思，一顿饭吃得两人面色红润，心情舒畅。吃完饭，西宁被林氏崔氏叫去打叶子牌，长公主和安阳郡主留在主院。长公主看了眼从用完饭就几乎没说话的安阳郡主，眼中带了几分幸灾乐祸。怎么，后悔了吧？她这个堂妹，她是最清楚不过了。以前揪着西宁的身份不愿意让她进门，如今西宁身份金贵，性子容貌又出挑，更重要的是给裴昭生了2个乖巧的儿子。安阳郡主如今可没有不满意的了，只是人家阿宁也不想进国公府了，如今发愁的可是他了。第93章妥协。宴会结束，西宁带着2个孩子出门，周莹不舍得放开她的手，小姑娘明艳的小脸皱皱巴巴。宁姐姐也带我走吧，她不想回宫里学规矩，若是能整日跟宁姐姐在一起就好了。周莹的奶嬷嬷吓得脸都白了，赶紧拉住自家小主子：哎呦郡主，咱们赶紧回去，太子妃还等着您呢。今日能出门还是太子批准的，周莹到了说亲的年纪，太子妃对她规矩更严厉了。嬷嬷搬出太子妃来，周莹整个人都蔫巴了，她谁都不怕，就怕她娘。好吧。西宁不忍看小姑娘垂头丧气的模样，轻轻拍了拍她的头：等有空再来找宁姐姐，宁姐姐给你做好吃的。被西宁安抚过，小姑娘重新焕发了活力。乐乐在一旁也忍不住嘴甜，乐乐也得迎姐姐一起玩。臭小子叫姨姨。西宁拍了下她的头，乐乐缩着脖子吐了吐舌头：就是姐姐，漂亮姐姐。周莹被她哄得眉开眼笑，乐乐嘴真甜，也不知道随了谁，油嘴滑舌。西宁无奈笑道：乐乐哄女人的天赋，10个裴昭加起来都比不上。周莹跟着嬷嬷1步3回头的离开，西宁也领着2个孩子上了马车。马车没动，他们还得等等裴昭。只是这会儿裴昭刚被安阳郡主拦下：你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安阳郡主本就打消了对西宁的偏见，如今见了人，更是盼着裴昭能早点将人娶回家了。裴昭没想到安阳郡主会问这个，他也想快点娶阿宁，不过阿宁说了得等樱木岩进京，而且不是他娶阿宁，是阿宁娶他，还没定。母子2人第一次这样和谐，安阳郡主本来该开心的，但听到裴昭的话，他没忍住翻了个白眼：怎么，西氏看不上你了？以前他拦着时，裴昭费尽心思想娶西宁，如今他不拦着了，他又拖拖拉拉了。安阳郡主眉心拧成疙瘩：老三不会想始乱终弃吧？裴昭冷淡的表情皲裂：不会，我们自有打算。他才不会背叛阿宁，阿宁也不会喜欢上别人，他们就是天生一对，谁也拆散不了。看着儿子眼中的占有欲，安阳郡主摆了摆手：罢了，随你们折腾去吧，老婆子老了，管不了了。
他放下车帘，让车夫赶车。今日见了西宁，他再也没有阻拦的心思。儿孙有儿孙的姻缘，他以后就做个省心的长辈吧，不要去惹人烦。怎么这么慢？园子外的马车陆陆续续都已经走光，裴昭才回来。西宁抱着2个孩子，等了这么久，孩子们都睡着了。裴昭顺手接过来，低头附在西宁耳边轻声说道：“有点事耽搁了。”具体什么事他没说，西宁也没问。此时他已经被男人的呼吸烫到耳边发麻，手心都出了层密汗。哦，那快回去吧。即使2人已经有了2个孩子，西宁还是受不住他的亲近。马车中本来空间就小，他胸口砰砰直跳，掀开半边车帘透气，才算活了过来。裴昭撇头见他这副娇羞的模样，眼中皆是宠溺。暂且放过他，等回去再收回利息。八王府，一个丫鬟匆匆进门。王爷呢？彩画捏着条血帕，随手抓了个侍卫。彩画姐姐，你怎么回来了？那侍卫见到人，表情有些震惊。无他，眼前这丫鬟是长乐郡主身边的，当初王爷可是说了，郡主嫁出去就不许再回府。以前长乐郡主多受宠啊，都是因为5年前的事，王爷对她彻底厌弃，嫁出去之后连管都不想管了。侍卫心里唏嘘，手上的剑却拦下人。让开！彩画一把将人推开，剑从侍卫口中问不出来，他直接将人推开闯了进去。王爷再不愿意见到郡主，那也是他的女儿，若王爷知道郡主在林家的遭遇，难道还能坐视不理？彩画学过武，侍卫想要抓住他没那么容易。他脚步飞快，直接跑到八王的书房。王爷，求您救救郡主吧！侍卫已经到了身后，彩画直接跪在书房外大声呼救。书房中，八王正和心腹商议要事，听到彩画的声音，他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又是那个孽女，滚下去！八王根本不想知道长乐郡主发生了什么，那个孽女将他的脸面全都丢光，如今又在下属面前出丑，他恨不得将长乐掐死。彩画被八王怒喝，脸色发白，他不知道书房里还有人，想到长乐郡主奄奄一息的模样，彩画咬咬舌根，再次说道：王爷，郡主快要被虐待死了，那林静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郡主被他关在房间，手脚还绑着铁链，王爷，你快救救郡主吧！他这番话让书房众人哗然，那林家小子竟然敢这样对长乐郡主，这是嫌命长了呀！不过想想又很合理，刚才八王的反应就已经透露出一切，他对这个女儿是真的不在意了。一个被乞丐们糟蹋过的女儿，死了还亲近。只是如今林静虐待长乐郡主的事曝光出来，八王想当作不知也不行了。书房中的众人低着头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知道了八王的丑事，说不定哪天他们命就没了。都出去！八王怒喝一声，将下属赶走。看着从书房中出来的众人，彩画脑中轰的一声，人直接瘫软在了地上。完了，他完了！等人走完，八王爷居高临下的看着彩画，眼中尽是冷厉的杀意。拖下去！王爷，奴婢知错了，您饶了奴婢这一次。若早知道书房有其他人在，给彩画10个胆子，他也不敢叫嚷。长乐郡主是他的主子没错，可他的命更重要啊！以八王好面子的性子，他今日算是彻底完了。彩画被侍卫堵住嘴拖了下去。八王盯着地上的血痕看了一会儿，招来暗卫。去林家。他本不想管那个孽女，可长乐被林静虐待的事已经在他手下中传开，自然不能再放任那孽女留在林家。第94章高产水稻。林家。彩画趁乱逃出府，林家的下人都没来得及拦住他。等林静知道消息时，彩画早就进了八王府。废物！他阴郁着脸，将守门的侍卫抽得血肉模糊。八王知道了消息，他就完了。长乐郡主听着外面男人的怒吼，煞白的脸上露出狰狞的笑意。让你折辱我，林静，你的死期到了！啪！男人背着阳光走进来，一巴掌扇在长乐的脸上。贱人，你竟然还敢告状！他愿意娶这个肮脏的女人，对他来说就已经是恩赐，他不知感恩就罢了，竟然还敢告诉八王。林静心中杀意翻腾，手上的力道恨不得杀死长乐郡主。噗！嗨嗨！长乐郡主吐出口中的牙，血腥味让他紧紧皱着眉。我说过你会不得好死，林静，你的死期到了。林静被他的眼神灼伤，手正要掐住他的脖子，突然门被踹开。中秋过后，西宁又忙了起来。江南那边送来了一批稻种，正是他今年培育出来的优良水稻。如今大周水稻亩产不过110，百姓们除去赋税，剩下的勉强够一家人吃饱肚子。幸好这些年西宁大力推广玉米、红薯等作物，才让大周百姓生活达到温饱。只是那几种毕竟不能长期作为主食，谁不想顿顿吃香喷喷的白米饭呢？西宁手环中的稻种是他前世的研究成果，只能种一茬，所以为了让稻种可以持续种植，西宁在江南试验了5年，终于成功了。怎么这么多种子？裴昭知道西宁喜欢古道地里的东西，他见到水稻种子并未感到稀奇，
只是数量有些多，院子里都堆满了。西宁小心翼翼地将手里的稻种放回袋子里，眼神亮晶晶地朝裴昭招手：“你来。”“怎么了？”裴昭站在他身边，手扶着他的腰。西宁弯腰了许久，这会儿正感到头晕眼花呢。男人的动作正好为他缓解了疲惫。西宁靠在裴昭身上，将种子递给他看，表情还带着些炫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能让大周百姓吃饱饭的东西。”说起自己的专业，西宁周身仿佛都洒了金光。裴昭眼都不眨地看着他，不舍得错过他此时鲜活的模样。裴昭，若将这些种子普及全国，大周的水稻亩产至少翻2番，到时候再也不会有饿肚子的人，人人都吃得起白米饭。此时的西宁眼含热泪，心中像燃了一团火。他的专业在现代不过是锦上添花，可来了古代却是雪中送炭。西宁手紧紧握住裴昭的手腕，终于明白了自己穿越的意义。裴昭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胸口处也一阵激荡。阿宁真厉害，他的阿宁注定属于土地，自己之前想将他困于后宅，实在太过愚蠢。西宁被他夸得脸热，可又忍不住开心。这些种子你看看怎么处理，怎么安排种植就交给你了。裴昭是太子的心腹，他空有宝贝却无法大范围推广，安排种植的事最好由裴昭来。好。裴昭低头亲亲他的发顶，阿宁就是他的宝贝。裴昭拿着一小袋稻种进了东宫，太子桌案前摆着西祭的点心，看到裴昭他笑着招呼人坐下。本宫没看错，西氏果然是个能干的，这点心别说莹儿，就连我和太子妃都很喜欢，如今已经缺不了他了。因着西宁，太子对裴昭越发看重了。阿宁确实很厉害，裴昭丝毫没有谦虚的意思，他的阿宁就是世间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太子的夸赞又如何，他担得起。太子被他这副厚脸皮的模样逗得大笑，是，你们夫妻俩都厉害。不对，西氏还没嫁你，长渊你该加把劲了。太子眼神意味深长，裴昭点头，澄清的是长渊还要劳烦殿下。哦，太子好奇，怎么还有他的事？裴昭卖了个关子没说，将手中的稻种呈上，顺便把这稻种亩产至少300石的消息告诉太子。太子惊得直接站了起来。你说亩产多少？300石。裴昭信誓旦旦，既然阿宁说能达到300石，那必然可以。太子脸色通红，激动的嘴唇都在颤抖。300石啊，这足以让大周的国力再上一台阶。不对，3台阶。别看大周如今四海昌平，然而几年的灾害让百姓日子贫苦难过，周边几个小国虎视眈眈，尤其胡人和匈奴时常犯境。不过若有了高产水稻，百姓都能吃饱饭，士兵们不用饿肚子，国力昌盛，还怕那些蛮夷小国？太子已经预见了大周的未来，作为距离那个位子仅一步之遥的人，太子如何不激动？这可是属于他的政绩。好，他接连3个好，重重拍着裴昭的肩膀。长渊，你想要什么，本宫都答应你。裴昭等的就是他这句话。臣想请太子赐婚。赐婚原本是皇上的事，只是如今皇上不当政，太子虽没登基，但已经可以享受皇上的权利，而且他和西宁的亲事由太子来最是合适。就这，太子没想到裴昭所求只是这个，着实有点大材小用。就算没有水稻种子，他也不会拒绝。本宫待会儿你只将西氏许配给你。太子本以为裴昭求到他面前就是为了给西宁排面恩宠，哪里想到裴昭的真实目的。臣想请殿下将臣赐婚给西宁。嗨，你说什么？将你赐婚给西宁？长渊，你别告诉本宫，你要入赘。太子惊得差点咬到舌头。裴昭是谁？当朝首辅，百官之首，竟然求他赐婚嫁给西宁，这是何等的脑子？里面除了西宁，不会没有别的东西了吧？是，还望殿下赐婚。裴昭的态度坚定，太子缓了许久才回过神。你不怕京城的流言蜚语？就算西氏厉害，也不用他入赘吧？他嫁给西宁，朝中百官、京城百姓要如何看他？太子只要想想就觉得头大，更别说当事人了。裴昭抬头，目光凛然，不怕，臣更怕阿宁不要臣。第95章赐婚。裴昭回府时，西宁刚睡下，听到身边的动静，他秀眉动了动，眼看人要醒来，裴昭连忙将人抱在怀里，手在他后背轻轻拍了拍。乖，继续睡。西宁嘤咛2声睁开眼，怎么才回来？他等了许久，熬不住才睡了过去。裴昭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像哄孩子一样，他的手法熟练。阿燕小时都是裴昭哄过来的。跟太子商议了水稻的种植方案，主要还是赐婚的事，他亲眼看着太子拟好的旨意，等明日赐婚的旨意就能送到了，他和阿宁马上就能成亲了。想到这，裴昭的眸底翻了墨色，滚烫的手心也从后背慢慢挪到腰际。不困了？西宁尚未察觉出危险，迷迷糊糊点了点头，睡不着了。男人翻身将他压在身下，
薄唇堵住他的阴凝，睡不着就不睡。长夜漫漫，正好做些该做的事。翌日，西宁还没醒来，太子赐婚的事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太子将裴首府许配给西氏，是我没睡醒，还是太子弄错了？应该将西氏许配给首府大人才对吧？京城的百姓都一脸懵逼，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呢。你没听错，就是首府大人要入赘，听说还是他亲自向太子求来的呢。这西氏到底有什么长处？既然首府大人如此深情，带着孩子苦等他5年就罢了，现在还自愿入赘殷家，那可是当朝首府啊！京城多少贵女愿意给他做妾，可这人却给个商女做赘婿。众人脸色复杂，不知该说裴昭是情种，还是说西宁手段强了。裴家、裴寻跟裴玉两兄弟对裴昭的打算早就知晓，所以在听到太子赐婚裴昭入赘时，并没多惊讶，只是兄弟两人看着主院的方向，眼中满是担忧。要不先让人去请太医吧？裴寻皱着脸说道，他怕安阳郡主听到这消息气得晕过去。裴玉赞同的点头，大哥说的有道理。兄弟俩派人去请了宫里医术最高明的宋太医，就算安阳郡主气得半死，宋太医也能将人救回来。只是两人都低估了安阳郡主的承受能力。此时主院，安阳郡主早就得到了消息，丫鬟婆子在旁边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生怕惹怒了主子。主子那么讨厌西姑娘，听到三爷入赘殷家，不得气疯了。然而安阳郡主只是沉默了半刻钟，挥挥手让下人们都退下。等房中只剩他最亲近的嬷嬷，安阳郡主才没好气的出声。这个老三真是随了他爹，当初裴真就是这样不守规矩，心里只有情情爱爱。他本以为其他2个儿子就已经是情种，没想到真正的情痴在这里。如今看来，裴昭为了西宁，差点跟他断绝母子关系，都已经算清了。罢了，随他去吧，丢人的玩意，接下来2年谁递帖子也别接。他可不想出去丢人。安阳郡主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裴寻、裴玉两兄弟一直在等他气晕过去。然而主院那边迟迟没有消息，甚至安阳郡主午饭还多吃了2碗。裴寻眼神复杂的看向自家弟弟，咱娘竟然不生气，心情还不错。今日太阳没从西边出来吧？裴玉意味深长的笑了笑，拍拍裴寻的肩膀，看来娘已经接受弟妹了，老三没白坚持。咱娘接不接受不重要，老三性子那么固执，可不会将娘的想法看在眼里。不过现在娘不再拦着了，老三跟娘的关系也能缓和一些。毕竟是自己的亲娘跟亲兄弟，2人关系好了，他们也高兴。兄弟俩一高兴就想喝2杯，正好裴寻又买了几瓶葡萄酒，拉着裴玉去了花厅。西宁醒来时，2个小团子趴在他的床前，拖着腮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娘，爹爹要嫁给你了。乐乐眨巴着黑亮的大眼，迫不及待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娘亲。嫁给我？西宁脑子还有些懵，他怎么听不懂儿子的话？乐乐还想继续说，然而他年纪太小，还不会组织语言，小脸涨得通红。阿燕看不惯弟弟蠢笨，替他解围。是太子殿下给爹和娘赐婚，让爹入赘殷家。嗨，真的。西宁虽然有打算让裴昭入赘，可那只是2人之间的小情趣，哪想到这男人竟然求到太子面前去了，还让太子赐婚嫁给他。西宁已经能预料到京城的人如何讨论他了，他心口跳得飞快，眼底也有些失意。这个傻子。裴昭走进来就看到西宁泛红的眼，他蓦地沉下脸看向2个小团子。你们惹娘亲生气了？乐乐闻言啪的一声从床上跳下来，爹爹冤枉，我们才没有，他们怎么舍得惹娘？小团子皱巴着脸，气呼呼地瞪着他。阿燕虽然没说话，可冷清的眼中尽是委屈。没惹娘，娘怎么哭了？肯定是这2个臭小子欺负阿宁了。男人护短起来完全没有道理，2个小团子都快被冤枉哭了。西宁皱皱鼻子，将眼泪憋回去，急忙拉住裴昭的手。不关他们的事，是我自己想哭。哭什么？裴昭换人将2个小团子带出去，自己则上床将女人抱在怀里。西宁脸贴在他心口，听着男人的心跳声，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宁静。你不怕京城的流言蜚语吗？西宁这话让裴昭知道了他眼红的原因，伸手抚了抚他的发丝。怕什么？嫁给你是我自愿的，旁人没资格说，还是说阿宁不想要我？他的掌心宽厚有力，扶着西宁的脑勺面对着他，男人的眸底翻涌如墨，清晰地倒映出西宁的身影。西宁从他眼中看出强烈的占有欲，若是之前他可能还会害怕，可如今只有甜蜜。如果我不要你呢？他咬着唇，故意逗他。裴昭按着他的后脑勺，低头重重咬了他的唇，唇舌探进去缠着他撕磨。不要我，我就赖着你，赖到你要为止。第96章，樱木岩进京。裴昭入赘殷家，最震惊的当属长乐郡主，他被八王府的人从林家救出来。林静心狠手辣，长乐郡主浑身没有一块好肉，手脚的经脉更是差点被废掉。
八王爷再厌弃这个女儿，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尤其长乐郡主被临近折磨的事已经在下属中传开，为了自己的名声，八王也要费心给长乐郡主医治。太医们给她上了药，长乐郡主刚醒过来，就听到裴昭要入赘的消息，她发疯似的大叫：“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是那个贱人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她从林家逃出来，又开始惦记裴昭，迫不及待让丫鬟打听到的消息。然而这个消息彻底打击到了她。长乐郡主想不通，她堂堂郡主到底是哪里输给了西宁？裴昭害了她的清白不说，如今还纡尊降贵入赘殷家，这简直就是打她的脸。噗！长乐郡主怒火中烧，一口黑血吐出来，自己又气晕了过去。裴昭入赘的事在京城热闹了几个月，直到年关将至，百姓们才转移了注意力。要过年了，也该置办年货了。庄子里种的葵花成熟，西宁教他们做了炒货。除了葵花籽外，还有南瓜籽、西瓜子、花生、黄豆，也都做了不同口味。过年串门怎么能缺了这些？两个孩子很是喜欢画梅味瓜子，每天荷包都装得鼓鼓的，就连阿燕也不觉得嗑瓜子粗鄙，咔吧咔吧嗑得开心。西宁透过孩子们，眼神有些想念，也不知道哥哥如今走到哪了。他最是喜欢五香味，今年我炒了不少呢，就等他进京了。不同于中秋，过年还是要一家人在一起，尤其殷家就剩他们兄妹二人，西宁不舍得让殷慕言自己过年。裴昭心里有些吃醋，阿宁都没特意给他做过吃食呢，殷慕言何德何能，大舅子就了不起啊。可是真的了不起，就算他是阿宁的男人，也没办法阻拦阿宁不惦记殷慕言，所以这点醋意只能自己消化了。大哥9月底启程的话，估计再过10天就能进京了，正好赶得上过年。听到裴昭的话，西宁放了心，能赶上团聚就行。他要多准备些年货，今年一家人好好过大年。临近年关，各家都在准备年货，走亲访友，宋家气氛却有些凄凉。崔大娘子被宋安推到磕破头，在床上躺了足足半个月才好。她身边的小丫鬟被宋安收入房中，只剩下一个粗鄙的婆子伺候她。那婆子本就是宋家人，平日就将她不看在眼里，再加上宋安明目张胆的欺负，婆子更是懈怠了。崔大娘子手里没有银子，没钱请大夫，生生熬了半个月，差点失血过多死去。宋安一次也没来看过她，倒是在她旁边的房间跟丫鬟亲热过几次。听着那些污言秽语，崔大娘子差点咬碎了银牙。她定要宋安不得好死。崔大娘子伤好后，就给国公府递了帖子。她帖子送过来时，裴玉正和崔氏待在一起。如今崔氏有了事业，不再伤春悲秋，看裴玉虽然还是不顺眼，但不会躲着他了。一个男人而已，不喜欢了，他就什么都不是。裴玉心口苦涩，崔氏越洒脱，他越痛苦。原来女人狠心起来，男人根本比不过。如儿，这琉璃串珠你喜欢吗？是弟妹铺子里的限量款，我把几个样式都买回来了。为了讨崔氏欢心，裴玉没少下功夫。西季的珠宝，东海的珍珠，云巅的翡翠，御赐的黄金，只要是崔氏喜欢的，裴玉都寻来给他。崔氏抬头瞥了一眼，七彩的琉璃珠子在阳光下散发着奇异的光芒，他一眼就心动了。西季出品都是真品，他怎么会不喜欢？只是这东西是裴玉送的，再喜欢他也不会收。你送别人吧，我不要。迟来的深情比草贱，他的死心不只是说说而已。如儿，裴玉被他气得心口疼，任他再卑微讨好，崔氏还是咬死不原谅他。裴玉已经磨得没有办法，没有别人，以后都不会有。他想抓住崔氏的手，被他躲过。正好这时，崔嬷嬷送来了崔大娘子的请帖。夫人，是大姑娘的帖子。崔嬷嬷被训斥过，可心里还是忍不住偏向崔大娘子。崔氏姐妹都是她看着长大的。说起来，崔嬷嬷跟崔大娘子更亲近些。本来她就是崔大娘子的陪嫁，只是崔大娘子逃婚，她就只能跟着崔氏。这些年，崔大娘子不在京城，崔嬷嬷对她的亲近丝毫没减少一分。若是平常，崔氏已经训斥崔嬷嬷的不守规矩了。可如今裴玉缠着她，崔大娘子的帖子正好救了她。你不是没人送吗？人来了。崔大娘子就是他们之间的结，崔氏根本开解不了自己。她将帖子丢在裴玉怀里，吩咐嬷嬷告诉大姑娘，我有空，让她准时上门。裴玉心心念念这么多年，他给他们这个机会。崔氏起身回了屋，完全不顾身后裴玉乌黑的脸。崔嬷嬷心里又高兴又害怕，小心翼翼从地上捡起帖子。裴玉见他这副被主的模样，厉声呵斥，滚下去。崔嬷嬷抖了抖身子，握紧帖子，低头退下。裴玉盯着闭紧的房门，眉心重重跳了几下。如儿到底要如何才能原谅他？也怪他这么多年才分清两人，尤其崔大娘子虚伪做作，根本不配与崔氏相提并论。而他竟然被蒙骗了这么多年，裴玉只要想想就恨不得以死谢罪，这对崔氏来说就是侮辱，他怎么生气都是应该的。裴玉深呼了一口气，心中的郁闷散了大半。如儿一日不原谅他
他继续赎罪就好了，只要如儿不再想着离开他。只是此时的裴玉还不知道，他的对手已经在路上，还差点将崔如抢走。京郊外，一辆马车在城门口停下，朱成骑马上前，对着车窗唤了一声：“殷兄弟，进城后咱们去哪？我先让人去找个客栈。他们人不少，这会儿天黑了，去打扰西宁和裴昭不太好，不如在客栈休息一晚再上门。”第97章见面。好，几人进了城，在客栈睡了一晚。殷慕言是西北人，来京城的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而朱成更是常年驻扎在边关，两人虽有些不适应京城的气候，但因为旅途疲惫，这一觉睡得很好。次日匆匆用完早餐，两人就循着西宁给的地址找过去了。最近过年，徐家亲戚聚在一块，徐清荣这个大龄未婚老姑婆就成了众人抨击的对象，有嘲笑她被裴昭抛弃的，也有劝她赶紧找个人嫁了的。别看她是相府嫡女，但已经过了20，同龄的郎君孩子都打酱油了，除了做后娘，世家谁会愿意娶她？不过有些穷苦的人家倒是可以考虑，那些文采不错的秀才，说不定是潜力股，她嫁过去有相府撑腰，也没人敢欺负她。亲戚们七嘴八舌的出着主意，许夫人都有些被说动了。徐清荣懒得应付这些人，索性出来躲清静。街上人很多，商贩和行人水泄不通。突然一个老婆子拉住了他：“这位小姐买个手串吧，这可是在大佛寺找圆通大师开过光的手串，戴上可以求姻缘。”徐清荣梳的是姑娘发型，那老婆子拿着手串就往他手腕上戴。不用。徐清荣不喜旁人碰触，用力抽出手，手串是用棉线串成，稍微用力就被扯断。啪！珠子落在地上，噼里啪啦散开。街上都是人，珠子被行人踩在脚底下，瞬间就寻不到踪影。那老婆子手里拽着棉线，表情愕然，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扯着徐清荣的衣袖，大声哭嚎：“你赔我手串！这手串圆通大师开过光，价值连城，如今被你拽开丢掉，你赔我！”她声音又尖又利，把街上的人都吸引过来了。徐清荣的丫鬟气红了脸：“你这老婆子不讲道理，明明是你想强买强卖，我家小姐才看不上你这破烂手串，还圆通大师开过光的，以为圆通大师是谁？一个乡下老婆子也能见到他，骗骗蠢人就罢了，还想骗他们。”徐清荣的丫鬟学了他的嘴毒，将那老婆子对得脸青一阵白一阵。可是这老婆子能在街上招摇撞骗，脸皮自然厚得很。被拆穿后，她很快就镇定下来，扯着徐清荣的袖子继续哭：“小姐身份尊贵就能欺负人吗？我不过是看小姐有缘，才想将这珍贵的手串卖给您。您要是不喜欢可以说啊，为什么要将它弄坏？老婆子家中还有个生病的小孙女，就等着我赚钱给她买药。若不是这样，我也不舍得将手串卖出去。如今什么都完了。”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惹得周围人都鼻酸起来。是啊，这些权贵就会欺负人，这老婆子也没做什么，凭什么将人家的手串弄坏？就是，哎，话说这小姐是不是相府那位，当年跟首府大人定过亲的，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怪不得呢，这样骄横跋扈的女人，首府大人怎么会看在眼里？如今一把年纪也没人愿意娶了，可惜了这副好容貌。怎么，你想娶她呀？呸！我才看不上呢，都老女人了，身份再尊贵也比不上年轻的小娘子，而且20岁都嫁不出去，肯定是性子有毛病。周围人议论纷纷，尤其是当得知徐清荣的身份后，男人们看她的眼神就带着打量和鄙夷。对于他们来说，女人就是被男人挑选的货物，徐清荣的年龄就成了他们攻击的点。若换了旁人，这会儿已经羞窘的哭了，可徐清荣是谁？那张嘴毒的能将人气死。他扶开老婆子的手，用手绢捂住鼻子，眉心皱得紧紧，一脸嫌弃的表情。怎么这么臭？谁没刷牙就出来了？他眼神巡视着四周，被他看到的男人都下意识缩了缩脖子，有些还偷偷用衣袖遮着，哈了口气，然后熏得眼晕，赶紧把袖子拿开呼吸新鲜空气。大周的人还没有卫生概念，刷牙的屈指可数，他们背后说人不觉得有什么，但被徐清荣当众指出，这些人就觉得丢脸了。我呸！什么东西？老子不刷牙怎么了？多的是小娘子让老子亲，这老女人还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啊，一把年纪没人要。男人那点脆弱的自尊心最是受不了打击，他们见徐清荣没像他们想象中那样卑微，这些人都恼羞成怒了。殷慕言和朱成走到这边，见一群人围着，两人眼中都有些好奇，里面是做什么？难道在卖好吃的？走，咱们挤进去看看。他小外甥最喜欢好吃的了。殷慕言正愁自己空着手不好上门呢，只是等两人挤进去，就看到一群男人指责徐清荣的场面。徐小姐，兄弟们不过是心疼你一把年纪还嫁不出去，你倒好，不领情就罢了，还阴阳怪气骂我们，就不怕这京城儿郎都被你吓跑？到时候你可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徐清荣被这些人的嘴脸恶心的早饭都要吐出来，
被他们看上才是对他最大的羞辱。那我可真要谢谢你们了，若是未来的丈夫是你们这样的，我宁愿在城门口吊死。他这话一出，直接将男人们的脸气得通红，许多人指着他想要破口大骂。然而这时人群中却突然响起一阵巴掌声。好，这位小姐说得好，你们真是枉为大丈夫，一群男人欺负个小姑娘，脸都不要了。樱木言从人群中挤出来，边拍手边嘲讽着众人。他虽然不知道来龙去脉，但众人欺负徐青荣一个人，他还是有眼能看得出来的。因着妹妹，樱木言平日遇到被欺负的小娘子都会帮一把，而且男人欺负女人本就不对。徐青荣听到他的声音，转过身，眼睛落在他脸上，徐青荣的瞳孔倏地放大。像，真像。樱木言被他的眼神吓到，不会吧，自己就帮他出头，这女人不会看上他了吧？那可不行，他人是轻轻的，谁也不能将他勾走。樱木言迈出去的脚又猛地后退一步，想要离他远一点。然而徐青荣仿佛看不见，已经朝他走了过来。第98章争风吃醋。樱木言第一次遇到桃花寨，他不知该如何应对，直接拉着朱成转身跑了。徐青荣一脸懵逼，他就这么可怕？那男人竟把他当成了洪水猛兽。哈哈哈哈！轰！人群中爆发出嘲笑声，刚才被徐青荣讽刺过的男人们眼神鄙夷地看着他。呵，徐小姐看不上我们，别人也看不上你，想要上赶着讨好男人，被打脸了吧？走吧，一个自不量力的老女人有什么好看的？咱们赶紧去买年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说着，周围人渐渐散开，徐青荣脸色冷得很。那老婆子知道自己闯了祸，早就偷偷溜走了。小丫鬟战战兢兢，今日街上发生的事相府可拦不住，自家小姐本就不好的名声更要坏了。她回去该怎么和夫人相爷交代啊？徐青荣没将这些事放在心上，他看着樱木言离开的方向，眼睛亮得惊人。他有预感，那人就是阿木。阿木还活着。小姐，小丫鬟唤了他好几声，徐青荣才回过神来。怎么了？咱们回府吧，出来许久了。街上行人的眼神带着异样，小丫鬟都要哭出来了。徐青荣也想让人去调查刚才男人的身份，点点头，走吧。樱木言拉着朱成跑出去老远，朱成这个大老粗还是第一次被人牵手，尤其樱木言细皮嫩肉的，牵起来跟个大姑娘一样，被松开手他心里还有些不舍。朱成黑红着脸挠了挠头，若殷大人是个姑娘就好了，咱们正好凑合一下。谁跟你凑合？樱木言炸毛，这老朱真是想媳妇想疯了，主意都打他身上来了。他有没有断袖之好？今日是怎么回事？女人看上他就罢了，连男人也惦记他，看来是不宜出门啊。后面的路樱木言离朱成远远的，走了半个时辰，两人到了城南。就是这吧。樱木言看了地址，确定没走错地方，才上去敲门。西宁和裴昭早就算好了樱木言进京的时间，这几天都没出门，就怕错过了他，还特地吩咐了守门的小厮别将人拦在外面。阿宁，哥！听到熟悉的声音，西宁猛地起身。哥，你终于到了。朱将军。他开心地拉着樱木言的袖子，来回打量这半年他有没有瘦，跟樱木言说话的同时，也不忘和朱成打招呼。裴昭见他激动的模样，心里的醋缸子又要翻了。家里两个小的和他争宠就罢了，现在又来了个大的。樱木言无视自家妹夫嫌弃的目光，和妹妹坐在一处。出发的晚了，不过还好赶在过年前到了。这次来了就不走了吧？阿燕和乐乐早就想救救了，尤其是乐乐，他还从未跟樱木言分开这么久呢。裴昭撇了撇嘴，乐乐也不过随口提了一句，他学业那么忙，也没时间想东想西。裴昭，西宁扭头瞪他，这男人心眼比针尖还小，每次遇到哥哥他就变成乌眼鸡。樱木言拍拍自家妹妹的手，十分大度地说道：没事，随妹夫说去，我当舅舅的还能不知道自己的外甥，就算不想爹也不会不想舅舅的。朱成坐在一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咋觉得这场面像以前自己听的戏曲，宫里妃子争宠就是这样的。裴大人跟殷大人不会也是在争宠吧？他晃晃头，觉得自己实在是想多了。桌上的瓜子很好吃，他多吃一点。今日樱木言进京，西宁自然要为哥哥接风，正好临近晌午时，崔氏过来了。本来大过年的不该随便出门，可裴玉缠得他烦，加上崔大娘子这些天经常往府里送东西，崔氏看着难受，就跑西宁这来躲清静。这是来客人了。他不认识樱木言，但殷家兄妹长相有7、8分相似，很容易就猜出他的身份。我哥，这是我二嫂。二嫂好。樱木言嘴甜又爱笑，崔氏对他很有好感。殷家兄弟好。朱成挨着樱木言，本来见到崔氏他眼睛一亮，还想上去打招呼，听到西宁的介绍，朱成眸中的亮光暗淡了大半。原来这也是个有夫之妇，老光棍只有他一个。崔氏对不熟悉的人只是略微点头，但这也足以让朱成心口砰砰直跳，
黝黑的脸涨红，说不出话来了。崔氏跟着西宁进了厨房，他如今不仅学做点心，还学着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崔氏在厨艺上比较有悟性，西宁乐意教他，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今日崔氏过来找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学做饭，他看出崔氏情绪不高，应该是遇到了事。二嫂，可是府中出了什么事？两人如今关系近了，西宁也会问他一些私人生活。崔氏苦笑地扯了扯嘴角，没有，是我待不下去，出来散散心。怎么回事？西宁切菜的动作一顿，是不是二哥又惹你生气了？之前崔氏醉酒提和离，他们都是亲耳听到的。崔氏跟裴玉感情不和，原因西宁也了解，只是相处这么久，他也没听说过崔大娘子在作妖，难道裴玉又拎不清了？没有，就是累了。崔氏揉着面，眼神有些放空，或许因为都是女人，崔氏的心事向西宁吐露出来。阿宁，你说男人都喜欢犯贱吗？我喜欢他的时候他看不到我，现在我不喜欢了，却又缠着我不放。他嘴边挂着自嘲的笑，若是裴玉早一年回头，崔氏都会欢天喜地，可偏偏在他死心之后，他如今一点也不想看到这个男人，加上崔大娘子的出现，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被冷落的那10年，自己是有多么可怜。听到崔氏的话，西宁赞同的点点头。是啊，所以男人就不能对他太好，忽冷忽热的吊着，才会让他对你死心塌地。二哥如今也是活该，他之前那样对你，现在怎么讨好都不为过。不过二嫂，你是怎么想的？还想跟他继续在一起吗？西宁的话让崔氏眼神放空，还想在一起吗？好像不想了。第99章，崔大娘子的挑拨。西宁做的香菜，裴昭和樱木言都被他带得重口。崔氏最近也习惯了吃辣，只有朱成辣的嘶哈嘶哈，却依然大口朵颐。殷姑娘的手艺真是绝，上次吃过烤肉，她就惦记着，现在终于又尝到了西宁做的美食。朱成最爱小炒黄牛肉，自己一个人就吃了大半盘。他眼前的酒杯空了，崔氏起身又给他开了一瓶酒。馨香拂面，朱成黝黑的脸通红，端着酒杯的手僵硬，完全不知该往哪放。多谢裴夫人。朱成大舌头，眼睛瞥向一边，不敢看他。崔氏没发觉他的异常，微微点头，不用客气。朱成是客人，他招待是应该的。西宁坐在对面，正好将朱成的羞窘看在眼中，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遮住了眼中的兴味。朱将军这纯情的模样，说不定能给裴玉增加点压力，接下来有热闹看了。吃完，几个男人争着收拾，尤其朱成，他是唯一一个混吃混喝的，不好意思干坐着。崔氏本来要端盘子，最后都被他抢走。西宁在一旁看着，差点笑出声来。裴昭不明所以，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西宁按了按嘴角，不让自己笑出来。你二哥有对手了。朱将军，裴昭多聪明的人，西宁一点拨他就明白了。我看二嫂这次是真生气了。二哥若还没把人哄好，那真的就悬了。她是女人，自然也了解女人。当女人心死时，男人做再多也挽回不了她的心。破碎的镜子就算修复好，裂痕也还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缝隙就和这镜子一样，破镜难重圆。那也是他活该。裴昭骂起自家哥哥来，绝不嘴软。说完，他还不忘给西宁表忠心。阿宁放心，我不会学我二哥，其他女人我一眼都不会看，这里只有阿宁。他握住西宁的手放在心口上，声音低沉又有磁性。西宁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慌忙抽出手，小声嘟哝：这在外面呢。他也不害臊，那晚上我再跟阿宁说。狗男人发起情来，西宁根本招架不住，他攥着手心起身，我去帮二嫂收拾。看着女人落荒而逃的模样，裴昭眼中都是得逞的笑意。阿宁越害羞，他就越想逗他。不远处，樱木言看着这一幕，差点咬碎了牙。还有什么比看着自家养大的白菜被猪拱更难受的吗？尤其这颗白菜还一心向着那头猪。樱木言愤愤扭头，索性眼不见为净。年30，裴昭没回国公府，他和西宁跟2个孩子好不容易团聚，自然要一家人过年。西宁准备的丰盛，樱木言和朱成都留在府里，几人吃完饭就开始守夜。2个孩子熬不了太久，已经回房睡觉。西宁拿出他早就让人做好的麻将，拉着3个人一起打，输了的给钱哈。他将规则说了一遍，拉着3人打了2圈，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原本西宁还能赢钱，几圈下来，若不是裴昭让着他，钱袋子都得空了。这边几人玩得开心，国公府氛围却很凝重。安阳郡主让厨房做了一大桌菜，还有不少是裴昭喜欢的。原以为过年裴昭会带着西宁跟孩子们回来，然而等到天黑都没看到人影。娘，要不咱们先吃吧，您年纪大了，不能挨饿。裴寻受不了这压抑的氛围，开口劝道。安阳郡主啪的放下筷子，你们想吃就吃，不用管我，反正老婆子不招人待见，还不如早点饿死，省得惹人烦。娘，大过年的说这些做什么？您可是要长命百岁的。就是老三跟阿宁好不容易团聚，今年肯定是要一起过的，日后咱们一家人团圆的时候多着呢。娘心胸大度，
肯定不会跟他计较，对不对？兄弟俩人轮流劝着，安阳郡主再多的气也被他们哄没了。行了行了，知道你们关系好，就老婆子是恶人，吃饭吧。他拿起筷子夹菜，裴家众人见安阳郡主终于消气，脸上的表情如释重负。他们可不想大过年的找不肃静。年后就是走亲访友，崔大娘子上门了。裴玉想躲开，被崔氏一个眼神制住。怎么，心上人来了，你不想见见？如儿，你明知道他不是。裴玉眉心一跳，他最怕崔氏提到崔大娘子，可是他不懂，就因为他怕，崔氏才越要提。即使已经对这个男人死心，可10年的冷落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与其自己难受，不如折磨别人。崔氏就要看着裴玉对自己越来越愧疚。他眼尾上扬，眼神凌厉，吩咐婆子让他进来。崔大娘子已经知道国公府的富贵，可再次进门，她还是看花了眼。过年国公府好好收拾过，因着有人上门拜年，林氏就让人打开库房，摆出来不少好东西。崔大娘子边走边数，这一路见到的珍贵摆件，随便一件都够宋家挥霍大半辈子。崔大娘子越看越后悔，她怎么会为了宋安那个烟杂货放弃了裴玉？不过如今也不晚，裴玉这么多年一直等着她呢。二房就在前边，崔大娘子赶紧伸手整了整发髻，又将衣衫抚平。她今日特地穿的粉色的衣裙，正如和裴玉初见那日一样。客厅里，崔氏端着茶杯小口喝茶，裴玉在一旁坐立难安。他皱着脸，可怜兮兮地跟崔氏求饶：“如儿，你就让我回去吧，我不想见他。”崔氏低着头，只当听不见。裴玉求了几次都没回应，垮着脸，嘴角下垂，一副生气模样。崔大娘子一进门就看到他的表情，她眼神一亮，难道崔氏又惹裴玉生气了？她就知道自己这个妹妹蠢得很，本来就不得裴玉喜欢，如今让裴玉更厌恶她了。不过正好裴玉讨厌崔氏，才能衬托出她的好来。崔大娘子捏了捏手中的帕子，扭着细腰上前：“妹妹这是又惹妹夫生气了，妹夫你可千万别怪如，她从小被家里惯坏了，不知道敬重夫君。成亲前我千叮咛万嘱咐，看来她都忘记了。”第100章算计。崔大娘子眼神像带了钩子，不断勾着裴玉，嘴里还说着埋怨崔氏的话。她这副勾引人的模样已经刻在骨子里，10年前就这样，如今更是放肆大胆，仿佛裴玉已经是她的裙下臣，逃不出她的手掌心。崔氏脸被茶杯挡着，可眼中的讽刺却挡不住。早在崔大娘子埋怨崔氏的时候，裴玉就扭头跟崔氏求饶，这话他可从未说过，也从未怨过崔氏。崔大娘子这番话简直要将她架在火上炙烤。崔氏躲过他的眼神，继续看热闹。崔大娘子这些年在西北接触的都是些小门小户的夫人，连宅斗的技能都消退了。她现在一心认为裴玉心悦她，自然不会管崔氏的眼神。崔大娘子往裴玉身边凑了凑，故意扯开自己的领口。她这身裙衫做的心机，虽是冬装，可领口用根带子系着，轻轻一扯就能看到里面的白嫩。裴玉不察，被她着了道，白软晃眼，他猛地站起身，黑着脸将杯中的水泼在她脸上。崔玉，你清醒一点！他怎么会被这样的女人哄骗了10年？裴玉越想越觉得恼火。茶水已经凉透，屋里虽然点着火盆，可还是冰到了他。崔大娘子尖叫一声，连忙用帕子去擦脸，脸上的粉斑驳成片，她精心化的妆容此时像鬼一样。玉郎，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崔大娘子浑不知此时自己的丑态，一脸委屈地冲着裴玉质问。她也顾不得身份，直接亲密地叫着他的名字。崔如听着恶心，再看崔大娘子敞开的衣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是跑他面前勾引人来了，是不是以前他就这样做的，所以裴玉才喜欢他？自己在这待着，恐怕还碍了2人的事了。崔氏胸口堵了一团，扶着丫鬟的手走了出去。裴玉焦急想要追上去，却被崔大娘子拽住了袖子。玉郎，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当年我不是故意要逃婚的，都是妹妹说喜欢你，让我将你让给她，我心软没忍住才。玉郎，我现在后悔了，我们再续前缘好不好？她声音娇媚，夹着凄凄爱爱的哭声，若不是那张鬼画符似的脸，谁听了都得怜惜他。然而裴玉心里只有厌恶，这次见到崔大娘子，他心里那点怜惜都没了。救他的人是崔如，喜欢他10多年的也是崔如，从来不是眼前这个爱慕虚荣的崔大娘子。裴玉拽出自己的袖子，眼神凌厉：“滚！”崔大娘子被他的怒气吓到，往后退了几步，双腿都发软了，眼睁睁看着人离开。崔大娘子心里恨意翻涌，肯定是因为崔如，不然玉郎怎么会对我发火？这个贱人！他都扯开衣领色诱裴玉了，若不是崔如在这里，裴玉肯定已经跟他亲亲热热。崔大娘子越想越气，这个原本很好拿捏的妹妹，如今变成了刺头。裴玉也接连几次对她冷脸，崔大娘子觉得有什么东西超出了她的控制。不行，她一定要让崔氏跟裴玉和离，自己嫁过来，去崔家。崔如最听娘的话，她不信自己搬出娘来，
崔如还能不照办？崔氏这几日都往西宁那跑，裴玉堵不住人，就没办法跟他解释。他心里着急，明明两人已经解决了误会，可崔氏还是不愿意原谅他。裴玉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西宁在家做蛋糕，几个男人成了小白鼠，天天有吃不完的甜品。殷慕言还好，他本来就喜欢甜食，裴昭吃不完的就交给两个孩子，只有朱成这个大老粗，明明不喜欢甜食，可崔氏递给他时，他还是眼巴巴接过来了。吃！裴夫人那样看重他，他就是吃吐了也得吃下去。离开裴家，崔氏心里平静了很多，这越发让他坚定了和离的心思。他和裴玉不过是互相纠缠罢了，太累了，剩下的日子他想为自己而活。夫人，崔家太太让您回去。崔氏刚从城南出来，就听到崔嬷嬷的话，她神情有些呆滞，很快呆滞就变成讽刺。肯定是崔大娘子回娘家告状了，她娘从来没主动让她回过家。崔氏自嘲地笑了笑，回去也好，她许久没看过崔家人的嘴脸了。崔家，崔夫人一脸怜惜地拉着崔大娘子的手，我的云儿怎么瘦了这么多？那天杀的宋安是不是苛待你了？我就说当初不让你嫁给他，一个穷举人能给你什么好日子过？崔夫人嘴里絮叨着，崔大娘子听得烦，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她还是强忍着不耐。云儿知道娘疼我，可妹妹喜欢玉郎，我又怎么能不让给她？她捂着脸嘤嘤哭着，明明当初是她反悔逃婚，如今却将过错扣到崔氏头上，而崔夫人心眼偏到腰子上，也跟着大骂崔氏。那个小贱蹄子心坏得很，亲姐姐的男人都抢，这些年也不回来看我，狼心狗肺的玩意儿。崔夫人当初生崔氏时难产，差点死掉，而且女双胞胎也有不吉的意思，所以从出生崔夫人就不喜欢崔氏。听着崔夫人的谩骂，崔大娘子心里觉得爽快，嘴上却还假惺惺劝道：妹妹可能也是没办法，她本就不被玉郎待见，嫁到国公府也没能帮衬家里。我看小弟如今还是个白身，若是我嫁给玉郎，肯定给小弟找个官做了。他这话戳到崔夫人心尖上了，崔家越来越没落，等崔大人治世后，崔家就再也没有当官的人了。而崔大人又穷，他可不想以后过苦日子。崔夫人脸上的表情越发真切，她紧紧攥着崔大娘子的手，你说女婿还喜欢你，不如就让崔如跟女婿和离，你嫁过去，你这样聪明，到时候可要多帮衬家里。崔大娘子等的就是这句话，她羞涩地笑道：娘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和妹妹一样，您就等着当老太太吧。崔如在外面听了一会儿，眼里的嘲讽都要溢出来，这就是她的母亲，她的亲人对她只有算计，如果可以，她宁愿不要这些亲人。崔云想要裴玉，那他给就是了，到时候结果不如崔云所盼，就不是他的事了。第101章，崔氏在提和离。妹妹，你怎么在外面不进来？崔氏听完全程，屋里的人才发现他。崔大娘子表情尴尬，有些心虚的不敢看崔氏，也不知道刚才的话他听去多少，但想想崔夫人向着他，他心里又踏实了。崔氏无视他的问题，跟崔夫人行礼问安。哼，你还知道我是你娘，一年到头不回来一次，更不知道帮衬家里，白眼狼。崔夫人表情刻薄，被崔大娘子上过眼药，现在看崔氏着实不顺眼。崔氏早就习惯了，她已经不是那个会期盼父母疼爱的稚童，崔夫人的辱骂只会让她的心更加硬。我自然比不上姐姐贴心，不知姐姐帮了家里多少。崔大娘子没想到崔氏敢跟娘顶嘴，还拉她下水。若崔氏是没给过家里帮助，那崔大娘子就是一直在索取了。然而崔夫人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她的女儿当然要帮衬着。而崔氏抢了姐姐的好姻缘，嫁到国公府就该无私奉献的回报。原来妹妹在怪我，可当初若不是妹妹嫁给玉郎，我也不用嫁给宋安。成亲这么多年没孝敬过父母，还要娘贴补我。她手捏着帕子，嘤嘤哭着，一脸的委屈，可把崔夫人给心疼坏了。哎呦，娘的乖女儿，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回京赶紧跟宋家断了，娘再给你找门好婆家。她乖呀宝啊的哄着崔大娘子，终于将人哄好，转头立马换了表情。你能嫁给裴玉，本来就是抢的云儿的姻缘，现在云儿回京，你赶紧自请和离，把裴玉还给云儿。母女两人一唱一和，就差逼着崔氏马上和离了，完全没想过裴玉的意见。或许在他们心里，裴玉本就属于崔大娘子。崔氏低头冷笑，再抬头，表情已经恢复了平淡。好，我去和离，希望姐姐能如愿嫁给裴玉，妹妹在这就先祝你们白头偕老，子孙满堂。她眼睛直直望着崔大娘子，惹得崔大娘子不自然地躲过她的目光。我和玉郎自然会再续前缘，恩恩爱爱，妹妹且看着吧。崔氏眼中闪过讽刺，他会亲眼看着崔大娘子如何一步步作死。从崔家出来，崔氏就回了国公府。裴玉听到他回来，殷勤地上前迎接。崔氏避开他的手，和他一起进了屋。裴玉亲自帮他倒了杯茶水，笑着递给他：如儿出去半天累了吧，要不我给你捏捏肩。
他这副卑微讨好的模样，崔氏并没有觉得爽快，相反替他累得慌。裴玉是多交金的人啊，年少成名，文采斐然，以前的翩翩少年郎在他面前低声下气，崔氏只觉得恍然。他喜欢的是那个潇洒飞扬的裴玉，不是眼前这个因为愧疚百般讨好他的男人。崔氏轻叹了口气，将茶杯放在桌上。裴玉本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见他这样，心里舒得紧了紧。裴玉，我们和离吧。这次是真的，他不想再纠缠了。听到他的话，裴玉有种石头落地的感觉。崔氏不是第一次说要和离，可前几次都被他打岔哄过去，但这次他知道崔氏是下定了决心。裴玉有些退缩，不敢看他的眼睛，嘴中像吃了黄连，又涩又苦。如儿，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他会改的，不会再惹他伤心了。裴玉眼中带着祈求，崔氏掐了掐手心，让自己狠心下来。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裴玉，这次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新生的机会？我想过自己的日子。他不想再纠缠下去了，国公府外的天地自由又畅快，他想好好活一次。崔氏的眼中带着渴望，如一团烈火般灼伤了裴玉的心。他剩余的祈求都卡在嘴里，再也说不出。裴玉深呼一口气，笑容苦涩的开口：好，我放你自由，如儿，我答应与你和离。那两个字他来回吞吐了半天才说出来。他才刚得知如儿的身份，就要放手，裴玉的心口像破了大洞，呼呼往里吹着冷风，冷得他想要落泪。谢谢。崔氏心里也并不好受，裴玉是他喜欢了10多年的男人，他的前半生都牵在这个男人身上，为他喜，为他悲。若不是西宁，他还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可能依然沉浸在裴玉的喜怒哀乐之中。可是如今不会了，旁人再重要也比不过自己，他要为自己而活。娘那里还要麻烦你去说了。安阳郡主这些年对他不错，虽然崔氏一直无所出，但安阳郡主并未说过什么，加上裴家男人不纳妾，裴玉不睡在他房里，安阳郡主也没想过给他纳妾。突然提和离，崔氏不知该怎么跟他交代。好，裴玉低声答应下来，这事本来就怪他，也该由他来接受娘的怒火。谢谢。崔氏今日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两人之间突然有了屏障，裴玉心口越发痛了。我让下人收拾东西，明日就搬出去。你去哪？崔家他是知道的，崔氏本就不受宠，崔夫人自然不会让他回去，他自己没有宅子，离开国公府他能去哪？总有地方去的。崔氏低声呢喃了一句，这些天他赚了不少银子，买座宅子的钱还是有的，而且他已经跟西宁说好，先暂居城南。我有几座宅子，你去住。不用了，我已经找好了地方，就不麻烦二爷了。崔氏不等裴玉话说完，就打断了他，他不想跟裴玉再扯上任何关系，和离后两人做陌生人最好。他行了礼，转身进了内室收拾行李。裴玉脸色发白，脚步踉跄了下，扶住桌子，心口疼得差点站不住。如儿就这么想离开他？二爷，哈哈哈，好个二爷！裴玉喉头一痒，生生将那甜腥味咽下。他想离开，好，他放手。城南，崔氏带着大包行李敲开了裴家的门，西宁披着外衣出来，崔氏红着眼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阿宁，要麻烦你了。西宁揽着他，说什么麻烦？崔姐姐想住多久都行。第102章，徐清荣上门。西宁默契地变了称呼，以后的崔氏不再是国公府二夫人，而是他自己。崔氏的院子早就已经收拾好，这晚他亮了整夜的灯，伺候的小丫鬟绝浅，隐隐听到内室传来的哭声，可是他不敢上前。哎，也不知道夫人是发了哪门子疯，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和离。二爷明明已经悔改，夫人却还抓着不放，如今和离了又偷偷哭，丫鬟实在是想不通。不过这些都不是他一个当下人的能管的。崔氏哭了半宿，第二日又恢复了平静模样，若不是那双泛红的眼出卖了他，谁也不会知道他昨晚哭过。西宁知道他心里难受，吩咐忍冬将饭菜端到他屋里，没想到崔氏自己过来了，又没有外人，丢脸也丢不到外面去，我不想闷在房里，出来散散心还畅快些。西宁看着崔氏平和的脸，知道他没有说话，也不再勉强。那崔姐姐过来帮我揉面吧，中午咱们吃刀削面，做些事还能分散精力。崔氏点点头，就挽起袖子。好。两人在厨房做面时，朱成一上午从厨房外路过了不知多少次。自从知道崔氏跟裴玉和离，他就坐不住了。老朱，你屁股下长钉子了，就不能老实话？樱木言完全状况外，只以为朱成是馋了，但这会儿离饭点还远着呢。再说刚吃了早膳，他能有多饿？朱成憨笑着挠头，不动了。反正崔氏已经和离了，两人现在离得近，不急在这一时。朱成的心思，裴昭看在眼中。不过他并没有因为崔氏是他的前嫂子就阻拦朱成，自家二哥做的那些荒唐事，他哪有脸阻挠崔氏的幸福？若朱成真能打动崔氏，他绝不会说什么。裴昭出了东宫，在宫门口被裴玉拦住。
几日不见，裴玉憔悴了许多，一双眼睛通红，下巴处满是青色的胡茬。你二嫂她怎么样？即使和离了，崔氏在他心里仍是自己的妻子。崔氏走后，二房就空了。裴玉整宿睡不着觉，闭上眼，脑海中就是崔氏的身影。就算崔氏搬走了他的东西，可他在裴家住了10多年，这里早就落下了他的印记。二房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可着他的心意布置的，倒是裴玉才是这里的外人。裴昭的袖子被他紧紧攥着，仿佛抓住了求生的浮木。很好，没有了裴玉的纠缠，崔氏很快就从河狸中解脱出来。这几日脸上已经有了笑容。听到裴昭的话，裴玉扯了扯嘴角，那就好，那就好。他口中说着，可眼底却都是失落。原来离开他，崔氏会那么开心。裴昭看着自家哥哥失魂落魄的模样，还觉得不够狠，直接放了大招。对了，朱成将军对崔姐姐殷勤得很，我觉得两人快好事将近了，到时候两人成亲，说不定还会请你喝杯喜酒。他不叫二嫂，叫崔姐姐，惹得裴玉脸色煞白。成亲？不可能，崔氏不会这么快嫁人的，她怎么能这么快就放下？为何不可能？我那天听阿宁说了，崔姐姐想早些要孩子，你耽误她10多年，还不许别人给她了。裴昭最是知道怎么诛心，裴玉一口血喷出来，他脚步后退离得老远，一点搀扶的意思都没有。你有今天，纯属是活该，赶紧回府吧，别在外面转悠了。他可不想帮忙收拾烂摊子。裴昭说完就叫来长林，让他送裴玉回府。裴玉神情呆滞，眼中满是痛苦，显然被裴昭的话打击到了。裴昭摇摇头，他这个二哥性子过于优柔寡断，不逼他一把，他根本不会想着出击。等他反应过来，说不定真让朱成得手了。到底是自家亲哥哥，他心里还是向着他的。只是他都这样说了，若裴玉还不开窍，那就怪不得他了。城南门外，徐清荣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手不敢敲门。丫鬟在旁边看得心急，恨不得帮他敲。小姐，要不我来？徐清荣手指微颤，不用。他只是害怕那人不是阿木，自己的等待又是一场空。只是再害怕也不能停滞不前。徐清荣咬咬牙，抬手拍响了门。徐清荣还未来过城南，但府里的小厮认识他，禀报过西宁后，就带他进府。裴昭刚回来，还没来得及跟西宁亲密，这碍眼的人就来了。他拧着眉，抱着西宁的腰，不让他起身。别理他，阿宁只能看我。裴昭，徐小姐是客人，男人太粘人了也不好，不仅防着男人，还防着女人。裴昭撇撇嘴，什么客人，不过是想跟他抢阿宁的坏人罢了。不过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手臂抱紧西宁的腰。或许他这次不是来找你的。西宁疑惑，不明白他的意思。裴昭卖了个关子，捏捏他腰上的软肉。大哥呢？在院子里陪2个孩子玩。西宁不知道他为何突然转移话题，乖乖回答他的问题。裴昭嘴角弯起，徐清荣来客房会经过院子，肯定会见到樱木言，阿宁过不过去无所谓。他已经肯定徐清荣这次不是来找阿宁。那我们继续刚才没做完的事。裴昭抱着西宁进了内室，全然不顾女人挣扎的手。他这可是给徐清荣腾机会，搞定樱木言，日后就不会再跟他抢阿宁了吧。院子里，樱木言绑着黑布和2个小外甥玩捉迷藏。他25的高龄，弯着腰，双手伸在前面到处乱晃，脸上的笑灿烂又幼稚。阿燕、乐乐，你们藏好了吗？舅舅来了。徐清荣走进来，就看到他摇摇晃晃的身影。男人耳朵灵，听到前面的动静，迈开脚步就走了过来。让舅舅看看是哪个小家伙，抓到了。他一把将人抱住，触手皆是柔软，鼻尖还是女人身上的馨香。樱木言眉心一跳，吓得扯下眼睛上的黑布，见到徐清荣，他瞳孔不由得瞪大。怎么是你？他的桃花运。第103章，他退缩了。樱木言的掌心像着了火，刚才摸到的柔软让他脸色通红。别看樱木言一把年纪，还整天嘴上花花，可人纯情的很，长这么大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当然西宁不算，之前在街上遇见徐清荣就直勾勾盯着他，如今还追到家里来了。樱木言手里攥着布条，脚步往后退，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你想做什么？他是良家妇男，不会被逼迫的。徐清荣被他这副娇弱的模样弄得有些无语，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是他的阿木？不会搞错了吧？徐清荣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复下来。他盯着樱木言的眼睛，表情带着希冀。你还记得15年前在西北遇到的小女孩吗？你们一起被人贩子抓住，最后你救了她。徐清荣开口时，樱木言的眼神就变了。他当然记得，那时殷家刚被灭门，他和妹妹分开，在找妹妹的途中被人贩子抓住。徐清荣和他一样，两人相貌出众，被当成上等货色。樱木言学过武，加上人机灵，躲过人贩子，带着徐清荣逃出来。当初只有5岁的徐清荣还是个爱哭的小奶团子，
被他救了之后，就童言无忌地说等长大后嫁给他，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樱木言并没放在心上，只是后来小奶团子的样貌越来越清晰，他要娶亲，奶团子的话就浮现在耳边，到最后樱木言也默认了他的话。他等了15年都没找到他的小未婚妻，哪想到一来京城，他就找上门来了。记得。樱木言眼神闪烁，不敢看他。15年前的小奶团子长成如今亭亭玉立的模样，他有些不习惯，甚至想要退缩。若西宁在这里，定会明白自家哥哥的心思，这是寡太久不会和女人相处了。听到樱木言的话，徐清荣提着的心才重重放下。记得就好，那你应该也记得当年的约定。阿木，你要娶我。徐清荣从来都是大胆的，他等了阿木15年，终于将人等到，现在就是樱木言履行约定的时候。他提前打探过，樱木言并未娶妻，所以他这些年可能也在等他。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男人也同样在念着自己，饶是一向清冷的徐清荣，心里也不免涌起女儿家的羞涩。然而樱木言听到他的话，更想逃了。我当时都还是孩子，孩子话算不得数。他越说声音越小，没见到人时心里想着，可真见到人，记忆中的奶团子变成大人模样，樱木言却只有恐惧。不是他不想娶，实在是徐清荣变化太大了。你想反悔？徐清荣秀眉皱紧，他冷着脸时着实骇人。樱木言后背发凉，汗毛都竖起来了。我不是，就是觉得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也不了解对方，突然谈婚论嫁太过儿戏。徐清荣薄唇紧抿，儿戏？旁人成亲不也是盲婚哑嫁？至少我们还有过命的交情。你想反悔？不可能。徐清荣和裴昭是同类人，他们看中的东西绝对要得到手，更何况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年。樱木言想毁约，徐清荣会把他腿打断。小奶团子变成女土匪，樱木言欲哭无泪，他想保住自己，怎么就这样难？两个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见舅舅快要哭的模样，乐乐乖巧地抱着他的腿。舅舅不哭，谁欺负你？乐乐帮你打他。阿燕虽然没说话，但站到了樱木言身后。樱木言心里软乎乎的，伸手揉了把两个小外甥的头，眼含热泪地说道：阿燕，乐乐，你们舅舅要被人抢走了。徐清荣越发无语，也上前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声音温柔：阿燕，乐乐，我做你们的小舅妈好不好？他喜欢阿宁，自然也喜欢阿宁的孩子。乐乐是个颜控，徐清荣像个仙女一样。小团子流着口水，连连点头。好。徐清荣得意地朝樱木言笑，看吧，乐乐同意了。樱木言冷哼，心里生气，小白眼狼，舅舅白疼你了。阿燕，你呢？你帮不帮舅舅？乐乐这个小没良心的靠不住，阿燕肯定向着他。然而阿燕只是嫌弃地看了他一眼，就站到了徐清荣那边。舅舅年纪这么大，有人要就不错了。哈哈，徐清荣再也忍不住畅快地笑出来，这两个孩子可真有趣，不愧是阿宁生的，就是不知以后他和阿木的孩子会不会也这么可爱。想到这，徐清荣打量了樱木言一眼，将樱木言看得后背发毛，他怎么觉得自己清白要不保？裴昭掐着点，直闹了西宁2次，西宁腿软得厉害，被男人帮忙穿着衣服，手指在他胳膊上重重拧了一下。你就不能节制些，若日后不中用了。他话还没说完，嘴就被男人堵住，唇舌交融，西宁差点被他拆吃入腹。男人重重咬了下他的嘴唇，眼眸黑的是人。不中用？他到80岁也中用得很。看来还是没折腾够，裴昭已经后悔心软放过他了。西宁憋得脸红，身上又酸又软，却不敢再挑衅他。我就是说说，不许说，不然日后你就别想再下床。他会让阿宁看看自己到底中不中用。男人的能力不能质疑，西宁终于懂了。他乖乖点头，温顺又乖巧，3个最厉害了。叫我什么？裴昭眼底一深，手掐住他的腰，将人抱入怀中。失重的感觉让西宁紧紧搂住男人的脖子，他抖着唇重复了刚才的称呼。三哥，叫夫君。男人的唇附在他的耳后，低声呢喃，声音仿佛带了温度，烫得他心底发热。西宁抖着声音，娇软又诱人，夫君。腰间的手蓦地收紧，男人重重叹息一声，真舍不得放开阿宁，好想将阿宁绑在床上，哪里也不许他去。后面的话裴昭没说出来，他怕吓到阿宁。可是男人的占有欲越发浓烈，要早点将阿宁娶回家才好，让他名正言顺的叫夫君。第104章，想嫁的人。西宁和裴昭过来时，就看到樱木言委屈的模样。见到西宁，樱木言像找到了靠山，快步走到西宁身边，一脸求助的模样。阿宁，你们终于来了。他差点就招架不住。阿宁是他的亲妹妹，肯定会帮着他将人赶走吧。樱木言眼巴巴地看着西宁，哪里想到西宁会笑着朝徐清荣走去。徐姐姐，你来了。阿宁，两人挽着手，说着笑着，俨然是好姐妹。樱木言表情石化，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徐姐姐是来找我吗？徐清荣摇摇头，我来找你哥哥。啊！饶氏之前裴昭已经跟他说过，西宁还是惊讶了。徐清荣来找殷慕言，这是为什么？他们两人什么时候认识的？我和你哥15年前定了亲，这次找到人，他要履行诺言娶我。啊！西宁这下是真的震惊了，他呆滞着脸转头，殷慕言欲哭无泪，那都是儿时的戏言，做不得数的。再说他那会儿才5岁，孩子的话哪里能当真？可我当真了，我等了你15年。徐清荣掷地有声，若不是等殷慕言，凭他的家世样貌早就成亲了。西宁逐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也弄清了两人的纠葛。他就说为何殷慕言一直不成亲，原来是早就定亲了。虽然现在他对徐清荣退避三舍，可西宁了解自家哥哥，他这是害羞了。好不容易有人要，西宁自然不会让他退缩。他拉着殷慕言的手，将他带到徐清荣面前，信誓旦旦的保证：徐姐姐，你放心吧，我哥肯定会娶你。阿宁！殷慕言瞳孔瞪大，两个小外甥不帮他就罢了，怎么连阿宁也不向着他？殷慕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这个家果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徐清荣被西宁的话逗笑，看殷慕言的眼神充满了势在必得。我等着。他没在城南留太久，频繁出门，徐夫人已经对他不满了。上次他在街上跟人骂架，名声是彻底臭了。他自己还好，不用说亲嫁人，但徐家还有其他适龄的女子，徐夫人再是主母，也不能一味护着她。女子的姻缘是大事，不能因为她耽误了其他姑娘。用完饭，徐清荣提着2瓶葡萄酒就回了徐家。他刚进门就看到了庶妹徐清莹。姐姐这是又出门了？这次没再跟人骂起来吧？家里的姐妹可经不起姐姐的脾气了。徐清莹心中怨念极深，若不是徐清荣一而再再而三的胡闹，她也不用跟着嫁不出去。本来姨娘已经说服爹爹将她嫁给沈尚书的公子，可徐清荣一闹，沈家那边连门都不让他们进了。徐清莹心里恨啊，徐清荣自己嫁不出去就算了，还拉着他们，她好恶毒的心。徐清荣对她的控诉丝毫不放在心上，若是旁的姐妹就罢了，徐清莹自小心思就多，之前仗着姨娘受宠，没少在爹爹面前给她使绊子，她嫁不出去那是好事。哦，徐清荣敷衍的点头，绕过他就往里面走，把徐清莹气得半死。他说了那么多，徐清荣都没有听到耳中。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啊？徐清莹气得跺脚，红着眼圈往书房走。他说不通徐清荣，那找爹爹总行吧。徐清荣躲过徐清莹，却躲不过徐夫人。站住！你还知道回来？徐夫人等在花厅，厉声将人叫住。娘！徐清荣额头一跳，转身换人。哼！你还知道我是你娘？清荣，你做那些荒唐事的时候，可想过我？徐夫人就这一个女儿，徐清荣从小就争气，琴棋书画样样拔尖，相貌更是出众。徐夫人参加任何宴会都是夫人们艳羡的对象，嫁得好就罢了，养的女儿也这么优秀。徐夫人原本以为等徐清荣及笄后，说亲的媒人会将丞相府的门槛踏平，她就坐等挑选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婿即可。结果呢，门槛确实被踏平了，但徐清荣不嫁。好不容易跟裴昭定亲，可那裴昭又心有所属，生生将徐清荣拖到20岁，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即使街上的小贩脚夫都能嘲笑她一句老姑婆。徐夫人心里气啊，既气那些粗鄙的百姓欺辱她的女儿，又气徐清荣自己不争气，连个男人都找不到。您当然是我娘，我心里时刻都记着。徐清荣声音清淡，人如其名，整个人也是冷冷清清。徐夫人被他这副不在意的模样更是气死，她抖着手戳着徐清荣的额头，记得我是你娘，你就老实给我在家待着，这几日有媒婆上门，我会好好给你挑个夫婿，等风头一过你就成亲。徐清荣拖不起了，再拖连官夫都不会要他。徐清荣眉头微蹙，娘，我说过我不会相亲，我有想要嫁的人。你想嫁谁？徐夫人眼睛瞪大，蓉儿，你不会还想着裴昭吧？裴昭都已经要入赘西宁，这样浓烈的感情，他女儿可是插不进去的。徐夫人原本也很看好裴昭，可关乎女儿的幸福，她可不想让徐清荣受苦。她不会喜欢你的，你嫁进去也没用。娘给你挑的虽然身份不如裴昭尊贵，但家世清白，家中没有妻妾，人老实好拿捏，以后过日子不会欺负你。徐夫人苦口婆心，徐清荣心里有些愧疚。他知道自己任性，这些年徐夫人虽然嘴上埋怨他，可并没有逼迫过他什么，现在也一心为他好。徐清荣胸口滚烫，上前抱住徐夫人的手臂。徐夫人从未跟女儿这样亲近过，身子有些僵硬，大脑更是一片空白。自家女儿不会被他逼疯了吧？不然怎么会做出这种动作来？徐夫人大脑乱糟糟的，徐清荣轻声说道：娘，我说的想嫁的人已经进京，您再等等，除了他，我谁也不嫁。徐清荣声音轻柔，徐夫人不自觉就软化下来。那你得告诉娘他是谁吧，万一是个不存在的人，他又得被骗。是江南巡抚殷慕言。第105章
定亲。江南巡抚殷慕言，裴三夫人的哥哥。虽然西宁还没嫁给裴昭，但亲事已经定下，京城的人早就以裴夫人称呼她。徐清荣略微点头，清冷的表情夹着羞怯。就是他。死！徐夫人冷嘶一声，眼中尽是不可置信。蓉儿，你没骗娘吧？你竟和殷大人定了亲？不是他不相信，实在是殷慕言根本没在京城待过呀。女儿跟他是怎么认识的？还是说这只是徐清荣的借口？他不想成亲，所以编造了一个人。徐夫人兴奋的眼神渐渐暗淡，看徐清荣的表情带了埋怨。你别以为自己能随便将娘骗过去，明日没人上门，你必须见。若徐清荣能嫁给殷慕言就好了，两人年龄相仿，家世相当，加上殷慕言是裴昭的小舅子，前途不可限量。更重要的是，殷家没有长辈，徐清荣嫁过去就能当家，宫里还有个受宠的熹贵妃给她撑腰，这怎么看都是绝好的姻缘。然而就是太好，徐夫人才不敢想。徐清荣的名声已经坏得不行，除了小官家的嫡子，其他人根本不愿意娶她。徐夫人叹了口气，算了，两人没有缘分，不能强求。徐清荣见徐夫人不相信，也没有再说，等殷慕言上门提亲，他总会信的。但如今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殷慕言娶她。想到男人的退缩，徐清荣眼底划过一抹冷光，想反悔，他怕是不想要命了。徐清荣走后，殷慕言才觉得喘过气来。西宁见他这副如释重负的模样，表情一言难尽。哥，你是不是怕徐姐姐啊？殷慕言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站起来。我怕她。呵呵，怎么可能？他不知道他这副模样恰好坐实了西宁的话。是吗？那你不怕他，为何刚才不敢说话？要知道殷慕言就是个话痨，平时用饭时跟乐乐两人有说不完的话，可今日却只顾埋头干饭。反常，实在反常。被妹妹眼巴巴盯着，殷慕言的脸不自觉涨得通红。我那不是怕他，他是外人，食不言寝不语，我不能让别人看清殷家的规矩。他嘴硬反驳，西宁却直接拆穿。若说规矩，我们殷家更知道一诺千金，哥既然答应过徐姐姐要娶她，自然不能反悔，不然说出去旁人定会看我们笑话，说不定我的名声都要被你连累了。西宁这话一出，殷慕言的脸直接皱成了苦瓜。他可以不在乎自己，但不能不在乎西宁。我知道的，我又没说不娶。他声音越来越小，但西宁并未在意，扭头和裴昭相视一眼，两人眼底皆是笑意。西宁是高兴自家老大男的哥哥终于有人要了，裴昭则是开心两个爱抢阿宁的人凑一对，以后再也没人跟他抢了。阿宁只能是他的。次日，媒婆上门，徐清荣一大早就被徐夫人叫起来，任由丫鬟婆子给他收拾。看着女儿的冷脸，徐夫人在一旁连声嘱咐着。李家虽然门楣低了点，但家世清白，内宅安稳，而且李松学问好，年过20就中了进士，等你们成亲后，让你爹提携一把，他前途不可限量。李松虽然跟殷慕言比不了，但在他找的这些儿郎中也是拔尖的了。徐清荣不耐烦的点头，知道了。再好他也不会嫁，这次也不过是走个过场。媒婆知道徐清荣的名声，心里很是看不上他，但表面功夫还得做。见人出来，他脸上浮起殷切的笑意。哎呀，这就是徐小姐吧，生得真好，跟李家公子就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徐夫人，李家那边很满意咱们小姐，您看您选个黄道吉日，让两个孩子尽快成亲。李家能不满意吗？李大人一个小小6品官能攀上丞相，若不是徐清荣名声坏了，这样的好事可给不了他。李家父子都想往上走一走，让李松娶徐清荣就是他们的牺牲。李松有青梅竹马的表妹，就等徐清荣嫁过来，他跟表妹成亲，所以李家那边才会这么着急。但这是徐夫人不知道，只要能尽快将徐清荣嫁出去，他巴不得两家明天就定亲。好好，我这就找人算日子。娘，徐清荣坐不住了，怎么突然要定下？他还没答应呢。你闭嘴！徐夫人低声呵斥，因着媒婆在场，徐清荣没对回去，但人一走，他就质问徐夫人：我已经说过会和殷慕言成亲，娘为何要给我定亲？你要真能嫁给殷慕言，娘还会这么着急？蓉儿啊，你的名声已经极差，李松算是比较出挑的郎君了，除了他，其他人娘更不放心你嫁，你就听话老老实实在家备嫁，别再出门惹是非了。徐夫人苦口婆心，徐清荣皱着的眉头就没抚平。我不会嫁，我说了殷慕言会娶我，自然是真的，你且等着吧。徐夫人见他固执，无奈摇头。罢了，他固执就固执吧，至于殷慕言求娶的话，徐夫人并没放在心里。他出了院子就让下人去算日子，与其指望不可能的殷慕言，还不如将李松抓住。徐清荣要跟李松定亲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京城的人多是同情李松，娶了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婆，但也有人羡慕他。李家门楣低，娶了徐清荣，李家父子日后升官有望了。西宁和殷慕言也得了消息，西宁有些疑惑，
明明前2天徐清荣还要樱木言娶她，怎么过了几日就要嫁给其他人了？哥，你说这下怎么办？徐姐姐跟你可是定了亲的啊！樱木言低头跟乐乐玩闹，嘴上看似漫不经心。这不正好，我就不用娶她了，反正她本来就没想娶。然而西宁多了解他，樱木言此时虽然嘴硬，但身子是绷紧的，这是他烦躁时的动作。他并不是讨厌徐清荣，相反还很在意，只是突然找到年少时的女孩，他有些不适应罢了。西宁笑了笑，看来徐清荣要定亲是好事，能让樱木言看清楚自己的心。第106章，樱木言吃醋。徐夫人算好了日子，下个月15号最适宜嫁娶，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定亲前男女会见面，给2人相处的机会，这也是避免盲婚哑嫁。月底宴会多，长公主是个爱热闹的。新年一过，天气渐暖，郊外的腊梅开得正好，索性再办个赏梅宴。西宁跟樱木言都在邀请之内。自从徐清荣要定亲的消息传出来，樱木言人就变得沉默寡言。西宁心里暗骂他活该，但作为妹妹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哥哥的姻缘溜走。赏梅宴，他特意给樱木言做了套衣衫。樱木言生得好，稍稍打扮就能艳压全场。谁说女子不看脸？他不信等樱木言和那李松站在一起，徐清荣会看不上他。赏梅宴在郊外，这一路樱木言都冷着脸，他穿的衣衫是黑色，不嬉皮笑脸的时候还真显得贵气。哥，你多笑笑，冷着脸会把徐姐姐吓走的。西宁掀开帘子，对外面骑马的男人吩咐道：“为了哥哥的亲事，他可真是操碎了心。”樱木言冷哼一声，笑有什么用？那女人见异思迁这么快，明明之前还说着要嫁给他，转头就跟人定了亲。渣女！樱木言心中怨气深重，已经忘了是当初自己先拒绝别人。西宁叹息一声，还想再劝，帘子被人拉上，裴昭关切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外面冷，小心吹风。阿宁若是生病了，他可会心疼死。”西宁知道裴昭是关心他，心里甜滋滋的。我知道的，乖。这边2人甜甜蜜蜜，越显得樱木言可怜。裴昭哄完自家小媳妇，骑马和樱木言并行，看人的眼底带着嫌弃。男人不能嘴硬，不然会娶不上媳妇的。等徐清荣真嫁给别人，你别后悔哭。这些事都是他经历过的。樱木言现在傲娇是爽，等追妻的时候就知道难了。樱木言被戳到痛处，脸色白了白，可裴昭是他最讨厌的男人，在他面前可不能认输。樱木言梗着脖子回怼：“不用你管，徐清荣真嫁给别人，他也不会哭的。”行，我不管，到时候你哭的时候别找阿宁安慰就行，若是敢让他费心，我就将你丢出去。裴昭冷哼一声，拍了下马屁股，跟樱木言拉开距离。他可不想被他传染到傻气。媳妇就一个，自己不知道把握，日后有他后悔的。看着人渐行渐远的身影，樱木言提着的气泄了，他垮着肩膀，满面愁容。怎么办？如果徐清荣真嫁给别人了怎么办？不对，还没嫁，2人还没定亲，他还有机会。郊外，徐清荣已经到了。他知道今日是要做什么，徐夫人着急让他出嫁，早早选好了日子，距离他定亲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些天他都没收到樱木言的消息，徐清荣心里失落。难道那个男人真能眼睁睁看着他嫁给别人？徐清荣眼底划过一抹冷意，若他真的这样，他不会放过他，就算用尽心机，他也要嫁给樱木言。这是男人答应他的。徐小姐，李松从外面进来，花厅里只有徐清荣一个人。丫鬟见到外男，抬头看向自家小姐。在下李松，听闻徐小姐在，特意过来看看，没打扰到你吧？他自报家门，面色温润，看上去很给人好感。但是徐清荣脸色却没有丝毫变化。打扰了。他出口就是呛声，李松脸上的笑容差点维持不住。早就听闻这位徐小姐嘴巴厉害，第一次见面他就见识到了。李松心中有气，可面上却还带着笑。打扰到小姐是李某的不是，不过徐小姐能否赏光，让李某陪小姐逛逛园子？他说话时，外面传来了喧哗声，客人们陆续到了。徐清荣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热闹，点了点头，好。李松脸上一喜，原以为这徐小姐高冷，哪想到这么容易就约出来。果然高冷都是假象，说不定私下是怎样的呢？2人从小路穿到梅林里，李松有心讨好他，捡些趣事说给他听。徐清荣虽然不感兴趣，但也没冷场，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李松见他这样，更坚定了徐清荣愿意嫁给他的心思。雪中红梅盛开，今日徐清荣穿的也是红衣，和这红梅融为一体，美艳动人。李松吞了吞口水，若之前他还嫌弃徐清荣名声不好，如今见了徐清荣的美貌，他心中只有垂涎。这女人的容貌可比表妹强多了，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马上是他李松的女人了。李松唇角勾起，周围除了徐清荣的丫鬟再没有别人，他手指拳了拳，离徐清荣近了些。徐清荣正在看梅，没注意到男人的动作，等他察觉时，李松的手已经碰到他的肩膀。你做什么？徐清荣面色一冷，
后退一步，直接将他的手挥开。李松眼底闪过一抹懊恼，很快被笑意掩盖。好柔儿，我就是想跟你亲近亲近，毕竟我们马上就要成亲，等你嫁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男人好色，徐清荣的冷淡更能激起他的征服欲。李松觉得自己愿意要他就已经是施舍，然而徐清荣早就看清了男人，李松这副德行在他眼中恶心不堪。谁说我要嫁给你？你配吗？徐清荣，你……李松被他骂得脸色涨红，伸手就要打过去。贱人，就你这烂到家的名声，爷愿意娶你，你还不感恩戴德？除了我，谁还能看得上你？我……李松的巴掌还没落下，就被人拦住。樱木言脸色又黑又冷，像吃人的罗刹。李松被他吓得腿软，可他不知道男人的身份，嘴里骂骂咧咧。你是谁？竟然敢坏爷的好事，赶紧滚，不然爷连你一块打！他猖狂地叫嚣着。樱木言冷哼一声，那你打一个看看，也让我看看你的本事。殷大人，徐小姐，你们在这呀？李松还没来得及打呢，长公主的人过来。听到下人的称呼，李松大脑一片空白。殷大人，这京城总共就一个殷大人，他不会是江南巡抚樱木言吧？第107章，赖上你了。李松脸色煞白，双腿软得不成样子，心里求爷爷告奶奶，盼着眼前的男人不是樱木言。然而这次祖上没有显灵，没人庇佑他。徐小姐，裴三夫人正找您呢，咱们过去吧。下人多聪明的人，立马就看出这边气氛不对。这些人可都是长公主请来的，若出了什么事，长公主的面上也过不去。徐清荣虽厌恶李松，但不想看长公主难堪。听到下人的话，他微微点头，好，殷大人你也请吧。下人笑着招呼着二人，对李松视若无睹。在下人第二次叫樱木言的时候，他就已经害怕了。眼前的男人真的是江南巡抚裴三夫人的哥哥，他完全招惹不起的存在。可刚刚自己却对他叫嚣，樱木言肯定不会放过他。李松吓得裤子都湿了，抖着嘴唇想求饶，都说不出话来。樱木言转身啧了一声，语气充满了嫌弃：这就是你要嫁的人？眼光真差。他还没察觉出自己语气有多酸，徐清荣冷清的脸染了笑着，唇角不自觉上扬。怎么，你吃醋了？樱木言像炸了毛的猫，跳脚反驳：吃醋？怎么可能？我就是嫌弃你的眼光，那小白脸又弱又猥琐，我还没做什么呢，就吓尿裤子了。你要是嫁给他，我都看不起你。徐清荣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放心，我不嫁。听到他的话，樱木言脸色放松下来，但嘴里却在嘟囔：我才不管你嫁给谁呢。是吗？可某人刚才已经答应了要娶我。樱木言身子一僵，刚才的记忆涌上来，他脸唰的一下就红了。那不能算，我是为你出头才故意说的。徐清荣冷哼一声：你这是又想赖账？哼，不可能，你说要娶我的话，不光我听见了，李松跟长公主府里的这位姐姐也听到了。樱木言，我赖上你了，你别想摆脱我。下人在前面带路，隐隐听着身后两人的对话，唇角的笑容就没落下去过。旁人都说徐小姐名声差，没人要，怕是都看走眼了。徐小姐跟殷大人简直就是天生一对。樱木言被他这副刁蛮的模样搞得说不出话来，索性扭头不看他。然而他不知道自己的耳根泛着红，比这院子里的红梅还鲜艳。徐夫人今日也来了，她和世家夫人们坐在一处。如今徐清荣的亲事有了着落，她腰杆子也硬了起来。但总有那些不长眼的故意挑刺。徐夫人，你不是一向眼光高，怎么最后给徐小姐挑了这么个夫婿？当初李家要跟我们家庶女说亲，我都没看上。说话的这人是工部尚书的夫人袁氏，跟徐夫人一向不对付。苏家小姐跟徐清荣年纪相当，但从小就被徐清荣压了一头，而袁氏自己也是如此。他们母女俩遇上徐夫人跟徐清荣都没讨到好处。不过苏小姐嫁给了骠骑将军，虽是4品官，但比李松这个7品好多了。而且苏小姐入门后第2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很受婆家看重。后院那些小妾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一点气都不敢给她受。原本徐清荣和裴昭定亲时，母女2人还气得摔碎许多个古董花瓶，但随着徐清荣年纪越来越大，还是没人求娶，母女2人心里畅快了。如今徐夫人给女儿找的竟是个7品小官，袁氏差点没笑抽过去。他们可算是扳回一城了。徐夫人被他的话问得脸色一白，眼底有些难堪。虽然李松已经是徐清荣能嫁的最好的郎君，但他身世确实太差了。不过这也无法埋怨什么，怪就怪徐清荣行事太过肆意，消耗了自己的名声。徐夫人的沉默让袁氏更加嚣张，不过也是，以徐小姐如今的名声，还能有人娶就已经是感恩戴德了，你们也没法挑剔。他手捏着帕子，捂着嘴娇笑，眼神怎么看都像是不怀好意。徐夫人被气了个仰倒，她骄傲了一辈子，这还是第一次被手下败将骑到头上来。此时的徐夫人已经连徐清荣都气上了。苏夫人这话说的可不对，徐姐姐什么时候定亲了？你污蔑徐姐姐名声，
徐夫人都没跟你生气，可见徐家规矩比苏家好。西宁听了全程，从外面走进来，对着袁氏就是一通输出。徐金荣可是他看中的嫂子，哪里能容得下外人胡说？他们殷家人护短，若是他哥在，就凭袁氏这番话，苏大人明日都会被参一本。谁这么放肆？赔三夫人！袁氏正要破口大骂，见到来人，他吓得结巴了。西宁怎么会帮徐青荣说话？明明之前徐青荣还和裴昭定过亲。袁氏战战兢兢，就怕是自家男人在朝堂上惹怒了裴昭，所以西宁才在私下发作。然而西宁根本没理他，走到徐夫人身边坐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他生的本就好，想要和人交好时，没人能拒绝他。徐夫人自然也不能。我和徐姐姐一见如故，几次相处都很融洽。说起来，我哥哥和徐姐姐门当户对，年纪相仿，两人又都未定亲，若是能成好事，我可是要开心坏了。你说的是真的？徐夫人完全没想到西宁会来跟他说亲，殷慕言做他女婿，他根本不敢想。可大庭广众之下，西宁丝毫不避人，显然说明他说的是真的。徐夫人心口热腾腾的，脸色通红，手脚激动的都不知道该往哪摆。袁氏见他这样，心里都要嫉妒疯了。徐家母女怎么就这么好命？徐金荣名声都坏到那地步了，西宁还上赶着替哥哥求娶她。他们殷家人不会眼瞎吧？袁氏恶狠狠的，一口银牙都要被他咬碎。西宁点头，自然是真的。聘礼我们已经准备好，就等您点头了。徐夫人这下算是彻底放心了，愿意。她当然愿意，比起李松，殷慕言才配得上她女儿。只是跟李家已经商量好了，现在突然说不定了，徐夫人也不好交代。不过很快，她的担心就解决了。第108章，朱城献殷勤。李松想要轻薄徐青荣，但被殷慕言拦住的消息很快传了过来。与此同时，殷慕言说要娶徐青荣的话也传入了众人的耳中。西宁低头抿了口茶，眼底是浅浅的笑意。算他哥哥上道，终于要把嫂子娶回家了。有殷慕言求娶，众人就不在意李松这个无名小卒。原本看不上徐青荣的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难道徐小姐的人品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不然殷大人怎么会求娶呢？肯定是京城人以讹传讹，污蔑于他。人都是慕强的，若徐青荣嫁的是李松，大家自然会落井下石，跟着污蔑他的名声。但如今殷慕言求娶，徐青荣的名声就直接变了。徐青荣和殷慕言能成就好事，最开心的当属徐夫人。她就这一个女儿，自然盼着她姻缘和美。现在殷慕言跟西宁都站在她这边，徐夫人的心算是彻底放下了。裴夫人，日后还要劳烦您多担待青荣了。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徐姐姐以后就是我的亲嫂子，我俩关系那样好，日后只会更亲近。两人气氛和谐，可把众人羡慕坏了。经过这场宴会，谁也不会再看清徐家。李家，李松在宴会上出了那么大的丑，到手的媳妇也没了，他黑着脸灰溜溜回家。李母带着外甥女在家管教下人。眼看徐青荣就要嫁进来，他可得替外甥女笼络人心。李松回来时，周雨儿正听李母的话，让丫鬟们顶着花瓶罚站。日后可要明白谁才是你们的主子。那徐青荣空有身份，品性哪里能比得上雨儿？你们现在不听雨儿的话，等少爷成了亲敢欺负他，别怪我心狠，将你们发卖出去。李母容貌刻薄，说话时两条细长的眉毛上扬，更显得她难缠。丫鬟们战战兢兢，顶着头上的花瓶不敢乱动，嘴里却都在回应：夫人放心，我们定会听表小姐话的。李母教训完，心里舒坦了。周雨儿虽只是坐在一旁观看，可她心里也很爽。徐青荣能嫁给表哥做妻子有什么用？姨母和表哥的心都在她这里，徐青荣可抢不过去。周雨儿一脸得意，但在看到李松时，脸上的得意消散了。表哥，你这是怎么回事？李松黑沉着脸，身下还湿漉漉的。他今日穿的是浅色衣衫，有一点水迹就很明显，更别说他吓尿了那么多。周雨儿哪壶不开提哪壶，让李松的脸更黑了。没事，松儿，你不是去参加宴会了吗？怎么样，见到那位徐小姐了吗？她嫁过来会给多少嫁妆？升官的事他们可答应了？李母一肚子问题，虽然她看不上徐青荣，但徐家的条件太诱人了。若松儿娶了徐青荣，可以少奋斗大半辈子。李松耷拉着头坐到凳子上，伸手抹了把脸。完了，我跟徐家的亲事完了。怎么回事？李母和周雨儿俱是一震，两家商量的好好的，怎么就完了呢？难道是出什么事了？李松将宴会上发生的事跟两人说完，说到殷慕言对他的恐吓，李松脸色还很是难看。反正以后跟徐家的亲事莫要再提了，不然我的命都要不保。他还没那么大的能力跟殷慕言抢女人，只是想到徐青荣娇艳的脸，李松心里闪过嫉恨。差一点，就差一点，那个女人就是他的了。李母和李松一样，表情遗憾，只有周雨儿心里乐开了花。没有徐青荣，李松的妻子就会是他，
能做妻，谁愿意做妾？他压了压翘起的嘴角，柔柔弱弱的安抚李松道：“表哥，你还有雨儿，雨儿永远会陪着你。”明明眼前人是他最喜欢的表妹，可此时李松心里却没丝毫喜意。见到了徐清荣那样的天之娇女，周雨儿这种小家碧玉实在是看不过眼。不过到底是喜欢的人，李松略微点头，多谢表妹。城南，西宁几人去参加宴会，家里就剩崔氏和朱成。自从崔氏和离，朱成行事就大胆了许多，不仅是敢主动和崔氏说话了，还会来厨房问他需不需要帮忙。虽然大多时候崔氏都是拒绝，但能跟心上人说上话，朱成也是心满意足的。崔娘子，你这是做的什么？崔氏在厨房烙馅饼，朱成从门外钻进来。馅饼是酸菜猪肉馅儿，香而不腻，竹筐里已经烙好了不少。朱将军吃馅饼吗？正好给我尝尝咸淡。崔氏对这位大老粗的朱将军很是好感，尤其自己做的吃时他每次都很捧场，崔氏就更喜欢了。好啊，我最喜欢崔娘子的手艺了。朱成憨厚的笑着，傻人有傻福，他心思单纯，有什么话就说什么。崔氏习惯了猜测裴玉的心思，如今遇到这种单纯的，他自己都觉得轻松了许多。好，我给你拿，慢点吃，小心烫。崔氏温柔嘱咐着，朱成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我知道的，崔娘子真像他媳妇啊，要是能将人娶回家就好了。朱成咬着馅饼，眼睛打量着崔氏，心里美滋滋的。不着急，反正崔娘子已经跟裴玉和离了，他的机会多着呢。被他念叨的裴玉刚好走到城南门口，看着紧闭的房门，他手抬起又落下。已经1个多月没见过崔氏，他吃不好睡不好，整个人都颓废了。明明知道已经放崔氏离开，可他还是忍不住过来，就见一面。若是崔氏过得好，他就再也不打扰了。裴玉说服自己后，敲开了门。守门小厮认识他，将人放进来。二爷，您是找夫人的吧？她在厨房呢，要不要小的领您过去？不用。裴玉不想要他人打扰，城南他熟得很，自己就能摸到厨房。他心里想着，崔氏和他一样，和离后也憔悴不堪，他会好好将人哄回来，不再惹崔氏难过。裴玉提着心，但又怀着希望，脚步加快往厨房走去。朱成一口气吃了半筐子馅饼，手上都是油，他头发没梳好，散了下来。崔氏顺手抓住。就在这时，外面飘过一抹衣角。第109章，裴玉发疯。裴玉想过很多可能，和离后崔氏会不会和他一样，日日茶不思饭不想，沉溺于以前的事，亦或是平淡如水，内里默默消化。可从未想过崔氏会是这样。他笑得温柔，和朱成站在一起，一柔一刚，意外的相配。裴玉心尖痛得快要窒息。虽然裴昭已经提前跟他打过招呼，可当自己亲眼看到时，他还是受不了。崔氏是他的，怎么能对别的男人笑？裴玉站在厨房门口，死死盯着两人，眼中充满了痛苦。崔氏只顾着给朱成撩头发，没注意到身后的人，倒是朱成先发现了他。裴二爷。朱成先是眼神一慌，但想到崔氏已经跟裴玉和离，自己亲近他完全没有逾矩，他的心虚就消散殆尽。可他不知道自己的坦荡落在裴玉眼中就成了挑衅。男人的呼吸粗重了几分，身侧的手紧紧握拳，恨不得朝朱成脸上砸过去。如儿。裴玉的眼眸泛红，往日温润的脸颓废阴郁，他这副模样将崔氏吓了一跳。你怎么变成这样？这些天他刻意忽略裴玉，逼着自己不去想他，一心扑在厨房里。可毕竟是深爱了10多年的人，如今见了崔氏，心里仍忍不住纠结。如儿，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裴玉双眸一亮，看着崔氏的脸，脚步就走过来。朱成挡在崔氏身前，将人拦住。裴二爷，你跟崔娘子已经和离了，还是别打扰她的好。滚开！裴玉一把将朱成推开，别看他是文人，可在极端愤怒中，力气并不输朱成这个武人。如儿是他的，谁都不能抢走。朱成身子踉跄了2下站住，裴玉已经穿过他，站在崔氏面前。他双手颤抖，想抓住崔氏的手，被崔氏躲开。裴玉表情黯然，如儿，你真的不要我了吗？他鲜少有这样脆弱的时候，崔氏心尖像被一双大手攥过，又酸又疼。裴玉，我们已经和离了，以后你还是叫我崔娘子吧。崔氏默然跟他拉开了距离，明明两人已经没有关系，裴玉又做出这副深情的模样给谁看？朱成本来还担心崔氏被裴玉的话打动，听到他冷漠的声音，朱成差点笑出声来。看来崔娘子是真的不喜欢裴玉了，那他这不就有机会了？朱成重新站到崔氏身前，表情得瑟。裴二爷听到了吧？崔娘子不想跟你扯上关系，你还是尽快离开吧。如儿。裴玉不理他，固执地看向崔氏。崔氏冷淡点头，朱大人说的对，他不想跟裴玉闹，毕竟这里是裴昭和西宁的宅子，闹起来大家都不好看。只是裴玉却以为他在为朱成出头，
眼中的悲痛越来越深。如儿真的不要他了？好，好，我走。裴玉脚步虚浮，整个人浑浑噩噩的离开。崔氏见他这样，有些担心，攥着手心，生生忍住。崔如，不要心软，你们已经和离了。崔娘子，我们要继续烙饼吗？等人走后，朱成扭头问崔氏，他刚刚打败了情敌，这会儿正开心呢。崔氏勉强扯了扯嘴角，已经够吃了，我还有事就先回房了。哎，朱成看着他解开围裙出了厨房，头也不回的走人，心里一阵失落。他可以多吃点的，就算撑得难受，也不想崔氏离开。朱成摸了摸头发，上面还留有崔氏的余香，他小心翼翼的闻了闻，憨傻的笑了。没关系，总会有机会的。裴玉出了大门，眼神有些涣散，不知该往哪走。没了崔氏，他就没有家了。如今崔氏狠了心不要他，裴玉心中一片悲凉。他要怎么办？二哥，裴昭下了马，走到裴玉面前。你来找二嫂？他挑了挑眉，对裴玉颓废的模样没有丝毫惊讶。比起这个，他更惊讶的是裴玉竟然忍了这么久才来找崔氏。听到弟弟的声音，裴玉呆呆抬头。你为什么不拦着他们？到底是自家兄弟，裴昭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裴玉这是误会了崔氏跟朱成的关系，不过他也不想解释，就让他误会才好。裴玉不逼他一把，媳妇真要跟人跑了。裴昭冷哼，我为什么要拦着他们？崔姐姐又没夫婿，想跟谁接触都是她的自由。裴昭胸口一痛，你明明知道他是什么？裴昭逼着他说出来，他是你二嫂，钱的。裴昭冷酷无情。裴玉噎住，脸色更惨白了，他耷拉着脑袋，整个人都没了生气。裴昭看不惯他这副萎靡的模样，再次激他，你还想不想跟二嫂重新和好？想，我当然想，他做梦都想，可是如儿不原谅他了。裴玉想着想着，眼圈就红了。裴昭面色渐冷，哭有什么用？做错了事不想着弥补，就会自己颓废生闷气，怪不得二嫂放下那么快。若她是女人，她也不会喜欢裴玉这样的。裴玉被弟弟训了一通，根本不敢说话。没办法，裴昭说的都是真的，他在崔氏面前就是个呆子傻子，什么都做不了。那我能怎么办？女人最怕死缠烂打，二嫂说和离你就答应，幸好他还没放下你，不然真跟朱将军成了好事，你哭都没地哭去。在追女人上面，裴昭有经验，是他的他打死都不会放手，宁愿西宁恨他，他都不会让给别人。裴玉缺的就是这种果断。听到裴昭的话，裴玉若有所思，他低头想了半天，然后抬起头来，老三，你家还有没有空房？二哥想住些日子。有。裴昭开解出谋划策，裴玉一扫之前的颓废，从城南出来，他稍微精神了一些。国公府门前，一辆马车静静停着。裴玉入府，本要往二房走，被主院的婆子拦住。二爷，郡主让您过去，家里来客人了。有客人叫他做什么？裴玉眼中闪过疑惑，不过婆子没说，他也没问，跟着往主院走。此时的主院里，安阳郡主看着座椅上矫揉造作的女人，眼底闪过一抹冷意。第110章，缠着他。崔大娘子坐在这已经半天了，她使尽法子讨好安阳郡主，安阳郡主都不为所动，自己说话她偶尔答一句就是恩赐。崔大娘子心中焦急，本以为崔如跟裴玉和离，她就有机会了，哪里想到自己连裴玉的人都见不到。没办法，崔大娘子只能来国公府找人。安阳郡主活了半辈子，怎么会看不出她的心思？老二跟老二媳妇的事她不管，自从老三因为西宁跟她差点断绝关系，安阳郡主就什么都不管了。只是她不管归不管，别人也别想算计她。就崔大娘子这浅显的心计，在她眼中还不够看。郡主，如儿从小被家里惯坏了，她任性跟二爷和离，我跟母亲都没能拦住她。您对她这么好，她的做法实在让人心寒。云儿在这里替妹妹给您道歉。不用。安阳郡主扶了扶茶叶沫子，开口将人拦住。崔氏温婉贤淑，勤勉持家，是老二对不起她。而且别以为她不知道崔氏为何执意要和离，还不是因为眼前的女人。崔大娘子面上难堪，她没想到安阳郡主会想着崔氏，明明崔氏嫁进来连孩子都没生，还笼络不了男人的心。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崔氏不喜欢她？她到底哪里不如崔氏？崔大娘子眼中闪过嫉恨，正好被安阳郡主瞧见。她放下茶杯，没了应付人的心思。若崔大娘子没有其他事就请回吧，老婆子午睡的时间到了。她毫不留情的赶人，崔大娘子就算脸皮再厚也待不住了。哎，那鱼儿有空再来看您。不用，老婆子年纪大了，不爱应付外人。崔大娘子有空还是多把心思放在自己男人身上，少惦记别人。安阳郡主就差说她不要勾引裴玉了。崔大娘子脸色青一阵红一阵，连行礼都忘了，匆匆离开。啧！安阳郡主冷嗤一声，
撩了撩眼皮，朝下人吩咐道：“跟门房交代下去，别什么人都放进来，还有老二那里也让人盯紧点，这女人不会善罢甘休，别让老二着了她的道。”在安阳郡主心里，他承认的儿媳妇只有崔氏，其他人都是妖艳贱货。老二不争气，留不住人，但也不能让别人得手。安阳郡主捏了捏眉心，真是为了这几个儿子操碎了心。裴玉跟崔大娘子在门外遇见，本来被安阳郡主冷嘲热讽了一阵，崔大娘子还很生气，见到裴玉什么气都没了。玉郎，她提着裙摆快步跑过来，裴玉听到她的声音，往后退了一步，仿若见到蛇蝎。崔大娘子脸色尴尬，但想到自己的目的，她还是忍着难堪走上前。玉郎，你跟妹妹因为我和离，我又高兴又难过。如儿毕竟是我的亲妹妹，可玉郎也是我的心上人，如今我们终于能够在一起了。她说着话，脸颊染了绯红。裴玉第一次抬头看她，你是不是被西北的风吹坏了脑子？不然怎么会看出她想和他在一起的？崔大娘子脸上的笑容一滞，玉郎，你这是什么意思？裴玉冷眼凝着她，让你离我远一点的意思，日后再来纠缠，别怪我无情。他绕过崔大娘子进府，徒留崔大娘子一脸难堪地站在门外。嬷嬷，我是不是听错了？玉郎怎么会这么对我说话？嬷嬷自然也不清楚，只是自家主子还有家事，当街这样拦着男人被人撞见，实在不好。她不像崔夫人，觉得裴玉对自家主子还有情，任谁看到裴玉的态度，都能看出来他对崔大娘子只有厌烦。嬷嬷不想再让崔大娘子跟裴玉继续纠缠，宋安已经明显不满，若再抓住崔大娘子纠缠裴玉的证据，自家主子的下场不会太好。然而崔大娘子一心扑在裴玉身上，裴玉已经为了她跟崔氏和离了，她一定是喜欢自己的，现在态度不好，只是为了保护她罢了。毕竟女子名声有多重要，他们都清楚，若她也和离，裴玉肯定会接受她的。崔大娘子如今已经魔怔了，旁人的劝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嘴里念叨着，转身上了马车。我一定会嫁给玉郎，谁也拦不住我。裴玉吩咐下人收拾东西，自己则去了主院。安阳郡主没忍住，先将崔大娘子赶走，主院里就剩他们母子二人。自从裴玉跟崔氏和离后，安阳郡主就看这个儿子很不顺眼。你若不将崔氏追回来，以后也别回府了，一把年纪还没你弟弟争气。人老三孩子都俩了，老二媳妇都能弄丢。安阳郡主满眼嫌弃，很不想承认这个儿子是他生的。裴玉被训得脸通红，我知道的，这次他就算一哭二闹三上吊，也要将崔氏缠回来。崔氏晚饭没吃，夜里又哭了一场，说是要跟裴玉断绝关系，可做到很难。那个男人总是轻易就能扰乱他的心绪。次日，他用粉将肿成核桃的眼睛遮了遮。入春后，西宁推出了新点心，崔氏在厨房给他帮忙。他昨日的晚饭跟今日的早饭都没吃，自然不知道府里多了一个人。等上午做完点心，他端着进了客厅，见到屋里的人，崔氏的胳膊一颤，手里的点心差点洒了。小心！裴玉上前握住他的手，低沉的声音落入他的耳中。崔氏眼皮轻颤，抽出手：“你怎么又来了？”裴玉贪婪地看着他的脸，崔氏的眼圈红肿，他的心猛地一疼。老三说的对，如儿心里不是没有他，只是他太混账，将他的心伤透了。裴玉攥了攥刚碰过女人的手心，声音温柔：“老三这边热闹，我最近都在这住下。你这是又做的什么点心？我能尝尝吗？”他和崔氏从未有过夫妻间的相处，那这次他就重新追求她。崔氏想说不能，可这毕竟是裴昭的宅子，就连点心也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想把人赶走都没资格。随你。崔氏随手将点心推在他怀里，冷着脸走远。虽然崔氏还没有给他好脸色，可裴玉却觉得自己活了过来。只有在崔氏身边，他才觉得自己像个人。第111章，裴玉追妻忙。崔氏去哪裴玉就跟到哪，就连出宫他也想跟着。你到底要做什么？崔氏实在是受不了了。和离之后当陌生人不好吗？为何在他快要放下时又出来扰乱他的心？裴玉眼里只有崔氏，等看清前面是什么地方时，他脸色一红。如儿你别生气，我在外面等你。崔氏深吸一口气，这是生不生气的问题吗？他根本不想和裴玉共处一室。可看着男人执着的眼神，崔氏知道自己的话他根本就听不进去。随你，大不了他搬出去，离他远远的。崔氏进了茅房，裴玉脸上的笑容瞬间垮了下来。他抹了把脸，深深叹了口气。他也知道自己太过残忍了，可不这样没有办法。崔氏心狠，自己不找他，他根本不会搭理他。而且现在还有朱成在旁边虎视眈眈，裴玉根本不敢掉以轻心。崔氏出来净了手，看都没看男人一眼，绕过他回了自己院子。路上还遇到了朱成，朱成本就是来找他的，他手背在身后，见到崔氏黑红的脸，笑得憨憨的。崔娘子，这个送你。说着，他就从身后掏出一束野花。他虽然没怎么读过书，可戏文听了不少。那些戏文里的书生郎君追小娘子，
就是送花送礼物。朱成今日郊外遛马，看到山花开得绚烂，就摘了一捧送给崔氏。谢谢。崔氏本不想收，但看到裴玉黑沉的脸色，他翘着嘴角接了过来。很好看。嘿嘿，你喜欢就好。朱成挠着头，黑红的脸竟露出大小伙子般羞涩的笑。裴玉在一旁看着，眼里都要冒火星子了。他咬紧牙，极力忍着不将人打死。还好崔氏只跟朱成说了2句话就离开，但他手中的野花尤为刺眼。裴玉眼睛如刀子般瞪了朱成一眼，转身离开后就将下人叫了过去，去将京城最好的花都送来，再找几个花艺师，要快。朱成的野花算什么，他会给如儿最好的。崔氏回了院子，就将野花随手插进了花瓶里。他不傻，如今怎么不懂朱成对他的心思？只是他刚和离，心口的伤痕还没愈合，不想再尝试其他人。崔氏挥去心头的烦思，拿出账本开始看。如今他不只是跟着西宁做点心，铺子的经营也跟着一并学，学到的本事都是自己的，他日后要靠自己的能力活着，自然是会的东西越多越好。等崔氏看完，已经是傍晚。院子里突然闹哄哄的，他被吵得待不下去，出了房门就看到一院子的花，玫瑰、百合、芍药、杜鹃应有尽有，花束盆栽花架各种类型摆着外面，不知道还以为自己进了花园。崔氏扶着门框，脚步有些犹疑，这是怎么回事啊？小丫鬟的脸上带着笑，眼中都是欢喜，小跑过来回崔氏的话：夫人，这都是二爷让人送来的，他说您要是喜欢花，他可以每天给您送，别看到几朵野花就当成宝贝。小丫鬟不懂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崔氏收下朱成花时他不在，但裴玉送来这么多珍贵的花，小丫鬟打心眼里替自家主子开心。看来二爷心里还是有夫人的，说不定2人还会复合呢。送回去。崔氏拧眉，不知道裴玉又要闹哪样。什么叫见到几朵野花就当成宝贝？那是朱成特地从山上给他摘的，比裴玉这些吩咐下人买来的花珍贵多了。他冷着脸，没有丝毫动容。小丫鬟呆滞地张着嘴，都要送回去吗？那二爷的心意不都白费了？听不懂我的话。崔氏沉下脸时也很吓人。小丫鬟连忙点头，再不敢有其他的心思。我这就送回去。院子里的话实在多，小丫鬟自己忙不过来，还出去找了其他人帮忙。城南宅子就这么大，不消半刻钟的功夫，众人就都知道裴玉给崔氏送花被丢出来的事了。三哥，你不行啊！裴昭正和裴玉下棋，下人过来汇报时，他手持黑子将裴玉杀得片甲不留。裴玉哪里还有下棋的心思，皱着眉问下人：怎么回事？你们送的夫人不喜欢？下人看了他一眼，又悄悄抬头看了眼裴昭，嘴里吞吞吐吐。裴玉彻底冷脸，到底怎么回事？快说！他有什么不能让老三听到的吗？然而下人接下来的话将裴玉的脸打肿了。夫人说送花送的是心意，朱将军送的野花虽然不如二爷的珍贵，可那是他亲手摘的，不像二爷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裴玉的脸越来越黑，下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噗嗤！裴昭终于没忍住笑出声来，他拍了拍裴玉的肩膀，落井下石道：怪不得二哥这么久都没将人追回来，就他这情商，崔氏能原谅他才怪呢。宋家，崔大娘子从国公府回来后就魔怔了，尤其宋安的几个小妾越发过分，不给他尊重就罢了，还光明正大的踩着他。崔大娘子忍不了这个气，等宋安回来就跟他提了和离。你要跟我和离？宋安喝了酒，发福的脸通红，他的眼神浑浊迷离，凑近崔大娘子凝视着他。酒气传来，崔大娘子皱眉捂着鼻子往后退了一把，眼中尽是厌恶。是，宋安，你要是个男人就别拦着我。呵，我不是男人。宋安自嘲，他就太是男人才没将崔云打死。崔云做的那些事，进猪笼都不为过，如今为了其他男人又逼他和离。宋安眼中闪过恨意，他一把掐住崔大娘子的下巴。你想和离？可以，我倒要看看和离后裴玉愿不愿意娶你。他手里捏着崔大娘子的把柄，等他在裴玉那里碰了壁，他会让崔大娘子知道什么是绝望。崔大娘子跟宋安和离很快，虽然崔家已经没落，但因着崔氏和裴玉的关系，崔大娘子和离的消息也在京城刮了一阵风。崔家两女相继跟夫家和离，这怎么看都是个热闹。第112章，如愿以偿。崔氏一心忙着做点心开铺子，对外面的风波并没有放在心上。倒是崔大娘子知道裴玉搬到城南跟崔氏住在一起时气的不轻，他和离后就回了崔家，原本以为爹娘弟弟会很欢迎他，哪里想到回去第二天弟弟就跟弟媳吵了起来。饭桌上，弟媳刘氏啪的一声将碗筷摔在桌上，看着崔子安指桑骂槐。明知道家里没银子了，你还吃这么多，我跟孩子怎么办？以后睡大街去啊？这是嘲讽崔大娘子吃白饭呢。不过也不怪刘氏骂，崔大娘子没有贵妇命，却得了贵妇病，什么都要最好的，不仅吃的东西要稀罕，房间摆件穿的衣服料子都要上等的。
崔家如今没落，全靠刘氏的嫁妆维持生计。崔大娘子一来，直接加大了家里的开支。崔大娘子慢条斯理的用饭，完全没将刘氏的谩骂放在心上。崔子安缩着脖子小心讨好，几顿饭怎么就把家里吃穷了？你还敢顶嘴？刘氏伸手拧住他的耳朵，双眼气得喷出火光。崔子安，老娘已经忍你很久了，你自己不上进没出息，考了10年都没得个一官半职，还得靠媳妇的嫁妆过日子。如今姐姐和离，也得让媳妇养着。你觉得老娘是什么？冤大头吗？刘氏泼辣，崔家人都不敢招惹他。崔子安被他训得一句话不敢说，崔夫人也低着头，恨不得将脸埋进碗里。只有崔大娘子拿出帕子擦了擦嘴，神态骄矜。不过是几个臭钱，等我嫁到国公府自会给你，还有小弟的差事，有他姐夫在，这都不是事。呵，刘氏冷笑一声，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姐已经嫁进去了呢。弟妹奉劝你还是别吹牛，小心吹大了脸疼。什么东西？以为自己是香饽饽呢？人家裴二爷是多眼瞎，才会要他一个和离过的女人。刘氏翻了个白眼，扭头就让下人缩减了崔大娘子院子的用度，他再想要东西一律不给，有本事自己去买。若崔大娘子日后真进了国公府，他也不占这个便宜。崔大娘子的待遇一下子降低，她手里的银子早就花完，没有刘氏资助，处处受制。崔大娘子在屋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可不管是爹娘还是弟弟都不站在她这边，白白让刘氏看了笑话。走，出门。崔大娘子心里憋了气，既然刘氏看不起她，那她非要嫁给裴玉，狠狠打她的脸不可。崔氏今日出门看铺子，她点心已经学得差不多，西宁提出建议，让她自己开间铺子练练手。崔氏也想学做生意，索性答应下来，今日就是去踩点。他在城西下车，崔家正好就在这边，崔大娘子一眼就看到了他。大娘子，是二娘子。婆子见到人，忙跟他说道。崔大娘子眯了眯眼睛，跟上去。崔氏忙着看铺子，没发现身后的人。这间铺子位置装修都很好，摆几个柜子就能直接用，崔氏心里很满意。如今他想快点将铺子开起来，自己也能从城南搬出来。崔大娘子在身后看着崔氏跟老板侃侃而谈，付银子不眨眼，心里极度疯了。同样都是和离，为何崔氏就活得这么滋润？他盯着崔氏的脸，心里有了主意。你照着崔如的衣服给我做一身，要快。这些日子崔氏休息不好，人有些憔悴，倒是看上去跟崔大娘子越发像了。他们虽是双生，但本就该只活一人。崔氏抢走了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他自然要夺回来。崔大娘子眼底闪过一抹杀意，很快掩盖下去。殷慕言要娶徐青荣的消息在京城传开，这是在各家夫人面前答应下来的，不能反悔。殷慕言在家闷了几天不出门，一直捶自己的脑子，怎么那会儿失控了？现在不想娶那女人也不行了。西宁可不管他想什么，带着苏嬷嬷跟忍冬准备聘礼。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准备了，给裴昭的聘礼已经准备好，他还特意让圆通大师算了黄道吉日，就是5月10日。阿燕跟乐乐就是5月出生的，春天万物复苏，适合成亲。嬷嬷，你看这些够吗？这些活本来该长辈做，但殷家只有他们兄妹2人，宫里的贵妃也抽不出时间。西宁怕徐家人不满意，最近可是忙得不轻。苏嬷嬷仔细看完聘礼单子，点点头，姑娘心思细，这些已经很体面了。聘礼厚重，娶公主都使得。西宁松了一口气，那就好，让人给徐家送去吧。殷慕言年纪大了，成亲的日子当然越早越好。徐家那边也是同样的想法。徐夫人本以为殷慕言说娶徐青荣只是给他解围，哪想到西宁很快就让人送来了聘礼单子。看着上面丰厚的聘礼，徐夫人嘴角咧到了后脑勺。5月甚好甚好，就定到5月。殷家那边这么给面子，徐夫人有什么不满意的？倒是后院的姨娘庶女听到徐家老大难嫁了这么好的人家，心里酸得冒泡。徐青莹在屋里摔了几套瓷器，仍然抵消不了自己的嫉妒。她凭什么？自己坏了名声，连累几个姐妹，让姐妹们嫁不出去，她倒好转头就找了个青年才俊。徐青荣才不会在意庶妹的心思，她现在正跟嬷嬷学女工呢。别看徐青荣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在女工上面一点天赋都没有。她扎了几次手指都没学会绣花，教她的嬷嬷都要绝望了。要不小姐别绣了，府里的绣娘技艺高超，交给他们很快就能绣完的，也不会耽误她嫁人。徐青荣拧着眉，指尖小心翼翼捏着针，仿佛握着什么危险的东西。听到嬷嬷的话，她抿着唇摇了摇头，不用，我自己来。别的她可以不管，但盖头一定要亲自绣出来。能嫁给殷慕言是她多年夙愿，如愿以偿。徐青荣想让殷慕言揭开的盖头是他亲自绣的。嬷嬷见他坚持也不再劝，叹了口气继续教他。这边一切进行的顺利，崔大娘子的衣服也做好了。第113章绑架。崔氏将铺子买下，这些日子带着下人收拾。他每天做完点心就来铺子里帮忙，经常到深夜才回家。
西宁原本还担心他，想拨个会舞的丫鬟给他，但崔氏觉得自己劳烦西宁太多，不好意思再接受他的好意。等他赚了钱，到时候自己去雇一个。崔大娘子摸清了崔氏的时间，特意在铺子外面等他。待会儿你们两个将人制住，把这个药给他灌下去。崔大娘子小声吩咐自己的丫鬟，她递过去一个竹筒，眼里尽是戾气。丫鬟还没干过这活，不敢接，被崔大娘子瞪了一眼，只能战战兢兢地接过来。几人又等了半刻钟，崔氏就从铺子里出来，忙了一天，他有些疲惫，掏出钥匙将门锁好，刚转身就被人套了麻袋。你们是什么人？崔氏闷声问道，可根本没人回答他，只有沉重的脚步声拖着他往巷子里面走。崔大娘子得意地看着被拖走的人，整理了一下衣衫。没有崔氏，她就是唯一的崔娘子。城南，敲门声响，门房困得打了个哈欠。崔娘子，您回来了呀？崔大娘子微抬着下巴瞥了他一眼，焦急地走进来。门房揉了揉眼睛，总觉得崔娘子变了个人，但人已经走远，他想求证也没有机会。门房拍了下自己的额头，或许是困迷糊了。崔大娘子进了府，就往崔氏的院子走。她知道崔氏住哪，还是崔嬷嬷说的呢。如儿，裴玉在院门口等着她，见到人殷切地走过来。崔大娘子听到他的声音，心口砰砰直跳。裴玉的语气实在是太温柔了，她已经有10几年未听到过。玉二爷，崔大娘子险些将称呼叫错，还好她想起了崔嬷嬷的话。今日怎么这么晚，累不累？裴玉关切的声音响在耳边，崔大娘子整个人都晕乎乎的，脸上维持的冷淡变成娇媚。她媚眼如丝，含羞带怯看着裴玉。不累的，就是出去一天想你了。崔嬷嬷说崔如那个贱人跟裴玉闹别扭，整日不理人。崔大娘子心里冷哼一声，玉郎都放下身段哄她了，她有什么资格拿瞧？不过现在自己是崔如，她会好好对玉郎的。崔大娘子心里美滋滋，已经能预想到裴玉听到她的话会多心疼她了。然而等她抬头，就看到裴玉黑沉的脸。你不是如儿？裴玉伸手捏住崔大娘子的脖子，眼神凌厉。崔云，如儿呢？他手上使了狠劲，若不是想要套出崔氏的下落，崔大娘子此时已经是死人。嗨嗨，二爷你在说什么？我是如儿啊，你快放开我！说！裴玉厉声喝道，他的如儿才不会这样。崔大娘子媚眼如丝，崔氏绝对做不出来这样的动作。他的手越收越紧，崔大娘子已经要翻白眼晕过去。他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暴露的，只是裴玉此时越担心崔氏，他越痛快。你知道我是崔云又怎么样？崔如啊，现在怕是已经在别人床上了。他寻的那药霸道又无解，而且他让丫鬟将崔如丢进青楼，可就没打算让他清白出来。崔大娘子笑得癫狂，裴玉心里一紧，手心差点将他脖子捏碎。若他出了事，我让你偿命。说着，裴玉将人丢给下人，他大步走出门去。崔大娘子躺在地上，痴痴看着他的背影。为什么？他为什么将自己抛弃？玉郎不是最喜欢他的吗？明明等了他10几年，怎么他一回来，玉郎就变心了呢？城西铺子，朱成年后就入了御林军，负责巡逻京城安全。崔氏最近回家晚，他循着私心，每日都要往这边转一圈，确认崔氏安全到家才离去。今日他刚带着手下过来，就看到崔氏被2个丫鬟婆子套麻袋拖走。呵，老大，这2人不给你面子啊！明知道这条街是你的地盘，还敢绑架。手下没说的是，朱成明显对崔氏不同，这2人算是阎王殿前上吊，嫌命长了。朱成黑着脸，抽出腰间的长剑，跟我走。那2个丫鬟掏出竹筒，正逼迫着崔氏喝药，被朱成一脚踹到墙上。找死！嗨嗨，朱将军！崔氏喝了一口，这会儿嗓子眼都是苦的，他想咳出来，但已经流进了胃里。朱成将那2个丫鬟踹晕，吩咐手下把人带走，赶紧过来看崔氏。崔娘子，你没事吧？崔氏摇摇头，只是身体渐渐发热，双腿软得没有力气。朱成虽是大老粗，但对崔氏就很心细。他看出崔氏不舒服，伸手将人抱起来。失礼了。崔氏的脸已经烫得惊人，他脑子昏昏沉沉，急需清凉缓解。朱成抱着他一路狂奔，正好跟出门找人的裴玉撞上。如儿怎么了？他伸手要将崔氏从朱成怀里接过来，被朱成避开。崔娘子有我，不劳烦二爷了。朱成，裴玉眼尾猩红，如儿是他的。朱成态度坚决，绝不想让。你们已经和离了。这些天裴玉住进来，朱成就已经感觉到了危机，还好崔氏跟裴玉划清界限。那她也是我的妻，裴玉绝不会容忍崔氏在别的男人怀里，即使朱成救了他。2人在外面对峙，崔氏身体越来越热，头脑也越发不清醒。他睁开眼，目光所至是裴玉焦急的脸。裴玉，崔氏呢喃出声，3人挨得近，其他2人都听到了他的声音。
裴玉的怒气一下子就消了，遇到危险，崔氏还是最信任他。我在。裴玉从朱成怀中将人接过来，有了崔氏出声，朱成再没有理由拦着他。如儿，我带你回家。裴玉小心翼翼抱着他，像抱着最珍贵的宝贝。朱成的怀里一空，心里也空了。他终于明白，自己做太多，崔氏也不会喜欢他。他的心里已经装满了人，再也容不下别人。朱成苦涩笑笑，然后就变回已经酣纯的朱将军。他看着裴玉，眼带威胁：我将崔娘子交给你，但若你再敢欺负她，别怪我将人抢回来。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第114章将错就错。裴玉抱着人回了院子，下人已经从崔大娘子口中逼问出他的计划，如今已经被裴玉灌了药，丢去青楼。他想欺负如儿，那他就用同样的法子教训回去。崔氏昏昏沉沉，他被男人抱在怀中，鼻息间都是裴玉身上的墨香味，熟悉又安心。他手攥紧男人的衣袖，头往他怀里微了微，裴玉心头一软，将人抱得更紧。他把人送到崔氏的房里，崔氏的脸已经涨红，被他摸过的手背烫得惊人。裴玉知道此时应该去叫大夫，可他就是说不出来。崔氏疏离他这么久，如今却乖巧地躺在他怀里，他不舍得这样的崔氏。裴玉抿着唇，心中纠结万分，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既然如儿被下了药，何不将错就错？夜很长，崔氏的房间亮了整夜的灯，裴玉额间滴汗，终于得偿所愿。翌日，崔氏醒过来，他头疼得厉害，但隐隐记得昨夜的片段。裴玉伏在他身上说的情话烫耳，此时还仿佛想在耳边。崔氏抓着被子慢慢盖住头，还有些消化不过来。昨晚他为何没有拒绝，甚至还主动抱住了他？崔氏咬着唇，脸热得像熟了一样。呵呵。裴玉早就醒过来，他支着身子，看到女人一系列动作，眼中的宠溺快要溢出来。如儿，终于是他的人了。崔氏身子一僵，拉下被子，露出一双眼睛。你怎么还在这？裴玉轻笑，手温柔地碰了碰他的脸颊。饿了吗？昨晚他折腾得厉害，今日又醒得晚，如儿肯定饿了。崔氏还没从昨晚的情话中回过神来，若不是因为中药，他绝不会跟裴玉发生关系。你出去吧。崔氏冷静下来，眸中的羞涩和情意都一干二净。裴玉心口一空，想要握住他的手，但被崔氏躲过。如儿，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不用。崔氏将手藏进被子里，昨晚多亏你救了我，我不会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也请裴二爷忘了吧。崔如。裴玉脸色冷下来，他最知道怎么让他生气。崔氏闭眼充耳不闻，只把裴玉气得胸口疼，可却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崔家门口，3个衣衫不整的女人被丢在外面。门房起晚了，打开门就看到外面围观的众人，他一下子就精神了。你们这是干嘛呢？想闹事啊？他们大人是官小，但也不是这群刁民都比的。门房挺着胸脯，盛气凌人地看着他们，可众人眼中只有奚落。门房脸色一僵，这才觉察出异常。怎么？我说的不对？是。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笑声，哈哈，怪不得崔家大娘子和离后沦落青楼呢，这崔家可真是一窝子蠢货。老哥这话可不对，崔家还有个崔二娘子呢，那是个聪明人。但他说完，附和的并不多。崔氏哪里聪明了？聪明会跟裴玉和离。不过比起其他崔家人来，崔氏确实聪明了不少。门房被众人骂得脸色尴尬，他刚想回对大娘子哪里自甘堕落了，就看到门口躺着的女人，可不就是崔大娘子？这……门房张大嘴，俨然成了结巴。他赶紧将人抱回府，至于其他2个丫鬟，他可管不了。今日崔大娘子主仆闹出这样的丑事，他们崔家算是名声坏了。果然，当崔夫人听到崔大娘子的遭遇，直接晕了过去。她还盼着女儿嫁到国公府呢，出了这档子事，别说国公府了，就连平民百姓家都不会要她。造孽啊！怎么会这样？崔夫人晕倒，善后的事就只能刘氏来。她本就厌恶崔大娘子，前几日崔大娘子还嘲讽她，短短几天自己先出事了。刘氏心中又烦又爽，报应。若她好好的跟宋安过，也不会这样。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崔大娘子是出嫁女，不能留在家里，坏了崔家的名声。刘氏知道崔大人跟崔夫人的性子，别看他们表面待崔大娘子好，但真的遇到关系自家利益的事，他们变得比谁都快。果然，等崔大人回来，就吩咐下人一杯毒酒，处死崔大娘子。不要，我不要死，我还要做裴二夫人。崔大娘子挣扎着，可她哪里是2个婆子的对手？毒酒入喉，崔大娘子心口绞痛。她不想死，她还没嫁给玉郎。崔大娘子好恨，明明她只是想要活得好一点，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拦着她？就差一点，她就能成功。她带着恨意，死不瞑目。崔大娘子的死并没能惊起波澜，崔氏早在她冒充自己时就已经断了姐妹情分。
如今他的死也只是让他唏嘘一瞬罢了。那晚之后，朱成搬出了城南，崔氏知道是朱成救的他，而他在朱成面前选择了裴玉。崔氏攥了攥手心，也好，他不喜欢朱成，不想耽误他，这样的结果对两人都好。只是朱成好打发，裴玉却更加粘人。我说了，不用你负责，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崔氏头疼，他已经在想要不要尽快搬出去了。裴玉在身后护着他，眼睛盯着他的肚子。如儿小心点，别碰到了孩子。什么孩子？崔如眼睛不由得瞪大，哪来的孩子？裴玉傻笑，指了指他平坦的小腹，这里说不定已经有了。他那晚那么努力，肯定已经留下种了。崔氏沉下脸，就算有，我也不会要。裴玉，我已经说过，我们合离后就做个陌生人，互不打扰，不行吗？不行。裴玉抓住他的手臂，他怎么能容忍跟心爱的女人做陌生人？他要一生一世都跟崔氏在一起。如儿，我也说过，我不会放手，除非我死。崔氏被他的偏执打败，抽回手，心中无奈。随你，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裴玉接近他，那他就搬出去。崔氏心里有了主意，出了城南就去找牙婆看房。第115章运图。崔氏行动力超强，说找就找，只是不管他寻了多少牙婆，都愣是没买到宅子。崔娘子，春闱将至，京城的宅院都被那些赶考的书生租完了，您恐怕是租不到。这已经是京城最后一个牙婆了。他说的话，崔氏听了没有100也有80。崔氏拧眉，心里并不信他。京城这么大，学子再多也不可能将空宅子租完，背后肯定有人拦着他租房。至于是谁，崔氏心中跟明镜一样。他深吸一口气，将心头的怒火压下去。我知道了，这1两银子算你跑腿的辛苦费，宅子不用找了。牙婆战战兢兢接过来，不断道谢。哎，那小的就走了。牙婆说完就跑得无影无踪。这糟心的差事，他可是再也不想接了。崔氏沉着脸回城南找裴玉算账，可门房却告诉他，裴玉这些天指导学生功课，最近不回来了。哼，这是做了坏事，怕被他骂呢。崔氏胸口的气提着放不下，抓不到人他也无法发泄出来。不过裴玉不在眼前，崔氏也不用着急搬出去了。京城进了4月，渐渐热起来。点心铺子西宁交给苏嬷嬷打理，他在家忙樱木言跟徐青荣的亲事，自己跟裴昭的日子也要到了，赶在一起他忙得像个陀螺。姑娘，狗子让人送来了1桶鱼虾，您不是最喜欢海鲜粥了吗？要不我处理好您来做。忍冬提着个木桶过来，他力气大，半桶的鱼虾他提着行走如风。最近西宁胃口不好，府里的人急得不行，裴昭更是到处给他搜罗新鲜吃食，可都没能让西宁多吃一口。本来今日要让大夫上门的，但西宁早上没起来，这会儿刚醒就听到忍冬的话。过了个冬天，鱼虾都养肥了，正是味美的时候。西宁喜欢河鲜味，见到桶里活蹦乱跳的鱼虾，眼中有了趣味。好哦！他刚走近，鱼腥味扑鼻，西宁胃中翻滚，差点吐出来。忍冬吓了一跳，赶紧将桶扔出去，过来扶他。西宁捂着鼻子往后退了一大步，你别过来，就站那。忍冬提了那么久的木桶，身上早就沾染了鱼腥味，西宁缓了半天才缓过来。忍冬都快急哭了。这时院门推开，裴昭带着大夫走进来，见西宁煞白的脸，他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阿宁，你怎么了？他早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西宁恶心感消失，对他摇了摇头，我没事。他脸白的像纸一样，怎么可能没事？裴昭紧抿着唇，转身叫大夫，麻烦宋大夫帮那人诊脉。亲耳听到阿宁无碍，他才会放心。哎，宋大夫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猜测，但看裴昭焦急的模样，他不敢随便下定论。诊脉时间不长，只是对于裴昭来说，却像是过了半个时辰。西宁看着宋大夫认真的模样，也提了一口气。难道他身子真的出问题了？两人齐齐盯着他，宋大夫如芒在背。恭喜首府大人，夫人这是有喜了。什么？阿宁有了？宋大夫的话一出，裴昭脑袋一片空白。他又要当爹了。当初西宁怀阿燕和乐乐时，他不在身边，这次终于可以弥补当年的遗憾。裴昭开心的不成样子，拉着宋大夫问了许多安胎的事，只把宋大夫知道的都问出来才算完。西宁低头摸着平坦的小腹，眼中晕开笑意。正午的光打过来，他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忍冬看呆了眼，但心里也替自家姑娘高兴。西宁有多想要女儿，她这个贴身丫鬟可是一清二楚，如今终于能如愿了。忍冬看向西宁的肚子，嘴里无声的念叨：可的是小娘子。凭裴家父子3人的护短，这小姑娘出生后得多幸福啊！崔氏得了消息，也为西宁感到高兴。西宁有孕，她更不能搬出去了。家里没有长辈，她也不放心西宁，有她在这，还能帮着西宁做事。你好好养胎，家里跟铺子的事都交给我，
等你生了再费心管。谢谢崔姐姐。西宁挽着崔氏的胳膊，在他怀里蹭了蹭，只把崔氏蹭得心尖柔软，为他做什么都愿意。阿燕和乐乐放学回来，和往常一样要往西宁怀里扑，可还没等他们走上前，就被人拎住后脖梗。爹，放开乐乐！小团子手脚扑腾着，然而裴昭根本不听，直接将两人丢远。别碰你娘！呜！爹爹坏，娘，乐乐要抱抱。小团子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西宁心疼得很。若放平时，他早就搂着两人亲了，但现在肚子里的更重要。西宁抚着肚子摇了摇头，你们听爹爹的。阿燕和乐乐，什么情况？难道娘不喜欢他们了？小团子们这下是真的要哭了。忍冬从外面端着要进来，见到两个小主子委屈的模样，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大人和姑娘也真是的，竟然连孩子都欺负，故意骗他们，不告诉他们真相。两个孩子都是忍冬在带，尤其阿燕还是他带大的，忍冬不忍看到孩子哭，连忙哄他们。哎呦，小主子们可别哭了，姑娘不让你们抱是好事，因为啊，姑娘肚子里又有小宝宝了。有小宝宝？是妹妹吗？乐乐打了个哭嗝，听到忍冬的话，他瞪大了眼睛。之前爹爹就说过，娘会给他们生妹妹，现在肯定是妹妹来了。西宁轻笑，也可能是弟弟。乐乐撇嘴，一旁未说过话的阿燕突然开口，小脸表情严肃，肯定是妹妹，她才不要弟弟，有蠢乐乐一个就可以了。妹妹可爱，她要妹妹。不仅阿燕，连裴昭也一本正经的点头。他上前搂住西宁的腰，手轻轻附在她的肚子上。我也觉得是女儿。西宁被父子三人逗笑，这是多盼着她生女儿啊。不过他心里也想要软乎乎的闺女，臭小子哪里有闺女贴心。几人盯着西宁的肚子，眼中满是期待，恨不得能立马到明年，乖巧可爱的女儿妹妹就能出来了。第116章成亲。西宁有孕的消息瞒不住，很快宫里的赏赐就送了过来。熹贵妃虽然没生过孩子，可身边的嬷嬷太医是懂得一水的好东西给西宁，可把京城的人给羡慕坏了。这熹姑娘可真是好命，男人是首辅就罢了，姨母还是最受宠的贵妃，哥哥也仕途顺畅，节节攀升，这运气都在她身上了。好命是好命，但你们也别忘了，熹姑娘是吃过苦头的，她能有今天才不容易。西宁在京城的名声很好，不光是火锅和小吃，就说那些高产的作物让百姓们吃饱饭，众人就念着她的情。人群中，一个戴着围篱的红衣女人咬碎牙，身边的丫鬟察觉出她的异常，连忙低声劝道：郡主，咱们回去吧，晚了王爷要生气的。他们好不容易能出来，可不能再让郡主惹事了。丫鬟的提醒让女人渐渐找回理智。红衣女人也就是长乐郡主微微点了点头，走吧，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机会，她早晚要让西宁将欠她的还回来。除了熹贵妃，国公府也送来了东西。林氏生过2个孩子，对怀孕的事比较懂，给西宁的都是她怀孕时吃过的食谱。别看西宁饭做的不错，但在补身子上不如林氏的嬷嬷。她这胎孕土严重，林氏的食谱算是送到了心坎里。替我谢谢大嫂。三夫人客气了。嬷嬷笑着又递过来一份礼物单子，这是郡主给您的，她知道您又怀了身子，很高兴，还想亲自来看看呢。不过后面一句嬷嬷没说，虽然西宁跟安阳郡主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但安阳郡主傲气惯了，就算想看也强忍着，等西宁妥协。然而西宁怎么会让她如愿？那嬷嬷也替我谢谢郡主。西宁淡笑着收下，只是那笑比刚才浅了不少。嬷嬷心里叹息一声，郡主这事好怕是没用了。入了5月，就是西宁和裴昭成亲的日子，殷慕言和徐清荣也在一天。原本他还有精力好好搞，但一怀孕，裴昭几人就不敢再让他干活了。所以成亲现场布置的如何，他一点也不清楚。快快，新娘子要来了！府里铺了红毯，两边种满了玫瑰，开得热烈娇艳。丫鬟婆子们忙忙碌碌，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歇脚，但谁也没有怨言。自家姑娘终于跟三爷成亲，下人们都跟着开心，尤其三爷还是入赘的。这场亲事在京城都是万众瞩目的程度。熹贵妃得了恩宠，从宫里出来，作为长辈受2个新人的礼。西宁的肚子还未凸起，凤冠霞配衬的她娇媚又大气。红绸连接着2人，裴昭牵着她，2人走过红毯，在殿内停下。堂上坐着熹贵妃和安阳郡主，虽说安阳郡主跟裴昭闹矛盾，但毕竟是母子，裴昭的人生大事她还是不能缺席。熹贵妃看着堂中站着的2人，扭头对着安阳郡主轻笑。常渊愿意入赘殷家，倒是让我惊讶了一把，他心里确实看重阿宁。若安阳郡主还是阻碍2人，熹贵妃这话就是往他心口捅刀子。可现在的安阳郡主已经接受了他们，所以听到熹贵妃的话，他赞同的点点头。老三的眼光一向不错，阿宁性子娇柔，很配他。熹贵妃眼神一震，不由得又打量了安阳郡主几眼，这是换了性子了。
怎么突然说起阿宁的好话来？不过这是好事，以后阿宁在国公府也不会被人欺负了。熹贵妃放下心来，坐正身子，勾唇看着两个新人。长公主主持婚仪，这场亲事热闹风光极了。西宁在盖头里看不到外面，但能听到众人的惊叹声。她脸颊发热，心里却甜滋滋的。礼仪结束，西宁被送入洞房。明明是住过快1年的院子，可西宁还是很紧张。一双黑底绣金线的靴子在她眼前停下，是裴昭来接盖头了。西宁手心攥紧，胸口砰砰直跳。裴昭和她一样紧张，两人孩子都快3个，阿宁终于嫁给他了。裴昭心中怀着欢喜，小心翼翼揭开盖头。女人比玫瑰还要娇艳的面容浮现在眼前，裴昭呼吸一颤。他知道阿宁美，可没想到会美成这样。怎么，不认识了？西宁低着头，一直没等到男人说话，忍不住抬起头来，就看到他痴迷的眼神。西宁脸红，嘴里嘟囔了一句。裴昭弯腰牵住他的手，低头在他脸颊处吻了一下。是阿宁太美，摄了我的魂。阿宁，你终于是我的了。男人说起情话来无师自通，西宁心跳得越发快。她睫毛轻颤，反握住男人的手。不对，你是我的了。是裴昭嫁给他。裴昭人由他握着，眼底尽是宠溺。好，我是你的，永远都是阿宁的。他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城南喜气盎然，旁边的宅院也是一样。殷慕言和徐清荣成亲，自然要有自己的府邸。年后，殷慕言就被调入京城，如今他是大理寺卿，和裴昭一样，年轻有为，京城不可多得的好儿郎。宅子是他自己出钱买的，这些年殷慕言光入股西宁的生意，分红就赚了不少。宅院买回来之后，他亲自盯着布置的，也不知道那女人喜欢什么。殷慕言就旁敲侧听，从西宁那里打听徐清荣的喜好，终于将宅院布置好。徐清荣坐在喜床上，心里紧张。2个小团子没去西宁那边，过来给舅舅闹洞房。有孩子们的闹腾，徐清荣紧张缓和了很多。哥哥，徐姨以后就是我们的舅娘了吗？乐乐趴在床上，仰头看着红盖头下的女人。阿燕点头，蠢舅舅，终于有人要了，真好。乐乐跟徐姨姨也是一家人了呢。听着孩子们的声音，徐清荣心里软成一片。比起徐家的冷漠算计，他更喜欢殷家人。嫁人的恐慌慢慢抚平，他心里已经开始对婚后生活有了期待。殷慕言被灌了不少酒，等进洞房时脚步都有些虚浮。乐乐想去扶舅舅，被阿燕一把抓住。咱们出去，今日是舅舅跟徐姨姨的新婚夜，他们可不能在这捣乱。第117章，亲亲亲亲。阿燕和乐乐出去，房间就只剩他们2人。殷慕言看着床上盖着大红盖头的女人，脚步像钉了钉子，怎么也抬不起来。徐清荣竖着耳朵，一直没听到声音，原本紧张的情绪也没了。你到底要磨蹭多久？他的声音依然清冷，但仔细听就会发现带了恼意。殷慕言表情一僵，这女人脾气真坏，新婚夜都不能让她温柔一点。不过因着徐清荣的话，房间尴尬的氛围缓解。殷慕言抬脚走到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头，红烛燃烧，他的视线越发清晰，女人的红盖头就正好暴露在眼前。这是水鸭子，不怪殷慕言关注点奇怪，实在是这红盖头的刺绣太丑了。盖头下，徐清荣的脸通红，他鼓着嘴，手心的帕子都被攥碎了，声音糯糯：“你家的水鸭子长这样，明明是鸳鸯。”噗！殷慕言笑得喷出来：“鸳鸯？这谁绣的？就这鸳鸯鸭子不分的绣娘也能接到活？怎么丞相府穷的揭不开锅了？”他嘴本就毒，这会儿见了丑鸳鸯笑个没完。徐清荣恼羞成怒，伸脚踹了他一下：“你到底要不要掀盖头？这么多话，没人把他当哑巴。掀，急什么？”因着刚才的打岔，殷慕言也不觉得紧张了，他挑起秤杆，将徐清荣的盖头掀开。盖头下一副娇艳芙蓉面。殷慕言见惯了徐清荣的清冷，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娇媚的模样。安静的空间里，他的心砰砰直跳。嗨嗨，要喝交杯酒吗？殷慕言的声音不自觉放轻，生怕吓到了他。徐清荣也觉得脸热，咬了咬唇，微微点头。好。红色的琉璃杯握在2人手中，手臂挽在一起，呼吸渐渐交缠，他们谁也不敢看对方。酒液入喉，2人脸颊都染了微微醉意。徐清荣到底是女子，第一次喝酒，这会儿头就有些晕了。我去将凤冠拆了，我帮你。他的手被男人握住。殷慕言的掌心有些粗糙，烫得惊人。徐清荣呼吸一滞，竟忘了挣脱。等反应过来时，头上的重量已经轻了。秀发如瀑披散在脑后，女人的脸越发显得温柔。殷慕言透过镜子看她，眸底渐渐染了玉色，指尖顺着她的长发落在靴尖上，火瞬间点燃。轻轻轻轻，红木拔步床上，2道身影交缠在一起。殷慕言亲吻着她的唇，口中呢喃。
徐清荣雪白的肌肤染了红色，越发的诱人。她伸出手臂搂住男人的肩膀，将唇送上去。阿木，等了这么多年，他终于如愿了。翌日，徐清荣从殷慕言怀里悠悠转醒。殷家没有长辈，他不用早起问安，自然是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醒了，要不再睡一会儿？他刚动了动，男人就察觉到。徐清荣身子一僵，不用，他平日起得早，今日已经多睡了1个时辰了。那随你。殷慕言从他怀里抽出酸胀的手臂，如果不是怕吵醒他，他也躺不了那么久。昨夜折腾的厉害，殷慕言看着女人哭红的眼，心间一柔，语气也跟着放软。厨房里炖着汤，你昨晚没吃东西，又折腾那么久，待会儿好好补补。徐清荣脸埋在枕头里，双颊滚烫。折腾那么久，还不是因为他？徐清荣咬唇，心里愤愤，可想到昨夜男人的柔情，他又觉得跟吃了蜜一样甜。殷家兄妹同日成亲，实则美事。殷家没有长辈，但宫里有熹贵妃，2对新人都要去请安。皇宫，熹贵妃一早就打扮好，在等着几人。她今日盛装打扮，比承宠那晚还要隆重。裴昭和殷慕言都是朝中肱骨之才，他们进宫，皇上自然也在。见到熹贵妃的打扮，他心里有些酸。爱妃见到朕都没这样上心过。熹贵妃嘴角的笑微顿，那是臣妾日日见皇上，就算不打扮，皇上也喜欢臣妾，是不是？她声线妩媚，说话像撒娇一样，将皇上哄得龙颜大悦。哈哈，爱妃说的是，爱妃怎么样，朕都喜欢。皇上、娘娘、首辅大人他们来了。殿内欢声笑语，外面的人都听见了，快让他们进来。皇上还没说话呢，熹贵妃就已经等不及了。不过如今她受宠，皇上也不计较她的失礼。裴昭带着熙宁、殷慕言带着徐清荣4人进了大殿，跟上手的贵人们行礼。皇上心情好，再者成亲是喜事，笑着让他们起身。常渊当初要入赘殷家，朕还不信，没想到你还真做了。皇上笑呵呵的，裴昭能做到首辅之位，能力可谓出众。作为上位者，他既怕属下能力不足，又怕属下能力太足。裴昭百官之中第一人，没有任何弱点。皇上最怕的就是这种没有办法拿捏他。不过现在他有了。皇上看了眼熙宁，眸底划过一抹暗光。几人在熹贵妃这没待太久，出来后正好跟八王爷遇上。殷家兄妹和他是血海深仇，熙宁还好些，殷慕言直接猩红了眼。哥。熙宁握住殷慕言的手，低声安抚。徐清荣不知道2人的秘密，但看到殷慕言这般模样，心间蓦地一疼。最重要的2个女人看着他，殷慕言深吸一口气，将恨意压下去。现在还不是时候，他早晚会给爹娘报仇。八王心里冷哼，当然他疏忽放走了2个小崽子，让他们成长到今日的地步，这是他做过最错的事。不过那又如何？15年前他能灭掉殷家，15年后也一样能灭掉他们。想到这，八王爷脸上挂着温润的笑容。裴大人和殷大人，这是双喜临门啊！本王没能讨杯喜酒，不过碰上了，还是祝你们能一直欢喜下去，可别高兴过头了，栽入深渊。后面的话他虽然没说出来，但任谁都知道他心怀恶意。殷慕言咬牙，属下也祝王爷长长久久的活着，等着属下的孝敬。第118章回门。贤王府，八王阴沉着脸回府，王府下人战战兢兢，低头大气不敢出。八王虽然担着贤王的名声，可只有他们这些下人知道，他表面温润，私下着实残暴。之前有个小厮，不过晚起了半刻钟，没来得及开门，就被八王生生用鞭子抽死。长乐郡主骄纵跋扈的性子，就是随了他。不过这话谁也不敢说，在外也谨记维护他的名声。父王，这是谁惹您生气了？长乐郡主迎面走过来，他身子恢复好后，就各种讨好八王爷。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八王爷再气他，也不会不搭理他。只是面上依旧冷淡，加上今日见了殷家兄妹，他的脸色就更加阴沉了。几只蝼蚁罢了，还翻不出本王的手掌心。长乐郡主眼底闪过一抹金光，没有再问，乖巧的从丫鬟手中接过一盅补汤递过去。不管是谁，都没父王的身体重要，这是女儿亲手做的，您尝尝。他声音乖巧体贴，八王紧皱的眉心渐渐舒缓。你有心了。长乐郡主看着他喝完，又给他捏了会儿肩膀，直到手酸才从房间里出来。出来后，他就低声吩咐丫鬟去问问父王身边的侍卫，今日都遇到了谁。他如今名声尽毁，还跟邻近和离。长乐郡主知道自己日后想继续过富贵舒服日子，就得好好巴结八王爷。是。丫鬟低声应道，转身离开，很快就问到消息回来。你说是殷慕言挑衅父王，父王才这么生气？这殷家兄妹竟然跟父王还有仇吗？他竟从不知道。不过这倒好了，他本就厌恶熙宁，殷家兄妹是八王爷的眼中钉，若他推波助澜，那兄妹2人恐怕会被八王爷处死。
想到西宁惨死的模样，长乐郡主心里涌出一股快意。到时候没了西宁，裴昭也是官夫，他们都成过亲，也没有嫌弃对方的理由了。长乐郡主越想越觉得合理，此时已经恨不得让八王爷将西宁杀死了。辛嫁娘3日后回门，殷家的马车在丞相府停下，殷慕言先下车，伸手搀扶着徐青荣。虽然婚前殷慕言对徐青荣各种抵触，但成亲后他真香了。小心。徐青荣红着脸，将手放在他的手心中。殷慕言的大手温暖，恰好将他的小手包裹住。徐青荣低头抿唇笑了笑，即使过去10多年，可殷慕言还是他记忆中的大哥哥。两人进府，早就有小厮去前面禀报，徐家的老大男终于嫁人，后院的姨娘庶女们都很关注，一个个翘首以盼，等着看热闹。殷慕言是什么人？朝中仅此裴昭的青年才俊，他娶了徐青荣真的是心甘情愿。众人都不信，不仅他们不信，其实徐夫人这会儿心里也打鼓呢。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殷慕言和徐青荣走来了。哎呦，姑爷还牵着小姐的手呢，真恩爱。徐夫人身边的嬷嬷眼尖，立马跟徐夫人汇报。她这一开口，众人都看到了殷慕言和徐青荣牵手的模样。不仅如此，殷慕言个高腿长，走路本就比徐青荣快，但为了迁就他，特地放缓了步子。两人并肩而立，郎才女貌，竟宛若是天生一对，是个人都能看出两人感情好。徐夫人咧开了嘴，笑得牙花子都要出来了。好好，真好。两人走近，俯身冲徐丞相和徐夫人行礼。爹娘，爹娘。殷慕言随着徐青荣的称呼，这样的才俊是自己的女婿，徐丞相和徐夫人一样，乐得眼都眯起来了。女婿快起来。几人和乐融融的模样，直接让后面的姨娘庶女们酸死。尤其是徐青莹，她本就看不上徐青荣，觉得自己只是身份上比徐青荣差点。当初徐青荣被毁了名声，一把年纪嫁不出去，她嘴上说着徐青荣这样做耽误了自己，可心里却是恨不得他再作死点。然而就是这个他看不上的人，在名声尽毁，无人愿意娶的时候，突然被殷慕言求亲。那可是殷慕言啊，新晋大理寺卿，京城唯一能跟裴昭比肩的郎君，这样的青年才俊却愿意娶徐青荣，徐青莹差点咬碎银牙，他凭什么？然而徐青莹的嫉妒，徐青荣根本不放在眼里。回门宴，他全程被殷慕言牵着，即使跟长辈说话，也没有忽视他。徐青荣有任何需求或者不舒服的地方，他都能第一时间得知。这样的心细和体贴，让徐丞相和徐夫人彻底放心。他们这个女儿是傻人有傻福，等了10多年，终于等到如意郎君。这一顿饭宾主尽欢，除了几个姨娘庶女不开心外，其他人都心满意足。回府的马车上，徐青荣紧紧握住殷慕言的手。阿木，谢谢你，谢谢你也等我那么多年。殷慕言最受不了他叫阿木，耳根子红了个透，面上傲娇，谢什么？你都是我媳妇了。他们殷家人宠媳妇，徐青荣没嫁过来就罢了，嫁过来了就是他的人，他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徐青荣被他的霸道羞得脸红，心里越发开心。殷慕言成亲后，西宁心里的事也少了一桩，加上铺子有手下打理，西宁安心在家养胎。崔氏没能搬出去，还好裴玉最近都跟学子们在一处，没出来打扰他，崔氏乐得清闲。然而京城中突然传出的消息让他惊到了，崔云死了，崔大娘子差点害他沦落青楼，崔氏心里怎么能不恨？但崔大娘子毕竟是他的亲姐姐，崔氏没办法报复回去。不过裴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已经替他报仇，崔氏容忍他这次，若有下次定不会心软。然而下次还没来，崔大娘子就被崔家人一杯毒酒毒死了。他死后，生前沦落青楼的事也被翻了出来，而且跟着一起的还有他在西北勾引宋安的友人之事。一瞬间，京城人看宋安的眼神都变了。之前还觉得崔大娘子嫁给他是下嫁，可现在看来，宋安真是忍了旁人不能忍的。第119章，崔夫人的讨好。京城沸沸扬扬，崔氏唏嘘了一会儿就没再放心上。崔大娘子有今天，完全是她自作自受。点心铺子已经开业，崔氏带着铺子里的下人忙得脚不沾地，忙起来他就来不及想别的。崔氏从没觉得这样安心过，只盼着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下去。但崔氏开心，有人却慌了。崔家，按理说崔大娘子死了，崔家人该开心才是。他和离后这些天，把崔家闹腾得不行，刘氏跟崔子安天天生气吵架。然而崔大娘子死后，刘氏不仅没觉得清静，还要跟崔子安和离。崔嫣，你跟子安过得好好的，怎么要和离啊？是不是子安惹你生气了？娘替你好好教训他，你就原谅他一回好不好？刘氏命人收拾行李，可把崔夫人吓坏了。如今崔家全靠刘氏撑着，他要走了，全家人得去喝西北风了。刘氏冷哼一声，我忍了多少次了？崔子安这烂泥扶不上墙的，
以前看在二姑姐的份上我忍着，现在二姑姐跟裴家二爷和离，大姑姐又是那样的人，你们崔家就是一窝子烟杂货，我可不想让2个孩子以后也变成这样。所以啊，这日子就别过了。刘氏铁了心要和离，谁也拦不住。崔夫人好话说尽，甚至把崔子安也拉过来，但刘氏还是带着2个孩子走了。造孽啊！这都做的什么事？早知道会有今天，崔夫人说什么也不会听崔大娘子的。本以为她和离后能成功嫁给裴玉，帮着娘家人，谁知道裴玉根本不喜欢她，甚至因为她欺负了崔氏，就将她丢进青楼。崔氏，对，崔氏。崔夫人眼睛一亮，没了崔大娘子，她还有个2女儿。城西点心铺，西记的点心已经在京城打出了名气，但因为整个京城只有一家，所以每日铺子门口都排长队，还不一定能买到。现在崔氏在城西开铺子，可算是方便了京城百姓。崔氏下了马车，看着铺子里络绎不绝的客人，差点酸红眼。这个丧门星以前嫁给裴玉时就不知道帮衬娘家，现在和离了，有了本事开铺子，还是不知道贴不爹娘。崔夫人心里暗骂，嘴上却不敢说什么。她今日还有事求崔氏呢，可不能闹翻。如儿，你从国公府出来怎么不回家，还得娘亲自来找你？崔夫人进了铺子，不顾客人在，直接朝着崔氏说道。虽然崔氏的身份在京城已经是人尽皆知，可被崔夫人这样当众说出来，众人的眼神还是流露出异样。崔氏放下手中的托盘，冷着脸走过来。他并没有因为崔夫人的出现感到开心，崔家人于他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亲戚罢了。您有事？崔氏的态度冷淡，让崔夫人脸上的笑直接僵住。你爹跟你弟弟想你，家里又不是没有地方住，整日住在外面算什么事？不知道还以为娘家人对你不好呢。呵，崔氏差点被他的厚脸皮气笑。崔家对他如何，旁人不知道，崔夫人能不知道吗？这是看崔大娘子死了，崔家女只剩她一人，崔夫人没有别的女儿可拿捏，这才想起她来了。不必，我现在这样很好，如果没有崔夫人的打扰就更好了。以前崔家人没管过她，以后也不用。你，崔夫人早知他无情，没想到现在连爹娘都不认了。崔氏说完话就转身回了铺子里，他生意忙，没时间听他虚伪的关切。客人们见状皆低声议论，崔家人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崔氏这样冷漠？不过就崔大娘子的人品，这崔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崔夫人顶着众人的打量，在铺子里待不下去了，她心里怒骂着崔氏，灰溜溜离开。人没了踪影，崔氏收回目光，本以为他就这样放弃，哪想到崔夫人出了铺子就去找裴玉。岳母，裴玉这些天为了躲着崔氏，都在客栈睡，整日跟一群学子待在一起。崔夫人让人打听了他的行踪，特地来堵他。哎，女婿。听到裴玉的称呼，崔夫人的心算是放心了。她就知道裴玉心里有崔氏，不然当初也不会为了崔氏报复崔大娘子了。女婿，你和如儿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会和离？裴玉表情平淡，他虽愿意称呼崔夫人为岳母，但不代表什么话都会跟她说。崔家人是怎么对待崔氏的，他心里都有数，不过是些小误会罢了，不劳烦岳母操心。怎么是小误会呢？如儿那丫头也真是的，女婿对她这么好，还闹小性子，都多大的人了，一点也不懂迁就。崔夫人念叨一堆，裴玉都没接话。她摸不清裴玉的心思，但能知道裴玉不喜欢她说崔氏，遂诺诺闭上了嘴。女婿啊，既然是误会，那你们还是快点解除和好吧。等和好了，也好让崔氏帮子安。我会的。裴玉给学子们上完课后没回客栈，他让小厮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准备回城南。二爷，您不怕夫人生气了？作为裴玉的贴身小厮，他可是最清楚自家主子有多害怕崔氏。裴玉轻咳了2声，瞪了小厮一眼，真是哪壶不提提哪壶。备车。裴玉到家10天已经黑了，他进了崔氏的院子，下人刚想进去通报，被裴玉制止。你们都下去。这下人们表情犹豫，若让主子知道自己将人放进去，肯定会生气的。裴玉的小厮几句话安抚住众人，二爷跟夫人就是闹矛盾，2人迟早会和好的，咱们啊还是聪明点，别坏了主子的好事。这话一出，没人拦着了。裴玉有多喜欢崔氏，众人都看在眼中，他们还是当作看不见吧，省得2人和好后，他们这些做下人的里外不是人。崔氏刚算完账，铺子的生意已经稳定下来，每天都有100多两的收益。虽然累了点，但他钱袋子越来越鼓，崔氏心里开心。他洗完澡，湿发没擦干披散在脑后，烛光氤氲，衬得他分外温柔。裴玉不自觉竟有些看痴了。第120章，如儿，你看看我。谁？房门发出微微响动，一阵风从外面吹进来，崔氏眼神警惕，转身喝道：嬷嬷，是你吗？毕竟是城南，歹人不敢进来。但等到人走到面前，崔氏猛地起身：你怎么来了？我的丫鬟呢？裴玉有大半个月没见他，
眼中是痴迷的思念。如儿，我想你了。若不是怕崔氏生气搬走，他怎么会这么久不回来？裴二爷逾矩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这些话崔氏已经说过无数遍，裴玉心里虽然还是会疼，但不会再被他气走。我知道，可是我想见你。他眸子里布满了深情，崔氏受不住移开眼神。如儿，你看看我。裴玉走到他面前，手握住他的胳膊，语气卑微带着祈求。崔氏的心尖像被揪住，又酸又软，他还是无法彻底狠下心来。裴玉示弱他就会心疼。你别这样，裴玉，我们好聚好散好不好？他刚找回自己，他不想再纠缠了。崔氏的表情太过认真，裴玉的心都感觉被揉碎了。他神情恍惚地松开手，苦笑了一声。真的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如儿，崔云已经死了，以后谁也拆散不了我们。他早就不是阻碍。裴玉，我不想跟你和好，只是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相比于被困在后宅，我更想自己做生意，虽然累点，但很开心。我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不是什么裴二夫人，而是我自己。这些话崔氏以前没跟裴玉说过，他本以为和离后裴玉会很快放下，然而没想到他能纠缠这么久，甚至为了不让他搬出去，收买了京城所有的牙婆。可是他能拦住他的人，拦不住他的心。看过外面的天，他哪里能再忍受后宅的孤独？即使裴玉爱上他也不能。原来，听了他的话，裴玉这才明白，崔氏不是不爱他了，只是学会了爱自己。裴玉说不出心里的感受，心酸有之，但更多的是为他高兴。那如儿，我不插手你的事，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就一次？若是不成，以后我再也不纠缠你。他这次卑微到了骨子里，崔氏动容不忍再拒绝他，微微点了头。好，就一次。等裴玉在他这碰壁，估计就会放弃了。崔氏的松口让裴玉欣喜若狂，只要给他机会就好。他最怕崔氏是彻底死心，现在松口了，说明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谢谢你，如儿。那你现在能走了吗？崔氏躲开他的眼神，外面已经彻底黑下来，而且他还穿着家居服。裴玉如今的身份闯进来，他叫人赶走他都是可以的。裴玉虽然不舍，但也不敢再惹他。我这就走，你好好休息。他不舍得回头看了几眼，但崔氏都装作看不见，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裴玉磨蹭到门口，终于遗憾着离开了。不过今晚崔氏答应了他，裴玉心里又充满了希望。他脚步欢快走出院子，小厮深知他的性格，知道自家主子这次是得偿所愿了。他邀功似的朝崔氏这边的下人扬眉，看到了吗？日后可别再将二爷拦外面了。唉，崔氏松了口，裴玉也就不去跟学子们上课了。他日日来崔氏铺子里帮忙，原本还觉得崔氏跟裴玉无法再续前缘的人都被打脸了。他们本以为两人和离是裴玉不要崔氏，哪想到是崔氏不要他。眼前这个恨不得粘在崔氏身上的男人，真的是那位风神俊逸的裴二爷？他们怕不是瞎了？可这些怀疑都在裴玉日日上门中消失，一次两次是新奇，多了就只剩麻木了。甚至有人主动劝崔氏，裴二爷能为你做到这地步，你就原谅他一回吧，世间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好找了。崔氏低头抿唇，您放心，我心中有数。裴玉确实变了，可崔氏不知道他只是一时的兴起，还是说以后都是这样。其实他也害怕，万一自己再爱上裴玉，会不会再变成以前的模样？心思牵在男人身上，完全没有自我，这不是他想要的。走，回家吧。傍晚铺子关门，崔氏锁好柜台叫人。裴玉将地拖干净，收拾好工具，跟在他后面。两人都没有坐车，吹着夏夜的晚风悠闲走着。大街上都是回家的百姓，众人脸上虽有疲惫，但眼神都很亮，因为家里有人在等他们回去。以前的裴玉很羡慕他们，不过现在他也有了等待的人。崔氏转头就看到他的温柔目光，他心间一颤，脸颊微红。要去喝酒吗？阿宁新开的烧烤店米酒很好喝。崔氏酒量被渐渐练出来，如今能喝半瓶了。或许是客人的话，他今晚很想喝酒。好，两人走进烧烤店，崔氏点了一堆烤串，又点了2瓶米酒。裴玉想说少喝点，但看着崔氏的镜头，他乖乖闭上了嘴。男人在女人面前就做一个附和者，话越多越容易完蛋。烧烤店人很多，大家相聚在一起吃肉喝酒，好不乐哉。崔氏虽是第一次来，对面还是裴玉，但他丝毫没觉得拘谨。两人只顾吃肉，谁也没说话。崔氏喜欢米酒的滋味，一杯接一杯，竟喝完了整整1瓶。格是甜的，喜欢。他脸颊已经微醺泛红，在昏黄的烛光映衬下显得格外诱人。店里女客不多，崔氏就显得格外惹眼。不少人望过来，裴玉心间泛酸。如儿是他的，别人都不许看。你喝醉了，我们走吧。裴玉上前想将人搀起来，崔氏一把抱住他的手臂，他猫儿一样在他手臂蹭了蹭，晕乎乎的眼神凝视着他，里面除了醉意，还有掩藏许久的爱意。裴玉，我真的很喜欢你，喜欢了16年，
喜欢到我现在都不敢再喜欢你了。裴玉心间酸酸胀胀，他的如是他伤害了他。裴玉胸口哽着，伸手托住他的脸，语气温柔到极致：你不敢喜欢，就让我来喜欢你，如儿，别怕我好不好？第121章干柴烈火。好。女人喝过酒，眼睛氤氲着雾气，脸被男人托在手心，没了那些冷漠的尖刺，人温柔又乖巧。那你能不能以后都这样，不要再变回从前？我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的。他不想再独守空房等他回来，不想日复一日的等他看到他。趁着酒意，崔氏终于说出了他的胆怯心思。裴玉的心痛得快碎掉，手心都在不自禁颤抖。不会了，不会了，以前的错我都会补偿过来，日后我会一直对你好。他捧着崔氏的脸，声音温柔说着情话。然而崔氏酒意上头，早就昏睡了过去。他的这番表白完全是跟店里的客人说。哈哈哈，原来裴二爷也是性情中人，哄起女人来温柔得很。是啊，等你们和好，咱们这些人可要去讨杯酒喝。面对众人的打趣，裴玉丝毫不觉脸红。他小心抱着崔氏，笑着朝众人笑道：好，酒水管够。哈哈，那我们可记住了。长街星子璀璨。裴玉拒绝了小厮的马车，背着崔氏慢慢走着。女人微烫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脖颈，裴玉心间酥痒，恨不得这条路再长一点。两人到家时，裴昭跟西宁还没睡，同住一个院子。崔氏那边发生的事，两人都看在眼里。西宁的肚子已经鼓起来，可能真的是怀的小姑娘。她这胎很省心，吃喝都不影响，而且皮肤都跟着好起来了。裴昭给她披了个毯子，伸手揽住她。西宁在给小姑娘做衣服，她女工也一般，但做的花样比大周朝的多。粉色的小裙子上缀了个蝴蝶结，裙边还有一圈蕾丝，饶是裴昭这个直男也看出几分趣味来。好看？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做的。以后咱们女儿的衣服我都要亲手做。不仅是裴昭，就是西宁对待两个臭小子跟对待小姑娘都是不同的态度。臭小子可以糙一点，但他可舍不得让小姑娘这样。二哥跟崔姐姐怎么样了？这些天裴玉一直跟着崔氏去铺子里，裴昭没少将他做的事告诉西宁。西宁出不去，听裴昭转播跟听话本一样，每天都等着追下集。二哥这次很争气，二嫂恐怕坚持不了太久就被拿下了。哦，这倒让西宁出乎意料了。崔姐姐不是心很硬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原谅二哥了？裴昭将他抱起来往内室走，嘴里回应着他的问题。你当初不也是心硬，怎么原谅我了？这不一样。西宁哪里不知道裴昭是在打趣他，但他们和崔氏能一样吗？崔氏对裴玉是10几年的感情，一旦心冷就很难回头。而他对裴昭本来就没多少感情，为了阿燕才答应回京的。而且裴昭答应他的条件，西宁权衡利弊接受了他。西宁不知道裴玉是如何说服崔氏的，怎么看都像是崔氏喝多了。裴昭把人放到床上，低头亲了亲他的唇，让他没心思再想别的。他的声音透过唇传到耳边，西宁手指拳了拳。一样的，只要心里还有爱，二嫂早晚会原谅二哥。西宁若有所思，还想再问什么，但身上的衣服一阵清凉，男人的手抚上来，他什么都没空想了。小心点。放心，我问了大夫，已经可以了。干柴烈火一经点燃，谁也阻拦不了。裴玉将人送到房间后，吩咐崔氏的丫鬟好好照顾他，他则回了自己的院子。裴玉很想留下来陪着崔氏一起，可他知道若今日真这样做了，明日崔氏肯定会生气，他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也会没了。崔氏醉酒，他不能趁火打劫。只是这晚裴玉兴奋的没睡着，除了兴奋还有担忧，万一昨晚的话崔氏忘了呢？他就在兴奋和担忧中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次日醒来时，崔氏先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昨晚的事他并不是全无记忆，那些肉麻的话他能说出来，除了喝酒还有刻意的成分。这些天裴玉做的事他都看在眼里，崔氏再冷的心也要被软化了。看着裴昭跟西宁恩恩爱爱的模样，他心里也羡慕得很。身上的衣服整整齐齐，房间里也没有男人的味道，崔氏的心松了下来。裴玉很守规矩，没有碰他，昨晚他说的话是真的。想到这，崔氏心里有点隐秘的欢喜。从这天后，两人的感情虽没升温，但崔氏不再排斥裴玉，两人一起去铺子，一起回来，偶尔心情好了还会一起去吃烧烤去喝酒。崔氏觉得他们两人虽没成亲，但目前的状态很舒服，如果能一直这样他也愿意。裴家兄弟二人的感情都走上正轨，然而京城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八王爷造反了。心腹在他府中发现了一件龙袍，战战兢兢的出府。心腹本想将此事闷在心里，可憋得太久，跟好友喝酒时趁着酒醉说了出来。当时酒楼里坐满了人，他这话一出，所有人都听到了。皇上虽然年迈，可鹰眼遍布京城，很快御林军就包围了八王府。那心腹没说错，果然在八王府里搜出了龙袍。
皇上大怒，立马就将八王关进大牢，任八王再解释都不听。一时间八王爷失势，长乐郡主本还做着复仇的美梦，如今什么也没有了。我要见皇爷爷，这肯定是污蔑，父王怎么会造反呢？这一定是谁将龙袍藏进来的。长乐郡主叫嚣着，作为女儿的她要跟着被关入大牢。其实原本是不用的，大周律法出嫁女不连罪，然而长乐郡主跟临近和离，如今只能和八王爷共进退。御林军隶属于皇上，自然不用给他面子。长乐郡主的叫嚣没有一人放在心上。捂住嘴，带下去！大胆！等皇爷爷放了父王，你们别后悔。长乐郡主还未死心，但他不知道八王爷落难是多方人马努力的结果。这次他想翻案，比做梦都难。东宫，太子拍着裴昭和樱木言的肩膀，笑得自意，多亏了你们，本宫终于打败了八王。第122章夺嫡。原来八王造反都是裴昭和樱木言设计的。所谓的心腹早就被裴昭策反，那人曾经为了八王办事失去了妻儿，他在外面给八王卖命，而自己妻子难产求到八王府，只获得八王一句在忙没空。正是这句话让妻子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等他回来后，等待他的就是2具冷冰冰的尸体。心腹对八王恨之入骨，可人微言轻，无法报复他。裴昭就是抓住了他的仇恨，策划了这件事。八王入狱，皇上并未说什么，夺嫡有成有败，不过事迹不如人罢了。而且太子仁厚，又能得到裴昭和樱木言的辅佐，有他在，大周还能昌盛100年。出了宫，裴昭和樱木言相继坐上马车。此时，一个男人走到裴昭的马车前，轻轻敲了敲：“林公子。”裴昭掀开车帘，对着外面的人微微点头。男人也就是林静，表情有些紧张，但想到什么，他鼓足了勇气：“首府大人，夫人没事吧？”他知道自己这话很冒昧，但若不能知道西宁的消息，林静的心就无法放松下来。裴昭眸底深沉，但还是点了点头。那人一切都好。那就好，那就好，属下不打扰大人了，您慢走。裴昭放下车帘，合上双眼。其实这次造反也有林静的原因。几个月前，林静突然找上他，说长乐郡主想要报复西宁。长乐郡主的性子，裴昭很清楚，那个女人就是个疯子，她疯起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西宁怀了身孕，她不想5年前的事再经历一次，而最保险的就是将危险遏制在萌芽中。长乐郡主她一定要除，加上找到了八王的弱点，裴昭和樱木言一拍即合，觉得可以放手拼一把，将八王拉下马。而他们确实做到了。看着裴家的马车越走越远，林静慢慢收回了眼神。他真的好羡慕裴昭，可以在西宁落难时救了他，拥有他，而自己遇到他时已经没有了机会。林静身侧的双手握拳，即使自己无法拥有他，他也想护他周全。长乐郡主就是他想帮西宁解决掉的危险。裴昭跟樱木言做的事，西宁并不知情，等八王入狱他才知道这件事背后有多惊险。西宁只要想想就后怕。怎么了？宝宝闹你？裴昭将外衫脱下扔给下人，自己走进内室。西宁坐在贵妃榻上，脸色难看。裴昭上前想要摸摸她的肚子，被他一巴掌拍开。怎么还生气了？这小家伙闹得这么厉害。西宁红着眼抬头，眼中含着泪光。你还知道我会生气？裴昭，你下次再做这些事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他也好心里有些准备。这次幸好事成了，万一失败了，他连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裴昭这才明白他生气的原因。他在西宁脚边蹲下，裴昭个子颀长，蹲下后正好和西宁的视线平齐。他手附在西宁的膝上，声音低沉温柔：“我答应过你以后的日子要一起过，怎么会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中？八王的事自然是确保万无一失才进行。”真的？西宁的声音有些哽咽，裴昭心疼的伸手将他的眼泪抹掉。真的，我永远不会留你一个人。西宁的心一软，小小打了个哭嗝，已经忍不住原谅他了。但是下次再有这种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裴昭，我不是脆弱的人，我想和你一起分担。好。裴昭手心碰了碰他的脸，不会有下次了。八王的事解决，西宁放过他这次，只是裴昭却不打算放过他。林静是怎么回事？西宁一脸迷茫，林静是谁？他是真的忘记了这个人。裴昭心里又气又笑，笑西宁不记得情敌，但又气他魅力太大，总有人想跟自己抢他。对于西宁的问题，裴昭冷哼一声：“不是什么重要的人，阿宁不必在意。不过以后也要这样，离外面那些阿猫阿狗远一点。阿宁眼里只能有我。”他偏执又霸道，西宁早就习惯了。知道了。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西宁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宫里熹贵妃送来不少好东西，因着八王入狱，殷家的大仇得报，熹贵妃高兴的都喝了几回酒。她喝酒次数很少，酒量自然不会太好，几次都喝醉了。或许是因为心里没有了事，他人也变得开朗了许多，酒醉也不怕。什么皇上，什么规矩，他都不放在眼里。
甚至有次喝醉酒，熹贵妃竟然将皇上赶了出去。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了后宫，所有人都在等着皇上发怒，熹贵妃失宠。然而皇上却像被下了降头，竟然觉得熹贵妃这样真实坦率，他不仅不生气，还开库房让太监送来了不少珍贵的宝贝。后宫一众嫔妃差点咬碎银牙，但没有人敢模仿。熹贵妃独宠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她那张脸，他们恐怕是学不来了。熙宁生产的日子在年后，今年过年安阳郡主没有再闹，裴昭不回来才好。熙宁月份大了，他就该时时刻刻守在媳妇身边。倒是崔氏回了府里过年。娘，崔氏有些尴尬，自己跟裴玉和离还不到1年，现在又厚着脸皮回来，说出去他都得被当成笑话。然而安阳郡主却很高兴，老大跟老三夫妻和乐，孩子可爱，就剩老二不争气。现在老二跟崔氏关系缓和，安阳郡主又看到了希望。哎，快坐。崔氏见安阳郡主并没有跟他生气，重重松了一口气。裴玉坐在他身边，悄悄握住他的手。我就说娘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肯定很开心你能回来。崔氏低头抿唇，其实裴玉不知道的是，安阳郡主这次对他的态度都变好了。和离后他才看清身边人的嘴脸，熙宁和林氏这种是真心待他好，崔夫人那种就是想榨干他最后的价值，还有他以前的闺阁好友，在他和离后就渐渐远离他。若是以前的崔氏还会难过，但现在他只有庆幸，能早点看清身边人的真面目，他也不用再浪费时间跟人虚伪寒暄。第123章，心软。一家人吃过年夜饭，安阳郡主将准备好的红包给几个孩子。裴琪、裴月穿着红彤彤的新衣服，喜庆的像观音座下的童子。两个小家伙乖巧的给安阳郡主拱手行礼，嘴里的吉祥话说不完，只把安阳郡主逗得合不拢嘴。你们两个啊，也不知道随了谁，你爹你娘都不这样，小嘴甜的哟，可真让奶奶稀罕。林氏揉了两把小家伙们的头，笑着插嘴道：他们俩就长了吃的心眼，还是跟乐乐呆一起久了，学了乐乐的机灵，不然裴琪裴月加起来都不如乐乐一人讨喜。林氏这话就是无意识说出来的，等说完他就后悔了。屋里蓦地沉闷下来，裴寻悄悄瞪了妻子一眼，不动脑子，三房的人是能随便说的吗？林氏自知理亏，默默低下了头。行了，你瞪他做什么？老婆子还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两人的动作安阳郡主都看在眼中，本来三房的事就是他理亏，安阳郡主哪里有资格不让林氏提乐乐他们？是，娘最是大度。裴寻附和着，却不知自己的话听起来跟阴阳怪气一样。安阳郡主打人的心思都有了，这么蠢的人肯定不是他生出来的。老二媳妇，这2个红包你拿着，帮我给阿燕跟乐乐，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见不到面，安阳郡主还是惦记着。好。崔氏接过安阳郡主递来的红包，没有纠正他的称呼。虽然他已经跟裴玉和离，但过年都来国公府，还要撇清关系，就有点过于矫情了。吃完饭，安阳郡主也没留他们守夜，他年纪大了熬不住，用完饭就早早去睡了。崔氏没回城南，跟裴玉回了2房的院子。晚上他喝了点葡萄酒，这会儿脑子昏昏沉沉不太清醒。裴玉陪着他在院子里慢慢走，因着过年府里灯火通明，大红的灯笼高高挂着，崔氏抬头看着红色的光铺洒在眼前。去年的今天他身边只有丫鬟婆子，即使年夜饭裴玉也没回来吃，但今年男人就陪在他的身边。崔氏神情恍惚，没注意男人的手已经揽上他的腰。如儿，我们也要个孩子吧。裴玉承认自己是羡慕了，不管是大哥还是三弟都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只有他媳妇都还没有搞定。崔氏迷迷糊糊的，有些没听清他的话，裴玉却以为他是答应了，高兴的一把将崔氏抱起来。院子里除了2个负责洒扫的婆子，其他人都在城南，他这一路顺畅连请安的人都没有。房间里燃了2根红烛，本来是过年图喜庆，如今倒像是2人的洞房花烛夜。崔氏被氛围所感，心底的抗拒也渐渐变成了顺从。裴玉脱去他的外衣，手覆上领口，崔氏身子微微前倾，伸出手臂抱住他。窗外是连绵不绝的爆竹声，窗内是缠绵的娇声。这一夜不同于上次，崔氏彻彻底底感受了裴玉的爱意。这是1回生2回熟，加上崔氏已经不是容易害羞的小娘子，她脸上的热很快就褪去，所以次日醒来，她还能打起精神跟裴玉说早安。早安。裴玉侧身在她额头落下一吻，墨色的眸底尽是缱绻。他想这样做已经很久了，如今终于实现了。2房的氛围暧昧，院里的下人都感觉到了。咱们二爷是不是跟夫人和好了？几个下人聚在一起摇耳朵。肯定是了，还好二爷跟夫人和离时咱们没看清夫人，不然这会儿得被发卖出去了。当初崔氏主动提和离，府里不少下人背后嘲笑他。崔家有什么？崔是一个7品小官的女儿，还敢看不上国公府二爷，出去后就知道后果。然而他们想看的热闹没有等到，
倒是裴玉为了挽回崔氏拂晓作低，让众人惊呆了眼。如今崔氏回来，下人们就更不敢看轻他了。崔氏和裴玉吃完早饭就回了城南。崔氏上马车时，裴玉拖住他的腰，进了马车里面，他还用掌心给他揉了揉。还疼吗？崔氏脸热，正脱开他的手，娇嗔地瞪了他一眼。闭嘴！裴玉爱及他娇羞的模样，心里痒痒的。若不是因为在车上，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不过昨夜是因为崔氏喝了酒，以后再想碰他可没有这么容易。而且自己如今名不正言不顺的，连碰他的理由都没有。想到这，裴玉心里有些委屈。他勾着崔氏的衣角，清风霁月的脸上带着祈求：“如儿，你什么时候再嫁给我？”崔氏早就心软了，但见他这样，又觉得自己以前的苦不能白受，随即冷下心来。看你表现。看他表现不是没希望，裴玉又重新燃起了斗志。这是如儿在考验他呢，他一定好好表现。好。崔氏见他这副傻样，扭头弯了唇角。马车走得平稳，很快在城南停下。西宁今日起的也晚，她肚子6个月已经很大，幸好肚子里的宝贝很乖，基本不闹她。但孕妇嗜睡，裴昭过年没有公务，索性陪着她一起睡。日上竿头，西宁才睡够醒过来，肚子里的小家伙踢了他一脚，西宁惊呼一声，手附在上面。他踢我了，我看看。裴昭眼热，将手也附上去。胎动对于他是新奇的事，缺席阿燕跟乐乐的孕育过程一直是他最遗憾的事，所以这次西宁怀孕，裴昭将缺失的爱都弥补给了他。西宁见他这副温柔的模样，已经可以预想到小家伙出生后会多受宠。不过小姑娘就是要宠着，他低头勾着唇，心里一片柔软。崔氏跟裴玉到了，西宁和裴昭还没出来，两人也没去催，正好阿燕跟乐乐过来，崔氏就将安阳郡主给的红包递给他们。奶奶给你们的压岁钱。听到是安阳郡主给的，两个小家伙都不想收。他们年纪大了，虽然裴昭跟西宁都没说过，但两个小家伙都知道奶奶不喜欢娘亲，他们跟安阳郡主相处不多，自然是偏向西宁的。听到崔氏的话，两个小家伙都摇了摇头，我不要。崔氏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也没强迫，刚要将手收过来，就听到门口传来一阵声音：长辈给的，你们就收着。第124章，西宁生了。门外，西宁被裴昭挽着进来。怀胎6月，肚子已经很大，但西宁的四肢纤细，冬日穿的衣服厚不太显怀。不过裴昭照顾得仔细，大小事都不愿经人手，只想自己照顾他。西宁乐得享受，就随他去了。反正裴昭比那些丫鬟婆子还细心。娘！两个小家伙见到西宁想扑过来，被裴昭一把拦住。小心点，别冲撞了你娘和妹妹。妹妹！裴昭的话让两个小家伙立马反应过来，他们猛地站住，然后小心翼翼地摸着西宁的肚子。妹妹对不起，哥哥吓到你了。最为调皮的哥哥此时声音放得轻缓，生怕吓到西宁肚子里的小姑娘。阿燕也轻轻摸着她的肚子，表情愧疚。西宁被他们爷三个弄得哭笑不得，孩子现在估计还没长全呢，他们就已经这样宠了，等生下来还了得。好了好了，妹妹没事，你们拿了红包出去玩吧。然而西宁的话并没有打消小家伙们的担忧。阿燕将红包交到西宁手中，眼睛盯着她的肚子。娘亲保管，给妹妹。她不要红包，都给妹妹留着。乐乐见哥哥这样，也赶紧把红包塞西宁手里。我的也给妹妹，还有这个都是妹妹的。他把自己荷包掏了一遍，将收到的压岁钱全给了西宁。这可把西宁惊呆了。要知道乐乐可是个小守财奴，平日问他要个铜板都难，竟然愿意将所有的钱都给妹妹。西宁笑着摸了摸他的头，没拒绝小家伙的好意。好，娘替妹妹收着，等以后给她。妹妹知道哥哥们这么疼她，一定很高兴。那妹妹会喜欢我吗？会。小姑娘出生在充满爱的家庭里，一定会很喜欢她的家人。或许是又做了母亲，西宁心软了不少，尤其对于安阳郡主，她没有了以前的介怀。这几次见安阳郡主，对方都没有为难自己，甚至西宁能感觉出她的友好。毕竟是母子，安阳郡主跟裴昭的性子有些相似，带着傲娇。既然对方没有恶意，西宁也不拦这两个小家伙献奶奶。国公府，安阳郡主吃了碗黑芝麻汤圆，睡了个午觉，醒来嘴里还觉得甜滋滋的。她开口让嬷嬷倒杯茶水来，喊了几次都没进来人。安阳郡主脸色沉下来，自己穿好衣服走出内室。然而还没等她发火，看到外面的人，她脸色就变了。阿燕、乐乐，嬷嬷正陪着玩的两个孩子，不是她的乖孙们又是谁？安阳郡主抬手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是睡久了，脑子不清醒，看错了人。奶奶、祖母。乐乐和阿燕相继出声，安阳郡主猛地回过神来。哎，快过来让奶奶看看。安阳郡主抱着两个孩子，怎么看都看不够。两个孩子在国公府玩了半天，回去时带了一堆的好东西，除了给两个小家伙的，还有给西宁补身的药材。安阳郡主司库里不少的好东西，如今不要钱似的往城南送，西宁再多的芥蒂也没了。
以后娘再想见孩子，你就带着他们过去吧。你叫什么？裴昭正给西宁捏腿，听到他的称呼手都僵住了。西宁脸一热，转过脸去，语气故作淡定。娘啊，我们是夫妻，你娘不就是我娘？裴昭抱住他，唇轻轻在他头顶吻了下。谢谢你阿宁。自古婆媳问题就是大忌，尤其安阳郡主以前做的太过分，西宁能够原谅他，裴昭是真的从心底里感激。谢什么？他对阿燕和乐乐好，我自然也不能拦着。西宁不是自私的人，他想让两个孩子得到更多的爱。有西宁的松口，两个孩子出入国公府的机会也多了。小家伙们本来就喜欢跟裴七裴月一起玩，现在更没顾忌了。安阳郡主孙绕膝人都年轻了好几岁，心里更满意西宁了。这个三儿媳人漂亮又本事，孩子也教得好，现在更是怀了小姑娘。安阳郡主没亲自跟她说，但晚上睡觉都要笑醒。过了4月，西宁的预产期要到了。这些天裴昭魂不守舍，连办公都没了心思。太子看在眼中，打趣了他好几次。行了，本宫这几日给你放假，等西氏生了你再回来。八王入狱后，朝中安稳了下来。太子虽然忙碌，但他更知道西宁在裴昭心里的重要性。若自己再留着他干活，恐怕他要给自己罢工。谢殿下。裴昭行礼后匆匆离开，一点留恋都没有。太子好笑的摇摇头，他手下臣子这么多，裴昭还是唯一一个宠妻如命的。不对，还有一个。樱木言也不遑多让，年后徐清荣也查出身孕，樱木言就时不时的跟他请假，太子还不能不批。如今2个心腹大臣都忙着照顾媳妇，只有他在这苦哈哈干活。城南，就算已经生过2个孩子，西宁这次还是疼得快晕过去。以后不生了。之前西宁生阿燕和乐乐时，裴昭不在身边，不知道生孩子这么凶险。看到西宁煞白的脸跟痛苦的表情，裴昭心都快跳出来了。他恨不得以身代之，宁愿自己疼死，也不愿让阿宁受苦。西宁疼得说不出话来，手紧紧抓着他的，指尖在他手臂上掐出几道血痕，裴昭心也跟着揪起来。要不现在就别生了。闭嘴！西宁被他的话气死，稳婆也觉得他在添乱，但不敢说话，将他赶走。还好生产的过程比较顺利，西宁发作到生下孩子只用了2个时辰。哇！恭喜大人夫人，是个小娘子。稳婆将小姑娘清洗干净抱出来，西宁浑身脱力，勉强自己睁开眼看着她。小姑娘皮肤红红的，但头发黑密，眼睛水汪汪的，整个人可爱的不行。西宁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他握了握小姑娘的手，就放心的睡了过去。裴昭被吓了一跳，来不及看女儿，就抓着西宁的手想叫醒她，被稳婆赶紧制止。大人，夫人这是太累睡过去了，咱们先出去吧。太累了。听到稳婆的话，裴昭更心疼西宁了。你抱着姑娘出去吧，我在这陪着她。阿宁刚为她生了孩子，她怎么能离开呢？稳婆知道裴首府宠妻，但今日见了还是觉得震惊。唉。第125章团宠。西宁睡了1天1夜，他睡了多久，裴昭就守了多久。孩子呢？西宁睁开眼，不问其他的，就问孩子。他身上被擦过，很清爽，睡了这么久没有丝毫不适。裴昭握住他的手，别急，我让人抱过来。房门开合，很快忍冬就抱着个襁褓进来。小姑娘刚喝完奶，脱了那层红皮，粉粉糯糯的像个奶白团子。她嘬着手指，黑葡萄般明亮的大眼转了转，一点也不怕人。夫人，您看小娘子和您多像，以后定是个大美人。小姑娘出生后一直是忍冬和苏嬷嬷照顾，她乖巧得很，吃饱后就睡，一点也不折腾人。而且这小姑娘又生得可爱，浑身充满了灵气，饶是忍冬粗枝大叶都将她捧在手心当宝贝。西宁小心将小姑娘抱在怀里，指腹在她软乎乎的小脸上戳了戳，惹得小姑娘眼睛转过来，猛猛地看着她，可爱极了。西宁没忍住，低头亲了她一口，满嘴都是奶香。宝宝，我是娘。啊呀！小姑娘拽着她的衣带，啊呀的叫着。明明孩子还什么都不懂，但西宁就是觉得她在回应自己，真乖。裴昭在旁边温柔地看着母女2人，眼中尽是宠溺。娘，我要看妹妹。我也要看。突然间，外面传来几个孩子的声音，乐乐打头，后面阿燕、裴琪等人跟着。小姑娘作为裴家最小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团宠。乐乐跟阿燕连学堂都没心思去了，一下学就回来看妹妹。裴琪、裴月眼馋妹妹，也跟着过来了。除了几个孩子，门外还站着一脸纠结的安阳郡主。郡主，咱们进去。他是跟着孩子们来的，本想悄悄看看小姑娘就走，哪想到西宁正好醒了，这会儿进也不是，走又舍不得。嬷嬷劝他，安阳郡主脸上闪过一抹犹豫，进还是不进？他从未如此纠结过。娘。还是裴昭听到门口的动静走了出来，打破了安阳郡主的尴尬。嗨嗨！安阳郡主吓了一跳，连忙轻咳了2声。
你怎么出来了？您要进去看看孩子吗？裴昭哪里不清楚他娘的心思，偷偷来城南肯定是为了小姑娘来的。安阳郡主紧紧攥住下人的手，竭力维持着脸上的淡定。嗨嗨，既然你邀请我去看，那就去看看吧。他昂首挺胸，一副矜持的模样，可只要熟悉的人都能看出他此时的脚步有多急切。外面的动静里面听得一清二楚。西宁低头微微抿了抿唇，安阳郡主的傲娇让他忍俊不禁。奶奶，安阳郡主进来，几个孩子纷纷跟他打招呼，还将位置让出来给他。安阳郡主笑着摸了摸几个小家伙的脑袋，没先看小姑娘，而是问起了西宁。嗨嗨，老三媳妇身子怎么样？可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当初生了3个儿子，都是为嬷嬷照顾的。你要是愿意，我就让他来照顾你几个月。西宁给裴昭生了3个孩子，是他们裴家的大功臣，安阳郡主自然不能亏待他。西宁心尖一软，抬头笑着回他：不用的，有忍冬和苏嬷嬷照顾我就够了，谢谢您。他声音软糯，听起来就惹人喜欢。安阳郡主脸上的冷淡都维持不住了。那行吧，你要是有需要，就让人去国公府找我。老婆子在这京城还有些面子。好。婆媳2人难得温和的相处，只是西宁还好，安阳郡主浑身不自在，她不习惯这样黏糊糊的情绪，索性低下头去看小姑娘。忍冬说的没错，小姑娘随了西宁的长相，精致可爱，日后可见其美貌。安阳郡主心里稀罕，软着嗓子逗弄她，那副温柔的模样让裴昭都差点看花眼。这真的是他娘？孩子取名了吗？没有。裴昭出声。西宁刚醒，他们还没来得及。安阳郡主点头，她虽然没在说话，可在场的人都能看出她想给小姑娘取名字。说起来也可怜，大房的2个加上阿燕跟乐乐，安阳郡主都没获得取名权。以前也就罢了，但她实在太喜欢小姑娘。西宁扬了扬唇，主动出声：要不您帮忙取一个，可以吗？安阳郡主语气有些受宠若惊。西宁点点头，当然可以，毕竟您是她的祖母。好。安阳郡主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笑来，她抱着小姑娘，脸上的褶子都笑成朵菊花。就叫明珠吧，做爹娘奶奶的掌上明珠。这名字实在直白，但西宁跟裴昭谁也没觉得俗气。小姑娘本就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好。小明珠吃着手，眨巴着大眼看着众人，小嘴咧了咧，好像笑了一样。哎呦，我们小明珠这是笑了是不是？真乖。一群人围着她，小姑娘一点也不怕生，跟谁都能玩起来，可把安阳郡主给稀罕坏了。孩子就是见风长，满月时小姑娘就已经是个软软糯糯的玉团子。裴家千金的满月礼办的隆重，不仅太子送了礼，就连宫里的皇上贵妃也送了贺礼来。樱木言扶着肚子已经隆起的徐清荣进门，她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这会儿樱木言看得紧，不敢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徐清荣嘴上嫌弃，心里却受用得很。怀孕后她身上的清冷减了很多，就连徐夫人都说她温柔了。若我肚子里这个也是乖乖巧巧的小姑娘就好了。徐清荣逗着明珠，心里羡慕。她不想要闹腾的臭小子，就想要个小棉袄。会有的。西宁如今是有女万氏族，养女儿跟养儿子差距太大了。乐乐跟阿燕虽然听话，但平时淘气得很，而且经常出去跑一身臭汗回来，哪里有香喷喷的小姑娘讨喜。裴昭下了朝就来抱小姑娘，那副女儿奴的模样让西宁忍俊不禁，还打趣她这么区别对待2个孩子会不会吃醋。然而还不等裴昭回答呢，阿燕跟乐乐就连连摇头了。爹娘喜欢妹妹是应该的，我们都要喜欢妹妹，保护妹妹。得，明珠小姑娘就是他们家的团宠，谁也不会跟她吃醋，恨不得将所有的爱都给她。第126章崔氏再嫁。入了6月，徐清荣也生了。她生产时是1年中最热的时候，西宁怕她中暑，送了几个冰盆过去，但这冰盆也不能放在内室，只能放在外面勉强散散热气。古代不比前世，女子生产若做不好月子，对身体的损耗极大。徐清荣得偿所愿，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把樱木言给高兴坏了。明珠出生，裴昭就变成了女儿奴，时不时就将女儿抱出去炫耀。樱木言羡慕的不行，现在他也有漂亮乖巧的女儿，可不用眼馋裴昭的了。身边人接连生孩子，崔氏也异动了。他年纪大了，再不生恐怕就生不出来了，而且年龄越大，生孩子就越凶险，所以在裴玉再次求婚时，他答应了。如儿，你说真的？你真的愿意要嫁给我？2人刚缠绵完，裴玉这会儿还处于极度兴奋中，听到崔氏的话，他就更兴奋了。崔氏扯过被子遮住满身的痕迹，娇嗔地瞪了他一眼。你要是没听见，那就算了。不行，我听到了，如儿终于要嫁给我了，不是做梦。裴玉还偷偷掐了自己一把，疼痛让他清醒。崔氏真的同意嫁给他了。裴玉再也睡不着，起身去准备聘礼。就算是再嫁，他也丝毫不愿意应付，一切都按最好的来。
崔氏捂在被子里，嘴角咧到耳根，心里甜如蜜。他轻轻摸摸小腹，这次没有做错事，说不定孩子已经在里面了。裴玉的动作很快，他巴不得马上就娶到崔氏，聘礼之类的都是早就准备好的，就等崔氏一同意，他就下聘。崔氏再次嫁给裴玉的消息传遍了京城，当初他非要跟裴玉和离，京城的人还觉得他脑子有问题，放着好好的裴二夫人不做，自己去开铺子，累死累活赚不到多少钱。可如今众人打脸了，崔氏不仅点心铺子开得风风火火，火遍了全京城，就连裴玉也对他痴心一片，非他不娶。两人纠缠多年，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京城的人都当热闹看，只有崔家人毁了肠子。尤其是崔夫人，她以前最看不上这个嘴笨性子固执的女儿，而且因着生她时难产，崔夫人更是将她视为灾星，一心宠爱崔大娘子。可是崔大娘子自己作死，名声尽毁，一杯毒酒惨死。而这个自己看不上的二女儿却过得越来越好，可她却攀不上亲戚。刘氏跟崔子安和离后，崔家也没了支撑，崔大人那点束修还不够他自己喝酒的，崔夫人为了自己跟儿子的生计，只能接点绣活贴补家用。听着大街上敲锣打鼓的热闹声，崔夫人眼泪砸下来。她后悔啊，可是现在后悔也没用了。花轿临门，裴玉上前将崔氏抱下来，红色盖头下，女人的脸也染了红色。拜完天地送入洞房，裴玉拉了裴寻、裴昭帮他挡酒，自己进了后院不出来。兄弟两人嘴上笑话，可心里却心甘情愿地替他挡酒。好不容易二弟二哥娶到了媳妇，他们可不能拖后腿。后院，裴玉迫不及待地掀开盖头。明明两人已经不年轻，也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子，可裴玉此时的心却快得要跳出来。如儿，裴玉握着他的手，心尖痒痒的。他终于娶到了如儿，两人跨越时间的长河，终于能够携手到白头。裴玉声音哽咽，有种想哭的冲动。崔氏眼圈湿润，他也想。噗，好了，大喜的日子这样伤怀做什么？日后我们只有开心，没有难过。最后还是崔氏先缓过来，他伸手帮裴玉擦去泪珠，声音温柔的开导：好，红烛帐暖，这晚注定是暧昧的时光。时间飞逝，一晃就是2年后。明珠跟殷家的珍珍已经是2岁的小姑娘，她们年龄相仿，从小就在一处玩。这会儿2个小姑娘轮流抱着怀里的小团子，哄着她不要哭。鱼儿不要哭，姐姐给你吃糖好不好？小团子还不会说话，但听到糖，她的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明珠轻轻戳了戳她的小脸蛋，笑骂：小馋猫。珍珍趴在摇篮边，看着姐姐哄小团子，小姑娘好看的眉心紧紧蹙着。姐姐，我们真的要给鱼儿吃糖吗？姑姑跟娘亲都吩咐过，鱼儿还不能乱吃东西。明珠伸出手指放在嘴边，小声嘘了一声：不给，妹妹小点声，别让鱼儿听到了。她熟练地掏出奶瓶，将奶嘴塞到小团子嘴里。刚才说给糖只是哄她的，娘亲跟二伯母他们出去逛街去了，就留他们几个孩子看着鱼儿。别看明珠跟珍珍年纪小，可在看孩子上面，他们已经有1年经验了。西宁和崔氏也敢将鱼儿交给他们，不过旁边还有丫鬟婆子在，2个小姑娘就是负责陪小团子玩的。城西，西宁拉着崔氏和徐清荣一路扫荡，恨不得将铺子里的东西都买走。我许久没回江南了，得多带些东西送人。是了，西宁和殷慕言打算回江南看看，这次买东西就是带回去的。徐清荣和崔氏还没去过江南，跟着一起去，所以3人才一起出来买东西。这些年，西宁手环里的种子已经拿出来的差不多了，经过几年的种植普及，大周的百姓人人都能吃饱饭。而且西宁不藏私，将自己知道的食谱都传出去，他不仅让百姓们吃饱饭，还改善了百姓的伙食，一时间在民间的威望极高。他还开善堂做善事，许多百姓私下叫他观音娘娘。不过西宁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裴昭虽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再得皇上看重，也不能越过他的名声。所以西宁将这些成果都献给皇上，给他立威扬名。皇上也就是当年的太子，感念西宁的贡献，封他为荣宁郡主，还将江南南郡给他做封地。虽然面积不大，可西宁有了自己的封地，能够随意住在江南。他们这次回去就是去接管他的封地，再将以前江南的老人都带过去。这些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好。第127章，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游船从京城一路南下，此时刚入春，脱了身上的棉衣，人也轻便了许多。除了阿燕和乐乐，其他几个孩子都没出过远门，一路上看什么都新鲜。西宁怕旅途无聊，特地做了麻将和纸牌，他拉着崔氏跟徐清荣斗地主，几个人玩得不亦乐乎。而裴昭几个男人就坐在甲板钓鱼，或者是上了年纪了，以前看不上的活动，现在都有些沉迷。阿燕和乐乐蹲在裴昭脚边，看着浮标晃动，两人屏息不敢出声，
生怕惊跑了水里的鱼儿。爹爹，我也想玩。明珠噔噔从船舱跑出来，她声音娇软清脆，话落水面就荡漾了一下，刚要钩的鱼儿就被吓跑了。然而谁也没怪她，裴昭宠溺地将女儿抱在怀里，把钓竿塞给她。诺，玩吧。妹妹，你这样拿。妹妹，我给你弄鱼饵。父子三人殷勤地帮她弄着鱼竿，惹得一旁的裴玉眼热。裴昭跟樱木言都有女儿，就他只有个臭小子。明珠，二伯这有小鱼，给你拿去玩。裴玉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声音要多温柔有多温柔。明珠很喜欢二伯，不过他想自己钓鱼，就乖乖地摇了摇头。不用的，二伯，明珠可以自己钓。那好吧，不过二伯钓的也给你。裴玉怕小姑娘钓不到伤心，所以提前许诺下来。好，谢谢二伯。明珠真乖。寒暄完，小姑娘就蹲在裴昭怀里，小手稳稳拿着鱼竿，表情严肃地盯着水面。几人看着她如此正经的表情，极力憋着笑。谁也不相信她真的能钓上鱼来，毕竟船是走着的，虽然不快，但活水本就不适合钓鱼，就连裴玉、裴昭几人也不过才钓上来1、2条。大家都陪着小姑娘玩，可不一会儿就被她打脸了。爹爹，有鱼！突然水面浮标动了一下，明珠激动地拽住裴昭的衣袖，小声叫他。裴昭连忙帮他提起鱼竿，一条小儿手臂般长的鲢鱼甩了上来。哟，还真让明珠钓到鱼了呀！裴玉和樱木言一脸震惊，这么大的鱼他们都钓不到，这小姑娘可真厉害。明珠捂着脸，害羞地藏进裴昭的怀里，被夸得都不好意思了。还要继续玩吗？裴昭与有容焉，自家女儿这么厉害，肯定都是随了她。明珠手指扒拉出几条缝，见裴玉跟樱木言都转过头去，她才从裴昭怀里出来，接过鱼竿，小姑娘软软地应了一声要。接下来几人就看到了神奇的一幕，河里的鱼儿跟傻了一样，纷纷聚在小姑娘的鱼竿下，一条接一条的上钩，桶里满的都要装不下了。裴玉和樱木言齐齐吞了吞口水，看向裴昭。老三妹夫，咱们家明珠不会是井里转世吧？裴昭也被震惊到了，以前在京城，明珠接触不到这些，平时也没显出什么能力，如今这一手直接把几人吓坏了。裴昭抱起女儿，吩咐长林将水桶提走，他扭头低声对着裴玉二人说道：今日的事还请哥哥们保密，明珠井里体质太过玄学，传出去怕是会惹到祸事。裴玉和樱木言都脸色凝重，放心吧，这事他们会烂到肚子里。中午吃的全鱼宴，西宁和崔氏掌厨，徐清荣在一旁打下手。明珠井里体质的是裴昭跟西宁通过气，比起裴昭的担忧，西宁倒还好。他穿越的事都发生了，自己女儿不一般，好像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别担心，咱们两人护得住她。我知道。裴昭轻揽着自家妻子，他能护得住，但也不想让妻女处于危险之中。天气越来越热，游船也到了江南。西宁跟樱木言回来的消息早就传开，殷家的下人跟西宁的属下都到码头迎接。几人相继下船，西宁和下人们笑着寒暄，码头站满了人。裴昭负责照顾3个孩子，他抱着明珠，牵着2个儿子，穿过人群，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殷姑娘，你终于回来了。顾景安局促地站在人群中，红着脸跟西宁打招呼。他在这等了许久，比殷家的下人等的都久，终于将西宁等到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西宁停下和他说话，顾景安心跳都要暂停了。他还想继续说，裴昭抱着女儿过来，伸手揽过西宁的腰。明珠说她累了，咱们先回家。还想继续玩的明珠，她哪里累了？然而爹爹根本没给他插嘴的机会，揽着西宁就走了出去。顾景安看着高大威严的男人，嘴角轻撇。醋坛子，少爷您说什么？顾家的下人跟在他旁边，以为顾景安是在叫他，开口问他，被顾景安瞪了一眼。没你的事，走，回府。反正西宁已经回江南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只是他低估了裴昭的度量，他怎么会容忍情敌在自己面前撒野？回了府就将西宁压在榻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一通，缠着他答应离那顾景安远一点，直到西宁许诺裴昭才放过他。所以后面几天顾景安费尽心思找的偶遇都失败了。他又不是傻子，渐渐明白这是裴昭在捣乱呢，自己一点机会都没有。顾景安也慢慢收了心，尤其裴昭对西宁很好，孩子们也漂亮可爱，他自觉做不到裴昭那样。顾景安终于承认他比不上裴昭。江南的气候比京城宜人，几个孩子待着都不想回去了。裴昭跟樱木言留下陪着自家妻儿，让京城的皇上愁得头大。早知道朕就不让他们娶妻了，一个个的沉迷温柔乡，留下朕在这劳累。他也想回后宫陪陪皇后，现在放着一堆的折子看不完，眼睛都要花了。那皇上要不将2位大臣召回来？太监出主意。皇上瞪了他一眼，你是想让他们俩直接罢官？那2位可不是有野心的人，想让他们干活只能哄着，硬逼只会撂挑子。第128章大结局。
众人这一待就是5年。江南南郡本是江南最为贫穷落后的地方，它临着内陆，百姓们虽然能吃饱饭，但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像沿海的百姓可以打鱼出海换钱。不过西宁接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他将手环中剩下的种子全部拿出来，有高产作物的加持，百姓们的收成直接翻了2番。而且除了主食，他还教百姓们种花卉蔬果，修路通航，将南郡的果蔬迈向全国各地。更让西宁惊喜的是，明珠的锦鲤体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凡明珠摸过的土地，收成都比其他土地高。西宁也没放过自家这个高产增值机，带着明珠走遍了整个南郡，把南郡的土壤都改善了。旁人不知道明珠的锦鲤体制，都以为是西宁的种子好。一时间，西宁的名声在南郡达到巅峰。西宁也不贪功，将治理南郡的经验写成折子递到京城。皇上看后龙颜大悦，对西宁夫妇更加看重了。西宁和裴昭在江南待了3年，皇上是最难熬的人。朝廷之事离不开裴昭跟殷慕言2位肱骨大臣辅佐，所以这3年中，京城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最后还是安阳郡主的人出马，裴昭和西宁才想到了回去。娘病了。裴昭听着安阳郡主身边婆子的吩咐，眼中闪过担忧。婆子点头，郡主上了年纪，这些年身体都不算好，他心里想着三爷、夫人还有几个小主子，但又不好意思劝你们回去，若不是这次病得厉害，老奴也不敢自作主张来江南。到底是母子，裴昭这会儿已经想飞回江南了。西宁温柔地轻抚着他的后背，安慰他：我让人去收拾东西，明日咱们就回去。好。裴昭感激地握住西宁的手，他知道西宁有多喜欢江南，可如今为了他也甘心回去。次日，众人再次坐上游船，这次一路向北出发，在年前到了京城。安阳郡主的病并不严重，只是上了年纪，身体不如以前，吹个风受个寒就能在床上躺10天半个月。人老了就想着一家人团圆，他思念老2、老3他们，精神就渐渐不好了。国公府，裴昭下了船就往家里赶，连衣服都没换。下人们许久未见几个主子，见到他们还以为眼睛花了，揉了半天才终于相信是他们回来了。快去告诉郡主，三爷他们回来了。一时间国公府热闹起来。安阳郡主昨夜没盖好被子着了凉，这会儿刚喝完药睡下，但他睡得不熟，听到外面的声音，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老三回来了。真的。娘，奶奶。裴昭、裴玉跟几个孩子一起进来，安阳郡主猛地清醒了。真的是你们。明珠个子虽然最小，可她跑得最快，小腿倒腾着很快就跑到床边。她离京的时候才刚记事，但这些年安阳郡主没少往江南送东西，尤其给明珠的最多。她知道奶奶疼她，所以知道奶奶生病后，小姑娘可担心了。奶奶疼不疼？明珠给呼呼。小姑娘手脚并用爬上床，小手捧着安阳郡主的头，轻轻吹了几口气。安阳郡主心里软成水，自家这个小孙女可真没白疼，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被小姑娘吹过后，她好像真的不疼了。安阳郡主脸色恢复红润，伸手将小姑娘揽在怀里，乖呀宝啊的亲昵。有猪猪在，奶奶不疼，那猪猪陪着奶奶。小姑娘声音又娇又甜，安阳郡主再多的苦痛也没了。或是有亲人在，安阳郡主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她也不愁了，就每天带着几个孙子孙女玩，人都显得年轻了。裴昭和殷慕言重新回到朝堂，皇上励精图治，大周国富民强，越发昌盛，民间名声很好，皇上也谨记一心为民，不管是百官还是百姓都对他崇敬有加。西宁的生意从江南开到京城，除了之前的火锅店、烤肉店、珠宝店等，他还开起了服装店。这些年他研究出了染布的法子，还将前世流行的服装样式画出来交给绣娘去做，立马就在京城掀起了潮流。他和裴昭一样出名，甚至比裴昭还有名气。毕竟他推出的都是真实利民的东西。西宁改变了大周。这晚西宁做了个梦，梦里他还是那个西教授，他心无旁骛，一心沉迷于事业。在梦里，他行走于田间地头，培养了许多高产作物。虽然前世经济发达，但粮食危机一直是国家重视的问题。西宁的研究不但保障了百姓的温饱，还为危急时刻囤够了储备粮。小宁啊，你年纪也不小，该找个对象了。这天，西宁从地里回来，就被导师拉到身边，耳提面命的劝。他已经快30岁，但身边别说男朋友，就是个男人都没有。作为导师的关门弟子，导师对他的终身大事很关注。西宁却不放在心上，他讪讪的笑了笑：老师这是急不得，一切随缘。你整日待在地里，上哪去找缘分？从天而降吗？导师满脸不赞同，他摇了摇头，塞给西宁一张名片。这是我一好友儿子的联系方式，他是首都的青年才俊，跟你年龄相仿，你们聊聊试试。这是相亲啊？西宁语塞，他没想到自己也有相亲的这天。不过看着导师关切的表情，西宁咽下了口中的拒绝。好。
聊聊就聊聊，又不会真的在一起，到时候就想个理由拒绝应付过去。毕竟他真的没心思谈恋爱，只想种地。然而看到那张名片上的名字，西宁却有些不受控制地加了他。裴昭，仿佛是在哪里听过，缠绵在舌尖，念念不忘。两人相约在咖啡店，西宁尊重内心打扮了一下，她穿着一身红裙从樱花林走过，发间都沾染了樱花的香气。男人一身黑色西装背对着她，西宁的心砰砰直跳，快得像要跳出来。男人听到脚步声转身，清风霁月的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很高兴认识你，西教授。我也是。跨越千年的时空，裴昭和西教授的故事再次开启。